至尊鼎内空间，卸甲。这声音不带丝毫人间烟火，却也透着不容置疑。凌云费力地睁开疲惫的眼皮，感觉2个腰子还在隐隐作痛。而在他不远处，那声音的主人正慵懒地斜倚着，他的脸庞完美到无可挑剔，一双丹凤眼微微上挑，眼尾缀着一颗小小的泪痣，透着颠倒众生的媚态。韩月，今天都7次了，能不能让我先缓缓？凌云极为虚弱的道。呵呵，看来你是想让本宫帮你脱歌。他话音未落，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攫住了凌云的身体，他身上的破烂衣衫在瞬间化为飞灰，完全反抗不了啊，那就只能闭眼享受了。凌云闭上眼，任由韩月粗暴地将他扑倒。半年前，他被人废掉了灵根，从此沦为废人，却不想随身佩戴的小鼎在沾染他的鲜血后，韩月的残魂从至尊鼎中出现，然后拉着他强行双修。开始的时候，凌云可兴奋了，像韩月这样的绝世美女，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那可是所有男子心中的梦中情人啊。可韩月要求每天10次，每次至少2个时辰。半年过去，凌云已经完全麻木，成了韩月任意玩弄的工具。而韩月本是魔渊的绝世魔主，却因这神器至尊鼎被至亲背叛，只剩下这缕残魂寄居在至尊鼎中。若非至尊鼎沾染了凌云的鲜血，他也不会醒来，还会一直沉寂下去，直至完全消散。连续2个时辰的战斗，凌云再次累得昏死过去。韩月伸出纤细如玉的手指，轻轻拂过少年紧蹙的眉头，真是个矫情的小男人。他轻声低语，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些许复杂的情绪。虽然你血脉特殊，但终究灵根被废，没了修为，被本宫一味索取半年，身体的承受已经达到极限。他心头部有涌出些许愧疚，不过好在这半年的双修，总算让本宫恢复了一点点的力量。接下来便是想办法恢复你的身体，否则这双修没法进行下去了。念头微动，一股精纯的能量渡入凌云体内，将后者从昏迷中唤醒。但凌云却并不想睁眼，依旧一动不动。看着凌云这模样，韩月又好气又好笑。她这样的绝世美女，不知有多少牲口妄想一亲芳泽，却不得。自己这样赤果果站在凌云面前，这家伙却装死。他抿着烈焰红唇，充满诱惑的声音响起：凌云，你这次表现不错，本宫决定给你一个奖励哦。有奖励？凌云猛地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什么奖励？是不是后面终于不用双修了？你这混蛋！韩月脸上的微笑瞬间化为寒霜。这混蛋什么意思？才半年，这就开始嫌弃自己了。意识到并没有结束牛马的命，凌云当即四仰八叉的躺下，一脸生无可恋的道：韩月，我灵根被毁，修为被废，大仇未报，再继续下去，我真的快死了呀！虽然不得不承认，和韩月双修真的很爽，爽飞天的那种爽，但凌云却不甘心就这么牡丹花下死啊！他本天炎城凌家少主，7岁炼体，10岁成为武者，15岁达到武师，成为天炎城100年来最年轻的天才。这世间武道有10境：武者、武师、大武师、武灵、武王、武皇、武宗、武尊、武君、武神，每境共分10种。而就因他不肯献出这至尊鼎，就被天玄武院的大师凶废了灵根，成为全城街的废物。这半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手报仇。而韩月这双修，他以前倒也曾试着宁死不从，结果却被韩月变着各种姿势、各种调调，连续压榨了1天。从此，凌云不敢再拒绝韩月，每次都只是象征的抵抗一下。哼，凌云！韩月冷哼一声，霸道的说道：“你现在可是我韩月的男人，没有本宫的允许，你还死不了。那你不能再这么炸我了呀！”凌云的哀嚎声未落，嗡一声古老而悠长的嗡鸣，毫无征兆的从整个至尊鼎的内部爆发开来。鼎壁上那些沉寂了万古的符文，在这一刻尽数亮起，爆发出璀璨的金色流光。怎么回事？韩月脸色骤变，第一次失去了那份从容。这至尊鼎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除了他，无人可以催动。可现在，他失控了。不是失控，是韩月猛然转头看向凌云，一双颠倒众生的眼眸顿时布满了震惊。这一刻，只见那些金色流光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涌入凌云的体内。呀！凌云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被撑爆了，不由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那些金色的能量比韩月的魔气更加古老，更加霸道，更加纯粹。他们冲入凌云体内的灵根之地，紧接着，那片原本已经化为废墟灵根之地，金光的滋润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重塑。下一刻，一股强横的气息从凌云的身上冲天而起，他的修为开始节节攀升，武者境1重，武者境3重，武者境5重。轰！只是一瞬间，他被压榨半年的身体不仅完全恢复了，甚至连带着修为竟也恢复到了武者境5重。这一刻，凌云感觉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至尊鼎自动认主了。韩月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骇然，这怎么可能？这至尊鼎跟了他数万年，都未曾真正认他为主，今天竟然选择了一个凡人小子。不过这小子现在是我的男人，这至尊鼎认凌云为主，那我便是主母。韩月那对完美的唇瓣微微上扬。凌云，从今天开始，你我2人通过这至尊鼎一体共生，命运便真正的连在了一起。就在韩月话音刚落，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房间的门被人撞开。
一个穿着粗布衣裙的小丫鬟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少主，不好了，叶家的管家带着人来退婚了。他们就在小院外，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夫人啊！母亲被羞辱，这世上母亲萧琉璃便是林峰的逆鳞。所以闻听此言，凌云浑身顿时爆发出凛冽的杀意，而他体内那些还在奔涌的金色能量，在凌云这突然爆发的杀意牵引下，全部涌向丹田处的灵根废墟。紧接着，灵根废墟处蜕变出一株青色的灵根幼苗，散发出亘古而神圣的气息。被废的灵根被重塑了。咦？韩月瞳孔微缩，他清晰地感觉到凌云体内刚刚诞生出来的这灵根，虽然还很稚嫩，但其本源的层面竟让他这位曾经的魔主都感到了一丝心悸。有意思，真是有意思。看来本宫这次算是捡到宝了。他挥了挥手，一套叠放整齐的黑色劲装落在凌云面前。去吧。他重新斜倚下去，恢复了那副慵懒的模样。你的家事，本宫没兴趣，不过千万别死了，因为你这条命现在是本宫的了。与此同时，小院外，萧琉璃，今天这婚约，凌云就算是死了，也得爬起来签了。院门被人一脚粗暴地踹开，叶家管事叶福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叶家家丁。但就在这时，一道瘦弱的身影挡在了屋门前，正是林峰的母亲萧琉璃。她用单薄的身体死死地护着身后的房门，然后哀求道：“叶管家，云儿她身体不好，正在休养，经不起打扰。”身体不好？叶福嗤笑一声：“萧琉璃，你别给脸，不要脸！家主说了，今天必须拿到凌云亲笔签下的退婚书，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闻言，萧琉璃的脸色瞬间没了血色。叶家如今乃是天岩城第一大城，家主叶霸天更是武师境强者，根本不是如今的林家所能抗衡的。但他的鱼儿已经虚弱成那般模样，如何还能经受得住退婚的刺激？他继续哀求道：“叶管家，求求您，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宽限？叶福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轻蔑的道：“一个灵根被废的废物，也配谈宽限？萧琉璃，今天这字，他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说着，叶福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朝着旁边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丁使了个眼色，让他清醒清醒。闻言，那个家丁狞笑上前，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抽在萧琉璃的脸上。啪！萧琉璃被这一巴掌抽得一个踉跄，柔弱的身体撞在屋门前的廊柱上，一缕鲜血从他的嘴角缓缓溢出，额头也出现一片淤青。敬酒不吃吃罚酒，打人的家丁甩了甩手，满不在乎地啐了一口。叶福看着这一幕，冷笑道：“萧琉璃，现在可以去叫那个废物儿子出来了吗？”然而回答他的是一声巨响，轰！那扇之前被萧琉璃死死护住的房门从内向外轰然炸裂，烟尘弥漫中，一道身影缓缓走出，正是凌云。此刻的他眼神却不再是往日的暗淡与死寂，而是充斥着凛冽至极的杀意，让人背脊不由发寒。林峰的目光首先落在了跌坐在廊柱旁的母亲身上，当看到萧琉璃嘴角的血迹以及脸颊上那刺目的掌印时，谁打的？凌云猛然侧手，冷冽的目光环顾全场，浑身散发出凛冽至极的杀意。刚才动手的那个家丁被凌云的眼神看得心里一突，但随即挺起胸膛，嚣张地笑道：“是老子打的，那又怎么了？”唰，一道残影闪过，在场没有任何人看清凌云的动作。前一息他还站在门口，后一息他已经出现在那名家丁的面前。咔嚓，凌云抓住了那家丁善人的右手手腕，以一种蛮横到极致的力量，硬生生将其手腕折成了90度。呀！那名家丁抱着自己断掉的手腕，疼得满地打滚，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是什么情况？叶福更是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这还是那个卧床等死的废物凌云？你敢动手？叶福又惊又怒，指着凌云厉声喝道。凌云根本没有理会他，他缓缓转过头，那双毫无感情的眸子锁定了叶福。叶福被他看得心底莫名升起一股寒意，竟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但旋即他想到自己可是武者境6重的修为。废物，你以为你靠偷袭打伤一个下人就能在我叶福面前？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凌云又动了。这一次他没有空手，他随手一抄，夺下旁边另一个吓傻了的家丁腰间的佩刀，接着刀光一闪，扑哧，2声利刃入肉的闷响几乎同时响起。叶福下意识地低下头，他看见自己的2条腿从膝盖处与身体分了家。啊！叶福惨叫着，像一节木桩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在血泊中疯狂地抽搐翻滚。剩下的几个家丁看着眼前这一幕，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裤裆处传来一阵骚臭。凌云提着滴血的长刀，一步一步走到了叶福的面前，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在地上惨叫的叶福，眼神冷漠的像是在看一只蝼蚁。聒噪！他抬起脚踩在叶福那张因为剧痛而扭曲的脸上，将后者的惨叫生死死地踩回了喉咙里。叶福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呜咽，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哀求。他怕了，他真的怕了。这个少年根本不是废物，他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啊！凌云缓缓蹲下身，将那份沾染了血迹的退婚书从叶福怀里抽了出来。他看都没看上面的内容，只是用那份婚书拍打着叶福的脸。爬回去，告诉你家主子。凌云的声音冰冷刺骨，
不是他叶家来退我凌云的婚，而是我凌云休了叶家之女叶梦嫣，因为他不配。说完，他松开脚，将那柄还在滴血的长刀随手扔在了地上，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随后，凌云转身走到了母亲萧琉璃的身边，他伸出手，动作轻柔地将母亲从地上扶起，拂去她身上的尘土。这一瞬间，他浑身的杀意与戾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温柔与刻骨的愧疚。娘，孩儿不孝，让您受委屈了。鱼儿，你的修为。萧琉璃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凌云的脸颊，仿佛要确认这一切不是梦境。娘，孩儿没事了。凌云握住母亲冰凉的手，将一股温和的能量渡入她的体内，安抚着她受惊的心神。萧琉璃的身体一暖，精神也好了许多，但眉宇间的忧色却更浓了。鱼儿，你废了叶扶的腿，还休了叶梦嫣，叶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叶家在天岩城是何等庞然大物，家主叶霸天更是50境强者，跺一跺脚，整个天岩城都要抖3抖。而凌家自凌云父亲失踪，凌云灵根被废后，早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而刚才凌云如此酷烈地打了叶家的脸，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娘，您放心。凌云将萧琉璃扶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他蹲下身，仰视着自己的母亲，一字一句郑重如山。从今天起，有孩儿在，这天他不下来，无论是叶家还是谁，都休想再欺辱我们母子分毫。孩儿要做的不仅是保护您，更是要让这整个凌家都再无人敢轻视。他的话掷地有声。看着儿子那双深邃而坚定的眸子，萧琉璃纷乱的心竟奇迹般的安定了下来。他不知道儿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选择相信，无条件的相信。好。萧琉璃含泪点头，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娘信你。安抚好母亲，又嘱咐小丫鬟好好照顾后，凌云转身回到了那间被他轰碎了房门的屋子。他需要力量，远比现在更强的力量。心念一动，他再次进入了至尊鼎的内部空间。幽暗的青铜世界里，韩月依旧斜倚在那，红裙似火。看来你处理完了。韩月的声音依旧清冷，但少了几分高高在上的随意，多了几分平等的意味。没处理完。凌云平静的回答，只是开始。他看着韩月，直接问道：我身体里的青色小树是怎么回事？这至尊鼎又是怎么回事？他原来的灵根可不是青色小树这个模样。韩月闻言，唇角又勾起了那抹瑰丽而致命的弧度。想知道？他伸出玉指，点了点自己身边的空位，过来，让本宫好好研究一下，或许会告诉你。凌云眉头一皱，他能感觉到韩月对他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纯粹的视作玩物的恶意，但那种骨子里的魔主本性却丝毫未改。他没有过去，只是站在原地，青色小树微微流转。嗡！整个至尊鼎再次发出一声清鸣，鼎壁上的符文瞬间亮起了几分，仿佛在与他呼应。韩月的瞳孔骤然一缩，他清晰地感觉到，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与至尊鼎之间本就微弱了的联系，竟又被削弱了一分。这个小子正在以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夺走至尊鼎的控制权。有意思。韩月收起了笑容，眼神变得无比凝重，真是太有意思了。他深深地看了凌云一眼，终于不再卖关子。这至尊鼎乃是天地初开时的一件混沌至宝，拥有镇压万古、炼化鸿蒙之能。而刚才涌入你体内的，便是此鼎的本源传承——混沌开天路。混沌开天路，凌云心中一震。不错，韩月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艳羡与嫉妒。此功法霸道绝伦，其核心便是一个吞字，吞天地灵气，吞日月精华，吞万物血脉，甚至吞噬他人的灵根，化为己用，毫无阻碍。你那被废掉的灵根，并非是被金光修复，而是被混沌开天路的力量直接吞噬、重塑，化作了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灵根。吞噬！凌云的心神剧烈震动，怪不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成了一个无底黑洞，对能量的渴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下意识地按照韩月所说，尝试着去运转那篇烙印在自己神魂深处地功法。轰！一瞬间，整个至尊鼎内的空间都沸腾了。那些镌刻在鼎壁上的古老符文，此刻不再是涌入他的体内，而是化作了一个个金色的漩涡，疯狂地吞噬着鼎外虚空中的天地灵气。磅礴的能量如长鲸吸水般尽数灌入凌云的四肢百骸，他的修为再次开始了肉眼可见的暴涨。武者境6重，武者境7重，武者境8重，这还没完。凌云甚至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吸力从自己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竟开始缓缓地拉扯着不远处韩月身上的魔气。放肆！韩月脸色一变，屈指一弹，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斩断了那丝联系。他看向凌云的眼神彻底变了，震惊、骇然，还有一丝兴奋。好一个混沌开天路！韩月不怒反笑，笑声中充满了期待，连本宫的本源魔魂都想吞噬，果然霸道。凌云从修炼中惊醒，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又强大了一大截。他看着韩月，眼神复杂，他能感觉到这混沌开天路与韩月的魔气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共鸣，仿佛他们本就是同源，却又走向了两个极端。小子，别高兴得太早。韩月看穿了他的心思，冷冷的开口：混沌开天路虽然强大，
但凭你现在的肉身，根本无法承受其万一。而本宫的魔魂对你而言，既是补品，也是催命的剧毒。他站起身，一步一步缓缓走向凌云，每一步踏出，他身上的气势便强盛一分。那股属于魔主的毁天灭地的威压再次笼罩了整个空间。你与本宫双修，本质上也是一种吞噬。你吞本宫的魔魂之力，滋养你的灵根，本宫则借你的纯阳之气修补我的魔魂。这是一个相互成就也相互毁灭的过程。韩月走到凌云面前，伸出冰凉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胸膛，带起一串细微的电流。下一次双修就在3日之后。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3日之内，你必须突破到50境，否则以你现在的境界，再承受本宫的力量，唯一的下场就是爆体而亡，神魂俱灭。届时，你这具完美的鼎炉，本宫可就只能换掉了。凌云的心猛地一沉，50境，3日之内从武者境8重突破一个大境界，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天方夜谭。但凌云的眼中非但没有畏惧，反而燃起了熊熊的战意。压力就是动力，他正需要这种极致的压迫来激发自己全部的潜力。好，他直视着韩月的眼睛，只说了一个字。看着少年眼中那不屈的火焰，韩月满意的笑了。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神，一个敢与天争、敢与魔斗的眼神。然而就在这微妙的气氛中，少主，不好了！小丫鬟那惊恐到变调的哭喊声再一次穿透了鼎壁，撕裂了这片空间的宁静，声音比上一次更加凄厉，更加绝望。凌云脸色一变，瞬间退出了至尊鼎。门外，小丫鬟已经哭倒在地，浑身抖得像筛糠。少主！他看到凌云，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扑过来，死死的抱住他的腿。叶家家主叶霸天，他带着人来了，他还抬着聘礼。小丫鬟上气不接下气，眼中全是血丝。他要下聘，强娶夫人。他说，若夫人不从，今夜便要踏平我们凌家，鸡犬不留啊！轰！凌云脑海中仿佛有惊雷炸响，强娶夫人，踏平凌家，一股比九幽寒冰更冷的杀意自凌云的体内轰然爆发。刹那间，整个至尊鼎的空间都为之凝固。哦，韩月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他能感觉到凌云此刻的状态极其恐怖，那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要将天地都拉入地狱，将神魔都碾为齑粉的毁灭意志。这种意志，即便是在他巅峰时期，也只在那些真正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上古魔神身上见过。有趣，真是有趣。他红唇微勾，非但没有半分惧意，反而愈发期待起来。而凌云已经没有心思去理会韩月此刻的反应。少主，小丫鬟还在哭嚎，却发现自己抱住的腿已经消失。一抬头，只看到一道快到极致的残影卷起一阵狂风，直奔凌家大堂而去。凌家大厅，萧琉璃，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个身材魁梧、面容霸道的中年男人，大马金刀地坐在了属于家主的主位上。他身穿一袭锦袍，眼角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顾盼之间满是不可一世的嚣张与跋扈。他便是叶家家主叶霸天。在大厅的空地上，数十个红木大箱一字排开，箱盖敞开，里面装满了珠光宝气的聘礼。但那刺目的红色，在凌家人眼中却比鲜血还要扎眼。大厅下方，萧琉璃脸色苍白如纸，身体微微颤抖，但眼神却异常倔强。他将几个吓得瑟瑟发抖的族中女眷护在身后，独自一人面对着叶霸天那毫不掩饰的充满了侵略性的目光。而以凌家大长老为首的一众凌家族人，则个个脸色铁青，拳头捏得咯吱作响，却又敢怒不敢言。实力，一切都是因为实力不如人。萧琉璃，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叶霸天端起手边的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眼神肆无忌惮地在萧琉璃玲珑有致的曲线上游走，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乖乖地从了我，做我的第18房小妾，我保证凌家不仅安然无恙，日后在这天盐城还能跟着我叶家喝口汤。若是不答应，他话锋一转，语气森然，我这些聘礼顷刻间就能变成给你们凌家满门上下准备的棺材。叶霸天，你这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再也忍不住站了出来，他正是凌家的大长老。他双目赤红，指着叶霸天怒声喝骂：你可还记得20年前你叶家遭遇强敌，险些被灭门，是凌云的父亲单人一枪为你叶家杀退强敌，才保住了你们的基业。家主更是因此身受重伤，至今下落不明。此等天大的恩情，你竟忘得一干二净。如今你非但不思回报，反而趁人之危逼迫恩人之妻，你简直猪狗不如！大长老的声音悲愤交加，充满了血泪的控诉。周围的凌家族人也都一个个义愤填膺，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然而面对这般指责，叶霸天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慢悠悠地品了口茶，才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哈哈哈，老东西，你说的没错，正因为凌兄当年对我有恩，我才不忍心看着嫂子一个人孤苦伶仃，守着这么一个破落户艰难度日啊！我将嫂子娶进门，让她享尽荣华富贵，我叶霸天这是在报恩。我娶了嫂子，将来凌云那废物不也得叫我一声爹？我这是在帮凌兄照顾妻儿，他九泉之下也该感激我才对。哈哈哈哈！无耻卑劣！这番颠倒黑白、寡廉鲜耻的话，
让所有林家人都气得眼前发黑，胸膛几乎要炸开。见过无耻的，没见过如此无耻的，将霸占恩人妻子的兽行说得如此冠冕堂皇，理所当然。这哪里是报恩，这分明是趁人之危，是觊觎恩人之妻，是禽兽不如。你大长老一口气没上来，气血攻心，整个人向后倒去。大长老，林家人一阵手忙脚乱。萧琉璃站在场中，看着叶霸天那张丑恶的嘴脸，看着他眼中那仿佛要将自己生吞活剥的欲望，心中涌起无尽的绝望与屈辱。死，他不怕死，可他若死了，鱼儿怎么办？整个林家又该怎么办？叶霸天的耐心似乎已经耗尽，他将茶杯重重往桌上一顿，发出一声巨响。萧琉璃，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最后问你一遍，嫁还是不嫁？若再不从，休怪我手下无情，先杀了你那废物儿子，再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萧琉璃的身体猛地一颤，叶霸天的话如同一把淬毒的尖刀，刺穿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杀了他的鱼儿？不，绝对不行。他的鱼儿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他绝不能让任何人再伤害到他。屈辱的泪水混合着血水从他眼角滑落，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为了鱼儿，他……然而就在他准备开口，准备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儿子和家族一线生机的时候，一个饱含着无尽杀意的声音突兀地从大厅之外传来，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谁敢逼迫我娘？轰隆！伴随着这声怒喝，一道身影裹挟着冲天的杀气，一步踏入了大厅之中。正是凌云。此刻的凌云双目赤红，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令人心胆俱裂的恐怖气息。他目光所及之处，那几名正要冲上前的叶家护卫，竟像是被无形的巨锤砸中，齐齐喷出一口鲜血，踉跄着倒退了回去。仅仅是一个眼神，便震伤了数名武者。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呆立当场。云儿！萧琉璃看到儿子，失声惊呼，眼中瞬间被浓浓的恐惧所取代。你怎么来了？快走，快走啊！纵然云儿之前伤了叶福，但这叶霸天可是真正的50境强者呀！少主，是凌云少主。林家的众人也是脸色大变，心中又惊又急。他怎么来了？他来这里不是白白送死吗？叶霸天眯起了眼睛，打量着凌云，随即发出一声轻蔑的嗤笑。我倒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小废物！怎么修为恢复了？看这气息，倒是有个武者近7、8重的样子。怪不得敢废我叶家的人，还敢休了我女儿。不过，你以为凭这点微末道行就能在我面前放肆了？在他眼中，区区武者境与蝼蚁何异？随手便可捏死。凌云没有理会他，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他径直走到母亲萧琉璃的身边，看着她苍白的脸颊和嘴角的血迹，那颗燃烧着怒火的心仿佛被狠狠地揪了一下。他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拭去母亲嘴角的血痕。娘，对不起。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无尽的愧疚。孩儿来晚了，让您受委屈了。说完，他转过身，终于正视着那高坐主位之上的叶霸天。叶霸天，你有3罪，今日当诛。唰！凌云话音未落，就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下一瞬，他已经出现在了叶霸天的面前。太快了，快到叶霸天这位50境强者都只来得及瞪大眼睛，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你……叶霸天刚吐出一个字：第1罪，忘恩负义，反噬恩主，死为不仁。凌云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如同死神的宣判。断一臂！叶霸天只觉眼前一道金光闪过，血光迸现，叶霸天的整条右臂竟从肩膀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撕扯下来，断口处平滑如镜，却没有一丝鲜血喷出，仿佛连同血肉、经脉、骨骼乃至其中的生命精气，都在那一瞬间被彻底吞噬殆尽。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血腥而诡异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那可是50境的叶霸天啊，竟被凌云一个照面就废掉了一条手臂。我的手，我的手啊！叶霸天抱着断臂，发出痛苦的嘶吼，眼中充满了无尽的骇然与难以置信。他根本没看清凌云是怎么出手的。第2罪，背信弃义，强行退婚，羞辱我母子，此为不义。凌云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催命的魔音。不！叶霸天惊恐的咆哮，疯狂催动全身的真气想要抵挡，但没用。在那股霸道绝伦的吞噬之力面前，他50境的护体真气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扑哧，又是一声血肉分离的闷响。叶霸天的左臂同样被其间扯断，化作飞灰，被那道金光吞噬。啊呀呀！叶霸天双臂齐断，痛得倒在地上，疯狂抽搐，面容扭曲的不似人形。他想站起来反抗，却骇然发现，在凌云那恐怖的气势锁定下，他竟然被压制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弹分毫。恐惧，无边的恐惧瞬间吞噬了他的心神。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少年根本不是什么废物，而是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无法抗衡的怪物。林家众人已经彻底石化了，他们张大着嘴巴，眼珠子都快要瞪出眼眶，大脑一片空白。那可是叶霸天啊，50境强者，天炎城的土皇帝，此刻竟然如同砧板上的鱼肉，被他们眼中那个曾经的废物少主肆意宰割，毫无还手之力。萧琉璃也看呆了，他捂着嘴，泪水夺眶而出，但这一次泪水中没有了恐惧，只有无尽的震撼与激动。第3罪，
觊觎恩人之妻，欲行禽兽之事，如我母亲者。凌云的声音微微一顿，那赤红的双眸扫过在场所有瑟瑟发抖的叶家人。死！凌云的脚掌猛然发力，咔嚓！叶霸天的头颅就像一个被踩爆的西瓜，红的、白的溅了一地。这位在天岩城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叶家家主，连一句完整的求饶都未能说出，便被当场格杀，死不瞑目。大厅内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中只剩下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以及叶霸天那具无头尸体还在微微抽搐。凌云缓缓收回脚，目光冰冷地扫向那些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瘫软在地的叶家护卫。滚，或者死！冰冷的两个选择，如同两柄重锤，狠狠砸在那些叶家护卫的心头。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瞬间击溃了他们所有的侥幸。紧接着，这群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护卫连滚带爬地冲出了林家大门，甚至顾不上去看一眼自家家主的尸体。转瞬间，喧嚣的大厅便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腥甜的血气弥漫在空气中，刺激着每一个林家族人的神经。他们看着地上那身穿锦袍的无头尸身，再看看那个静静站立的少年，只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颠覆。那可是叶霸天，5师境强者，在天岩城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就这么死了，被一个16岁的少年当着所有人的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爆了头颅。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凌云那单薄却又如山岳般挺拔的背影上，震撼、惊骇、难以置信，最终都化作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与激动。那个被他们认为已是废物的凌云少主回来了，以一种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君临天下的姿态回来了。林家大长老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站起，老眼中浑浊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地奔涌而出。他没有上前，只是对着凌云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林家有救了！这一拜是敬是畏，更是林家沉寂已久后重新燃起的希望。凌云没有理会他们，他身上的滔天戾气在转身面向母亲的那一刻便已悄然收敛。他扶住萧琉璃的肩膀，看到母亲眼中那交织着欣慰与担忧的复杂神色，心中一暖。娘，没事了。云儿。萧琉璃反手紧紧抓住他的手，指尖冰凉。凌云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叶家在天岩城的势力盘根错节，叶霸天一死，必然会引来疯狂的反扑。他必须变得更强，强到足以碾压一切来犯之敌。安抚好母亲，凌云再次进入了至尊鼎的内部空间。不错，韩月斜倚着，红唇勾起一抹赞许的弧度，杀伐果断，心性狠戾，倒有几分修行者的样子了。凌云没有理会他的调侃，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句3日之内突破5师。叶家虽然元气大伤，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绝不会善罢甘休。我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凌云开门见山，这有何难？韩月笑了，那笑容瑰丽而妖异。混沌开天路的精髓，你还没领悟吗？他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自己猩红的嘴唇，动作充满了极致的诱惑。功法、丹药、天才地宝，这些都是外物，最精纯的能量永远是生灵本身。直接吞噬他们的修为，炼化他们的气血，才是最快的捷径。吞噬他人的修为，凌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些关于魔道功法的描述，这与那臭名昭著的吸星大法何其相似？这与魔教的吸星大法有何区别？凌云忍不住问。区别？韩月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那些下三滥地功法，吸人功力，驳杂不纯，后患无穷，怎配与混沌开天路相提并论？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傲然。混沌开天路吞噬的是本源，他会将一切能量，无论是真气、灵力还是血脉，都炼化成最纯粹的混沌之气，化为己用，毫无任何副作用。你吞的越多，根基便越稳固，实力便越强。他伸出纤纤玉指，隔空一点，叶霸天那5师境的修为，你吞噬了不过1成，剩下的都易散了，浪费。若是你能将一个5师巅峰的修为尽数吞噬，莫说突破5师境，就是直冲5师境中阶，也并非难事。凌云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并非迂腐之人，杀伐决断，从不手软，但这般直接将他人修为化为己用，与传说中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功太过相似。这种功法一旦暴露，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天下人当成魔头追杀。在自己羽翼未丰之前，还是需要低调一些。在拥有绝对实力之前，适当的隐藏是必要的。而且他心中自有底线，吞噬可以，但绝不能滥杀无辜，沦为功法的奴隶。丹药，凌云心中一动，决定先试试丹药的效果。丹心阁，人声鼎沸。凌云直接走到了柜台前，掌柜的，把你们这里所有能提升武者境修为的丹药都给我拿出来。他如今杀了叶霸天，从其身上搜刮来的银票足够他挥霍一番。然而他话音刚落，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便从旁边传来：哟，这不是我们林家的大天才凌云少主吗？一个身着华服，满脸倨傲的青年带着几个跟班，大摇大摆地堵住了凌云的去路。正是叶霸天的侄子叶立轩。凌云眼神一冷，认出了此人。叶立轩却仿佛没有看到凌云眼中的寒意，反而凑得更近了些。怎么，听说你修为恢复了，就敢出来抛头露面了？是不是出来给你娘采买嫁妆了？叶立轩压低声音，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音量
淫笑着说道：“别急嘛，等明天家主把你娘娶过门，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到时候我这个当哥哥的，可得好好关照一下你这个废物弟弟啊！”他身边的跟班们顿时发出一阵哄笑。轩少说的是，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凌云还不快谢谢轩少！叶丽轩显然还不知道林家大堂发生的一切，他看着凌云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只当他是被自己说中了痛处，于是心中更是得意。凌云啊，你也别不服气，你娘能嫁给我二叔，那是她的福气，以后你就是我叶家的人了，我还能亏待了你？他伸出手想去拍凌云的肩膀，一副常被教训晚辈的姿态。以后安分点，别。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凌云出手了，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快到极致！拳风撕裂空气，发出一声沉闷的爆响。叶丽轩脸上的讥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他只感觉一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连抬手抵挡的念头都来不及升起。砰！一拳正中胸口，叶丽轩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在远处的墙壁上，发出一声巨响。他无力地滑落在地，胸口处一个清晰的拳印深深凹陷下去，嘴里涌出的不是鲜血，而是破碎的内脏。他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看着凌云，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生机在迅速流逝，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干脆利落、霸道绝伦的一拳给镇住了。杀人了！他把叶家的人给杀了！现场顿时一片大乱。慌什么？都给我安静！就在这时，一个身段妖娆、面容精明的美少女快步从内堂走出，她正是丹心阁的掌柜碧落。她先是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眼中闪过一抹惊骇，随即目光落在凌云身上，那份惊骇迅速被一种更加浓烈的震惊与异彩所取代。可是凌云少主！碧落飞但没有斥责凌云，反而对着凌云盈盈一拜，态度恭敬到了极点。凌云眉头微皱，没有说话。凌少主，您需要什么丹药，尽管吩咐。碧落脸上堆满了笑意，随即对身后的侍女道：“快去把库房里那3枚玄元丹取来，赠于凌少主。”玄元丹！人群中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那可是货真价实的3品丹药，一枚就价值万金，有价无市。这碧落掌柜竟然一开口就送3枚，凌云也有些意外，摇头道：“碧落掌柜，无功不受禄。凌少主，您是我们丹心阁未来的贵客，这只是小小心意，不成敬意。”碧落笑得愈发妩媚，眼神中带着一丝神秘的意味。至于为什么，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凌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不再多言。他接过侍女奉上的玉盒，转身便走。他现在没时间去探究这些，提升实力才是当务之急。望着凌云离去的背影，碧落不由想起被大小姐珍藏的婚书上男方落款便为凌云。回到家中，凌云立刻进入至尊鼎，将所有丹药尽数吞下。轰！磅礴的药力在混沌开天路的运转下，化作滚滚洪流，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他的修为再次开始了疯狂的攀升，武者境9重，武者境10重，武者境巅峰，只差一步便可打通全身经脉，踏入武士之境。然而就在修为达到巅峰的那一刻，凌云的心头却毫无征兆的猛地一跳。他猛地睁开眼睛，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心神。出事了！是娘！凌云脸色一变，瞬间退出了至尊鼎，疯狂地朝着母亲的院落冲去。然而他刚冲出房门，就迎面撞上了急匆匆赶来的凌家大长老。大长老一脸煞白，浑身都在发抖，看到凌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少主，天天玄武院外门天才陈仓就在叶家，听闻少主你杀了叶霸天，当即就杀了过来找你。我们没挡住，你娘他被陈仓给抓走了。他放话出来，日落之前你不去叶家门前跪着，就要把夫人吊在叶家大门上，凌迟处死，报时3日啊！最后这句话让得凌云体内的杀意骤燃，武者境巅峰的瓶颈在这股纯粹到极致的杀意冲击下，瞬间被撕得粉碎。轰隆！一股远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从凌云身上冲天而起，全身经脉寸寸贯通，气海翻腾，化物凝液，武师境成。这一刻的突破没有半分喜悦，只有要将天地都焚烧殆尽的血色怒火。少主，大长老被这股恐怖的气势害得连连后退，满脸骇然。然而凌云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血色的闪电，消失在了原地。叶家府邸大门前，整个天岩城的武者几乎都闻讯赶来，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大门之上，一个瘦弱的身影被粗大的铁链捆绑着，高高吊起，正是萧琉璃。他一袭素衣早已被鞭痕染红，但那双眼睛却依旧倔强地望着远方，没有丝毫哀求与屈服。而在大门下方，一个身穿天玄武院制式白袍、面容倨傲的青年正负手而立，他眼神睥睨，环视着下方黑压压的人群，仿佛在看一群蝼蚁，那份源自于大宗门的优越感毫不掩饰。叶大长老，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废物凌云的母亲？陈仓的语气带着几分不屑，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过是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罢了。他身旁叶家的几位长老和一众核心子弟正点头哈腰地伺候着，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陈少说的是。叶家大长老连忙道：“那凌云小畜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
修为恢复，还杀了我家家主，简直罪该万死。陈仓闻言，眉头一挑，走到了大堂内叶霸天那具无头尸体旁，他蹲下身，伸出2根手指，在叶霸天断臂的伤口处轻轻一捻。陈仓的脸色微微一变，他清晰地感觉到叶霸天的尸体内不仅真气全无，就连最本源的生命精气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吸干了。魔功！陈仓猛地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与贪婪，竟然是魔教阵叫神功吸星大法。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之地，还能见到修炼魔功的余孽。他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冷笑，这可真是一份天大的功劳，只要我将他擒下，带回五院，楚师兄必定会对我另眼相看。他口中的楚师兄，正是天玄武院大师兄楚天齐，也是叶梦烟如今的靠山，更是毁了凌云灵根的凶手。那凌云小畜生竟是魔头！叶家人闻言，先是一惊，随即大喜过望。若是坐实了凌云魔头的身份，那他们叶家不仅能报仇雪恨，还能落个斩妖除魔的好名声，顺带将林家吃干抹净。不错，陈仓傲然道：“死等魔头，人人而诛之。等他来了，你们都看好了，看我如何为天炎城除此大害。”陈少神威，陈少替天行道。叶家人顿时马屁如潮。就在这时，一个负责看守的叶家子弟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来了，那魔头来了。话音未落，谁是陈仓？冰冷的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突兀的在每个人耳边响起。众人骇然转头，只见大门口凌云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他一袭黑衣，静静地站着，但以他为中心，3尺之内的空间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场扭曲。他来了，一个人就这么走来了，没有带任何帮手，只是一个人。但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感觉像是面对着一只从尸山血海中杀出的千军万马。你就是凌云？陈仓眯起了眼睛，一步踏出，50进5重的气势轰然爆发，朝着凌云碾压而去。见到本少还不跪下？然而那足以压垮寻常武者的气势落在凌云身上，却如泥牛入海，没有掀起半点波澜。凌云的目光缓缓从陈仓的脸上移到了被高高吊起的母亲身上。当看到母亲身上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时，他眼中的血海彻底沸腾了。第一，你伤了我娘。他抬起眼，目光重新锁定陈仓，声音平静的可怕。第二，我认得你，1年前林家后山废我灵根的人是楚天齐，而你就像一条狗站在他的旁边。轰！此言一出，陈仓的脸色骤然大变。他怎么会知道那件事做得极为隐秘，除了他和楚师兄，根本不可能有第3个人知道。妖言惑众，看来你这魔头不仅修炼魔功，还神志不清了。陈仓心头巨震，但面上却厉喝一声，抢先发难。今日我便替天行道，诛杀你这魔。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凌云动了，一道金色的残影一闪而逝。好胆！陈仓瞳孔骤缩，他没想到凌云竟敢主动出手，当即催动全身真气，一招刚猛无匹的开山拳朝着那道残影轰去。然而他的拳头打空了，凌云的身影以一种完全违背常理的角度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太慢了！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耳语。陈仓只觉一股毛骨悚然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刚想转身，却骇然感觉背心一痛，扑哧，一只缠绕着淡金色光芒的手从他的后心穿透而出，那只手上还握着一颗仍在微微跳动的温热的心脏。陈仓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前那只血淋淋的手。这就是我的心脏吗？这是他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秒杀！天玄武院外门天才50进5重的陈仓被一招秒杀，全场死寂。所有叶家人脸上的谄媚与嚣张全部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与呆滞。凌云缓缓收回手，随手一招，吊着母亲的铁链应声而断。萧琉璃柔软的身体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拖住，缓缓地落在了他的怀中。娘，您先休息一下。凌云将一股混沌之气渡入母亲体内，护住她的心脉，随即将她轻轻地放到一旁干净的石阶上。做完这一切，他缓缓转过身，那双血色的眸子扫向了在场所有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双腿发软的叶家人。叶家全族当面，他只说了6个字，却像地狱的丧钟敲响在每个叶家人的心头。跑，快跑啊！短暂的死寂之后，是山崩海啸般的崩溃。所有叶家人如同见了鬼一般，朝着4面8方疯狂逃窜。然而他们跑得掉吗？凌云的身影化作了一道在人群中穿梭的死神，每一次闪烁都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每一次停顿都有一具干瘪的尸体倒下。他没有丝毫留情，没有半分仁慈，斩草就要除根，危险就要扼杀在萌芽。他绝不允许母亲受到伤害的事情再度发生。一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整个叶家府邸化作了一片修罗地狱。至尊鼎内，韩月看着外面那场单方面的屠杀，慵懒的红唇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有点意思，杀伐果断，斩草除根，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翻盘的机会。他伸出猩红的舌尖，轻轻舔了舔唇角，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股狠劲儿倒是有几分本宫当年的风采了。既然如此，那这双休便给你再宽限几天吧。半个时辰后，叶家府邸
再无一个活口。凌云静立于尸山血海的中央，那双赤红的眼眸在吞噬了叶家数百人的气血之后，渐渐恢复了清明。武师境一众的修为彻底稳固，但他心中却没有半分喜悦。他搜遍了整个叶家，甚至用神识扫过了每一寸角落，却没有发现他真正想找的人。他抬起头，望向天玄武院的方向。叶梦烟、楚天齐这两个名字如两根毒刺，深深扎在他的心底，一日不除，一日不安。就在此时，一道略带几分慵懒，又夹杂着些许醉意的女子声音从不远处的屋顶上传来：“杀的倒是干净，就是这血腥味儿太冲，有点影响我喝酒的雅兴。”凌云瞳孔骤然一缩，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人的存在。他猛地抬头，只见月色之下，一道白衣身影正斜坐在屋檐之上，手中提着一个酒葫芦。他轻轻一跃，身姿轻盈如雨，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凌云面前不远处。陆雪瑶，凌云的声音带着一丝讶异：“哟，还没把我忘了？”陆雪瑶晃了晃手中的酒葫芦，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才半年多不见，怎么混得这么惨？差点连小命都丢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迈着步子绕着凌云走了一圈。那双重瞳之中神光流转，仿佛在审视一件稀世珍宝。啧啧，他忽然停下脚步，发出一声惊叹：“你这灵根有意思，真有意思。”凌云心头一凛，陆雪瑶显然看到了自己吞噬整个叶家这一幕。我刚出关就听说你被废了，紧赶慢赶跑过来，想着能不能给你收个尸。陆雪瑶又灌了一大口酒，打了个酒嗝，没想到倒是赶上了看你灭人满门的好戏。他的语气听似在开玩笑，但凌云却能听出其中的关切之意。陆雪瑶，天玄武院大师姐，是他之前在外力炼石结识的生死之交，性情洒脱，好酒海量。凌云没想到他会为了自己的事特地赶来天岩城。跟我回天玄武院吧。陆雪瑶收起了玩笑的神色，表情变得认真起来。再过7天就是武院的入门考核，以你现在的实力，成为内门弟子绰绰有余。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只要你进了内门，就是武院的正式弟子，受宗门规矩庇护。楚天齐就算再嚣张，也不敢在明面上动你，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先入宗门，再图后事。”然而凌云听完却发出了一声冷笑，那笑声里带着无尽的嘲弄与冰寒。弟子庇护。他抬起头，直视着陆雪瑶那双深邃的重瞳，一字一句掷地有声：“陆雪瑶，我回天玄武院不是去寻求庇护的，我是去杀人的。”轰！一股凝练到极致的杀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连周围的空气都仿佛被冻结。叶梦烟、楚天齐这两个人不死，我娘此生难安。我道心不宁，我不会再给任何人任何机会去伤害我在乎的人。他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决绝。陆雪瑶被他这股纯粹的杀意惊得愣了一下，随即他那双漂亮的重瞳中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亮光。好，好，好！他不怒反笑，拍手称快，这才是我认识的凌云，够狂，够劲儿！他将酒葫芦往腰间一挂，豪气干云的一挥手：“杀人也好，当弟子也罢，反正都得去，不是吗？走，姐带你回家。”天玄武院坐落于天玄山脉之上，灵气氤氲，乃是方圆万里之内所有武者心中的圣地。山脚下有一座名为银客的小镇，陆雪瑶在这里有一座酒坊，还未进门，远远的一股浓郁的酒香便扑面而来。只见院子中央的房间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木桶，桶内是满满一桶墨绿色的药液，正冒着滚滚热气，无数珍稀药材在其中沉浮，散发着惊人的能量波动。行了，别傻站着了。陆雪瑶靠在门框上，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木桶。我本来以为你会被人打得半死不活，特地给你准备了这锅九转龙血淬体汤，先给你吊命。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凌云，撇了撇嘴：“瞧你现在这龙精虎猛的样子，倒是便宜你了。不过药材钱都花了，扔了可惜，赶紧的进去泡泡，把你身上那股死人味儿洗干净了。”凌云看着那桶药液，眼神微动，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这桶药液的价值，其中好几味主药都是有价无市的灵药，其价值足以买下半个天岩城。这份人情不可谓不重。他没有多说废话，只是深深地看了陆雪瑶一眼，点了点头，便转身走进了房间。哗啦，褪去血衣，凌云整个人进入滚烫的药液之中。轰！一股狂暴而精纯的能量瞬间通过他全身的毛孔，疯狂地涌入体内。凌云闷哼一声，立刻闭上双眼，全力运转混沌开天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杀，而有些浮躁的心境也在这股温和而厚重的药力中渐渐平复。但混沌开天路自带的吞噬属性，还是让周围的灵气震荡不已。门外，陆雪瑶感受着里面的动静，脸上慵懒的笑意渐渐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与期待。他再次拿出酒葫芦，仰头灌了一口，那双重瞳中闪烁着莫名的光。楚天齐啊，楚天齐，你最大的错误不是废了他的灵根，而是没有当场杀死他。现在，你亲手养出来的怪物要回来找你索命了。此刻，在天玄武院山脚聚集了大量前来参加入门考核的少年武修，叶梦烟赫然也在其中。他望着小镇那剧烈的天地灵气波动，不由惊叹道：“这是何人在修炼，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动静？”在叶梦烟旁边站着一个马脸少年，他名陈峰，是内院长老的儿子，
知晓更多的信息。他望着灵气波动的中心，十分笃定的道：“那个地方是五院大师姐陆雪瑶的酒坊所在，应该是陆师姐在成就五黄境。”五黄境！叶梦烟震惊不已。他记得天玄武院的大师姐也不过双10年华，这世间武道有10境：武者、武师、大武师、武灵、武王、武皇、武宗、武尊、武君、武神，每境共分10种。因为特殊的缘故，在苍风郡国地界，武神境大能彻底消失，武君境不显于世，乃是战力天花板。而天玄武院的大师姐竟然即将成为一尊武皇境强者。陆雪瑶虽然强，不过我叶梦烟觉醒了强大的灵根，还有楚天齐大师兄提点，定不弱于人。叶梦烟握紧拳头，心头打定主意，一定要在入门考核上一鸣惊人。此刻酒坊上空的天地灵气波动渐渐平息，凌云推门而出。咦？陆雪瑶盯着凌云，眼中爆发出灿然神光。凌云的修为虽然没有增加，但其体内的真气竟比他的都还要凝练。你这家伙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陆雪瑶撇了撇嘴，他有一瞳，能够看到许多常人无法看到的东西，但现在却感觉看不透凌云了，感觉凌云身上像是笼罩了一层迷雾一般。凌云笑了笑，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而是郑重地向陆雪瑶道谢。你这家伙跟我这么客气干嘛？陆雪瑶白了凌云一眼，然后望向天玄武院方向，犹豫许久，最终还是忍不住问道：真的是楚天齐剥夺了你的灵根？是他。凌云脸色平静，看向陆雪瑶。陆雪瑶真的很美，侧颜更是无可挑剔，但在得到自己的答案后，陆雪瑶那双月眉下意识地蹙了一下。需要我为你做什么？陆雪瑶抓起酒葫芦灌了一大口，然后将酒葫芦抛向凌云。凌云接过酒葫芦，深吸了一口浓烈而醇香的酒气，不由露出陶醉的神色。好酒！凌云不由仰头灌了一大口，然后说道：我准备参加天玄武院的这次入门考核。好，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师姐支持你。说完，陆雪瑶带头朝天玄武院的山脚走去。凌云缓步跟上，不多时，一座高高在上的恢宏山门映入凌云的视线。天玄武院4个大字熠熠生辉，透发着睥睨天下的气势。这就是苍风郡国最强宗门天玄武院。山脚处人群涌动，起码有数千人，显然都是来参加天玄武院入门考核的。而在人群前方站着一个身穿绿茶色长裙的少女，正是叶梦烟。听说那女人觉醒了了不得的灵根，楚天齐安排走正常入门流程，要在这舞台上一鸣惊人。陆雪瑶盯着叶梦烟的背影道。凌云只是看了前方一眼，便收回视线，淡淡的道：我只为楚天齐而来。叶梦烟这样的女人，他随手可杀，但他绝不会让叶梦烟死得那么容易。但我却不想这女人如意呢。陆雪瑶嘴角勾起玩味的弧度。闻言，凌云眉头微微一皱，因为楚天齐所在的楚家是苍风郡国顶尖大族，而陆雪瑶所在的陆家也不弱，据说2人有婚约。凌云，你想多了，与他无关。陆雪瑶摇了摇头，说道：就单纯的觉得这女人眼瞎，放着你这样的男人不要，去倒贴一个伪君子，所以待会你可不许怜香惜玉。凌云有些无法理解这女人的脑回路。这时，在前方的叶梦烟似乎发现有人窥视，下意识地回过头，正好就看到凌云与陆雪瑶站在一起，而且2人似乎还挺亲密的样子，这不由让他柳眉微一蹙。凌云的身边什么时候竟有如此倾国倾城、气质非凡的女子？梦烟小姐，怎么了？站在叶梦烟旁边的陈峰顺着叶梦烟的目光望来，一双狗眼顿时不由瞪圆。陆雪瑶大师姐？谁？你说谁？叶梦烟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看向陈峰。陈峰赶紧收回了视线，不敢盯着陆雪瑶看，然后低声道：她是陆雪瑶大师姐，不知今日为何会来此？陆雪瑶？叶梦烟一双小手顿时不由捏紧。凌云竟然与陆雪瑶走到了一起，他一个灵根都没有了的废人，凭什么？算了，我这么在意一个废人作甚？当务之急是在入门考核上一鸣惊人，不要让楚天齐大师兄失望才对。凌云，我在上面看你表演，完事了。师姐，请你喝酒。陆雪瑶拍了拍凌云的肩膀，抬脚离开。师姐，楚天齐这件事你不必插手，我自己会处理。凌云喊道。陆雪瑶脚步微微一顿，好，我知道了。这时，只听山门上响起一道红钟大吕般的声音：肃静，我是主持此次入门考核的长老曹肃。一位身穿银袍的老者出现在山门前。此次入门考核只有2关，第一关是实战考核，第2关是灵根测试。实战考核就是进入你们右手边的迷雾森林，击杀死囚，击杀10名死囚便可通过第一关，前3名则有中奖。现在天玄武院入门考核开始。随着曹肃话音落下，一座雾气弥漫的入口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在这入口处有一株参天古树，古树上似乎挂着什么东西，密密麻麻的。凌云率先迈动脚步朝迷雾森林走去。见到这一幕，叶梦烟顿时愕然，这凌云是要干嘛？难道他真的要参加天玄武院的入门考核？他一个灵根都没有了的废物，哪来的勇气？随着走近，众人渐渐看清了那挂在古树上的是什么东西，是密密麻麻的尸体，血淋淋的，让得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大家不要紧张，这些都是魔道修士的尸体，被击杀后悬挂于此。挂在我们正前方的那9位，
乃是玄冥神教的内门弟子，个顶个都是武灵境高手，尤其是正中那个女的，可是玄冥神教教主的弟子巫行云，武王境的强者，但依然被楚天齐师兄击杀。陈峰得意地为众人介绍，作为关系户，他知道的事情自然比大多数新人多。凌云却没有兴趣听他鬼扯，第一个踏进迷雾森林，开始击杀死囚。随后众人也依次进入迷雾森林，开始击杀死囚。叶梦烟刚要打开第一座关押着死囚的法阵，梦烟师妹住手！陈峰小跑到叶梦烟身边，直接道明来意，我找来是带你直接赶往迷雾森林出口的。叶梦烟满脸的不解，嘿嘿，梦烟师妹，你看这是什么？陈峰手掌一翻，10块死囚名牌浮现而出。梦烟师妹，这10块名牌都是武者10中的死囚的，拿上它们，你就不用再辛苦的跟这些垃圾厮杀了，直接以最快速度通关啊！这叶梦烟有些不敢相信还有这种操作，她不由有些担心的道：陈师兄，这样能行吗？他是要争第一，但也不喜欢冒险与死囚厮杀。梦烟师妹，你就放100个心吧，完全没有问题。陈峰另一只手又出现10枚名牌，这10块是我的，咱们一起出去，你拿第一，我拿第二。见陈峰也是这样操作，叶梦烟放下心来，她相信以陈峰的身份背景，不会也不敢跟他开这样的玩笑。陈师兄，谢谢你。叶梦烟兴奋地接过那10枚死囚名牌，是曹素长老帮的忙，你记得在楚师兄面前替曹素长老美言几句。陈峰倒不敢贪功，说出了曹素不方便说的话，原来是曹素长老帮的忙，我记住了。叶梦烟展颜一笑，再次体会到了有一座大靠山的快感。梦烟师妹，你先请，我在你后面一截。两人一起走出去，难免会让人说闲话。好的，陈师兄，那梦烟就先走一步了。叶梦烟盈盈一礼，愉快地朝着迷雾森林外冲去。却说凌云一路杀了过来，手里已经有15块死囚名牌。这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道戏谑的笑声，这位小妹妹，你如果从了我，那哥哥就帮你斩了这个死囚如何？凌云闻言抬头往前一看，只见前方不远处一个独臂死囚正将一位青衣美少女打得连连后退，而陈峰就在旁边抱着膀子大笑，小妹妹，外院天才陈仓是我哥，内院长老陈朝安是我爹，从了我你不亏，快开口求我呀！砰！美少女被独臂死囚一拳轰飞，砸落在凌云脚下。哦，是你！陈峰顿时发现了不远处的凌云，当下眉头顿时一皱，该死的，竟然被人坏了好事。更重要的是，叶梦烟似乎不太喜欢这小子。既然如此，没有多余的话，陈峰直接掏出一张符箓就朝凌云砸了过来。这张3级暴击符是他老爹花费不小代价弄来给他防身的，斩武士境武修如屠鸡杀狗般容易。见状，凌云目光顿时不由一寒，这小子倒是人狠话不多，直接下杀手。可惜像暴击符这种完全由真气爆发进行杀伤的符箓，简直就是在给他送福利。凌云直接运转混沌开天路，轰！暴击符轰击而来的真气能量被混沌开天路吞噬，转化为凌云体内的真气。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扛得住一张3级暴击符的攻击？陈峰眼睛瞪圆，10000个不能相信，那可是3级暴击符，杀武士境易如反掌啊！唰！凌云一个闪身出现在陈峰面前，捏住了陈峰的脖子，然后混沌开天路催动，陈峰体内的真气便如潮水般朝凌云涌来。啊，这是魔教！察觉到体内真气被吞噬，陈峰魂飞天外，才吐出魔教2个字，便被捏碎了脖子，随手将陈峰的尸体扔在地上。此刻那位美少女与独臂死囚的厮杀已经分出了胜负，没有意外，美少女被独臂死囚击杀，这就是武道的残酷。独臂死囚对着凌云抱拳，小兄弟，我乃玄冥神教护法鬼建仇大人座下第17弟子马明阳，你我既是同道中人，我马明阳便用这条残命助你一臂之力，只是在临死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凌云眉头一皱，他十分确信这个马明阳不可能在刚才那一瞬间感知到他吞噬了陈峰的真气，但不论如何，对方显然是将他当成了玄冥神教打入天玄武院的奸细，现在要舍命助他。这时只见马明阳五指一张，指尖凝聚出真气尖刺，然后抓向断臂处，鲜血喷溅，一小团油皮纸从骨髓中抠了出来。小兄弟，这是我在天玄武院卧底3年收集的情报，以及我这一生的家当，全藏在这张图上画的地方了，麻烦你务必将情报传递回玄冥神教。说完，马明阳将纸团抛向凌云，凌云半信半疑地接过纸团，你就不怕我拿了你一辈子的家当不办事？便宜你也总比便宜天玄武院这些伪君子强。哈哈，大笑着，马明阳一掌拍在他自己的天灵盖上。好吧，我也只能含泪笑纳了。凌云收起纸团，将现场收拾干净，然后朝迷雾森林外掠去。与此同时，山门前众长老的目光均是投向迷雾森林出口，雾气涌动，一道绿茶色倩影渐渐浮现，是叶梦魇。看清来人，曹素满意地捋了捋山羊胡，1刻钟不到就能够完成10杀，走出迷雾森林。除了接受他的人情，他想不到第二种可能。果然如此，看来这叶梦魇实战考核第1名是拿定了。另一位美妇长老阴凤孤撇了撇嘴，望向叶梦魇的身后，想必从后面紧追而来就是那个陈峰了吧？因为迷雾的缘故，
阴凤姑也只大概看到是一个男子追来，看到果然有人紧追在叶梦烟身后。曹素摇头连连，宝晨的这个柚子还是有些沉不住气。你这么急赶着紧追在叶梦烟身后，岂不是会抢走叶梦烟这实战第1名的风头吗？这叶梦烟可是楚天齐看好的女人，她必须安排的妥妥的。于是曹素赶紧迎上去，一方面是第一时间为叶梦烟送上贺喜，同时制止陈峰，让其晚一点再出来，好将享受欢呼的空间让给叶梦烟。曹长老，叶梦烟见曹素主动迎上来，正要加快脚步朝出口走去，但下一刻身后却是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他下意识的回头，就见凌云大步而来。凌云！叶梦烟惊愕的愣在原地，他可是走得捷径才这么快来到出口的，而凌云这么快赶来，如果手里没有死囚名牌，那再快也没有意义。凌云，难道你一直跟在我后面，是想抢我的死囚名牌？叶梦烟以为猜中了凌云的心理，毕竟在迷雾森林是可以相互抢夺死囚名牌的，这也是为何他会选择拿10块死囚名牌，然后第一时间走出迷雾森林的原因。他最近跟着楚天齐，虽然修为提升很快，但实战不是他目前擅长的，只要拿到实战和测试的双第一，他就将以无比风光的姿态进入天玄武院，然后开启一条光明的武道修行之路。可惜凌云，你打错了如意算盘。经过最初的惊愕之后，叶梦烟反而镇定了下来。你以为我还是天岩城那个叶梦烟吗？叶梦烟欲足猛地一跺地，绿茶色长裙摆动，武者境10重的修为爆发开来。武者境10重，曹素眼睛一瞪，这叶梦烟才跟着楚天齐修炼多久，竟然已经达到了武者境10重，不愧是灵根天赋极有可能超越地级的天才。凌云，这实战考核的第一是我叶梦烟的，你不配。说着，叶梦烟全力出手，打出气势磅礴的一掌，朝凌云轰来。不知所谓，凌云反手一巴掌抽在了叶梦烟的脸上。啊！叶梦烟反而肺都要气炸了，提起真气又朝凌云攻来。啪！又是一巴掌稳稳地抽在叶梦烟的脸上，叶梦烟的牙齿当场被打飞3颗，而且是门牙。这是那里来的愣头青，完全不懂得一点啥叫怜香惜玉啊！同为女人，阴凤姑看着叶梦烟的惨样都觉得脸疼，只能说这个叶梦烟的实战经验实在太垃圾了。另一个年轻长老刘清风神补刀，是一个该死的混蛋。曹素怒目喷张，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年龄超过16岁，根本无法进入迷雾森林。而且凌云此刻的行为，严格来说也没有违反实战考核的规则。但叶梦烟是内定的第一，如今却在迷雾森林的出口被人打成这样，他这个主持长老后面怎么向楚天齐交代？将叶梦烟打懵后，凌云夺过叶梦烟的储物袋，打开，赫然看到10枚武者境10重的死囚名牌。叶梦烟，以你如此垃圾的战力，能这么快完成10杀？看来这个所谓的入门考核水还挺深。凌云取了1枚死囚名牌，然后望着迷雾森林外脸黑如锅底的曹素道：“曹长老，我这不算违规吧？”说着，凌云第一个走出迷雾森林，然后拿出10块死囚名牌摆在曹素面前。曹素强忍着一巴掌拍死凌云的冲动，看向凌云拿出的死囚名牌，其中1块陌生的武者境10重死囚名牌，瞬间引起曹素的注意。2块武者境10重的死囚名牌，你敢作弊？据他所知，这凌云已被楚天齐剥夺了灵根，而他刚刚也没从凌云身上察觉出一丝真气波动。作弊！凌云差点笑出声。曹长老，既然叶梦烟能够杀死武者境10重的死囚，我打得过叶梦烟，杀一个武者境10重的死囚，这没什么问题吧？这逻辑好像没毛病啊。刘清风下意识地开口：“刘清风，你少说几句话，也许能多活几年。”曹素狠狠地瞪了刘清风一眼。刘清风不甘示弱地回瞪：“姓曹的，看你们不爽很久了，人家凌云第一个出来，赶紧宣布结果。”曹素顿时像吃了一只绿头苍蝇般难受。这第1名的奖励不仅有宗门的一部分，最宝贵的那门身法可是楚天齐私人出的，但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天玄武院的脸还是要的，不然他这个长老也是做到头了。入门考核第1关，第1名凌云。曹素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喊出了凌云2个字，然后他将一个小储物袋扔向凌云。凌云接过储物袋，打开一看，旋即上品战绩寒光流云剑诀，旋即极品身法森罗万象步，这完全就是为叶梦烟量身定制的奖励。尤其是这身法竟然达到了旋即极品，可惜现在却便宜了我。看到凌云脸上的笑容，曹素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他努力压制现在就拍死凌云的冲动，来到迷雾森林出口。梦烟，你还能不能动？先出来再说。叶梦烟再不出来，后面陆续有人出来，那到时他连第2名都拿不到了。曹长老，叶梦烟想哭，光明的武道之路还未开始，竟然被人踩到了尘土里。关键10块死囚名牌还被凌云抢走了1块，现在就出去，会不会得到一个连第1关实战测试都过不了的结果？楚师兄可是对他充满了期待啊！梦烟，不要担心，赶紧先出来。曹素低声催促。叶梦烟艰难地走出迷雾森林，这一幕与他刚刚出现在迷雾森林出口意气风发的模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曹长老，叶梦烟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梦烟，你先别说话。曹素悄然将1块死囚名牌塞到叶梦烟手里，然后高声宣布叶梦烟获得实战第2名。啥？这
这也行。凌云愕然，小子，怎么？你有意见？曹素将叶梦烟的10块死囚名牌展出，货真价实。凌云无言以对。曹素将第2名的奖励塞到叶梦烟手里，然后安慰道：梦烟，你不要气馁，你修炼的时日尚短，实战经验欠缺是正常的。灵根天赋才是决定午休前途的根本。待会儿第2关的灵根测试，你就能一飞冲天，势不可挡。以后要拿捏这小混蛋，还不是易如反掌？听曹素这么一说，叶梦烟精神一振，感觉自己又行了。凌云，可敢与我同测灵根？叶梦烟想出了一个立即就能将凌云踩在脚下，挽回尊严的办法。这世间灵根分天地玄黄4级，每级分下品、中品、上品和极品。楚师兄可是说过，他的灵根极有可能超越地级，这个提议妙啊！曹素闻言，眼睛顿时一亮，双人同测灵根，这倒是稀奇。阴凤姑也不由来了兴趣，这么多届入门考核，还从未有人提出2人同测灵根的。毕竟前来参加入门考核的参赛者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灵根等级，2人一起测，众目睽睽之下，灵根等级低的那个人心理阴影得有多大？怎么，凌云，你刚刚不是很厉害吗？现在不敢了？叶梦烟瞪着凌云，已经有些陷入了癫狂的状态。叶梦烟，你这莫名其妙的自信还真是挺搞笑的。行，既然你觉得刚刚没把你抽爽，那就继续啊。这时陆续已经有参赛者从迷雾森林出来了，可曹素却没有心情仔细查看这些人到底杀了什么境界的死囚。他伸长脖子望着出口，陈峰这小子怎么还没出来？他也给了这小子10块死囚名牌的，算算时间，就算是爬也该爬出来了呀。1个时辰之后，有数百人成功走出迷雾森林，出口开始自动关闭，意味着此时还留在迷雾森林者，要么被死囚杀死，要么没能完成10杀，没有资格踏上山门，将被法阵转移到山脚。陈峰这小子也太废物了。曹素摇了摇头，放弃了继续等陈峰。现在开始第2关灵根测试，只要灵根达到黄级中品，便算合格，可以成为天玄武院外院弟子。灵根能达到玄级者，虽也是外院弟子身份，但可享受内院弟子待遇。至于灵根能达地级者，不看修为高低，直接获得真传弟子身份，并由宗门武皇进长老亲自教导修行，并享受不受限制的资源供给。简单的几句话，顿时将现场的气氛调动起来。所有参赛者都眼神火热地望向山门前那块测灵石碑，都期待着自己的灵根能达到玄级，甚至是地级。凌云望着那块充满着岁月斑驳的测灵石碑，下意识地问道：曹长老，要是有人的灵根达到了天级，会怎么样？这话一出，全场一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凌云望了过来。天级灵根，曹素看着凌云，戏谑的道：小子，我天玄武院在苍风郡国力宗上1000年，这块测灵石碑也矗立了上千年，但1000年来还没有人测出过天级灵根，也就是说天级灵根1000年难遇。怎么，你这连灵根都没有的小子，不会真的以为你就是上天的宠儿，能测出天级灵根吧？哈哈！说到最后，曹素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测出了天级灵根，那恐怕将轰动整个苍风郡国，甚至宗门隐藏的老祖全都要现身，然后汇集全宗之力培养此人。同时，此人恐怕也将毫无悬念地成为天玄武院下一任院长的继承人。在这样的人物面前，纵然是号称天赋100年难遇的楚天齐，都将黯然失色。凌云，天级灵根1000年难遇，就算是我也不敢奢望。你的白日梦未免太可笑了。叶梦烟一脸讥讽地望着凌云。白日梦？凌云冷然一笑。叶梦烟，待会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好了，现在开始灵根测试。将双手贴紧测灵石碑，然后催动灵根，石碑会自动显现出你们的灵根品级。现在请念到名字的参赛者走到测灵石碑前，随着一个个名字被念到，不断有人登台。大多数人的灵根都达到了黄级中品、黄级上品、黄级极品，也有几十人，甚至连玄级都出现了10多个。今年的苗子果然是不错，又能为宗门补充不少新鲜血液了。是啊，这些年与玄冥神教征战，我天玄武院损失不小，有了这批好苗子，又能壮大我天玄武院的声威了。不过最让人期待的还是叶梦烟与凌云，一个的灵根备受楚天齐推崇，一个却已被楚天齐剥夺了灵根，如今2人却要同测灵根，真是让人期待啊！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向凌云2人，曹素也不拖沓，朗声大喝：叶梦烟、凌云上台同测灵根。叶梦烟踩着优雅的步伐登上高台，然后俯视着凌云开口：凌云，与我同测灵根，你注定了将在这数万人的见证下被我踩在脚下。他已经换上一套白莲花的长裙，然后通过化妆掩盖了脸上的伤势，让得他看起来依然十分精致，只是因为门牙被凌云打飞，说话有些漏风。凌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才。叶梦烟双手结印，一柄3尺灵剑虚影从他的体内浮现而出。武器类灵根，这类灵根纵然是比其本身高出一品的非武器类灵根也不弱。人群的第一印象就是叶梦烟的灵根不会弱，但紧接着让人更加震惊的事情出现了，那灵剑虚影竟还伴随着七彩霞光。刹那间，整个高台被七彩霞光笼罩，仿佛有一柄仙剑出世。这灵根的气势未免也太夸张了，
就算是当初楚天齐的地级极品灵根，也绝没有如此可怕的气势啊！不可思议，难怪连楚天齐都保举叶梦烟，他的灵根气势太强了，恐怕叶梦烟的这灵根还真有可能超过楚天齐，甚至是达到传说中的天级灵根也未必没有可能啊！所有人都被叶梦烟的灵根气势惊中，此女的灵根确实气势非凡。有宗门老祖给出评价，老夫曾主持灵根测试数十年，也从未见过如此罕见的灵根异象。另一位老祖惊叹道，恐怕此女会打破我天玄武院1000年来的灵根测试记录。有老祖倒吸一口凉气，天级灵根，天玄武院的灵根测试记录保持者正是楚天齐，地级极品。一具枯坐的雕像突然开口，如此，那便真是上天眷顾我天玄武院了。众老祖一惊，同时望向这具枯坐上百年的雕像。此刻高台上，叶梦烟长裙飘飘，在绚丽的七彩光芒衬托之下，让得她看起来如同仙女凌晨。凌云，既是灵根同测，亮出你的灵根吧。叶梦烟意气风发地俯视着凌云，一副胜券在握，掌握局面的架势。凌云登上高台，催动出自己的灵根，一株寸高的青色小树，全场瞬间一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家伙的灵根不是被楚天齐大师兄剥夺了吗？他怎么还有灵根？这家伙以前应该是双灵根天赋，可惜他这剩下的这条灵根是植物类灵根，平平无奇。估计楚天齐大师兄当时都不屑剥夺他这条垃圾灵根吧？这种垃圾灵根也敢跟叶梦烟灵根同测？哈哈！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顿时整个山门前是笑声一片。曹素冷笑道：“小子，这难道就是你的倚仗？”叶梦烟更是轻蔑的道：“凌云，与你灵根同测，简直是对我剑灵根的侮辱。”叶梦烟，测试还没开始呢，你得一个鸡毛啊！说完，凌云双手贴向测灵石碑，真是可笑至极。凌云，到了现在，你竟然还不死心？既然如此，那就让你彻底死心！叶梦烟以更快的速度将手掌贴向测灵石碑，砰！两人的手掌几乎是同时贴在了测灵石碑上，测灵石碑以肉眼可见的幅度震动了一下，然后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圆了眼睛，死死地盯着测灵石碑，等待着测灵石碑的反应。但是，一息过去了，2息过去了，3息也过去了，测灵石碑还是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众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疑惑的道：“难道测灵石碑不能双人同测？”年长者立即反驳：“不可能，我天玄武院的测灵石碑好像要碎了。”轰咔！矗立山门1000年之久的测灵石碑毫无征兆的轰然碎裂，坍塌成一地碎石。现场刹那死寂，落叶可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看着化为一堆碎石测灵石碑。叶梦烟失神片刻，接着便狂笑起来：“哈哈，我的剑灵根竟然连测灵石碑都承受不住，直接碎裂了！”他这一喊，众人虽然觉得这太过不可思议，但似乎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个解释。毕竟测灵石碑矗立1000年，从未出过错，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就碎了。既然测灵石碑本身没问题，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是叶梦烟的灵根品级太逆天，超出了测灵石碑的承受极限，超出测灵石碑的承受极限。曹素激动的脸色涨红，看着叶梦烟喃喃道：“这得是什么品级的灵根啊？”他所认知的灵根品阶最高就是天级，可是天级灵根测灵石碑似乎也不应该承受不住啊？难道叶梦烟的灵根还在天级之上？刘清风惊叹道：“测灵石碑都碎了，这2人之中必有一人是绝世妖孽啊！那还用说，定然是梦烟小姐，无疑呀！”阴凤孤语气笃定，连对叶梦烟的称呼都变了。天佑我天玄武院！恢宏浩荡的声音响起，一道金色长虹横贯长空，出现在山门前。这是一位身穿金袍的中年男子，身上散发的金光比烈日还要耀眼，让人睁不开眼睛。他静静地悬浮在半空，宛若一轮9阳烈日当空，周围的空气出现肉眼可见的扭曲波动。参见赵院长。曹素等人低头恭敬的行礼。赵无极，天玄武院副院长，一位武道大宗师。他威严无比的目光落在叶梦烟身上，将你的灵根释放出来。叶梦烟依言而行，萦绕着七彩霞光的剑灵根再度被释放出来。赵无极盯着剑灵根看了片刻，目光柔和2分，可愿拜本院长为师？梦烟拜见师尊。叶梦烟直接跪了下去，砰砰的就是3个响头磕上。众人这时才反应过来，我的天，直接被赵院长收为弟子，那不就是真传弟子的待遇吗？叶师姐的天赋太高了，恐怕真传弟子都不一定都配不上她的天赋啊。无论如何，叶师姐现在算是一步登天了。所有人都无比羡慕地看着叶梦烟。事发仓促，为师未来得及为你量身准备见面礼，这枚9窍金丹可为你洗精伐髓。赵无极手掌轻轻一挥，一个精致的玉瓶从半空落在叶梦烟面前。众人再次无比羡慕，9窍金丹啊，整个天玄武院108真传弟子也没几人服用过啊。待你炼化了9窍金丹，便来无极峰随为师修行。说罢，赵无极便要离去。但就在这时，等一下！凌云突然喊道：“赵院长，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刚刚他和叶梦烟同时将手掌贴在测灵石碑上时，明明是青色小树将测灵石碑中的特殊能量给吸空了，导致测灵石碑碎成一堆垃圾。然后青色小树周围多了一层星云状的雾气。他正在观察着神异的变化，赵无极却搞了这么一出，所以他不得不开口了。大胆凌云，竟敢质疑赵院长的决定，想找死吗？”
曹素第一时间跳了出来，就要趁机一巴掌拍死凌云。赵无极一个眼神望了过来，曹素被定在原地，而凌云感觉有磅礴浩荡的气势压在他的身上，但他身躯站得笔直，迎着赵无极的目光道：“赵院长，刚刚我与叶梦烟灵根同策，现在测灵10杯碎了，谁就能断定一定就是叶梦烟炸的？似乎也有可能是我凌云炸的吧？这逻辑似乎没毛病啊！”刘清风下意识地开口，一道烈阳真气从高空降落，将刘清风抽飞。赵无极负手而立，朝凌云望来：“凌云，你就是那个被天齐剥夺了灵根的天炎城小子？”凌云眉角一沉，听赵无极对楚天齐的称呼，似乎两人关系不一般，但那又如何？既已开口，他也顾不了许多了，当即不卑不亢的道：“回赵院长，弟子正是凌云。你得罪天齐在先，若弟子梦烟在后，本院长今日不杀你，已是格外开恩。滚！”赵无极最后这个滚字吐出，凌云只觉天的湿阴，耳膜痛得更是像要裂开一般。赵无极，凌云双手捏紧，心头杀意熊熊爆燃。但就在这时，哈哈，双人同测灵根，测灵10杯碎，你天玄武院竟然只收其中一个。看来天玄武院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既然如此，那我玄冥神教便收另外一个了。一条全身萦绕着黑火的魔龙，有着山岭般庞大的兽躯飞来，身上汹涌澎湃的黑暗魔气，让得半边天空都暗了下来。离火魔龙可以媲美武道大宗师的恐怖存在，但在这条离火魔龙的头上，一个身披黑袍、戴着鬼脸面具神秘人负手而立，他就静静站在离火魔龙的头上，身上没有半点气息波动，却瞬间吸引全场所有的视线。只因那鬼脸面具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怎样的一对眼睛？没有瞳孔，漆黑如墨，宛若两个黑洞，只是看上一眼，似乎灵魂便要沉沦。是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天玄武院众人猛然一惊，连正欲离去的赵无极都骤然全身紧绷。但紧接着，五毒尊者鬼见愁、七指神鹰幽迷狂、九绝魔君屠敬诚、玉面罗刹姬千柔前来拜会，整个苍穹瞬间昏暗了下来，滔天魔气肆虐，天玄武院外似乎要化为一片魔域。不好，玄冥神教4大护法也来了！敌袭！敌袭！整个天玄武院沸腾了起来，如临大敌。北冥夜，玄冥神教这是要与我天玄武院全面开战吗？赵无极衣袍鼓荡，全身绽放更加炽烈的光芒。全面开战，让能做主的人出来说话。北冥夜随手一挥，澎湃浩荡的魔气手印凌空而下，赵无极被一巴掌拍落，砸在凌云脚下，地面顿时猛然一颤，密密麻麻的裂痕像蛛网般朝着四面八方蔓延。人形大坑中，赵无极浑身是血的躺在里面，气息奄奄。凌云眼睛猛然一亮，很想立即上前将赵无极吸成人干，但他努力压制了这种冲动。而周围的天玄武院武修全都惊呆了。虽然大家都知道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很强，但谁也没有想到北冥夜竟强悍如斯，随手一击就重创了武宗境的赵无极。北冥教主，你过分了！伴随着苍老的声音响起，6位灰袍老者自天玄武院深处凌空飞来。但让凌云有些惊讶的是，在这6位灰袍老者后面还跟着楚天齐、天玄6祖。据说你们每人都只掌一柄古战剑，再加天玄武院的镇院之剑赤霄，可重现上古杀阵、诸天剑阵。本教主今日特意前来领教。北冥夜的声音浩荡3000里，震动天玄。北冥教主，你太放肆了！千年以来，还无人敢上门挑战天玄武院的权威。天玄6族每人手中立时出现一柄战剑，6柄颜色各异的古战剑在天玄6族手中爆发出璀璨无匹的光芒，再配合他们身上武尊境10重的恐怖修为，那笼罩在天玄武院上空的魔气顿时被荡开。天齐归位！天玄首祖低喝一声，在全场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楚天齐纵身来到天玄6族中间，他并没有手持古战剑，甚至手上连剑都没有。你们竟然用一个武皇境都不到的弟子做阵眼，天玄武院是无人了吗？北冥夜惊愕一瞬，然后冷笑道：风离月果然不在天玄武院，那赤霄剑也不在，如此，那你们就去死吧！北冥夜双眼骤然迸发出恐怖的魔光，天地瞬间进入至暗，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震天动地的魔笑。不愧是10大一统榜排名第3的暗黑之谋，所有人凝神静心，运转天玄经，谨守神识。天玄首祖一边提醒天玄武院众人，一边催动剑震杀向北冥夜，但凌云却察觉到不对劲。果然，就在下一刻，玄冥神教4大护法动了，如闪电般掠到了迷雾森林入口，将那些玄冥神教弟子尸体尽数收回。今日，本教主便先带这些二郎回归，来日定要你天玄武院白备偿还。北冥夜一击而退，并不与天玄6祖纠缠，这是天玄武院的地盘，继续战下去，如果引出天玄武院深处那位武君境大尊者，他们定要吃大亏。不过本教主向来一言九鼎，唰，北冥夜从离火魔龙头上消失，朝凌云而来。靠！凌云万万没有想到，北冥夜竟会突然向自己出手。北冥夜的速度太快了，几乎是一瞬间，凌云便感觉被一双无可抗拒的大手给抓住了。近乎本能的，凌云便立即催动混沌开天路，顿时磅礴浩大的魔道真气涌入凌云体内。不好，是吸星大法！北冥夜骤然大惊，
他竟感觉体内的真气在快速流逝。作为玄冥神教的镇教功法，自上一任教主在荒古秘境陨落后，吸星大法就此失传了。但此刻，一个16岁的少年竟然使出了吸星大法。北冥夜，真当我天玄武院真的好欺吗？挂在山门前作为彰显功绩的玄冥神教修士尸体被抢，天玄武院就已经被打了一次脸。如果再让玄冥神教在天玄武院将本门弟子给劫走，那天玄武院在整个苍风郡国的威望怕是要一落千丈。诸天剑阵，6组齐喝，6人之力瞬间汇聚到楚天齐身上。只见楚天齐全身绽放璀璨剑芒，他竟化身一柄100丈长的可怕剑光，人剑合一。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地望着半空中的可怕剑光。楚天齐竟然领悟了人剑合一，难怪6组之剑竟要由他来主攻。楚天齐的灵根天赋已是地级极品，想不到剑道上的天赋竟也至高。楚天齐不愧是我天玄武院100年一遇的绝世天才。伴随着人群的惊叹，楚天齐身化为剑。闻言，曹素顿时一脸苦逼。若是平时像采购物资这种差事，那绝对就是肥差。可这时外出，搞不好就撞在玄冥神教的枪口上，到时测灵石碑没买回来，小命都不保。曹素立即震伤自己3根心脉，然后跪了下来：老祖，我刚刚被众老祖与魔教教主的战斗余波震伤，实在不宜远行，我愿留在宗门为梦烟小姐护法，助她炼化9窍金丹。另外，我个人推荐刘清风长老前往荒古城，他年富力强，定能为我宗带回一块全新的测灵石碑。刘清风一脸懵，好端端的怎么扯上了他？天玄首祖顿时不满地看向曹素，发现他确实是有伤在身，虽然能够理解，但天玄首祖很不喜曹素这种胆小怕事之人。刘长老，天玄首祖看向刘清风，愿为宗门效力，万死不辞。刘清风身躯笔直，很好，我天玄武院还是有血性之人，事成之后，你的月历按内院长老标准领取。说完，天玄首祖带着重伤昏迷的赵无极掠向天玄武院深处，所有人都听着。曹素登上高台，看向通过入门考核的数百弟子，现在你们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位长老作为你们在外院的引路人，当然本长老因为有伤在身，精力有限，只带梦烟小姐一人。顿时，原本好多准备选择曹素的弟子都十分失望。叶梦烟则昂着雪白的脖颈，如同一只高傲的白天鹅，享受众人羡慕的目光。我因凤姑擅长掌法，愿随本长老修行的过来，但姓林的小子除外。我丁乔擅长刀法，也教不了双灵根的天才。周围陆续有长老也开口了，但10多位长老无一例外的都强调不带凌云。很快，数百弟子就选定了在外院的引路人，只剩下凌云，还有一脸难看的刘清风站在场中。凌云看向刘清风，刘清风抢先一步开口：凌云，你别选我，你选我，我也没时间带你，我要马上赶往荒古城购买测灵石碑，不然就来不及了。他是不怎么通人情世故，但也不代表他就傻呀。之前不知道凌云和楚天齐的恩怨，现在知道了，如果还要往凌云身边凑，那不就是找死吗？呵呵，凌云，看见了吗？像你这种废物，根本没有谁会带你。7天后灵根重测，你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叶梦烟双手抱在胸前，冷傲地盯着凌云。曹素也一脸嫌弃的道：小子，你那垃圾灵根以后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就算是瞎子都看得出来，你这灵根连跟梦烟小姐的灵根提携都不配。呵，曹素，我看你这对眼睛连瞎子都不如，既如此，那还要知何用？萧，一抹白光闪过，曹素顿时发出一声惨叫。陆雪瑶白衣如雪，银发飘扬，潇洒地落在场中，留给凌云一个完美无瑕的侧颜。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曹素捂住双眼，猩红的鲜血从他的指尖溢出。叶梦烟当场就给吓傻了。陆雪瑶，你竟敢伤长老！有还未离去的长老呵斥。对啊，怎样？陆雪瑶斜看向这名长老，对方顿时蔫了下去，不敢再吱声。你就是那个叶梦烟？陆雪瑶看向惊魂未定叶梦烟，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把你的灵根释放出来。南雪瑶，北青城，苍风郡国最闪耀的2大绝世美女，其中南雪瑶指的就是陆雪瑶。陆雪瑶不仅是天玄武院真传弟子，更是苍风郡国豪门陆家的大小姐。面对陆雪瑶，无论是颜值、身材还是气质，叶梦烟都被全方位碾压，让她完全没有信心。可当听到陆雪瑶让她释放灵根时，叶梦烟的眼里顿时一下有了光。她微挺胸，释放出自己的剑灵根，霞光万丈，气势十足。不出意外，再次让得周围的众人一阵惊叹。叶梦烟的胸挺得更高了2分。陆雪瑶蹙眉，她天生异瞳，拥有神异之力，能够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东西。叶梦烟的剑灵根虽然气势慑人，但从这个灵根之上，陆雪瑶却没有感受到一丝惊悸，更别提直面凌云那青色小树时带给她那种发自灵魂的震颤了。楚天齐的眼光也就如此了。陆雪瑶眉角扬起一抹轻蔑，一个小眼神顿时让叶梦烟好不容易聚起的高傲碎了一地。她咬牙切齿的道：陆雪瑶，既然你这么看好这个废物，啪！陆雪瑶直接扬手一巴掌抽了过去，将叶梦烟抽翻在地。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废物，在我看来，你连废物都不如。陆雪瑶的话宛若利剑，让得叶梦烟内心完全撕裂。她低吼道：陆雪瑶，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的剑灵根，可敢赌一把，我的剑灵根品级一定比凌云的高。闻言，陆雪瑶不由笑了，她看向正欲开口的凌云，师弟，你不要管，这是2个女人之间的事情，师姐对你有100%的信心。说着，陆雪瑶素手一翻，掌间出现一柄紫色长剑，此剑一出，纵然是没有真气的催动，但凌厉锋锐的气势依然浩荡而出。叶梦烟，这是地级中品战兵，要是你的灵根品阶能超过凌云，这雷劫剑便是你的。要是你输了，我啥也不要，就取你一只眼睛。现在滚！一个滚字，让得叶梦烟踉跄后退数步。曹素连忙护住叶梦烟，咬牙切齿的道：陆雪瑶，你刺瞎我双眼，宗门定会制裁你。好，我等着。曹素带着憋屈和怨恨与叶梦烟离开。陆雪瑶转身将雷劫剑抛向凌云，见着这一幕，正准备离开的刘清风眼睛顿时瞪圆。这可是地级中品战兵，就算是内院长老也没几人有这等品级的武器，而且这雷劫剑催动后能爆发雷光杀人，可以说纵然是很多地级上品战兵也比不了这雷劫剑。这凌云和陆雪瑶的关系，哎呀，云小兄弟，想不到你竟然和雪瑶小姐相识，你早说啊！刘清风顿时小跑步走了过来，热情地搂着凌云，然后笑着向陆雪瑶打招呼：雪瑶小姐，刘长老，听闻玄冥神教在荒古城的势力不小，你多保重。陆雪瑶说完便走，显然并没有与刘清风交谈的意思。刘清风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被曹素老儿摆了一道。凌云拿着雷劫剑追上陆雪瑶，来到了一片紫竹林。看着这地方，凌云突然想起在迷雾森林中那位魔教午休马明阳给他的纸团，上面标注的情报和宝物似乎就是藏在这片紫竹林的某个地方。想到这，凌云不由微微有些激动起来，不知这位魔教午休到底收集了什么情报，值得用全部身家来让他传递消息。师弟，我这紫竹林僻静安全，你先修炼那身法和战技，晚点请你喝酒。说完，陆雪瑶便去准备晚餐了。凌云看了看，暂时不太方便在这里挖东西，便在一旁修炼起来。月上柳梢头，1个下午的时间，凌云已经将寒光流云剑修炼到炉火纯青，森罗万象步也能做到收放自如。咕噜噜，凌云不觉有些饿了，回到别院，只见朦胧的月光下，陆雪瑶手提一只酒坛，正坐在庭前那圆形石桌上豪饮，旁边还摆放着一堆酒坛。师弟，饿了吧？可惜我不会做饭，来，接着。陆雪瑶素手一挥，一坛散发着浓郁酒香烈酒飞了过来。凌云接住酒坛，深吸一口气，醇香浓烈的酒香瞬间充斥整个肺部，好香。凌云并不懂酒，也不怎么饮酒，但或许是被陆雪瑶豪放不羁的姿态感染，又或许是心里还憋着一口气，凌云提起酒坛就灌了一口，火辣辣入喉。凌云感觉整个肺部像是要燃烧了起来，他不太适应这种感觉，忍不住咳嗽起来。可哈哈，师弟，你一个大男人，这酒量还是没长进啊。陆雪瑶轻笑，将喝空的酒坛扔在一边，然后又提起一个酒坛开喝。陆师姐，你可不能小瞧人。单纯的少年意气，凌云双手捧起酒坛开干，烈酒像刀子一样顺着喉咙灌入。凌云憋得脸色涨红，但却不能服输。哈哈，陆雪瑶笑得花枝乱颤，小半坛烈酒下肚，凌云已有3分醉意。师姐，你好美。真的。陆雪瑶从石桌上下来，但似乎因为有些醉了，竟然差点摔倒。凌云连忙揽住陆雪瑶，2张脸顿时近在咫尺，从陆雪瑶小嘴中呼出酒气，扑打在凌云的脸上，让得凌云体内热血沸腾。陆雪瑶眼神迷离，霞飞双颊，师弟，我就要和楚天齐订婚了，你敢不敢？老子有什么不敢的？干就完了。凌云一把扫飞石桌上的酒坛，将陆雪瑶摁回石桌，然后压了上去，一时衣裳翻飞，春光与烈酒构成了极具视觉冲击的画面，可惜却无人能欣赏到这一幕。与此同时，外院曹素的府邸，曹素刚为叶梦烟准备好炼化九窍金丹的密室，府邸大门被人猛地踹开，一个身穿紫袍、体型魁梧、长着鹰钩鼻的中年男子因沉着脸走了进来。内院长老陈朝安。曹素，为何入门弟子名册上没有我儿陈峰的名字？陈朝安一副兴师问罪的姿态。曹素连忙从内堂走出。陈长老，陈峰没能走出迷雾森林，不可能。陈朝安勃然大怒，武王境巅峰的强横气息浩荡而出。噗！曹素猝不及防，被陈朝安的气势震得踉跄后退，然后喷出一口老血，伤势加重2分。咦，你的眼睛怎么了？陈朝安这才注意到曹素眼睛蒙着一块黑布，如此屈辱的事情，曹素显然不想多提。他取出一个玉瓶，陈长老，事情没有办成，这枚阴阳丹还给你。曹素，我陈朝安还没这么小气。陈朝安冷尊一声，就要拂袖而去。陈长老且慢。叶梦烟施然走了出来。陈长老，我怀疑陈峰师兄恐怕已遭人毒手。陈朝安猛然回头，盯着叶梦烟寒声道：说清楚。曹素连忙介绍道：陈长老，这位便是楚家少主举荐的叶梦烟小姐。哦。陈朝安脸上的厉色微敛，沉声道：叶小姐，事关小凤的安危，请你说清楚。是凌云，此子在实战考核前曾与陈峰师兄起过冲突，而在迷雾森林，陈峰师兄将东西交给我，
就跟在我身后不远，他没有理由通不过第一关。现在仔细想来，除非是有人故意暗害于他。叶梦烟说的斩钉截铁，矛头直指凌云。凌云，陈朝安眉头一拧，我记得苍儿前几天出门的时候，似乎也提过这个名字。陈长老，陈苍师兄是受楚师兄的指令，在天岩城为我处理退婚事宜，难道他没有归来？叶梦烟脸上写满了意外，还有一丝的不安。苍儿至今未归。说完，陈朝安心头顿时不由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曹素，小风是在外院出的事，就交给你去调查，我马上赶去天岩城一趟。陈朝安火急火燎地朝外奔去。见状，叶梦烟心头不由咯噔一下。如果陈仓都出了事，那他叶家，梦烟小姐，你不要分心，待陈长老归来，一切自有分晓。你的当务之急是炼化那9窍金丹，然后前往无极峰，提升实战能力。7天后的山河榜之争，万众瞩目，是你重拾荣耀的关键一步。好，我定然不会再让楚师兄和师尊失望。叶梦烟脑海中浮现出凌云的面孔。这次的山河榜之争，他要将凌云加在他身上的所有屈辱10倍不100倍的讨回来。伺候叶梦烟进入密室后，曹素立即带了一名心腹直奔紫竹林而来。紫竹林，天为被，石桌为床，一番云雨之后，醉意渐渐消退，四目相对。师姐，抱歉，凌云尴尬地说出了一句老掉牙的话，我会对你负责的。对我负责？陆雪瑶扑哧一笑，起身取出一件蚕丝血衣披上，遮住了温润如玉的雪白肌肤。师弟，你的思想未免也太传统了。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但1个月之后，楚天齐便要向我求婚了。啥？凌云感觉宛若晴天霹雳，他从未听说这件事，当即带着些许颤音问道：你爱他？不爱。陆雪瑶回答得很干脆。那我不许你嫁。凌云十分霸道的开口。从今晚起，师姐你就是我凌云的女人了。纯属酒后混事，你大可不必挂心。陆雪瑶说的洒脱，但凌云能看到她藏在眼眸深处的落寞，那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与妥协。不，师姐，如果你爱楚天齐，甚至你们有感情，哪怕发生了今晚这样的事情，我也绝不会哪怕纠缠你一丝。但是你不爱他，那请你给我一个机会。你觉得我传统也好，大男子主义也罢，请给我一个让我证明自己的机会，哪怕只有1个月。铮铮之言让得陆雪瑶有刹那的失神，但旋即陆雪瑶摇了摇头。师弟，你不必如此，我知道你天赋异禀，但短短1个月你又能改变什么呢？楚天齐不仅领悟出了人剑合一，即将成就武皇，而他背后的楚家更是苍风郡国的大族，而我陆家，总之这是家族的安排，我拒绝不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在7天后的灵根重测上一鸣惊人，成为真传弟子。有了真传弟子身份，在天玄武院就相当于有了一张护身符。好了，我该走了。陆雪瑶没给凌云再开口的机会，潇洒的离开了，就像是一场梦，有无痕。不，这又怎会是一场梦？哪怕只有1个月，我也要做些什么，绝不能让师姐嫁给楚天齐那个混蛋。常规手段肯定是无法在1个月内跨越他与楚天齐之间的差距。那就凌云的目光看向圆形石桌。马明阳，希望你搞的情报足够劲爆，不能让我失望啊。沉吟着，凌云手捏雷结剑，就要开始挖宝。根，凌云，你果然在此。昏暗的月光下，曹素冷笑着从竹林掠至庭前，在他的身后半步还跟着一名武师境10重的老仆。曹素老儿，老子还没去找你算账，你倒是来得好快。见到曹素赶来，凌云心头积蓄的憋屈和怒火一下就被点燃，武师境1重的修为瞬间释放，手中的雷结剑绽放出可怕的紫色锋芒。小子，是你在迷雾森林中杀了陈峰，对吧？曹素虽然双眼瞎了，但凭着武灵境的强大修为，依然能够感受到凌云的方位。嘿，曹素老儿，想知道答案，让雷结剑跟你说话。所有的杀意在这一刻爆发，原地顿时出现许多凌云的身影，然后齐杀向曹素。是森罗万象不？这才半天，你竟然能将一门玄级极品身法修炼到如此程度，此等天赋！曹素心中掀起滔天巨浪。纵然是外院第一天才，玄级极品灵根天赋的楚天阳，当初修炼这森罗万象步时，也花费了半个月，而且还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可凌云竟然只用了不到半天，这是什么怪胎？放肆！跟随在曹素身后的老仆站了出来，体内真气轰鸣，宛若千钧肋骨，这是打通了体内108条经脉的标志。武师境10重，老仆手捏一柄银色匣刀，施展了一门黄级极品刀法，朝凌云劈了过来。凌云顿时只觉眼前出现了一片银白色刀幕，封锁了他所有的攻击方向。这是一门防御性刀法。哼，曹素老儿果然受伤不轻，否则以他武灵境的强大修为，随意一击便能杀我，根本无需这老仆站出来。萧！凌云剑锋微一挑，雷结剑爆发出凛冽寒光。小心，是寒光流云剑诀！曹素大喊，但却是迟了。寒光流云剑诀重在2个字，狠和快，再加上雷结剑的锋利，瞬间撕裂了老仆人的防御刀幕。然后雷光爆闪，一个血洞出现在老仆的眉心，一击秒杀。曹素踉跄后退2步，惊骇之色溢于言表。你竟然！曹素心头难以平静，不是因为凌云跨越9个小境界秒杀了老仆，而是因为凌云刚刚施展的寒光流云剑诀简直就是炉火纯青。这才半天啊，
凌云不仅将森罗万象步修炼到了收放自如，连寒光流云剑诀竟然也修炼了如此可怕的程度，这到底是什么妖孽级的天赋？这一瞬间，曹素心头不由升起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谬的念头：炸掉测灵石碑的，不会就是凌云那青色小树灵根吧？不会的，梦妍小姐的剑灵根气试射人，还有天玄武院第一天交处天齐的举荐，更有赵院长的认同，一定是有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曹素猛然抬头看向凌云，接着就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然后他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老仆直接在凌云手中灰飞烟灭，这是玄冥神教的化尸功，你果然是魔教奸险，那本长老就算杀了你，陆雪瑶也无可奈何。曹素右脚猛一跺地，磅礴的真气宛若海啸般浩荡而出，大威天龙掌。曹素最后一个字刚喊出，突然发现竟感知不到凌云的方位了，这就是干了个大了，致命杀招已经续好了，结果却不知道往那里打，他看不见。凌云小儿，给本长老滚出来！曹素怒极，手中大招再不放出，他就快要控制不住了。凌云小儿，可敢接本长老一招？曹素咆哮，四下张望，可惜依然无法锁定凌云的气息。陆雪瑶，你害我！曹素心头悲愤无比，若非被陆雪瑶刺瞎双眼，他又何至于这般被动？凌云小儿，曹素憋不住了，已经蓄起的大招没有再吞回去的可能，曹素只能凭感觉朝着某个方向轰出这气势磅礴的一掌。轰！武灵境强者全力一击，整座别院直接被打爆，在地基之上留下一个深达数尺的掌形大坑。削！凌云一掌轰在曹素的后背上，但是曹素的防御高得惊人，他的全力一击也只是让曹素的身体晃了一下，对方甚至都没有吐一口血。根根，小子，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不用雷劫剑！地级战兵，纵然本长老身穿护身宝甲，也要被刺一个洞。曹素一阵后怕，但他还未来得及庆幸，突然体内的真气如同潮水般涌向凌云那贴在他背上的手掌，真气流逝的速度简直比他刚刚催动大威天龙掌还要夸张100倍。不好，是吸星大法！曹素瞬间魂飞天外，此乃玄冥神教镇教功法，昔人修为不过是顷刻之间，但这等功法纵然是玄冥神教的真传弟子，也没有资格修炼。来不及多想了，曹素下意识的就想挣开凌云的手掌，但就这么一瞬间，曹素骇然的发现丹田内他那引以为傲的磅礴真气已然被吸得一干二净。完了！曹素面若死灰，只觉通体冰凉。凌云收回手掌，体内磅礴的真气在混沌开天路的疏导下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堪堪提升一重，达到了50境2重。可惜了，刚刚那一掌浪费了太多真气。凌云很不爽，一脚将曹素踹倒在地。凌云小儿，想不到我曹素堂堂武灵境竟会栽到你这个蝼蚁手里！曹素灰头土脸，狼狈而不甘的道：临死之前，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魔啊？凌云一剑刺进曹素的嘴巴，将他脑袋捅了个对穿。老杂毛，都要死了，还想知道那么多干嘛？老子就要让你死不瞑目！曹素一死，至尊鼎果然又传出一股神秘力量，将其全身精华吸收一空。这时，凌云看向曹素灰飞烟灭后剩下的一件灰色护甲，旋级上品金刚宝甲，100%抵挡旋级上品以下武器刺杀，可抵挡武灵境50%攻击。好东西啊！凌云将金刚宝甲穿上，然后看向圆形石桌，他双臂一展，雄浑的真气勃发，顿时将圆形石桌震开数丈。接着雷劫剑刺向地面，顿时泥土翻飞，下挖数尺，一个黑色储物袋映入眼帘。确认没有问题后，凌云将之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堆得像小山般的灵石，以及一排样式各异的玉瓶，上面都标注了所圣之物的名称，清一色的都是各种剧毒，尤其是写着镇雨液的玉瓶，这玄冥神教研发的一种专门针对正道武修的一种剧毒。此毒无色无味，据说纵然是武皇强者的真气都能污染消融，可谓是制毒之物，阴毒至极，不愧是五毒尊者的弟子。凌云将这些玉瓶都收好，这些东西轻易不能动用，否则极有可能被当成魔教武修，但如果运用得当，可作为杀手锏，多一张护身符。接着凌云看向一个被郑重封好的黑盒，将之打开，里面放着3枚流影石，这个应该就是马明阳冒死进入天玄武院收集的情报了。凌云取出1枚流影石，注入真气，面前顿时出现一副香艳的场景。凌云顿时震惊了，竟然是一个帅气俊朗的青年与一个身材丰满的美妇人在媾和，这2人身份恐怕不低，或者十分敏感，否则马明阳不会浪费1枚珍贵的流影石来偷拍。接着打开第2枚，记录的是马明阳用灵石汇入天玄武院长老的场景，竟然足有10多名长老出场，其中甚至还有曹素。千年宗门天玄武院竟然腐烂到了这般程度，凌云大受震撼。然后打开最后1枚流影石，里面竟然有数百条天玄武院天才的资料，详细到癖好和习惯。原来第1枚流影石中那个俊朗青年竟是楚天齐的胞弟楚天阳，是本次山河榜之争的头号种子选手，而那个与他媾和的美妇人是内院长老李天荣，此妇竟然是副院长赵无极的老婆。我草！凌云被这个消息彻底惊住了。苍风郡国大族楚家3代子弟，
竟然跟天玄武院副院长的老婆乱搞。如此劲爆的桃色事件，要是曝光，不仅赵无极以后在天玄武院抬不起头来，恐怕楚家也会颜面扫地。尤其是在楚天齐即将与陆雪瑶订婚的当口，此事要是被公布出来，绝对会在苍风郡国掀起一股狂风巨浪。难怪马明阳竟然会单独用一枚刘影石来记录，难怪马明阳要用全部身家让他将这些消息传回玄冥神教。这枚刘影石在手，就手握一个巨大的把柄。马明阳，你还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楚天齐，你求婚大典的第一份礼物，我已为你备好。凌云冷然一笑，将现场收拾一番，然后往紫竹林外而去。百宝堂是天玄武院为供应宗门数10万人生活内设的卖场，上至武器宝甲，下至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凌云来此主要是为了买几块刘影石，然后拓印备份，但哪怕他是一早就过来，百宝堂也已经是车水马龙。凌云前脚刚踏进百宝堂，一道人影就飞了过来，砸在他的脚尖前。宁小东，你这废物，我楚尘看上的东西，凭你也敢跟我争？一个华服少年背着双手，霸道的走来。楚尘，这通脉丹分明是我刚刚兑换的。他努力了3个月，好不容易攒够了贡献点兑换这通脉丹，结果却被楚尘给抢了。你说是你兑换的，就是你兑换的啊？那你喊一声，看这通脉丹会答应你吗？楚尘将恶霸2代的本性展露无遗，一脚踩在宁小东脸上。废物，你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山河榜排名11的天才了，现在我堂哥楚天阳才是外院第1天才。这次山河榜之争，你连留名的机会都没有，等着被逐出天玄武院吧。嗨，看着眼前这一幕，凌云想起陆雪瑶对他的提醒，宗门的倾轧和压迫果然更加赤裸和残酷，提升实力才是王道。他无意出头，就准备往旁边走。嘿，小子，看你挺眼生，新来的吧？楚尘喊了一声，身后顿时有2个跟班走了出来，拦住凌云的去路。凌云眉头微蹙，与你何干？呵，挺狂啊，小子！楚尘一脚将宁小东踢开，然后朝凌云走来。小子，说说你的背景来历，看看是不是配得你刚刚与我说话的语气。配得上如何？配不上又如何？配得上，你我2人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今晚朱雀楼我楚尘请客。说着，楚尘抬手一指宁小东，眼神带着2分戏谑。配不上，这废物就是你的下场，是吗？凌云眼神一冷，感觉念头又有些不通达了。嘿，看来你是后者了。楚尘冷然一笑，残忍地喝道：“二狗铁柱，给我打断他的腿，让他跪下，再跟本公子说话。”2名跟班闻言，顿时一左一右抓向凌云的肩膀。找死！凌云心头杀意暴涨，森罗万象不施展，在原地留下一片残影。2个跟班顿时抓了个空，再回头，恰好就看到凌云一剑斩断了楚尘的双腿。啊！楚尘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然后怨毒地盯着凌云，就要开口，但紧接着一柄冰冷还带着血腥味的剑尖抵在他的嘴里。嘘！凌云对着楚尘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楚公子，你不要说话，我怕你搬出后台吓我。我这人胆子小，你吓我，我的手可能会抖，手一抖，可能会把你的脑袋捅个窟窿。呜！楚尘只能喉咙发出痛苦的声音，不敢再动一丝。其中1名跟班见状怒喝：“小子，你知不？你们2个也别吓我！”凌云说道。2个跟班顿时气得脸色铁青，但却不敢再吱一声，真怕这愣头青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楚公子，你莫哭，现在听我说，你刚刚让这2人断我双腿，现在我断你双腿，不过分吧？呜！楚尘呜呜，脑袋不敢动一下。哦，抱歉，忘记了你连头也不能点了。那你同意的话，就眨一下眼睛。楚尘内心完全撕裂扭曲，但却没法不低头，只能使劲眨眼睛。很好，看来楚公子也是很通情达理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扯平了。凌云收回雷劫剑，然后看向那2个跟班：“你们2个过来，赶紧抬着楚公子回去摇人。”楚尘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这就放过自己了，还让自己回去摇人。不过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不敢再朝凌云避避，只能将怒火发泄在2个跟班身上。你们2个废物，还愣着做什么？赶紧过来抬本公子！2个跟班赶紧过来，抬起楚尘往外走。哦，对了，通脉丹留下。楚尘只想赶紧回去疗伤加摇人，掏出装着通脉丹的玉瓶扔向凌云。楚公子，到家记得报上我的名字，我叫凌云。凌云壮志的凌，壮志凌云的云。楚尘不敢接话，记住了凌云2个字，头也不回的离开。凌云看向旁边艰难起身的宁小东，扬了扬手里的玉瓶，还敢不敢要？要！宁小东眼神坚定无比，他不是傻子，拿了这玉瓶，楚尘的报复必然有他一份。好，还给你。凌云将玉瓶抛向宁小东，然后转身就走。宁小东接住玉瓶，一步一瘸的跟在后面。云兄弟，你应该是第1次来百宝堂，我也算外院老人了，你想买什么？我可以为你引路。凌云步伐放缓一些。宁兄，楚家不久便会来人，你跟着我，不怕危险。云兄弟，实不相瞒，我忍这些混蛋很久了，就因为我在上一届山河榜之争压了那楚天阳一头，排到了第11。如今这些楚家人见我修为衰落，见我一次就欺我一次，我也不是没有反抗，可每次都被他们打得很惨。但现在老子不想再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说到最后，
宁小东眼中也闪过一抹狠厉和决绝。凌云道：“宁兄，现实也许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只是一个来自天岩城的没有背景的寒门武修。”宁小东闻言，脸上顿时露出几分意外之色。刚刚他见凌云霸气侧漏，狂踩楚尘，确实认为凌云应该有不弱的背景。宁小东顿时露出几分惭愧之色。凌云没有背景，尚且敢无惧楚家，他宁小东竟然苟且了这么久。云兄弟，你的胆色真让人佩服。如果云兄弟不嫌弃，我愿与你一起面对此事，大不了你我兄弟二人同死。黄泉路上有云兄弟相伴，也不寂寞。哈哈。说到最后，宁小东感觉整个人变得格外轻松。少年的血性激发，他背脊挺直，宛若一柄标枪。楚家又如何？我宁小东宁死绝不屈。凌云看到宁小东眼睛里有了光芒，不是锋芒。宁兄，恭喜你了。宁小东这是悟了，破了心魔，心境提升，只要解决了身体的问题，修为必然一日千里。云兄弟，多亏了你。宁小东抱拳回礼，明显不想在自身变化的话题上多聊，问道：“云兄弟，你想买什么？我带你过去。”“我想买几块流影石，麻烦宁兄带一下路。”凌云道：“流影石？”宁小东没想到凌云是来买这种玩意。云兄弟，流影石是冷门物品，随我去那边。二人来到售卖流影石的区域，这里都是售卖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只是看到流影石上面的标价，凌云也不由吐槽天玄武院太黑了，1万灵石1块，足足比天岩城贵了1倍。没办法了，这玩意现在急着用，反正马明阳给他留了50万的赃款，不差钱。凌云豪爽的买了5块，看得宁小东再次惊讶了。5万灵石啊，外院长老的月历也不过才5000灵石。收好流影石，凌云迈步就要离开，突然经过一个柜台前，体内的青色小树传来了异动。凌云不由看向柜台里摆放的物件，一个脸盆大小的黑色圆盘摆件，周围的物品都有标价，唯独这个黑色圆盘竟然没有标价。管事的，麻烦将这个摆件给我看看。凌云指了指黑色圆盘，管事的是一个圆脸小眼、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子。见凌云对黑色圆盘感兴趣，他眯着像是没睡醒的小眼睛走了过来。小兄弟，这是荒古秘境出土的古玩意，是我们掌柜的拿来镇店的，不卖。就这黑不溜秋的破玩意能镇店？宁小东走上前，对着管事的喷道：“刘胖子，你不要见我云兄弟面生就忽悠他，你要是做不了主，就让吴掌柜出来说话。”“哼，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您大天才吗？”刘胖子揶揄的斜了宁小东一眼，然后对着凌云说道：“小兄弟，这黑色圆盘真不卖，你要是有兴趣，倒是可以让你观摩一下，如何？”“也好，我正有此意，那就麻烦刘管事的替我取一下。”刘胖子将黑色圆盘取出，然后递到凌云面前。凌云接过黑色圆盘，入手竟有些温润的感觉，没有一丝冰冷，也看不出是何材质。但下一刻，让凌云瞠目结舌的事情出现了，黑色圆盘在他的手中直接碎了，就像山门前那座测灵石碑一般，碎成渣渣。宁小东就站在凌云身边，只看到凌云一接过黑色圆盘，然后黑色圆盘就碎了。我操！宁小东当场跳脚，对着刘胖子就开喷：“刘胖子，你看个玩意的，想讹钱啊？”刘胖子也是懵的，黑色圆盘确实是非卖品，掌柜的让他摆在这里，千叮万嘱不卖可观。可现在黑色圆盘碎成渣渣了，想起掌柜的手段，刘胖子额头已经渗出了密集的汗珠。刘胖子第一时间就拽住了凌云：“马德，刘胖子，你要干啥？还真想讹钱啊？”宁小东冲上来就要将刘胖子弄开，刘胖子死活不松手，脸色狰狞的喝道：“您废物，这小子弄碎了黑色圆盘，这事儿就算你师尊来了也不好使，再不滚开，老子就揍你了！”宁小东的火气也上来了：“刘胖子，你特么还来劲儿是吧？宁兄，你先让开。”凌云从刚才的惊变中回过神来，刚才他拿到黑色圆盘时，青色小树就将其能量精华给吸收了，一如测灵石碑那次。小子，你弄碎了我们的镇店之宝，现在跟我去后台见掌柜的。刘胖子拽着凌云就往后台里走，凌云也没有反抗，终究是他弄坏了人家的东西，只要掌柜的要求不过分，他会做出适当的赔偿。来到后台，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清幽中透着典雅。小院的主人显然是个讲究人。掌柜的，有个毛头小子把咱们的黑色圆盘给弄碎了，小的把人给您带过来了。刘胖子冲着里面喊了一声，房门自动打开，刘胖子拽着凌云往里走。走进内堂，看着那躺在竹椅上闭目养神的面孔，凌云顿时一惊，然后猛地侧手看向拽着自己的刘胖子。躺在竹椅上的男人跟刘胖子实在是太像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这一容术牛皮。吴德睁开小眼睛，笑眯眯地看向凌云：“小兄弟，就是你把我那黑色圆盘给弄碎了。”凌云拱手诚挚的道：“掌柜的，实在抱歉，您看该怎么赔偿，请说一个数。”嘿嘿。吴德突然露出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小兄弟，你觉得本掌柜的这门变化之术如何？神奇无比。”凌云惊叹道：“这门变化之术简直是杀人越货的顶级配置，那你有没有兴趣学？”吴德问道。凌云有些意外，旋即说道：“当然有兴趣，不知前辈的条件是？10天后，你随本掌柜去一趟荒古秘境，不仅黑色圆盘的赔偿免掉，
本掌柜的这门变化之术也教你，如何？”吴德说出了他的条件，然后补充道：“小兄弟，荒古秘境一宝无数，本掌柜的这门变化之术也是从荒古秘境中挖出来的。所谓宝贵险中求，小兄弟与我前往，说不定也有大机缘呢。而且本掌柜可以保证，只要本掌柜不死，定护佑你周全。”吴德的话充满了诱惑。凌云想了想，好，既然掌柜如此说，那7日之后，我便与掌柜的一同前往荒古秘境。好，就这么定。吴德话音未落，院外传来叫骂声：“凌云，滚出来受死！”宁小东火急火燎地推门进来，对着凌云说道：“不好了，云兄弟，楚家找上门来了。”凌云丝毫不慌，淡淡地问道：“领头是谁？”宁小东道：“是楚天阳在外院最大的狗腿子邹沟。”没有等到正主楚天阳前来，凌云微有些失望。不过既然楚天阳的狗腿子来了，那让正主现身也不难。说着，凌云对着吴德拱手：“掌柜的，有一点私事儿要处理，便先告辞了。小兄弟，本掌柜随你一起出去看看。”吴德从竹椅上起身，三人走到庭院中，只见3个身材矮小的黄衣青年一脸煞气地站在庭院中。凌云扫了3人一眼，说道：“那位是大狗腿子，出来说话。”小子，你找死！个子稍微高一些的黄衣青年邹沟站了出来，冷厉地盯着凌云：“你就是那个敢断楚陈公子双腿的凌云？”凌云微微一笑：“不才，正是在下，请问楚天阳有何指教？”“二公子让我断你双腿，然后让你爬到楚楼赔罪。”楚楼是楚家子弟在外院的据点，也算是外院弟子中最大的一个山头。呵呵，楚家人都这么喜欢断人双腿吗？凌云嘲讽道：“难道是因为他们曾经太卑微，跪得太多了，所以要让人人都跪下跟他们说话，他们才能有优越感吗？”“嗨，小兄弟，这你还真说对了。”吴德摇着烂蒲扇笑道：“300年前的楚家可什么都不是，但他楚家先祖楚小布先后认了3个干爹，才让楚家在苍风郡国有了现在的地位，那不就是3姓家奴吗？”“嗨嗨！”宁小东补刀：“刘胖子，宁废物，你们2个也想找死吗？”邹沟衣袍无风自动，体内108条经脉鼓荡，50劲10重的真气勃发。靠了，我吴德不要面子的呀！吴德不爽，手中烂蒲扇一挥，顿时有风雷之气萦绕而出，气势汹涌的邹沟直接就倒飞了出去，将一堵3丈高的土墙都撞塌。吴德，宁小东目瞪口呆，他刚刚着急上火，一直以为站在自己旁边的是刘胖子来着。传闻吴德的千幻莫名，神奇无比，今日总算是见识了。如果不是吴德出生，他一辈子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刘胖子是吴德变的。凌云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掌柜的竟然就是大长老让自己有事就找的吴德。吴掌柜的，另外2个黄衣青年见状，下意识地便后退了数步。吴德，外院一个奇葩的存在，据说他以前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完全不像正道修士，但偏偏吴德的辈分还高，他是上代院长的小师叔，也有传言说他是上代院长的私生子。总之，吴德的身份很特殊，所以老院长临终前让人在百宝堂给吴德开了一个堂口，好歹有个营生，能够养活自己，免得他继续在外面霍霍，坏了天玄武院的名声。现在宗门大佬们提到吴德这个名字都头痛。邹沟灰头土脸的从泥块中爬了出来，看着刘胖子模样的吴德道：“小的邹沟，没想到冒犯了吴掌柜的，请吴掌柜的恕罪。但这凌云是楚家要的人，还请吴掌柜的能行个方便。”吴德撇撇嘴：“嗨，抬出楚家下本掌柜啊，小的不敢。”邹沟低头：“既然如此，那小的就先退下了。”说完，邹沟招了招手，就要带着另外2个青年离开。“等一下！”凌云喊了一声，然后对着宁小东说道：“宁兄，麻烦给我准备1支笔和1张宣纸。”真刘胖子眼疾手快，从房间拿了笔墨和宣纸出来。凌云提笔，随手写了一个李字，然后扔向邹沟：“交给你的主子，想必他看了会有完全不同的体会。”邹沟拿起凌云的字帖便走。“掌柜的，多谢。”凌云对着吴德拱手：“嗨！”吴德摆摆手：“就算本掌柜没出手，想必小兄弟也能自己解决。不过为了防止意外，小兄弟可在本掌柜这小院暂居，待山河榜之争后，立即随我前往荒古秘境，如何？”凌云想了想，紫竹林暂时没法回，他也确实没其他地方可去了，便点头同意了。吴德手掌一翻，掌间出现1节拇指大小的赤红晶石。这赤火晶石一出，凌云顿时感觉有炽热的气浪扑面来。这也是从荒古秘境挖出来的物件，名为赤焰精髓，蕴含极致的火焰之力，但因为年份久远，能量流逝严重，而且还有很多杂质渗透了进去，能吸收多少，全凭你自己的运气吧。说着，吴德手掌一挥，那节赤焰精髓便朝凌云飞了过来。“多谢掌柜的。”凌云接住赤焰精髓，感觉像是拖着1节烧红的铁棍一般，他连忙用真气包裹住：“不必谢我，你修为太低了，趁着这几天尽量将修为提升一些，不然进了荒古秘境全靠本掌柜护你，本掌柜也累。”说着，吴德指了指后院，后院有不少房间，自己收拾去吧。掌柜的，能不能让宁小东也留在这里？楚天阳暂时不一定会找他的麻烦，但宁小东就不一定了。吴德头也不回的道：“他要是愿意留在这里，没人拦他，不过不管饭。”“凌云，云兄弟，你不必管我，
你安心在此炼化那赤焰精髓，我炼化了这通脉丹，便要去找我师尊一趟，咱们就山河榜之争再见。宁小东抱拳离开。凌云来到后院，简单收拾一番，便取出赤焰精髓，开始炼化。霸道的火焰之力入体，凌云感觉体内像是燃了一般，那种痛苦让得凌云忍不住发出一阵闷哼。但随着混沌开天路运转，这些夹带杂质的火焰之力便被一点点转化为真气，而且竟然是带着火焰属性的真气，好东西啊！凌云接着继续炼化赤焰精髓。另一边，无极峰叶梦烟炼化9窍金丹后，也没等曹素，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赵无极虽依然穿着金袍，但苍白的脸色让他没了往日的威严。拜见师尊，梦烟已经炼化9窍金丹。叶梦烟服的一拜，花了1天的时间，还不错。赵无极合手，然后招了招手，梦烟，你且过来，让为师看看你的长进。叶梦烟走近，释放自己的修为气息。武师境一重，赵无极蹙眉，一枚9窍金丹，能够让人脱胎换骨的宝丹，竟然只让叶梦烟从武者境7重提升到武师境一重。到底是叶梦烟的武体太差，还是太强？武体太差，吸收的药力有限，故而提升不大；武体太强，纵然是药力全部吸收，提升也是有限。赵无极的视线下移至叶梦烟丹田位置，他更倾向于是第二种情况。于是赵无极继续说道：梦烟，天齐在祖地醒来后，已经知晓你在入门考核的全部表现，楚师兄一定很失望吧？叶梦烟缩在袖里的食指紧捏在一起，对凌云的恨刻骨铭心，倒也说不上失望。天齐这次的意思是，你不仅要重测灵根，还要参加山河榜之争，并且拿下第一。师尊，可是我只有武师境1重修为，我能行吗？叶梦烟明显底气不足。听曹长老说，能争山河榜前10的师兄师姐们，至少都是玄级上品天赋，而且他们无一不是故意将修为压制在武师境10重半年以上，就是为了在山河榜之争一飞冲天，拿下重奖，然后直入内院。赵无极点头，情况确实是这样的。那些敢争山河榜前10的，无一不是天赋与实力俱佳之辈。天玄武院之所以设下这山河榜，并且中奖，就是为了磨砺这些天才。梦烟，武道前期修为对战力的加持倒不是太大。说着，赵无极手掌抬起，一个黑色卷轴浮现，这是天齐从荒古秘境带回的上古护体秘术玄铁岩甲术，他托我转交于你。有了此术，梦烟你在山河榜之争基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接下来便是跟随为师学习攻伐战技，这样一来，你还没有信心争山河榜第一吗？闻言，叶梦烟惊喜万分，多谢楚师兄，多谢师尊，请师尊放心，梦烟这次一定不会再让你们失望。叶梦烟昂首挺胸，信心十足，脑海中已经幻想出他于万众瞩目之下夺下山河榜第一，然后又已测出天级灵根，名动整个苍风郡国。时间如流水，今天就是外院最大的盛事——山河榜开赛之日。不仅是内院诸多长老亲临，整个苍风郡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受邀前来观摩。这是天玄武院彰显底蕴与声望的时刻。当伴随着一道沉重悠远的钟声，喧闹的演武场立时安静下来。一位雍容华贵的美妇人缓缓腾空而起，万众瞩目之下，她性感的红唇轻启，妩媚的声音回荡全场：诸位道友，我是本届山河榜之争的主持李天荣。原来这位便是上一届苍风10美之首的李天荣，果然妖娆妩媚，风华绝代。赵院长能得此女为妻，真是让人无比羡慕啊！这声音听着都让我酥到了骨子里了呀！现场无论是见过或是未见过李天荣的男人，望着此刻悬浮于半空的李天荣，脑海中都无法抑制地浮现出某种幻想，那种属于御姐的成熟气质，让人无法抵御。本次山河榜之争共2轮，第1轮为资格赛，10万外院弟子亦是进入诸魔大阵的10个分区战场，猎杀魔物，不限规则与手段，杀死其他参赛者亦可获得对方掉落的积分，每人有3次复活机会，每一次死亡积分掉落30%，时限一到，每个分区战场的前10名才有进入下一轮的资格。现在诸魔大阵起，随着李天荣最后一个字落下，演武场中央一座古老斑驳的石台爆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然后化为一张湛蓝色光幕，扩散至外院的每一个空间。凌云刚走出房门，就感觉意识进入到了一处破败的城池中，周围也有不少像他这样一脸惊奇的外院弟子，但更多的则是轻车熟路朝着城外飞奔而去的外院老生。凌云对这山河榜之争没有什么兴趣，显然没那么简单，大转折马上就来。他的舞台是山河榜之争后的灵根重测，然后就能获得真传弟子身份，所以他自然没什么兴趣去争这所谓的山河榜前10，毕竟这些人拼死拼活也就获得个内院弟子身份而已。咦，云兄弟，咱们竟然分到同一个分区战场。宁小东从一条小道走了出来，挨着凌云坐了下来，丝毫没有要出去猎杀魔物的样子。凌云有些意外，宁兄，你不会准备跟我一样躺平吧？宁小东释放出自己的修为，武师境3重，没办法，身体还有点小问题没解决，只有这点修为，那拼得过不如躺平。宁小东的语气十分轻松，眼眸里藏着光，丝毫没有不能扬名立万的落寞。云兄弟，你呢？第一次进入这诸魔大阵，不想去城外见识一下？都是些无谓的厮杀，也没啥好看的，
我就准备在这等资格赛结束。哈哈，云兄弟真乃性情中人，那正好，我们可以聊聊天，不然干等一天太难过了。两只咸鱼聊得火热，而演武场上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已是议论纷纷。楚天阳不愧是本届山河榜头号选手，这才过去1个时辰，积分已经高达583、8574，不仅分区排名第一，总排名也是第一，遥遥领先第2名。楚天阳上届本就有望直入内院，可惜因为一个叫宁小东的，最终排名第12，遗憾落选。说起这个宁小东，不知他这次的排名如何？有好事者顺着演武场上巨大的总榜往下看，咦，这个叫叶梦嫣的应该是新人吧？上一届山河榜前100都好像没有他的名字，但你看他现在的排名窜得好快，几乎快要杀进总榜前10了，简直不可思议。每一届山河榜前10基本就是上一届的11至20名，鲜有例外。可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突然杀进总榜前10，黄家主，这你们的消息就落后了吧？有内院长老笑着说道。叶梦嫣在入门考核时便炸了测灵石碑，她极有可能拥有传说中的天级灵根。天级灵根，那位黄家主屁股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直接从座椅上弹了起来，脸上写满了惊骇之色。周围众人闻言也是震惊无比。天级灵根啊，整个苍风郡国除了1000年前的天玄道人，便无一人被测出这等可怕的天赋了吧？赵无极就坐在不远处，听着众人的议论，再看着叶梦嫣在总榜上不断跃升的排名，不由欣慰的点头。但就在此时，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自千里之外飞来，让得喧嚣热闹的演武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望向那急速飞来的人头。近了，人们终于看清了人头的脸，是刘清风刘长老。立即有天玄武院长老腾空而起，接住从半空坠向地面的人头。周长老小心，人头有毒！有阅历丰富的长老大喊，但却已经迟了。刚接住刘清风首级的周长老，双手当即乌黑一片，接着和刘清风的首级一起砸落在地上，没了声息。又一名长老陨落，而且是当着苍风郡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面。五毒尊者鬼见愁，你们当真要挑起双方大战？赵无极勃然大怒，身形在原地消失，眨眼出现在光幕之外，身上的金袍散发出刺目金光，武宗境的磅礴真气浩荡百里。根，赵无极，伤势恢复的挺快的嘛，可惜我教教主没来，不然再送你去地上躺一次。鬼见愁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让人分不清他的方位所在。赵无极，整个苍风郡国市面上的测灵石碑都被我玄冥神教收购了。这位刘长老又去黑市借了一块，可惜他命不好，遇到了本尊者。我教教主说了，要让天玄武院1年之内没有测灵石碑可用。玄冥神教欺人太甚。赵无极脚掌在虚空猛一踏，身体化为一道金色的光线，击射向虚空某个方向。轰！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声响，剧烈的能量波动传出。赵无极，虽然你是武宗境，但想留下我鬼见愁，那也不可能。天玄武院所有人听着，所有出去买测灵石碑的人，只有一个字：死。哈！山河榜之争，外院盛世，你们继续尽兴。鬼见愁的声音渐渐远去。赵无极从虚空降落至观战台，脸色铁青。他立即召来心腹长老，搜集测灵石碑的消息，务必确保明天山河榜之争结束后能有测灵石碑可用。但这些凌云却并不知道，他知道明天的灵根重测要泡汤了，他直接成为真传弟子的计划被人为打断。草！凌云怒然而起，吓了正在滔滔不绝的宁小东一跳。云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宁兄，怎么查看分区排名？我们分区排名第一的又是谁？凌云杀气腾腾，跟之前咸鱼模样判若两人。宁小东赶紧站了起来，一番操作，面前顿时出现一个缩小版的榜单。我操，云兄弟，我们竟然跟楚天阳这王八蛋一个分区！这小子，操！目前积分竟然有343435656，不仅是我们分区排名第一，总榜也是第一。宁小东瞠目结舌，楚天阳比总榜第2要多出近1个亿的积分。听到分区第一竟然是楚天阳，而且积分如此之高，凌云连忙问道：我们分区第2名有多少积分？宁小东往下看，第2名是张安岳，他的积分是58357893。凌云算了一下，每个人死亡一次掉落1/3的积分，如果他杀一次楚天阳，积分一下就能暴涨1个多亿。分区出现，绝对稳了。宁兄，计划有变，咸鱼不当了，我要出现。凌云拱手一揖，然后拔腿就往城外跑。宁小东顿时目瞪口呆，啥情况啊？说好的一起躺平当咸鱼的呢？凌云出了城，不时就能看到参赛者，这些人的头顶上都有数字，代表着他们目前的积分。这操作绝对的足够拉仇恨，而越是到后期，杀人掠夺积分的情况就会更加赤裸。凌云顶着一个大大的灵狂奔，那些参赛者看了凌云一眼，都懒得浪费时间杀他。夕阳渐渐落下，距离1天的时限越来越近了。凌云不免有些焦急起来，他都跑了这么多地方，楚天阳这小子不会上天了吧？正想着，伴随着猛禽的尖啸厉鸣，一只黑色的巨雕正是急速飞来。下方的地面上，一个身材高挑的紫衣女子正在夺命狂奔，她边跑边大喝道：楚天阳，我爹也是内院长老，你真要如此将事情做绝吗？哈哈，安月小姐，只怪你爹是宁小东那废物的师尊，我再杀你一次，便
便放过你如何？巨雕之上传来笑声，凌云这才注意到巨雕的背上赫然立着一个帅气俊秀的青年，不是那楚天阳还是谁？我操，这小子还真是上天了，难怪老子半天都找不到他。这小子积分高的离了5线谱，原来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搞起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凌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凌云迎面朝张安岳的方向跑去，他头顶那个巨大的数字0实在太惹眼。张安岳、楚天阳，楚天阳只是疑惑一瞬，便果断出手，巨雕一个俯冲，楚天阳一剑斩来，疑惑中的张安岳直接被秒杀，1/3积分掉落，而且没有了复活机会。于是张安岳的积分定格在37437853，排名直降9位，掉到了分区第10。看着楚天阳头顶再次增加的积分，凌云咧嘴一笑，然后对着楚天阳喊道：“小楚，来来来，从雕儿身上下来，我找你借一样东西。”楚天阳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凌云，如果不是因为这小子头顶的积分为0，他都已经下手了。哦，抱歉，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凌云。凌云说道：“是你？”楚天阳眼眸顿时射出2缕可怕的寒光。当日楚晨双腿被断后，他让邹沟来捉凌云，邹沟却只给他带回了一个李字。他心里有鬼，当下便停止了对凌云的行动。他打算等山河榜之争后再试探凌云，看看凌云到底知道些什么。楚大公子，你一定疑惑我怎么敢来找你。接着凌云将一个流影石抛向楚天阳，楚天阳带着疑惑接住，然后注入真气。流影石中的画面刚刚放出，那枚流影石便在楚天阳手中轰然爆碎。紧接着楚天阳帅气俊秀的脸庞也肉眼可见的变得扭曲而狰狞，他双目赤红的盯着凌云，近乎实质化的杀意在激荡。凌云却是一脸轻松说道：“楚大公子，不要这么激动，你在这蛛魔大阵杀了我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就算出了蛛魔大阵，你也千万不要想着来找我，我已经将那流影石备了好几份，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一旦我出事，就会有人将它们挖出来，到时恐怕要不了多久，整个苍风郡国就要流传你楚大公子的佳话了。”听着凌云的话，楚天阳内心撕裂的浑身都在剧烈颤抖，愤怒憋屈几乎要冲爆他的胸腔。可理智告诉他，流影石里的影像绝对不能曝光，那等后果实在太过可怕。说出你的条件。楚天阳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了这句话。楚大公子不愧是山河榜头号种子选手，果然还是明事理的。凌云冲着楚天阳招了招手：“楚大公子，你过来，不要反抗，让我杀你一次先。”你说什么？楚天阳只感觉木血直冲天灵盖。虽然在蛛魔大阵中被杀不是真正的死亡，但死亡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这对于他楚天阳来说是何等屈辱的一件事，被一个小小的武士境4重渣渣所杀。楚大公子，你反应这么大干啥？理智理智啊！凌云又掏出了一块流影石，在手里把玩着。你，楚天阳的脸像是被人摁在了锅底上一样黑，指着凌云的手更是在剧烈的颤抖。愤怒、扭曲、屈辱，各种负面情绪在楚天阳心中交织翻滚，关键还找不到发泄之处，只能憋着。楚天阳感觉胸膛像是要炸开，啊呀呀！楚天阳一阵狂笑，最终解开了所有防御，死死地盯着凌云。凌云，你最好祈祷你手里的东西不会泄露那帕一丝，否则我啊！凌云一剑捅进楚天阳的嘴巴里，顿时将后者的脑袋捅了个窟窿。凌云，我草尼玛！楚天阳喉咙里发出屈辱的咆哮，然后身体化为无数光点回城了。叮！凌云顿时感觉到自己的积分在狂飙，爽！而与此同时，外面盯着总榜的众人也炸开了锅。我操，什么情况？楚天阳的积分突然暴跌1个多亿。从开赛以来，楚天阳的积分都是疯狂上涨，从未停止过。这估计是栽了跟斗，被里面的魔物给干掉了吧？虽然楚天阳死了一次，但他总榜第1的位置依然无人能够撼动，领先排名第2的叶梦烟足足有5000多万分。提起叶梦烟这个名字，众人心头又是一阵惊叹，一个刚入门几天的新人竟然能够杀进山河榜总榜第2，简直堪称是奇迹。天级灵根的天赋果然可怕。咦，你们看，这个凌云又是谁？有人突然惊疑了一声，指着突然杀进总榜第10的名字。凌云，无数的目光都投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名字。凌云，低分118374877，9分区排名第2，总榜排行第10。我操，我想起来了，这9分区的凌云不是跟之前9分区另外一个叫宁小东的家伙一样，0积分全榜垫底的吗？有人惊叫，然后有人立即往下翻拉总榜，果然发现之前跟宁小东一起以0积分并列全榜倒数第1的凌云不见了。我草，这是咸鱼都翻身了还是咋地？众人一头雾水，均感觉不可思议。你们看，这凌云突然暴涨的积分似乎跟楚天阳狂跌的积分十分相近。有人将榜单拉回前10，发现了问题。什么叫相近？我看几乎就是一模一样，意思是凌云杀了楚天阳。众人觉得完全无法接受，凌云显然也是新人一个，如何能够杀死头号种子选手的楚天阳？这根本就不可能，简直比叶梦烟创造的奇迹都还要难10倍。有人沉吟着发声，难道是因为有什么肮脏的 PY 交易？这话一出，无数目光顿时汇聚而来，尤其是楚家阵营的人
眼神均是充满了杀意。那人顿时讪讪一笑，连忙坐了回去，不敢再吱声。这时赵无极威严而低沉的声音响起：“这个凌云恐涉嫌作弊。”他这话一出，事情便基本定调。李天荣紧蹙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此事待资格赛结束，马上就能见分晓。随着李天荣妩媚的声音落下，笼罩在上空的湛蓝色光幕渐渐收拢，意味着本届的山河榜资格赛结束，所有参赛者的积分和排名定格。凌云的意识被从诸魔大阵中弹出来，看着自己的最终排名，总榜第10，还不错。正说着，房外传来了宁小东兴奋的声音：“云兄弟，你竟然直接干到了总榜第10，简直就是奇迹啊！”凌云走出别院，见宁小东身后还跟着一个紫衣女子，正是在诸魔大阵中被楚天阳3杀的张安月。张安月穿着修身的紫衣，纤细的蛮腰上系着一条蚕丝腰带，头发高高盘起，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她大大方方地走出来，伸出玉手：“林师弟，自我介绍一下，张安月，宁小东的师姐。”“张师姐，你好。”凌云伸手与张安月浅浅一握，张安月笑着收回手，然后问道：“林师弟，听小东说你的修为是武士境4重？”“不错，确实是武士境4重。你们肯定疑惑，我如此修为，怎么能获得这么多积分吧？”这是凌云接下来要面对的所有人的质疑。他坦诚的道：“实不相瞒，我是因为杀了楚天阳一次，才获得了这么多积分。”“云兄弟，你真的杀了楚天阳那混蛋？”虽然来之前就已有猜测，可此刻听到凌云亲口说出来，宁小东还是感觉不可思议。张安月也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然后笑着道：“林师弟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呢。不过接下来的擂台战，林师弟就要小心了。进入总榜前100的选手，起码有10几人都与楚家有牵扯。楚天阳心胸狭窄至极，他必然会报这一杀之仇。”宁小东则是直接的说道：“云兄弟，擂台战可是实打实的战斗，虽然禁止故意杀人，但毕竟刀剑无眼，每一届都有人死伤。我看了一下总榜前100的名单，就算是排名第100的万玉书，也是武士境10重，这小子随时都能突破到大武士1重，不知云兄弟有几成把握？”凌云耸耸肩，说实话，毫无把握。宁小东、张安月，恰此时，李天荣的声音回荡天穹：“请获得第2轮资格的参赛者，速速前往演武场。”张安月看向凌云：“林师弟，第2关擂台战要开赛了，你要去吗？”“当然要去。”凌云回答的斩钉截铁，然后率先朝演武场方向走去。张安月的眼中顿时冒出一抹好奇的目光，然后也迈动了脚步。宁小东有些担忧的跟在后面，然后对着张安月道：“师姐，能不能跟师尊他老人家说一声，如果待会出现意外情况，保云兄弟一命？”张安月摇了摇头：“小东，擂台战的规则你又不是不知道，外人根本无法插手，除非他一上台就主动认输。”闻言，宁小东叹了一口气，脸上的忧愁更深2分。演武场，凌云和张安月并肩而行，朝等候区域行去。凌云，远远的一道冷厉的声音传来，正是叶梦嫣。他以1亿多积分豪取总榜第2，却万万没有想到，凌云竟然也进入了总榜第10。而且让叶梦嫣更加不爽的是，凌云的身边竟然又冒出来一个陌生的美女。陆雪瑶也就罢了，她暂时无力争锋，可这个看起来英姿飒爽的女人又是谁？似乎跟凌云关系挺亲密的样子。什么时候她叶梦嫣弃若敝屣的废物，竟然变得这么抢手了？林师弟，这女人是谁啊？怎么对我敌意很大的样子？女人的第6感相当敏锐，张安月不由蹙眉。凌云冷然一笑：“我的前未婚妻，原来如此，难怪。”张安月正说着，突然顿住，侧头望向另一个方向。凌云下意识地望去，只见楚天阳在10多个青年男女的簇拥下，意气风发地走来。楚天阳显然也第一时间发现了凌云，脸上虽然依旧挂着笑容，但眉间却闪过一抹阴鸷。他楚天阳这一生从未受辱，但在诸魔大阵，凌云却给了他刻骨铭心的羞辱，一剑捅进嘴里。他楚天阳可是男人，这等何等的羞辱，此仇必报。但想到那流影石中的画面，楚天阳只能将这滔天之辱暂且压下。然后他选择无视凌云，保持着温文尔雅的笑容，朝叶梦嫣走去。“你应该就是梦嫣小姐吧？”叶梦嫣甜甜一笑，回：“天阳公子，我就是叶梦嫣。”楚天阳叹道：“梦嫣小姐真是好命，听说我哥不仅将那门上古护身术传给了你，还让我助你登顶山河榜。看来以后说不定我得叫你一声大嫂了。”听到大嫂2个字，叶梦嫣的心跳不由加速。她有些矜持的道：“天阳公子与楚师兄都是人中之龙，还请天阳公子到时不必留手。就算梦嫣败了，也是我技不如人，绝不会怪天阳公子的。”楚天阳摇头：“算了，我大哥的话，我自然是必须要遵从的。”如此，天阳便提前恭喜梦嫣小姐了。凌云和张安月就站在不远处，将他们的对话全部都听到了。楚家虽然在天玄武院势大，但想一手遮天也没那么容易。想完内定，我张安月第一个不服。张安月说这话时，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凌云顿时不由高看他2分。而此时，获得第2轮资格的100参赛者全部到位，他们一下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这是从10万外院弟子中挑选出来的精英，每一个都是武士境10重，气息浑厚，随时都能轻易突破到大武士。但是突然，
人们发现一个武士境4重的家伙矗立其中，格外的扎眼。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凌云，大胆凌云，公然作弊，还不立即滚出来！李天荣的喝声从半空落下，宛若一道惊雷陡然炸下。凌云周围的选手立即退开，只剩下他和张安岳孤零零地站在场中。凌云不紧不慢地抬头望向半空那雍容华贵的美妇人，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幅极度少儿不宜的画面。雍容华贵，充满强者威严，与脑海中妖娆身段、疯狂索取渐渐重合。凌云昂起头，迎着李天荣威严的目光，平静地道：“李长老，我凌云到底是否作弊？或许楚天阳楚大公子能为你解惑。”凌云这话一出，李天荣的心几乎从胸腔里蹦了出来，气息有刹那间的紊乱。不过因为众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楚天阳，所以除了凌云，几乎没人发现李天荣这一刹那的失态。但李天荣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武皇境强者，瞬间调整好心绪，目光毫不避讳地望向楚天阳。楚天阳，对于这个凌云的说法，你可有什么话说？被全场目光盯着，楚天阳倒也从容，他积分狂掉，凌云积分狂飙，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有猫腻。所以哪怕楚天阳1万个恨凌云，但也不得不为凌云将这个事情圆过去。他将早就想好的托辞说出。回李长老，此事说起来倒也算我楚天阳倒霉。当时在资格赛即将结束时，我与一头魔物大战至力竭，恰好被路过的凌云给撞见。这小子够狠，二话不说一剑就杀了我。最后这句话楚天阳说得的是咬牙切齿，一脸的愤恨。众人闻言也就信了七七八八，毕竟也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解释为何凌云能捡这么大的一个漏。但是作为这世上最了解楚天阳长短的人，李天荣却是柳眉微蹙。他有一种直觉，事情绝不是像楚天阳刚刚说的这样。赵无极全程皱着眉头，原本想借机打压一下凌云，结果突然发现竟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完全使不出力的感觉。但在全仓风郡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前，他也只能将心头的这种不爽暂且压下。反正这小子就算是凭着运气混进了第2关，也影响不了什么。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积分，简直就是武道之耻。楚天阳身后有人想为他出气，开启嘲讽模式。凌云立即回枪：“吃你妹啊！资格赛说好的就是不论手段，老子就能捡漏，不服你过来咬我啊！小子，你有种，老子叫展飞，咱们擂台上见。”除了这个展飞，楚天阳周围不少人都对凌云投来充满杀意的目光。凌云直接无视，冲着半空的李天荣喊道：“李长老，既然楚公子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那我凌云总榜第10没毛病吧？”李天荣闻言不由笑了，确实没毛病。不过他有点怀疑，这个凌云可能脑子有点毛病，这样得来的总榜第10毫无意义，反而还平白无故得罪了楚天阳。毕竟山河榜最终的排名是由擂台战决定的。赛前这段小插曲很快过去，李天荣重振雍容华贵的威仪，妩媚的声音响彻全场。第2关擂台赛的规则很简单，分为红组和黑组。第1轮所有人随机对战，胜者进入红组，战败落入黑组。第2轮2组继续分别随机对战，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对决完成，即可决出最终排名。不要提什么运气，这本身就是实力的一部分。最后提醒，避战之时，除了武器和护甲，其余辅助之物皆不可用，否则视为违规，直接判负。现在我宣布，第2关擂台赛开始。演武场那斑驳的石台亮起一道蓝色光幕，出现了第1轮的对决名单。第1组对决，凌云对战楚天阳。当人们看到这一组对决，绝大部分人的脸上均是露出玩味的表情。一个靠着偷袭混进第2关的家伙，现在在真实的擂台上遇到正主了。叶梦烟双手抱胸，火上浇油。天阳公子，这个凌云之前曾冒犯过楚师兄，是吗？楚天阳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对凌云的恨早已滔天。迈动脚步走向擂台，在经过凌云身边时，楚天阳微顿了半步，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凌云，同样的运气不会再有第2次，给我适可而止。”说完，楚天阳纵身一跃，以无比潇洒的姿势落在擂台之上。接着，体内108条经脉鼓动，浑厚而强横的真气激荡。大51重，大52重。楚天阳不再压制修为，厚积整整1年之久的修为，在这一刻宛若开闸之洪水，汹涌而出，直接窜升到了大58重才停了下来。我的天，大58重！纵然是我们这些半年前进入内院的，如今的修为最高也不过大57重啊！厚积薄发啊！楚天阳这半年来的进步实在太可怕了，他一入内院，恐怕便能位居上游。对于绝大多数外院弟子来说，只是惊叹楚天阳修为提升之快，但只有那些内院弟子才在楚天阳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天阳师兄直入大58重，除了那位实力未知的叶梦烟，试问整个外院还有谁能与之争锋？展飞等这一伙人看到气势冲天的楚天阳都兴奋了，想不到这楚天阳的实力竟强到了如此程度。张安岳等前10的种子选手都完全失去了与楚天阳争锋的信心。凌云，楚天阳没有动用武器，5根修长的手指一转，掌间归演出3尺长的真气之剑。他遥指凌云，
大武师8重的修为释放到极致。凌云刀剑无眼，好运绝不会再有第二次。展飞等诸队友在旁边起哄：凌云，你刚刚不是挺狂的吗？有种上去啊！云兄弟，可千万不要上去啊！宁小东紧张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张安岳直接拉住凌云的衣袖：凌师弟，楚天阳明显是要报之前的一杀之仇，你最好不要上。凌云轻轻拔开张安岳的手掌，然后在所有人惊愕无比的表情中迈步朝擂台走去。凌云每往前走一步，楚天阳的眉角便抖动一下。但就在此时，一道轻柔的声音被锯成线，直接传进了凌云的耳中，让得他猛然停住了脚步。师弟，不要冲动！几位老祖已经联手杀向玄冥神教总坛黑木崖，测灵10杯不久便能采购回来。短短的几句话，让得凌云内心顿时激动了起来。不是因为有了测灵10杯他就能直入真传，而是给他传音之人是陆雪瑶。原来他一直在关注着自己。凌云当即灿然一笑：大家不要紧张哈，其实我只是想过来跟裁判说我认输。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大转折预警，我乐个大曹，不战而降，简直就是武道之耻。果然这种二混子上不了台面。但是在场之中，楚天阳、张安岳、宁小东3人则是同时松了一大口气。展飞等诸队友顿时开启嘲讽模式：凌云，你闭嘴！楚天阳从擂台上跳下，阻止了展飞等人挑衅凌云。这小子就是个愣头青，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还真怕把凌云逼得狗急跳墙。那局面绝不是他想看到的，那后果也绝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第一轮对决，楚天阳胜，进入红组；凌云败，落入黑组。擂台裁判宣布结果，这意味着如果凌云再败一次，便彻底无缘本次山河榜之争。凌师弟，你还小，不必在意这一时之争，后面的山河榜之争才是你的舞台。张安岳过来安慰凌云：安岳师姐，谢谢，我没事。凌云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倒是师姐，你要加油了。张安岳精致的鹅蛋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表情：我马上就要满18了，这是我最后一届山河榜，如果不能进入前10，那我这大半年的时间都完全浪费了。张安岳跟楚天阳一样，很早就能突破到大武师，一直压制着没有突破，就是为了争山河榜前10。师姐加油，你可以的。说着，凌云看向对决名单，第3组对决，张安岳对战叶梦烟。凌师弟，想不到我的第一个对手竟然就是你的前未婚妻，他们想搞内定，那得问过我张安岳同不同意。话音未落，张安岳纵身一跃来到擂台之上，接着只见张安岳单脚一跺，紫衣鼓荡，灼热的真气迸发，大武师1重，大武师2重，大武师3重。张安岳的修为如同楚天阳一样疯狂往上窜升，这就是种子选手的实力，隐藏实力完全没有必要。敢争山河榜前10，那一个不是对自己有着超强自信，要的就是一往无前，强势碾压一切对手。安岳师姐实力不错，只是在诸魔大阵中运气太差，被楚天阳3杀，否则他毕竟总榜前10。凌云沉吟着，只见张安岳的修为最终稳定在大武师6种。叶梦烟上来一战，张安岳单手一翻，手中出现一条数丈长的赤红色长鞭，长鞭在真气的催动之下，通体萦绕绯红火焰，宛若一条灵活的火焰之蛇，围绕着张安岳舞动。这是一柄玄级中品战兵，攻防一体。张安岳显然没有保留实力的打算，一出手就是全力。原来你叫张安岳？叶梦烟对张安岳强大的气势恍若未见，踩着自认优雅的步伐，一步步登上擂台。然后他斜瞥着张安岳冷笑：一个被我弃若敝屣的废物，你竟然把他当宝一样。张安岳感觉这女人脑子可能有问题，他冷喝道：叶梦烟，少废话，准备好了吗？我要动手了。叶梦烟双手抱胸，轻蔑的道：张安岳，哎，你只管攻击，能破我防御就算我输。这话一出，全场所有人都是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毕竟叶梦烟此时身上流转出来的气息也不过武师境8重而已。虽然他高居总榜排名第2，但因为有了凌云这种混子，所以人们觉得资格赛的排名水分实在极大，不能代表选手的真实实力。而此刻张安岳展现出来的却是实打实的实力，大武师6重，攻防一体的玄级中品战兵，这绝对是有资格冲击山河榜前10的强大实力，但却被只有武师境8重的叶梦烟无情的藐视了。狂妄，被一个新人如此挑衅，张安岳身为种子选手的高傲如何能忍？烈焰暴击，张安岳玉足猛地往前一踏，宛若离弦之箭冲向叶梦烟，手中长鞭如影随身，萦绕着绯红火焰，凌空抽向叶梦烟。长鞭因为速度太快，在空中留下一片残影。砰！长鞭极深之时，叶梦烟的体表陡然泛起一层岩石般的光泽，裹挟着大武师6重磅礴真气的凌厉一鞭，竟然连他体表的这层岩石光芒都没有撼动一丝。啊，这在场所有人都是悚然一惊，这是什么防御秘术？未免也太夸张了！以武师境8重的修为催动，竟然连大武师6重都撼动不了，这恐怕必然是上古护身秘术了。有见多识广的大佬开口，眼中闪过一抹炽热。上古护身秘术，我的天！天玄武院竟然将这等秘术给了一个新人修习，这个新人不简单，据说极有可能是天级灵根天赋。天级灵根天赋，我的天！难怪天玄武院竟然在他身上投资这么大，
可怕啊，可怕啊！天际灵根天赋啊！叶梦嫣享受全场震撼的目光，挑衅地看着同样一脸惊诧的张安月。张安月，你倒是继续攻击啊，不要停！可恶！张安心怒了，手中长鞭舞动，顿时漫天鞭影，宛若狂风暴雨般抽向叶梦嫣。太弱了，太弱了！张安月，你是没有吃饭吗？这点攻击，连给我挠翔翔都不够。张安月，你那么喜欢跟废物在一起，我看你也真是废物一个！叶梦嫣双手抱胸，疯狂地羞辱张安月。张安月简直气炸了，这个女人太贱了，她就要施展最后一招拼命。安月师姐，小心！凌云大喊，但她的提醒显然是迟了。萧！叶梦嫣突然发动偷袭，一抹寒光闪过，张安月的小腹处顿时爆起一簇血花。啊！张安月痛呼一声，从擂台上倒飞了下来。安月师姐！凌云勃然大怒，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砸落地面的张安月。但凌云突然感觉眼前一花，有人以比他更快的速度冲来，接住了坠落的张安月。这是一个挥发中年男子，正是内院长老张燕南，张安月之父，宁小东的师尊。安月！张燕南紧紧地抱住张安月，然后第一时间查看张安月的伤势。结果一检查，张燕南的心顿时沉入谷底。好狠毒的女人，直接击碎了张安月的丹田。爹我是不是废了？张安月脸色苍白如纸，以前那炯炯有眼神没了，被一片灰白替代。他能清楚地感受到丹田中的真气在不断向外溢散，丹田被废，何止是山河榜前时无望，他的武道之路都被这狠毒的女人一击截断。安月师姐，对不起。凌云蹲下来，看着没了之前那雄姿英发的张安月，眼睛泛红。叶梦嫣如此仇视张安月，除了此女本就心思狠毒之外，也有张安月和她走得相近的缘故。张安月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没有回应凌云。他没有怪凌云，只是完全无法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实。他废了，从一个有望冲击山河榜前10的天才，变成了一个废物。这种巨大的落差，谁又能一下接受？安月，你不要担心，爹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你的。张燕南抱起张安月就走，望着这父女俩快速远去的背影，一抹深深的愧疚涌上凌云的心头。叶梦嫣缩在衣袖里的手掌骤然捏紧，凌云的双眼迸发出两缕近乎实质化的寒芒，望向擂台上的叶梦嫣。叶梦嫣双手抱胸，昂着下巴，怎样？凌云想给那个愚蠢的女人报仇啊？你以为凭你现在这垃圾般的实力，还配与我一战吗？他施然走到擂台边缘，然后俯视着凌云。凌云，我叶梦嫣说过，要将你家猪在我身上的屈辱10倍、100倍的偿还给你，这不过只是开始。说着，叶梦嫣的脑海中浮现出陆雪瑶那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疯狂的嫉妒与怨恨让他内心完全撕裂与扭曲。他近乎疯狂地喊道：还有陆雪瑶，她就是下一个。哼，那本魔主岂不是第3个？脑海中陡然响起韩月的声音。凌云浑身一颤，他不是说要陷入沉睡吗？合着就睡这么2天，你管这叫沉睡？哼！凌云刺瞎他的狗眼。韩月冷厉的声音响起。凌云连忙问道：韩月，那这算是完成第1个约定吗？算个屁！韩月血色长发轻舞，完美的唇瓣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这是日常任务。日常。凌云心神一颤，被陆师姐掏空的腰子还没恢复过来。凌云！叶梦嫣的喊声响起，现在知道害怕了。如果你跪，我跪你妈！凌云心头所有的戾气爆发。叶梦嫣，你这只土鸡，以为吃了那9窍金丹便能变凤凰？老子现在改变主意了，老子要在擂台上将你这只土鸡的毛全部拔光！你这粗鄙之徒！叶梦嫣气得胸口痛，不顾形象的咆哮：老娘就在擂台之上等着你，有种你下一组对决不认输！接下来第1轮对决继续进行，待50组对决全部完成，天色已是完全暗了下来。诸位，鉴于天色已晚，第2轮对决明天继续进行，请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前往朱雀楼四海厅用餐。随着李天荣的话音落下，擂台战暂时落下帷幕。凌云朝百宝堂走去。云兄弟，宁小东追了上来，咬牙切齿的道：云兄弟，你一定要为安月师姐报仇。说着，宁小东拿出一个尺长的玉匣递到凌云手上。云兄弟，这是师尊为我准备的，让我用来打通全身经脉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只要你能为安月师姐报仇，从此以后你便是我宁小东的大哥。他的身体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短时间根本没有实力找叶梦嫣报仇，但宁小东一刻也忍不了这个恶毒的贱人，必须要为安月师姐报这个仇。好！凌云没有矫情，他现在修为太低，急需各种能提升修为的宝物。来到小院，跟吴德打了个招呼，凌云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将宁小东给的玉匣打开，一股炽热的气息顿时扑面而出。只见一瓶像岩浆般火红色的液体盛放其中，这竟然是熔岩火晶！凌云眼睛顿时一亮，熔岩火晶是千年火山之底才会诞生的奇物，蕴含着极其狂暴的火焰之力。虽然从品质上比不上之前那节赤焰精髓，但这一小瓶熔岩火晶能量充沛，并未流逝。凌云将封闭熔岩火晶的塞子拔开，刹那间炽热的高温喷发而出，混沌开天路。凌云立即催动功法，带着火属性的真气将熔岩火晶包裹起来，然后开始炼化。就在凌云疯狂提升修为之时，楚楼一场小范围的聚会正在进行。
与会者要么是楚家子弟，要么就是楚家的追随者。但让人意外的是，这场聚会的主角却不是楚天阳，而是叶梦嫣。叶梦嫣四平八稳地端坐主位，楚天阳陪坐在一旁。其他与会者看向叶梦嫣的眼神与白天时已完全不同，都带着深深的敬畏。上古护身秘术的强横，连大武士6重的张安岳都无法撼动。在场之人，除了楚天阳，谁又能有把握战胜今时今日的叶梦嫣呢？叶小姐真乃9天明珠，这山河榜的榜首定然非叶小姐莫属。玉书在此，提前恭祝叶小姐登顶山河榜。一个黄衣青年起身，小步跑到叶梦嫣面前，矮上半个身子，双手捧着酒杯道：“叶小姐随意，万某干了。”说着，万玉书就要一饮而尽。但就在此时，砰！宴会厅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万玉书被吓了一跳，一整杯烈酒全扬在了叶梦嫣的头上，烈酒从叶梦嫣头上流下，糊在脸上，然后又顺着脸颊淌下，打湿了胸襟。这一刻，叶梦嫣看起来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混蛋！叶梦嫣怒意滔天，抬头望向宴会大厅入口，只见一个白衣如雪、银发轻舞的绝美女子在月色下迈步而来。叶梦嫣顿时感觉像是又被人一盆凉水当头浇下，心头的滔天怒意随着陆雪瑶一步步走近，一点点的被她无比屈辱的压下。大厅寂静无声，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只有陆雪瑶的脚步声在回响。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陆雪瑶的目标是叶梦嫣。楚天阳的脸色格外难看，嘴唇蠕动一下，却还是没有勇气发出声音。叶梦嫣看着越来越近的陆雪瑶，缩在袖袍里的食指捏得咔咔响，她艰难地发出声音：“陆雪瑶。”一脚将叶梦嫣踹倒在地，随手抓起桌面上的一大坛烈酒，对着叶梦嫣倾倒。咳，叶梦嫣挣扎，却根本无济于事。烈焰不仅顺着她喉咙灌入，也呛进她的肺里，让得叶梦嫣剧烈的咳嗽起来。楚天阳硬着头皮站起来，有些迟疑的开口：“大嫂。”但他才说出2个字，砰！楚天阳直接倒飞出去，脸上多了一个鲜红的掌印。听说你要像对待张安岳那样对我，是吗？陆雪瑶捏着叶梦嫣的脖子，将她像提落汤鸡一样提了起来。叶梦嫣傻愣着，根本不敢再开口刺激陆雪瑶，她怕了，真的怕陆雪瑶直接捏死她。看着叶梦嫣这副怂样，陆雪瑶冷笑：“凌云说的还真没错，你不过就是一只土鸡而已，还真当自己变成了凤凰，羞辱，赤果果的羞辱，而且是在这么多之前无比敬畏他叶梦嫣的人面前，将他叶梦嫣的尊严踩进了尘土里。”叶梦嫣双目猩红，内心撕裂扭曲到了极点，她发出尖利的嘶吼：“陆雪瑶，你欺人太甚！对啊，你能怎样？”陆雪瑶直接赏了他一个耳光，看着感觉不太对称，又反手一巴掌扇在叶梦嫣另一边脸上。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感觉脸都是火辣辣的痛，但谁敢吭声？这可是楚家未来的女主人，没看到楚天阳都被一巴掌抽飞了吗？砰！陆雪瑶像扔垃圾一样将叶梦嫣随手扔在地上。你这只土鸡，继续做着你的春秋大梦吧，测龄10杯就快要到了。在经过楚天阳身边时，陆雪瑶微顿了一步，然后冷冷的道：“楚天阳，记住，我还没嫁给楚天齐，不要再让我听到那2个字从你的嘴里传出来。”楚天阳。一场热闹的宴会因为陆雪瑶的到来显然是没法继续下去了。翌日一早，当伴随着悠远的钟声，宣布擂台战即将开始。凌云推开房门，修炼了整整一夜，他非但没有一丝疲惫，反而神采奕奕。他的修为连升3级，达到了50境7重。来到演武场，100参赛选手被泾渭分明地分到了2个等候区域。黑组这边因为张安岳无法再赛，只有49人，意味着黑组的第1轮对决有人会轮空。现在随机产生黑组第1轮对决名单，斑驳的石台顿时亮起光幕，然后随机产生黑组的对决名单。第1组对决，凌云对战万玉书，这确定是随机产生对决。凌云愕然，连续2轮他都是第1组出场。萧，身穿黄衣的万玉书一个纵身跃上了擂台，然后朝凌云望来，他戏谑的道：“姓凌的小子，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直接认输吗？”哈哈！说着，万玉书双臂一展，修为直接冲破瓶颈，达到了大51重。然后他学着昨天楚天阳的动作，没有拿出武器，而是在掌间归演出了3尺长的真气之剑。哈哈！万玉书这小子，对手还没上台，这就开始玩上了吗？上不上台又如何？结局已经注定。万玉书今天运气不错，遇上了这个混子，至少可以挺过这1轮对决。楚天阳这一伙人都面带笑容看着万玉书在台上的表演，唯有叶梦嫣藏在白色面纱下的脸狰狞而扭曲，似是感受到了叶梦嫣的负面情绪。楚天阳在旁边轻声说道：“梦嫣小姐放心，我赛前便对他们交代过，只要这凌云敢上台，他们绝对会给这小子一个难忘的教训。”叶梦嫣却没有回应，目光一直落在凌云的身上。下一刻，只见凌云动了，跟昨天一样，不紧不慢地朝擂台走去，1步、2步、3步，他直接走上了擂台，而未如昨天那般在中途停下。这人们脸上顿时写满了惊愕和意外。凌云，他还真的敢上啊！呵呵。万玉书手捏真气之剑，玩味地盯着凌云：“小子，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敢真的上来，这么看不起我万玉书的吗？”
凌云灿然一笑，对啊，怎样？草了？万玉书给气笑了，二话不说，挥动真气之剑便朝凌云斩了过来。完全由真气凝聚的剑刃，杀伤力自然是绝比不上通过战剑来施展，纯粹就是够酷炫。见状，凌云不闪不避，直接抓住了那斩来的真气之剑，徒手接剑。纵然接的只是真气之剑，但真气之剑上携带的锋芒亦是可斩金裂石的。可凌云却真的接住了。草！万玉书怪叫一声，当场就意识到低估了凌云的实力，他就要散掉真气之剑，然后拉开距离，重新与凌云战斗，但却是迟了。一只40码的鞋底在万玉书的视线中急剧放大，砰！万玉书只感觉眼前一黑，那只满是灰尘的鞋底就盖在了他的脸上。万玉书顿时感觉天旋地转，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了出去，然后重重的砸在了擂台之下，秒败！啊！这全场哗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就结束了。楚天阳一伙人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脸上的笑容直接凝固。万玉书这个废物！楚天阳怒骂：哈哈，云兄弟踹得好，这一脚真他妈的解气！宁小东在观战台兴奋的大喊：狮子搏兔，上用全力！万玉书还是太轻敌了，这凌云故意示弱，打了万玉书一个措手不及。这小子运气不错，终归是不入流的手段，就算这次胜了，下一组对战也是必败无疑。人群回过神来，并不看好凌云能掀起什么风浪，纯粹把刚才这一战当成了教育后辈的谈资。凌云胜，万玉书淘汰。裁判宣布结果，刚回过神来的万玉书气得直接岔过了气。黑组对决继续进行，凌云仔细观剩下的对决。嘿，小子，看这么认真，你不会以为自己还能有刚才那种好运吧？冷笑声响起，一个蓝衣青年朝凌云走来。凌云记得这个家伙，李天荣质问他时，这家伙曾说他是武道之耻，好像叫展飞，运气很不错。黑组第一轮对决直接轮空，展飞抱着膀子冷笑道：小子，像你这种二混子，如果不是万玉书轻敌了，你以为你能胜？可老子现在就是胜了，不服你过来咬我呀！呵呵，小子挺狂，你最好祈祷下一轮不要遇到我。所以你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简直他妈的就是浪费老子的表情！滚！凌云一声低喝，声音虽不大，可那个滚字却是清晰的传到了周围的人耳中。顿时不少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你！展飞气得快要炸了，怒视着凌云道：小子！展飞又忍不住了，但却被万花雨拉走。黑组战斗继续，23场战斗打完，凌云对留在黑组的这20几人大概有了个底。接下来便是红组进行对决，共有25人落入黑组。这样一来，黑组再次补齐至50人。石台亮起光幕，黑组第二轮随机对决名单产生。第一组对决，凌云对战展飞。卧了个大槽！凌云感觉被石台的法阵针对，这已经是他连续第3次首场出战了。嗖！展飞迫不及待地跃上了擂台，然后手捏一柄旋即战剑，他剑指凌云，狠厉的道：小子，老子要在你身上捅18个窟窿，方才能泄我心头之恨。呵呵，老子只需在你身上捅一个窟窿就够了，而且我捅的位置绝对会让你永生难忘。凌云这话一出，在红组的楚天阳闻言，脸色顿时一沉，感觉嘴里像是吃了一只绿头苍蝇般难受。云兄弟，这个展飞表面擅长剑法，实际一招摧心蚀骨手极为狠辣，小心！宁小东在看台上喊道：您废物，你的废话真他妈多，老子后面要割了你的舌头！展飞狠狠地瞪着宁小东说道。凌云顿时目光一寒，就你这句话，老子决定捅你2剑！说着，凌云登上擂台，雷劫剑浮现在手。什么地级战兵？人们的眼睛一下就瞪圆了。地级战兵，这可绝不是大白菜，就算是在天玄武院，也没有几个内院长老拥有。可此刻，凌云一个小小的武师境外院弟子，竟然就手握一柄地级战兵，这让人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连端坐高台的赵无极都将目光投了过来。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此剑似乎是陆雪瑶的。赵无极眉头顿时拧在一块，看来这个凌云跟楚家未过门的媳妇关系不浅啊。李天荣语气中透着几分玩味，不提陆雪瑶的名字，只提楚家的未婚媳。他这话一出，不出意外的引得众人侧目。这剑我叶梦烟要定了。叶梦烟眼神中燃烧着疯狂的仇恨，他没有忘记陆雪瑶曾用此剑堵他的一只眼睛，他一定要在灵根测试中碾压凌云，否则陆雪瑶那个疯女人可能真的会来刺瞎他一只眼。呵呵，地级战兵凌云，你还真是让我大大的意外一把。展飞从惊愕中回过神来，旋即眼中射出2缕极度的冷芒。可你这样的渣渣，如何能配使用地级战兵？给我去死！萧！展飞身形猛然往前一窜，一步横跨10多丈之距，挥剑斩向凌云。他这一剑名为惊鸿斩，是一门旋即下品剑法，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但凌云却比他更快。森罗万象步施展，凌云直接横移3丈，避开了展飞这一剑，逃不掉。展飞以更快的速度追上来，手中战剑一连刺出18剑，封死了凌云闪避的空间。接着蓄势待发的摧心蚀骨手骤然打出，凌云等着就是这一刻。寒光流云剑诀，凌云一剑荡开展飞的惊鸿剑，接着刺进了摧心蚀骨手。展飞这摧心蚀骨手
是通过特殊方法秘制，再配上特殊的手套攻击。可惜碰到了凌云至杨志刚的火焰真气，被克制的死死不说。地级战兵雷劫剑的锋利，绝不是展飞的手套能够扛住的。砰！只听一声闷响，展飞的摧心石骨手被打爆，雷劫剑直接捅进了展飞的左手。啊！展飞感觉锥心般的剧痛传来，知道已经失了先手，本能的就要狂退，但森罗万象不何等之快。萧凌云抱锥而上，再出一剑，雷劫剑精准无误，捅进展飞张开的嘴巴里，从他的后脑捅出。开赛以来第一次杀人事件发生，人群哗然，不在于死了一个展飞，而在于一个武士境7重，竟然能够在瞬息之间反杀一名大武士，是一个该死的混蛋。看着展飞惨死的样子，楚天阳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死法。这个混蛋绝对是故意的，有点意思。高台上，一个与赵无极平级而坐的女人饶有兴趣的开口了。她容颜绝世，眸含秋水，两片烈焰红唇呈现出完美到无可挑剔的弧线，裁剪得体的红色裙装将她饱满的胸臀、纤细的蛮腰完美的衬托出来。纵然只是静静的坐在场中，就有一股倾城再顾倾人国之美溢散出来。南雪瑶，北倾城，苍风郡国最闪耀的2大绝世美女，她就是北倾城的顾倾城，苍风郡国最大的钱庄四海钱庄的庄主，富可敌国，财力滔天。擂台上，凌云从展飞嘴里拔出雷劫剑，然后看向裁判。裁判感觉这事儿不好整，不由看向李天荣。李天荣谈不上对凌云有仇恨，但冲着凌云曾杀过楚天阳，他对凌云就不可能有好感。见李天荣半天不回应，凌云就有些不爽了。李长老，你不会又要说我作弊违规吧？李天荣来到擂台上空，看了一眼死不瞑目的展飞，然后俯视着凌云道：凌云，这是宗门比试，你这样蓄意残害同门，就算没有违规，也是其心可诛。呵，残害同门？凌云顿时就笑了。昨天叶梦烟那个贱人一剑废了我安岳师姐，也没踏马见你出来说他残害同门啊，怎么今天到我这里就变成是残害同门，其心可诛了？放肆！李天荣顿时就怒了，衣裙舞动，武黄境的强大气息释放出来。凌云顿时就感觉像是有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身上一般，但他却没有后退半步，迎着李天荣冷厉的目光，朗声道：怎么，李长老，可是我凌云有说错吗？还是说你这个堂堂主持大比的长老想要公然违规？李天荣他本意是想敲打一下凌云，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像刺猬一般，让他都下不了台。这时擂台之下，楚天阳出声了：凌云，侥幸让你赢了一场，但你不会一直有这种运气。李天荣闻言柳眉微蹙，楚天阳在这个时候开口，哪怕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但明显也是很不合适的。而以他对楚天阳的了解，楚天阳绝不是那种莽撞冲动、没有分寸之人。如此，楚天阳显然似乎是想提醒他什么。看来待这轮比赛完毕暂停后，得找个机会立即跟楚天阳见一面。心思转念间，李天荣袖袍一甩，冷哼道：凌云，这一组对决就暂且判你胜，但如果在后面的比赛中再出现这种蓄意残害同门的事情，定不轻饶。凌云并未将李天荣的警告放在心上。擂台比武，刀剑无眼，别人要杀他，他那管得了那么多？该杀的人是一定要杀的。一段小插曲过去，黑组的对决继续，然后便是红组第2轮对决，25人共12组对决。叶梦妍好运的轮空，当12组对决打完，又有12人落入到黑组，至此黑组现在的人数变成了25人加12人。18组对决名单随机产生，凌云终于走运一次，本轮对决直接轮空。18组对战打得比上一轮更加白热化，但奇怪的是，万花雨的对手依然不战而降。这女人，凌云眉头微皱，感觉情况似乎没那么简单。由于黑组连续2次增援，将加赛1轮，规则不变。随着李天荣的话音落下，石台上再次亮起光幕，上面依次浮现出9组对决。万花雨在本轮加赛中轮空。加赛第1组对决，凌云对战邹沟。凌云已经无力吐槽，看向已经迫不及待跃上擂台的黄衣青年。邹沟身形矮小，可能不到1丈5，但他却手握一柄2丈长的大刀。姓林的小子，上次在百宝堂有吴掌柜护你，这次在擂台上还有谁能护你？邹沟残忍地笑着，大武师5重的修为释放出来，那柄2丈长的大刀在邹沟手里爆发出凛冽的寒光。云兄弟，务必小心啊！这个邹沟身法极其诡异。宁小东大声提醒。是吗？凌云嘴角微微上扬，不紧不慢走上擂台，然后取出了雷劫剑。小子，准备好了吗？邹沟露出猫捉老鼠的表情，玩味地盯着凌云。凌云能够击败展飞，靠的不过是火焰真气以及雷劫剑之力，但这些对他邹沟可是一点威胁都没有。来战！凌云随手挽了一个剑花，武士境7重的修为释放出来，成全你！邹沟凝然一笑，顿时原地消失。接着，擂台上顿时出现了邹沟的残影。幻鬼3叠煞，伴随着整齐划一的喝声，无数的邹沟从4面8方朝凌云劈来。霎时间，凌云的视线中全是刀光剑影。好，邹沟这次完全没有轻敌，出手就是最强攻击。凌云这次死定了。邹沟以大武师5重的修为，全力催动这门玄级中品战技，纵然是种子选手都要暂避锋芒。不仅如此，关键是邹沟施展的身法
品阶也达到了玄级中品，实在诡秘莫测，根本防不住。楚天阳一伙人拍手叫好，仿佛已经看到凌云被邹沟一刀劈死的场景。云兄弟，快闪啊！宁小东紧张地站了起来，但是似乎有些迟了。凌云完全没有避开，砰！邹沟一刀劈在凌云的肩头上。嘿嘿，邹沟下意识的就要笑，但紧接着邹沟脸色猛然一变，你穿了护甲？对啊，你说气不气人？凌云一剑捅进邹沟的嘴巴，顿时红的白的爆了一地。啊，这所有人目瞪口呆，又是一剑杀人，而且依然还是捅的嘴巴。混账！楚天阳气的脸都绿了。邹沟是他最忠心的仆，从不说，关键是凌云竟然又用这种方式杀人，等于是又在他楚天阳的心上捅了一刀。那些跟在楚天阳身后的人脸色黑得像被糊了一脸的锅灰。凌云，李天荣满脸怒容，飞至擂台上空，五黄境的可怕气息释放出来，直接压在凌云的身上。本长老刚刚就警告过你，不要残害同门，你将本长老的警告置于何地？又将宗门的威严置于何地？你如此心狠手辣，与魔道何异？甚至本长老似乎都可以怀疑，你就是玄冥神教潜伏进我天玄武院的奸细，就是为了在擂台上公然是杀我天玄武院外院天才。李天荣不由分说，劈头盖脸的就一堆大帽子扣了下来，尤其是魔教奸细4个字分量极重。李长老，您刚刚说什么？你说我是魔教奸细？凌云几乎就是笑出了声，这女人真是胸大无脑吗？这一把年纪都活到了狗身上去了。混账！被一个小小的武士境反复的顶撞，李天荣是真的怒了。宛若9天银河倒泻般的恐怖气息从半空垂下，压在凌云的身上。凌云的身形当即一矮，每一根骨头都承受着可怕的巨力，剧烈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凌云的眼睛当即就冲了血，猩红一片。楚天阳紧张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水，但他刚刚已经向李天荣释放过一次信号，如果这时再开口，实在太让人生疑。可如果再让李天荣逼迫下去，万一这个愣头青不顾一切把刘隐师公之于众，那这山河榜之争估计都开不下去了。哈哈！凌云眼眸中燃烧着疯狂，被压低的背脊在李天荣愕然的表情中一点点挺直。李天荣！凌云怒喝一声，单薄的身躯猛然一挺，宛若标枪般傲然而立。接着铿锵之音响彻全场。你身为主持大比的长老，本该执掌公平公正，但却一再用双标针对于我，现在更是无凭无据的说出了我凌云是魔教奸细，这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谬之言。像你这等是非不分之人，有何资格主持山河榜？庶子！李天荣气的头发都立了起来。天玄武院千年历史，何曾有外院弟子敢如此顶撞内院长老？更别提他李天荣还有副院长夫人的尊贵身份，这如何能忍？本长老废了你这等狂悖之徒！李天荣以顾部的形象就要亲自下场。李长老！顾倾城的声音从高台上传来，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李天荣的耳中。顾倾城！李天荣不用回头都知道说话之人是谁。顾倾城，苍风郡国财力最可怕的女人。所谓才能通神，顾倾城掌握的财富已经夸张到了极为恐怖的地步，纵然是天玄武院也要对他礼让3分，甚至传说他还是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的座上宾。所以陡然听到顾倾城喊他，李天荣手上的动作不由顿了一下。李长老，这个凌云虽然杀伐果断了一些，但如果就凭你的说辞就要将他定为魔教奸细，恐怕会贻笑大方啊。顾倾城抿着火红色的唇瓣轻笑，周围那些头头脑脑也觉得深以为然。顾庄主，我天玄武院的内部事务何时轮得到你来插话？难道说这小子是你的姘头？李天荣冷笑道。顾倾城并不反驳，反而意味深长的道：李天荣啊，李天荣，你这张嘴还真是吐不出象牙来，难怪赵院长时常光临。顾庄主！赵无极强势开口打断了顾倾城，然后看向李天荣。李长老，擂台比斗，刀剑无眼，只要在规则范围之内，技不如人，生死各安天命。至于这个凌云，确实狂悖犯上，目无尊长，一切等山河榜之后再议。李天荣闻言，脸色难看至极，但赵无极已下定论，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得不退让。凌云胜，邹沟淘汰。裁判赶紧宣布结果，算是给了李天荣一个台阶下。凌云朝顾倾城所在的方向拱手致谢，然后瞥了一眼凌空飞走的李天荣。李天荣，今日对我的2次欺压，我凌云记下了，来日定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插曲之后，加赛对决继续进行，接着是红组13进期的对决，楚天阳和叶梦烟自然毫无悬念的继续晋级。当6组对决全部打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诸位，李天荣已经调整好了心情，妩媚的声音将全场的喧闹压了下去。经过2天的角逐，红组剩下7人，黑组剩下16人。至此，本届山河榜23强已经全部产生。鉴于天色已晚，剩下的对决将安排在明天举行，请各位贵宾前往朱雀楼4海厅用餐。李天荣宣布完，遥遥地冲着高台下的楚天阳做了一个2人才能明白的手势。云兄弟，刚刚真是好险，你怎么敢顶撞那李长老啊？宁小东一脸后怕的上前，刚才那一瞬间，他真的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提李天荣与赵无极的关系，就是他本身一位5黄境的强者，就算他师尊张燕南来了，
也顶不住啊，这不没事了吗？凌云耸了耸肩，面对李天荣的欺压，这口气他忍不了。而且他也不是无脑冲动，他之前便发现了吴掌柜就在擂台不远处。对于吴德，凌云看不透他的修为，但绝对比李天荣强就是了。所以凌云相信，如果李天荣当时真的要动手，吴德肯定也会出手。没事个屁呀！吴德不知从那里冒了出来，他一蒲扇盖在凌云脑袋上：“你这臭小子，下次悠着点，本掌柜可不想掺和天玄武院这些破事。”说着，他凑拢几步，盯着凌云道：“臭小子，要不剩下的擂台就别打了，反正以你现在的修为，估计也打不过几个，不如现在就跟本掌柜去荒古秘境。本掌柜可以保证，你这一趟去了回来，什么楚天阳、叶梦烟，统统都是浮云，打遍内院无敌手不在话下。”宁小东顿时拆台：“吴掌柜的，你莫忽悠！荒古秘境的地皮都被人不知挖了多少遍了。”啊呸！吴德反手一蒲扇拍在宁小东脑门上：“你这小子懂个屁！那些凡夫俗子会挖个屁！专业的事情必须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本掌柜专业挖坟。”可可。吴德看向凌云，笑着问道：“臭小子，本掌柜的提议，你觉得如何啊？”凌云摇头，目光前所未有的坚定：“吴掌柜，我没想过一定要去争山河榜第一，我的目标是要在擂台上将叶梦烟踩在脚下，为安岳师姐报仇。云兄弟，好样的！不论结果如何，你这个大哥，我宁小东认了。”宁小东双眼微红，想起张安岳的样子，他就抑制不住心里的仇恨。嗨，吴德摇头：“年轻人有血性是好的，不过那小女娃有护身秘术，凭你现在的修为，想踩她没那么容易。除非什么？”凌云猛地看向吴德，吴德露出几分为难的表情，说道：“除非你有与他同层级的功法秘术，那要破他的防御就非常简单了。”那还用说？宁小东翻了个白眼：“傻子也知道啊，可是我们没有啊。”吴掌柜的可愿出售？凌云试探着问道。吴德顿时露出奸商般的笑容：“嗨，这世间就没有不能卖的，只要价钱到位，一切都好商量，你说对吧？”听到这话，凌云就知道吴德怕是要漫天开价了。宁小东也反应了过来，但他心头也完全没底。上古功法秘术简直是无价之宝，这玩意谁会拿出来卖？整个苍风郡国好像都没有这种买卖的先例啊！凌云咬牙道：“吴掌柜，你直接报底价吧。”吴德伸出一根手指：100万。凌云感觉肉疼，他现在全部身家不到50万，报出这个价，估计还得跟吴德打上一张欠条才行。吴德摇手指说道：“不是1个亿，打扰了。”凌云二话不说就走，太黑了。宁小东忍不住吐槽，然后快步跟上凌云离开了。另一边，李天荣招呼众位头脑入座开宴后，留下赵无极一人应酬，便借故离开了。李天荣敛去气息，换上了一套夜行夜，在夜色下如幽灵般前行。很快，李天荣来到了一个十分偏僻的小树木，然后在一株不起眼的歪脖子柳树停下。“我可想死你了！”一双大手从后面搂住了李天荣，然后开始上下其手。李天荣喉咙深处顿时发出一声销魂的哎呦，然后配合着扭动起身体来。此处省略1万字。一番云雨之后，李天荣一边整理仪容，一边笑着问道：“宝贝儿，之前在演武场，你想说什么？”听到李天荣提起这个，楚天阳原本愉悦的心情顿时变得糟透了。他脸色难看的道：“我们之前在楚楼搞的那一次，被人留影了。”什么？李天荣勃然大怒，然后直接捏住楚天阳的脖子，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一字一句说清楚。”李天荣纵然将声音压到了最低，但一字一句都透着令人近乎窒息的恐怖杀意。他下意识的反应便是楚天阳故意留影，想以此来掌控他。楚天阳感觉脖子都快被捏碎，艰难地发出声音：“我已查清，原始偷拍之人是魔教奸细马明阳，此人已死。但是凌云他不知道，从那里搞到了那块留影石。之前在诛魔大阵，我就是被他以此为要挟。”李天荣目光一寒，杀意沸腾。这个凌云真的是魔教奸细？百宝堂。凌云刚走到房门口，顿时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从房间里传出。凌云目光一凝，雷结剑悄然在手，然后轻轻推开了房门。房间一片凌乱，一具身穿夜行衣的尸体扑倒在地上，然后在尸体不远坐着一位白衣如雪的银发女子。呼！凌云松了一口气，收起雷结剑，然后走进房间。“陆师姐，这人是谁？”凌云打量着自己房间，大概猜出了这具尸体的来意。对方这显然是来寻找那留影石的。陆雪瑶淡淡的道：“不是天玄武院的人，身上也没有任何信息。不过此人实力不弱，能请动这等高手出马，你招惹的敌人很强，真是过分，也不送点宝来。”这般想着，凌云抓起这具无名尸体，然后至尊鼎顿时传来一股吞噬之力，无名尸体顿时灰飞烟灭。陆雪瑶瞪着眼睛，长长的睫毛轻颤，绝美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显然是被凌云这一手毁尸灭迹的手段给惊住了。“嘿，陆师姐，大家都不是外人，我100%保证，这绝不是什么玄冥神教的画师功。”凌云不想陆雪瑶误会自己是魔教奸细。听到凌云这么说，陆雪瑶倒也没再多问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她随意的开口问道：“凌云，你执意要参加擂台战，就是为了那张安岳？”陆雪瑶的语气很平淡，
听不出喜怒哀乐。但凌云并不傻，陆雪瑶之前就提醒他，让他不要参加擂台战，只等灵根重测，直接成为真传弟子便好。也不全是。凌云摇了摇头，说道：“既然已经选择了走下去，那就必须坚持到底。就比如对师姐你，我绝不会放手。”凌云说这话时，双目如炬，宛若立下一个灼灼的誓言。噗！陆雪瑶扑哧一笑，那绝世的风情让得凌云不由有些看痴了。凌云，这种哄小女孩的话对我没用，你忘记了？1个月后楚天启就要向我求婚了。陆雪瑶洒脱地说着，素手一翻，掌心多了一个明黄色的方形玉盒，然后轻轻一抛，那玉盒便朝凌云飞来。凌云，凡事不必争一时之长短，你未来的路还很长，尽力即可。说着，陆雪瑶已经走到了房门口，望着陆雪瑶在朦胧月色下的纤弱背影，凌云捧着玉盒道：“师姐，未来太久，我只想争朝夕，你我的朝夕。楚天启想娶你，不可能。”陆雪瑶纤弱的身躯微微一颤，终究没有回头，一点点消失在月色下。陆雪瑶的到来让凌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虽然两人都极为默契的没有提子竹林的事，但不代表什么都没有发生，至少凌云做不到。他早已将陆雪瑶视为自己的女人。呼，深吸一口气，将情绪渐渐平息下来后，凌云将手中的玉盒打开，一枚婴儿拳头大小、通体赤红、晶莹如血玛瑙的果实正散发着氤氲之气。这是赤血珠果。凌云心跳不由加速。赤血珠果300年开花，300年结果，300年成熟，是天级上品的灵果，极其罕见，有洗精法髓、激发人体潜力的神奇功效，比叶梦烟服用的那枚9窍金丹不知珍贵了多少倍。这个人情欠得有点大了呀。凌云张口吞下赤血珠果，然后立即运转混沌开天路，开始炼化。第80条经脉开，第90条经脉开，第100条经脉开。轰！终于，周身108条经脉全开。凌云的修为连升3重，达到了5师境10重。我此刻的真气力量比之前何止增加了10倍。凌云一念之间，体内108条经脉鼓荡，炽热的火焰真气如潮水般涌出。凌云周身环绕爆裂的火焰真气，让得他宛若一尊火神降世。他随意打出一拳，空气震颤，发出低沉的爆鸣。我现在的实力，如果在面对邹沟，根本不需要动用金刚宝甲，一拳便可轰杀之。凌云正说着，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篇黑色的经文：天魔九变。这天魔九变是我根据我族之高地术精简而来，让人族不需要修炼，亦可直接施展。随着寒月声音落下，那篇黑色经文化为9个光团，融入经脉之中。凌云顿时就发现，在奇经8脉之上，每一条经脉上都多了一个黑色的小漩涡。他不由有些好奇的道：“寒月，这天魔九变有什么作用？”天魔九变核心的能力便是狂暴，每打开一个漩涡，便可全方位提升身体的各项属性。理论上，天魔九变全开，可以无限提升实力。如此逆天，凌云直接震惊了，然后连忙问道：“那这天魔九变如何才能施展？不会需要什么苛刻的条件吧？”寒月好看的唇瓣微微勾起：“很简单，根本不需要任何条件，随着你的意念便可施展。”凌云感觉寒月在忽悠他，如果真这样，那他岂不是原地就无敌了？哼，本魔主并未骗你，天魔九变确实不需要任何条件，凭意念就可施展。只不过看到本魔主现在的状态了吧？本魔主当时也不过是开了7变，一具通天彻地的无敌地体便灰飞烟灭了，只剩下这残魂与你一体共存。凌云直翻白眼，那搞毛线啊？天魔九变是拼命秘术，以你现在的身体强度，开第1变都有些勉强，自己慎重处理吧。寒月声音落下，消失进至尊顶中。凌云看着经脉上多出来的9个黑色小漩涡，不管怎样，好歹也多了一个底牌。快速调整好心绪，只听一道悠远的钟声响起。今天是山河榜之争的最后一天，也是叶梦烟被彻底踩在地狱的日子。凌云推开房门，吴德不知从那里冒了出来，上下打量着凌云。108条经脉全开，5师境10重了。吴德啧啧称奇，然后一脸猥琐的道：“臭小子，想不到你跟陆家那个妖女还有一腿。”凌云不由翻了个白眼，不想理吴德，往演武场方向走去。吴德摇着烂蒲扇跟在后面：“臭小子，明天就要去荒古秘境了，咋还耍上小脾气了呢？”说着，吴德手里浮现出一个黑色的卷轴：“臭小子，这样吧，你要是打得过那万花雨，本掌柜就100万灵石将这东西卖给你，如何？”凌云顿住脚步，看向吴德手里的黑色卷轴，昨天说的那个上古功法秘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吴德道：“好，成交。”凌云应下赌约。这时，早早赶到演武场的宁小东迎了上来：“云哥，加油！”宁小东双手握拳，眼中有光。凌云点点头，来到演武场黑组的等候区。如今的黑组，哪怕连续3次增援，也只剩下了16人。凌云、万花雨负手走来，身后跟着凌云的对手中唯一的幸存者万玉书。连续看到展飞、邹沟等人被凌云捅杀，万玉书后怕的同时，也有些庆幸是第一个对上凌云的，不然他现在恐怕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凌云眉头都没有抬一下，闭目养神着，没有兴趣理会这对姐弟。凌云，我知你是因为那些人跟楚家亲近，才会痛下杀手。你与楚家的恩怨我不关心，我万家与楚家的关系
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玉书昨晚也退出了楚楼。凌云有些不耐烦的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擂台战不是生死战，是分胜负，不是决生死。万花雨的对手全都是自动认输，没有出现死伤的情况。今日你我说不定会有一战，不如来加点彩头如何？哦，凌云来了兴趣，这是要奖励加倍吗？好啊，你说说看，你想怎么赌？万花雨玉手一翻，一颗绯红色的珠子浮现在掌心。我观你是火系午休，这是一枚火晶珠，蕴含着极强的火焰之力，应该对你有所帮助。看着万花雨掌心的火晶珠，凌云眼睛微亮。火晶珠乃是火晶在自然状态下凝聚出来的精华，类似蛮兽的兽核。万花雨这枚火晶珠虽然不大，但其中蕴含的火焰之力比之前宁小东给他的那瓶熔岩火晶强不少。凌云满意的点了点头，东西不错，说吧，你想怎么赌？很简单。万花雨将火晶珠收好，微笑道：“想必你也观看了我不少的战斗，他们无一不是上台后就自动认输的，所以我们的赌法也很简单，只要上台之后你能在10息之内不认输，就算我输，然后这枚火晶珠便归你。”凌云挑眉，这女人未免太自信了，这是要10息之内便拿下自己啊，反之当然就是你输，你需要郑重向玉书道歉。万花雨道：“好，我同意了。”凌云应下了万花雨的赌约。与此同时，在红组的等候区，叶梦烟的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黑组这边，看到凌云跟万花雨有说有笑的攀谈着，叶梦烟心头没来由的不爽和烦躁，她只得转移注意力，看向楚天阳：“天阳公子，你可认识那院长老陈朝安？陈朝安去天岩城已有好几天，算算日子，一个来回的时间也差不多该回来了。认识啊，不过这家伙最近好像都不在内院，说是有事外出了。”说起这事儿，楚天阳有些疑惑的道：“还有曹素这老儿，我最近2次有事找他，也没找到人。”闻言，叶梦烟不由有些心绪不宁，曹长老也没在。嗨，梦烟小姐，管那些干嘛？今天可是你登顶山河榜、扬名苍风郡国的大喜日子。至于那个让人讨厌的小子，他蹦跶不了多久了。昨晚李天荣听到那个消息后的反应，他是看在眼里的。像李天荣这般强势的人，怎么可能容许授人以柄？说着，楚天阳抬头望向半空，只见雍容华贵的李天荣凌空飞跃而来，这强者的威仪与在他身下时的放荡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看得楚天阳不免又有些蠢蠢欲动了。诸位，李天荣妩媚的声音响彻全场，山河榜最后1日决战开始。现在先随机产生黑组今日第1轮对决，凌云对战万花雨。这一次凌云没有吐槽，迫不及待的先跃上了擂台。这个混子有些好笑了，万花雨的幻术不是靠着先上台做好准备就能扛住的，万花雨可是排名前5的种子选手，不可能止步于此，这凌云必败。人们均不看好凌云。万师妹加油，将这个二混子一脚踹下擂台。内院的许多男性牲口大声给万花雨助威。万师姐加油，你是最棒的，揍死这个二混子。外院的男生爱慕者也不甘落后，在众人的呐喊助威声中，身着黄衫的万花雨登台了。他看着凌云，好看的嘴唇轻启：“凌云，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凌云大大咧咧的开口，顿时又引发众男性牲口的口诛笔伐。好，万花雨这个好字刚落，凌云顿时就感觉眼前的场景全变了。他来到了一处罗纱轻漫、莺歌燕舞的勾栏之地，一个个不着寸缕的妙龄美少女跳着迷人的舞姿朝凌云而来。这就是万花雨的幻术。凌云大饱眼福的同时，忍不住有些好笑起来。这万花雨平日里看起来好像挺清纯的，怎么使出来的幻术竟然如此有内涵？莫不成这个万花雨跟李天荣也是一个德性，属于闷骚型的？哼，你们这些臭男人不就喜欢这种调调吗？他的幻术自然是要针对你们这些臭男人的弱点来了。听到韩月的声音，凌云想了想，好像也是这个道理。不过他和万花雨的赌约是要坚持10息以上才行。凌云不由感觉有些无聊，将意识从幻境撤出，看向正在施展幻术的万花雨。只见万花雨的眉心有一种无形的磅礴能量涌出，笼罩了整个擂台。这应该就是灵魂力了吧？就是这些摸不着、看不见的力量，误导了我的感知，幻化出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虚幻场景。我的灵魂力应该也不弱，能不能制造出这样的虚幻场景来呢？凌云还没学过修魂，也不知道幻术是如何施展的，他纯粹就是好奇，在脑海中幻想出一个场景，然后也学着万花雨那样从眉心释放出来。萧，一幅更加宏大的虚幻场景显现出来。正在施展幻术的万花雨猝不及防，当场定在了原地。只见万花雨清纯的脸当即通红一片。万花雨的感知中，在一处罗纱轻漫、莺歌燕舞的勾栏之地，她正领着一群妙龄少女在凌云面前跳着性感而挑逗的舞姿，然后在凌云火热的目光中一寸一寸地褪下身上的衣物。接着她又上前开始一件件地褪去凌云的衣物。现实中，万花雨无比愤怒地挣扎起来，可无论她如何愤怒挣扎，似乎都无法从幻境中醒来。两人在幻境中愉快地来了一场大汗淋漓的巅峰对决。够了！高台之上，一位银发老妇低喝一声：“花雨，还不醒来！”万花雨终于从幻境中挣脱出来，看着一脸人畜无害的凌云，万花雨羞愤无比，她竟然和凌云 XXOO 了，哪怕是在幻境之中，
可那种感觉太真实，以至于他感觉下面都万花雨根本无地自容，逃也似的奔向远处。但对于这一切，凌云并不知道，因为此刻的他注意力全都投向了青色小树。刚才两人灵魂相互交融后，竟然让那原本萦绕在青色小树周围的星云状雾气演化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圆球，将青色小树完全包裹了起来。世界之树竟然真的能演化出世界！丹田内一袭红裙的寒月出现在圆球外，美得近乎于妖的绝世容颜写满了惊诧之色。看到寒月这副表情，凌云顿时就感觉不太好了。寒月，你最开始不就说这世界之树有演化世界的威能吗？怎么看你的样子？哼，凌云，你懂什么？寒月显然不满凌云对他的质疑。1000年前，有人从星海深处的谷地中带回了一个残破的小鼎，也就是那至尊鼎，上面记载了关于世界之树的信息。上面提到，纪元更替，宇宙轮回，世界之种是开启新纪元的钥匙。谁能找到世界之种，将之在体内激活，就能演化出世界，拥有世界本源之力。这涉及到世界本源之力，更是成为宇宙之主的诱惑，谁人能抵挡？可是1000年来，人们一无所获，直至半个月前，传说中的世界之种终于被发现了。这自然引来无数人的觊觎，但最后这枚世界之种落入本魔主的手中。凌云如听神话，那段时间最轰动的就是魔云山脉的兽潮爆发，其他的凌云可是一点消息也没听说。得到这世界之种后，我才明白，所谓的在体内激活，竟然是以此作为灵根，武道重修，一点点演化出世界。人们梦想中激活世界之种后，直接掌控世界本源之力的情况，压根就不存在。哼，本魔主是谁？怎么可能自毁灵根，重修武道？所以才便宜了你。凌云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看向那包裹着青色小树的圆球。这么说，现在我的体内已经多出来了一个小世界了。寒月道，理论上来说就是如此，而且你就是这个新生世界的主宰，可以动用这个世界的一切力量。凌云闻言顿时兴奋起来，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力量，一个世界的力量，哪怕这个世界还没有鸡蛋大，但应该也很强很强吧，至少锤个武神境的武道神话应该问题不大，再不济杀个5军境大尊者啥的，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寒月，怎么才能调动这个世界的力量？凌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番。有了这世界之力，楚天齐那混蛋想取入雪妖，那就得问问他凌云手里的50丈大刀同不同意了。寒月邪魅一笑，很简单啊，你就是这个新生世界的主宰，直接用意念就可以调动了，那我岂不是又圆的无敌了？凌云立即尝试用意念调动小世界的力量，顿时有一缕头发丝般的混沌气弥漫出来，这就是世界之力。凌云十分好奇，发现混沌气进入丹田之后，让得他的真气至少增强了5成，厉害啊！凌云兴奋了，尝试调动出更多的混沌气。别费劲了，这小圆球目前就只是一个世界雏形而已，能炸出这么一点混沌气就不错了。寒月冷然的道，好吧，能够增强5成也不错。凌云放弃了尝试。凌云胜，万花雨败。裁判的声音将凌云拉回了现实。咦，万花雨人呢？凌云四下张望，都没有发现万花雨的人影。这小妞难道还不好意思了？凌云不由有些好笑，谁让他用那种幻境来迷惑自己，他也就尝试着幻想一下，没想到还真的弄成了。凌云，你这个混蛋，你刚刚把我姐怎么了？凌云刚跳下擂台，万玉书就冲了过来。刚刚万花雨的表情，他在台下是看得清清楚楚。凌云这个混蛋绝对欺负他姐了。这个嘛，凌云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尖，他总不能说我在幻境中把你姐 XXOO 了吧？哼，万玉书，我跟你姐的事儿你管不着。凌云不想跟万玉书多说，来到了看台边缘。臭小子，没想到你的灵魂力竟然还在那万花雨之上，真是失算了，失算了。吴德有些肉疼的拿出那黑色卷轴，斩钉截铁的道：100万灵石，一个子都不能少。凌云也不差这点钱，爽快的付款。吴德将黑色卷轴抛给凌云，将血滴在上面即可。凌云立即来到一处僻静之地，把卷轴打开，封神暗指杀，以灵魂之力催动，利用真气归眼金光剑指，一指送敌人入轮回。厉害，不愧是上古功法秘术。凌云立即逼出一滴精血于黑色卷轴之上，顿时那卷轴上的字迹渐渐虚化为一道光，没入凌云的眉心，意念间便能够催动这上古功法秘术。此时黑组的8场对决已经全部打完，接下来黑组8进4对决。第一组对决，凌云对战黄岩。凌云登上擂台，体内108条经脉鼓荡，50进10重的修为释放出来。什么？50进10重？人群眼睛顿时瞪圆。他们记得凌云刚混进第2关擂台战，好像不过50进4重，这才过去3天不到，凌云竟然打通了全身108条经脉，达到了50进10重。这等修为的提升速度未免也太快了。更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凌云的气息浑厚无比，丝毫没有强行提升修为的那种虚浮。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赵无极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凌云的灵根如此垃圾，按理说修为不可能提升的这么快才对，毕竟叶梦烟在他全力资助下，也不过才提升到了50进9重啊。感受到凌云狂暴的气势，更别提凌云那轻松击败万花雨的灵魂力。黄岩苦笑一声：“我认输。”凌云胜，黄岩，
淘汰。裁判宣布完毕，8进4第2场对决继续。当4场比赛打完，整个黑组现在就只剩下4个人了。诸位，李天荣凌空飞跃至演武场上空，妩媚的声音传遍全场。根据宗门商定，接下的对决将采取新规则，黑组剩下的4人，每人将拥有1次挑战红组的机会，胜直入山河榜前10，并将获得内院弟子身份，败则直接淘汰。红组被挑战者不得拒绝。规则一出，黑组中一个叫赤火的家伙第一个跳了出来，我要挑战江飞宇，我见吴血挑战袁剑锋，我由洪超挑战端木群。这3个鸡贼一下就将红组中最弱的3个软柿子给挑了，然后全场所有的目光顿时汇聚到了凌云的身上。经过这么几轮的战斗，没人再敢把凌云当成二混子，凌云是真的有机会闯进前10的。剩下的4人分别是楚天阳、叶梦烟、风余修、夏侯武。楚天阳大武师8重修为，攻击力毫无悬念的第一。叶梦烟有上古护身秘术，防御也是第一。风余修擅长拳脚，攻防均衡，基本没有弱点。我估计这个凌云应该会选择大武师6重的夏侯武，毕竟相对这几人修为太低，攻击力若是凌云的软肋。人群的议论清晰地传进凌云的耳中。凌云，可敢与我一战？叶梦烟主动站了出来。凌云看了他一眼，随后看向楚天阳，抱歉，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就你了，楚天阳。凌云这话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楚天阳的修为摆在那里，攻击力绝对是最强的，想跟他打，除非攻击比他更强，或者有像叶梦烟一样强大防御，否则根本不可能有一丝胜算。作为当事人的楚天阳愣了一下，旋即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下意识的反应便是，凌云又想用那个刘隐石来威胁他。凌云，李天荣的声音传来，低沉中透着凌厉。这一轮比武事关山河榜前10，众目睽睽之下，旁门左道是行不通的。凌云抬起头，看向头顶的李天荣，露出2排白牙。李长老，不知你说的旁门左道是什么？能够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呢？你……李天荣凤目一瞪，差点要暴走杀人，但他还是忍住了，冷厉的警告道：本长老的意思就是，擂台比武就必须得堂堂正正的战斗，分出胜负，否则就没有资格进入山河榜前10。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凌云笑了笑，收回目光，看向楚天阳。楚公子，李长老刚刚说了，让我们堂堂正正的打一场，你估计已经想打我很久了吧？憋得怪辛苦的，现在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你看如何？叶梦烟又站了出来。凌云，你之前不是说要给张安岳报仇吗？你这土鸡，给老子闭嘴！老子现在跟楚天阳说话呢，滚一边去！等老子收拾了楚天阳，再来把你这只土鸡的毛全部拔光。楚家的人，他凌云现在是要见一个杀一个。楚天阳，滚上来受死！凌云直接跳上擂台，雷劫剑在手，杀意冲天。所有人都看出来，这小子是又想杀人的节奏了。李天荣的目光顿时就沉了下去，直接飞到了擂台上方。虽然他对楚天阳有绝对的信心，可楚天阳有特长，远不是赵无极那种牙签能比的。楚天阳就是他的心头肉，他绝对不能让楚天阳出事。卧槽，这小子又要搞事啊！吴德像是屁股被针戳了一下，从站台上弹了起来。云哥、明晓东就坐在吴德旁边，看到凌云要战楚天阳，也紧张地站了起来。这家伙有点意思。顾倾城完美的唇瓣微微上扬，贴身收藏的那封婚约也是时候拿出来了，不然小三都要把这家伙的魂给勾走了。凌云，楚天阳也被凌云激出了怒气，怒吼一声，纵身跃上了擂台。轰！楚天阳双臂一展，大武师8重的强横修为释放出来，他手捏一柄血红战剑，黑发狂舞，心头对凌云的怨恨和憋屈，在这一刻全部如同火山般爆发。凌云，纳命来！唰！楚天阳左脚往前一跨，直接横过10丈距离，一剑朝凌云斩来。战剑横空而过，剑体之上爆发出耀目的血光。来得好！凌云全身血肉之中的火焰之力都涌了出来，然后他同样一剑迎了上去。砰！血红战剑与雷劫剑立时撞击在一起，恐怖的巨力从剑柄传来，凌云的身体滑行着暴退数丈，地面上顿时出现一条焦黑的印痕，而凌云鞋底则是飘出一股焦糊味。嘶！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凌云的实力绝对不弱，可楚天阳随意一击，竟然如此之强，此人不愧是山河榜的头号选手。楚天阳傲然而立，凌云，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废话真他妈多。凌云脚掌一踏，以更快的速度朝楚天阳一剑杀了过去。楚天阳横剑一斩，挡下凌云的攻击，但凌云学的寒光流云剑诀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靠着身法，凌云朝着楚天阳一连刺出18剑，身法不错，可惜攻击不行。楚天阳冷笑着将凌云的攻击尽数化解，但就在此时，楚天阳陡然感觉到一股危险，凌云的每一剑竟比之前的威力突然提升了至少5成，这是什么秘术？来不及多想，楚天阳手中血色战剑猛然爆发一片血光，砰砰砰！血色战剑与雷劫剑再次剧烈对撞，一连17剑，楚天阳都接住了。第18剑，咔嚓！楚天阳手里的血色战剑被雷劫剑直接斩断。楚天阳心头一惊，急速闪避雷劫剑的锋芒，但是
雷杰剑的剑尖骤然爆起一股紫色电弧，楚天阳险之又险的避开，但帅气的脸上多了一道血痕。这个混蛋！李天荣缩在袖里的食指顿时捏紧，这么帅气的脸被划了一剑，但他也无可奈何。地级战剑不是大白菜，他也只有一把，不可能拿出来给楚天阳用。凌云确实占据了战兵之力，你竟然伤了我！楚天阳捏着半截断剑，摸了一下脸颊，五指尽是猩红鲜血。然后呢？你不会就认输了吧？凌云提着雷劫剑，玩味地看着楚天阳。凌云，楚天阳将手中半截断剑直接扔在地上，然后狞笑道：“世人皆以为我楚天阳擅长剑法，但他们却不知道，我楚天阳最擅长的却是……”砰！楚天阳右臂猛地一震，整截衣袖直接爆碎，一条平平无奇的手臂，除了有点白，但下一刻，凌云的眼睛陡然一眯，只见楚天阳那原本没啥稀奇的手臂，竟突然冒出了烈日般的金光。然后在人群瞠目结舌的表情中，先是5根手指变得比黄瓜还要粗，接着整条手臂变得比大腿还要粗壮，并且布满了浓密的金色毛发，看起来格外的唬人啊！这人群都像是看怪物一般看着楚天阳身上的变化，搞不懂这是什么秘术。如果老夫猜的不错，这应该是手臂沾染了上古一种烈阳金元之血发生的某种异变。有见多识广的老者说出猜测：烈阳金元。有人疑惑的道：这种生性极为淫邪的荒兽，不是早在万年前就被斩杀殆尽了吗？怎么还有会兽血存于世？楚家族老傲然的道：这自然是我族天骄楚天齐从荒古秘境中带出的。经过检测，发现天阳与这烈焰金元之血契合度极高，然后辅以秘法，经过1年的时间，才让天阳练成了这烈阳金臂。这烈阳金臂继承了烈阳金元的天生神力，防御力也惊人，达到了堪比天级战兵的强度。原来如此，人群都惊叹地看着擂台上的楚天阳。凌云，你能让我施展这烈阳金臂，足以自傲了。楚天阳挥动磨盘般大的金色手掌，直接一巴掌朝凌云拍了过来。凌云挥剑一斩，叮，火花四溅，地级中品的雷劫剑斩在楚天阳的手掌之上，竟然连一道痕迹都没有留下。同时，恐怖的反震之力传来，凌云的身体顿时不受控制的倒退10丈。楚天阳如影随形，以更快的速度追上来，手中的烈阳金掌再次拍来。凌云感觉头顶的光线都暗了。萧森罗万象步被施展到极致，烈阳金掌侧着凌云的肩膀拍过，纵然只是触及到衣物，可烈阳金掌携带的可怕锋芒顿时在凌云的肩头带起一片血花。小子，选择我为你的对手，是你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楚天阳仰天长啸，将这几天压在心头的憋闷尽数吐出。他一步步朝凌云压迫而来，烈阳金臂再次扬起，让人窒息的压迫传来。呼！凌云吐出一口浊气，然后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收起了雷劫剑。啊，这是要直接认输了？这是此刻所有人共同的想法，就连楚天阳都忍不住冷笑道：小子终于意识到差。他最后一个字还未吐出，只见凌云垂下的双臂猛然一抬，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方圆10丈范围的空气好似沸腾了一般。接着凌云双手一合，一道金光剑指在他的胸前凝聚而出。这金光剑指仆一凝聚，就散发出寂灭一切的死亡气息。小心！李天荣脸色骤变，封神暗指杀！凌云双掌猛然往前一推，面前的金光剑指好似直接穿越了空间一般，直接没入了楚天阳的眉心。仔细一看，可以发现这金光剑指先是洞穿了楚天阳举起来抵挡的烈阳金臂，然后再洞穿了他的脑袋。楚天阳的一切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什么烈阳金臂，什么李天荣，一切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这一刻，整个演武场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楚天阳轰然倒下的身影。不提他背后的楚家，就是楚天阳本身，也是一位拥有烈焰金臂这等奇异无体的天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楚天阳一定能成为天玄武院注释班的人物。可现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云一直给戳死了。庶子！当先反应过来的便是在擂台上方的李天荣。凌云竟然杀了他最爱的大宝贝，给我死！李天荣双目通红，不顾一切亲自下场了。武黄境的恐怖修为在这一刻如同狂涛巨浪般的释放出来，擂台的金刚岩都无法承受李天荣的强大力量，当场炸裂，裂缝像蛛网朝着四面八方传来。凌云身处李天荣气息压迫的正中心，原本刚刚那一击就耗费了他全部的力量，此刻面对李天荣含怒一击，当即一口逆血喷出。放肆！一道肥胖的灰袍人影以更快的速度出现在擂台上，然后手中的烂蒲扇一挥，当即有风雷之气萦绕而出。李天荣惨叫一声，像沙包一样倒飞了出去。蓉儿！赵无极纵身飞出，在半空中将倒飞而出的李天荣接住，然后他愤怒地看向擂台：吴掌柜，你为何要插手我天玄武院的事务？虽然吴德在天玄武院的辈分很高，但他在天玄武院没有任何身份和地位，他的身份只是百宝堂的一个掌柜。啊呸！吴德呸了一声，一脸嫌弃的道：赵无极，你以为老子想管你们这些破事？可他妈的，主持大比长老竟然都亲自下场，要对一位参赛选手动手了，我吴德当然是看不下去了。赵无极脸色难看的可怕，他当然知道李天荣刚才出手是绝对犯忌讳的事情，
可凌云突然杀死了楚天阳，这让他也处在震惊之中。等他回过神来，李天荣已经出手了，根本来不及阻止。什么无德张德，敢杀我族天才，偿命！楚家一位族老从看台长身而起，直接朝吴德扑杀了过来。吴德看都不看他，手中的烂蒲扇往下一拍，八记就像是拍一只绿头苍蝇一般，直接将这位楚家族老拍死在擂台上。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都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吴德。刚刚这位楚家族老已是5黄境10重，远超出入5黄境的李天荣，可就是这样的一位5黄境强者，竟然被吴德随手就拍死了。不用说，吴德的实力绝对在5宗境之上。赵无极的脸色愈发难看，吴德却没有理会赵无极，看着凌云问道：“臭小子，还能不能自己走？”凌云全身像是针扎一般的痛，咬着牙点了点头，踉跄着朝擂台下走去。还不宣布结果？吴德瞪了裁判一眼，裁判硬着头皮看向赵无极，赵无极脸色黑得像是被人一头按在锅底上，众目睽睽之下，只能先咽下这口气。凌云胜，楚天阳淘汰。裁判像是用尽了全部力气，喊出了最终结果。呼！全场所有的目光不由再次看向凌云，这个靠着作弊混进擂台赛的少年，竟然一路黑到了山河榜前10，连种子选手排名第1的楚天阳都被他击杀了。想起凌云最后施展的那金光剑指，人群都是心有余悸。这绝对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功法秘术，不知到底是凌云的功法秘术更强，还是叶梦烟的护身秘术更硬朗。人群心头下意识地浮现出这个想法，然后眼角余光不由瞥向红组方向的叶梦烟。凌云，叶梦烟死死地盯着凌云踉跄的背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凌云竟然也有上古秘术，而且是主攻伐的那种。刚刚那一击的威力，他是全程亲眼目睹了的。强弱楚天阳都被直接秒杀，一时间叶梦烟对自己的护身秘术第一次没有那么有信心了。云哥，想不到这上古功法秘术如此之强，100万灵石赚大了呀！宁小东赶紧迎上前来，边说着边为凌云递上一枚疗伤药。凌云服下疗伤药，亏空的气血被充满，伤势也恢复了七七八八。这时凌云、万玉书沉着脸走了过来，我姐说我们万家人愿赌服输，这火金珠给你。万玉书将那枚火金珠抛向凌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凌云捏着火金珠，脑海顿时不由就浮现出他之前在脑海中幻想的场景。这女人，凌云没有再多想，让宁小东为他护法，就在原地开始炼化这火金珠。这枚火金珠蕴含的火焰之力极为强横，比熔岩火金更强。凌云的修为再进一步突破到了大51重，跨越大境界的提升，凌云顿时感觉体内真气比之前多了至少1倍。而这时，另外3场红黑组挑战也终于打完，除了剑无血惨胜之外，其余2人都毫无悬念被打败，没能创造以下课上的奇迹。至此，山河榜前10的名单已经确定，分别是凌云、叶梦烟、剑无血、北沙、江飞宇、端木群、风余修、夏侯武、赤火、游洪超。号称山河榜头号种子选手的楚天阳未能进入前10名单，当然这对楚天阳来说已经不重要，他已经不在乎了。恭喜进入山河榜前10的选手，从此刻起你们便拥有了内院弟子身份。因为李天荣受伤，最后的主持由赵无极亲自上场。接下来便是山河榜前10排名之战。山河榜排名第1，奖励1级下品战绩烈焰狂剑斩，旋级极品真武剑1把，轮海丹10枚。山河榜排名第2，奖励旋级上品战绩大风残影剑诀，旋级上品真武剑1把，轮海丹5枚。山河榜前10每个排名都拥有对应的重奖。听到第1名的奖励，凌云也不由有些激动起来。除了那真武剑外，地级下品战绩比他现在的寒光流云斩步之强了多少个档次？还有那轮海丹，据说1枚就能让大55修丹田内真气增加5丈，而大55修丹田内真气每增加10丈则提升1重。10枚轮海丹理论上可以提升让大55修提升5个小境界。前10排名战规则很简单，演武场上有编号1至10的擂台，你们选择对应编号的擂台，就代表你们了你们初始的排名，然后只要10息之内没有任何人挑战你，你的名次就确定了，之后任何人不得再挑战。如果有2人同在一个擂台，不用说，战斗分胜负，胜者留在擂台，败者落入下一排名的擂台，挑战者只能往前挑战，每胜1次便会取代对方的排名，败者自动落入胜者所在的擂台。现在初始排名开始。随着赵无极的话音落下，凌云等10人皆是将目光投向了演武场中央的10座擂台。赤火这个鸡贼第1个冲上了排名第10的擂台，这代表着理论上他拥有最多的挑战次数。萧叶梦烟第2个动了，他毫无悬念地选择了第1擂台，这是他参加山河榜的目标，他不能让楚师兄和师尊失望，而这个选择也代表着他将可能接受剩余9人的挑战。剑无邪也动了，来到了排名第3的擂台。接着其他人衡量一番，也相继选好了自己的排名，最终剩下排名第2的擂台空着。凌云想了想，来到第2擂台。至此，所有人的初始排名已经确定。排名第10的赤火拥有最先的挑战权，他直接弃权
最终排名山河榜第10。接下来是第9擂台的游鸿超，他看了看前面的8人，也苦笑着摇了摇头，放弃挑战。风于修和夏侯武也放弃挑战，分列第7和第8。江飞宇和端木群同选的第5擂台，两人战了一场，江飞宇获胜。轮到北沙，他不出意外的选择了剑无血，两人这一战打得很激烈，剑无血最终获胜。至此，山河榜前10便只剩下前3名未定。不得不说，这种规则的效率极高。剑无血看了看凌云，再看了看叶梦烟，目光瞥见全场兴奋的目光，他知道此刻人们最期待的对决便是上古秘术之间的对决。凌云，今日这舞台便留给你了，入内院后你我再战一场。剑无血说完，主动跳下了擂台，排名定格在山河榜第3名。呼，所有人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全都伸长了脖子，目光投向凌云。只要凌云不弃权，山河榜最终一战就要开打了。云哥，给安月师姐报仇！宁小东第一个站起来，挥舞着拳头大喊：凌云，你这个原本我眼里的废物，能够走到这一步，确实出乎我的预料。叶梦烟今天身穿一件白莲花的长裙，面罩轻纱，让得她看起来多了2分神秘的气质。不过，你以为有了上古功法秘术就能挑战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昨晚师尊已为我强行打通了108条经脉。叶梦烟随意移动，体内108条经脉鼓荡，接着磅礴浩荡的真气澎湃而出，大51重，大52重，大53重。叶梦烟的气息越攀越高，直到大56重才停了下来。啊，这人群瞠目结舌，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望着大56重的叶梦烟。如果他们之前记得不错的话，叶梦烟昨天的时候不过才50进8重而已啊！这才一个晚上的时间，叶梦烟的修为竟然就暴涨这么多，简直不可思议。这绝不是靠着药物强行提升起来的修为，而是有人用本命真气为其疏通筑基而成。耗费本命真气对自身伤害很大，轻则修为从此停滞不前，重则修为倒退。赵副院长对这叶梦烟是期望甚大呀！周围的议论之声自然清晰地传进了赵无极的耳中，但是他没办法，他们已经推着叶梦烟走到了这一步，叶梦烟就不能输。更何况凌云还杀了楚天阳，那就更必须借叶梦烟之手，在擂台之上就灭掉凌云，不然待楚天齐从荒古秘境归来，他如何向楚天齐交代？说好的叶梦烟夺第1被凌云给抢了，连他亲弟弟楚天阳也被凌云给杀了。杀！必须要杀死这个数字！李天荣脸色苍白而狰狞，冲着擂台上的叶梦烟喊道：叶梦烟，杀了凌云，本长老私人再给你一份重奖。失去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慰藉，李天荣已经有些癫狂。赵无极侧手看着反应过度的李天荣，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凌云，今日我叶梦烟便要在这擂台之上，用你的血将你们加诸在我身上的所有屈辱洗刷干净。叶梦烟大声喊出了在心头压抑了近半月的怨恨与憋屈。入门考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云一顿狂虐，门牙都被打飞3颗。楚楼酒宴又被陆雪瑶那个贱女人踩在脚下一顿狂扇，两边脸现在都还隐隐作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也不敢忘记与陆雪瑶之间的赌约。一只眼睛，他输不起也不能输。我叶梦烟是天级灵根的天才，谁能败我？叶梦烟双手一合，上古护身秘术催动，全身顿时笼罩一层岩石般的光芒。凌云，来战！叶梦烟意气风发，大56重的修为让他底气十足。你这土鸡，几天不打，我看你都快飘上天了，真以为自己变凤凰了？也好，那就让老子来拔了你的毛！凌云纵身一跃，从第2擂台跳到了第1擂台，体内108条经脉鼓荡，大51重的修为释放出来。接着，意念联系丹田里的小世界，混沌气也被引导了出来。顿时，凌云的气息再度暴涨。但还没完，天魔9变，第1变烈焰焚天，奇经八脉上第1个黑色小漩涡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差时间，宛若有一头远古巨魔从凌云体内释放出来。凌云直接进入狂暴状态，全身10万个毛孔都冒出了火焰，变成了一个火焰巨人。一股完全凌驾于大50之上的可怕气息从凌云身上释放出来。啊，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望着擂台上的火焰巨人。这是什么秘术？怎么感觉看起来竟有一丝像法相真身啊？法相真身，那可是武神境的武道神话才能凝聚出来的呀！这个凌云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如此多恐怖的手段啊？人群都被凌云展现出来的气息给惊到了。赵无极原本自信满满的脸色也在这一刻沉了下去。他耗费如此大的心血，就是为了推叶梦烟登顶。可此刻凌云展现出来的气势，让得他所有的努力和心血都即将付之东流。我这小男人越来越有意思了。顾倾城红唇微微上扬，一双秋水般的眸子眯成了月牙。他竟然有这么强！之前还想着进入内院后跟凌云约战的剑无血，当即完全没了信心。安月师姐，云哥马上就要给你报仇了！宁小东兴奋地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擂台。擂台上，凌云没有立即攻击，而是一步步朝叶梦烟走去。他每往前走一步，就像是踩在了叶梦烟的心上，后者的身体都在微微发抖。那笼罩在叶梦烟体表的光芒，也不再如同最开始那般明亮，
而是以肉眼可见的幅度在轻颤。没办法，此刻凌云散发出来的气息实在是太强了，狗见了都要噤声。叶梦烟，你刚刚说没人能败你。凌云伸出萦绕着火焰的巨手，轻抚过叶梦烟体表的护身光芒。凌云，叶梦烟感觉口干舌燥。凌云不打他，他心里完全没底，只能强撑着将玄铁岩甲术催动到极致。看起来你很紧张，很害怕的样子。凌云的眼神充满了戏谑。你不是天级灵根的天才，还有上古护身秘术加持，更有大武师6重的强大修为打底，你也会心虚啊？叶梦烟脸色难看至极，可此刻凌云的锋芒实在太盛了，他不敢浪费一点力气来主动攻击，只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上古护身秘术之上。他坚信凌云这不正常的状态一定有时间限制。看着叶梦烟努力催动玄铁岩甲术的样子，凌云就好笑。叶梦烟，我还以为你这只土鸡这几天能有什么长进，原来除了学了一门乌龟大法，其他的啥也没有学会。难道赵无极没有教你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吗？啪！凌云一巴掌就抽了过来，萦绕着烈焰的巨大手掌连带着叶梦烟直接抽飞。叶梦烟在地上狼狈地滚了10多丈远，但身上的护身光芒依然明亮。叶梦烟从地爬了起来，看了看完好无损的身体，心头部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原来凌云的攻击也并没有他的气息那般可怕，只要扛住凌云的那门上古功法秘术。正想着，一柄萦绕着烈焰的金光剑指跨越两人间的距离，轰在了他的护身光芒之上。然后在叶梦烟目瞪口呆惊骇的表情中，护身光芒直接碎了，就像他心头刚燃起的希望直接破灭了。残余的剑指能量以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将叶梦烟直接定在了擂台上。这人群揉了揉眼睛，望着被定在擂台上的叶梦烟，感觉难以置信。一指，叶梦烟竟然连凌云一指都没有接住，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级灵根。咔嚓，赵无极坐下的扶手当场爆碎，这就是他耗费那么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天才，天级灵根。赵无极感觉自己在这一刻成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凌云取出雷劫剑，捏在手中，一步步朝叶梦烟走去。叶梦烟，你的一切早在名字之中就已经注定了，如梦幻泡影，烟消云散。此战先取你一只眼睛，待灵根重测后，再履行你与师姐的赌约，取你另一只眼。说完，凌云手腕一动，一剑刺进叶梦烟的左眼。叶梦烟发出凄厉的惨叫。住手！赵无极回过神来，在灵根没有出结果之前，他绝不容许叶梦烟出现意外。萧！赵无极凌空一踏，横跨数百丈远，直接从观战台跃到了擂台之上。师尊！叶梦烟哭着朝赵无极爬去，在地上拖出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但赵无极却是恍若未见，他有些粗暴地拉起叶梦烟，走，现在立刻马上就重测灵根。叶梦烟的灵根气势滔天，还有天玄武院第一天交处天期的担保，赵无极心头还残留着一丝丝的侥幸，只要叶梦烟能够测出天级灵根，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痛！师尊，我痛！从未被赵无极呵斥过的叶梦烟面对赵无极有些粗暴的拉扯，身体上的痛也比不上内心的撕裂。明明他才是天级灵根的天才啊，可为何凌云能一次又一次这么轻易地虐他一个他几乎从未想过的念头在心底升起？难道那天入门考核时不是他碎了那册灵石碑，而是凌云？这个可怕的念头刚从心底一冒出，叶梦烟就感觉通体发凉，有一种眩晕感。他完全无法想象出现那种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他不敢去想。不会的，一定不会的，我的灵根霞光万丈，气势滔天，是得到了天玄武院第一天交处天期的认可的，我叶梦烟才是天级灵根的天才。测！师尊，我要测灵根！叶梦烟踉跄着站起来，一只眼睛四处张望，他在寻找测灵石碑，那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丝希望。立即请测灵石碑，立刻，马上，就在这演武场！赵无极高喝，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本来昨晚测灵石碑就已经通过秘密渠道送达了天玄武院，但为了让叶梦烟在今天的最终战登顶，赵无极根本无暇让叶梦烟重测灵根，而是耗费本源真气，全力助叶梦烟提升修为。嗖，两位武皇境长老抬着一尊100丈高的测灵石碑凌空飞来，看着这块全新的测灵石碑，凌云顿时嘴角微微上扬，然后他冲着赵无极喊道：“赵院长，灵根当然要测，我凌云的灵根也还没测出等级来，不过在此之前，是不是先把山河榜的奖励发了？毕竟灵根重测跟山河榜之争是两码事。你看，大家伙都还等着奖励呢。”赵无极往前走的步伐一顿，不想浪费时间，就要将奖励全部发出。赵院长，且慢！一道压抑着滔天杀意的声音骤然从演武场外传来，风尘仆仆的陈朝安飞奔而来。陈长老看着陈朝安憔悴万分，像是苍老了10岁的样子，叶梦烟的一颗心直线坠向无边深渊。陈长老，何事？赵无极很是不满地盯着陈朝安喝问道。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测出天级灵根。陈朝安立即指着凌云道：“赵院长，绝不能给此子奖励，他是魔教奸细。”这话一出，顿时在演武场引起一片议论。赵无极目光骤然一沉，说清楚，此子在天炎城灭了叶家满门，
陈朝安这话一出，叶梦烟整个人都瘫倒在地，脑海中只回荡着一句话：叶家满门被灭，叶家满门被灭，他还杀了我儿陈仓。接着在迷雾森林中又杀了我幼子陈峰。外院长老曹素知晓此事，但他不见踪影许久，很可能也被凌云灭口了。杀宗门长老，哪怕只是一位外院长老，这也是触犯禁忌的事情，是绝对不会被容忍的，否则宗门的威严何在？凌云，你可认罪？陈朝安指着凌云大喝：认你妹啊，别满口喷粪，拿证据说话。凌云很不爽陈朝安打断了他领取奖励。陈朝安脸色涨红，他目前确实拿不出直接证据，但一切的猜测都完全合情合理。师尊，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叶梦烟的内心已经完全被仇恨填满，让他看起来近乎癫狂的大喊起来：好，只要你测出天级灵根，本院长会助你报仇。赵无极不再理会陈朝安，也没有心情继续发放奖励，他现在只想测灵根，谁他妈再打扰他，他就要跟谁拼命。赵无极提着叶梦烟飞到测灵石碑前，不要紧张，催动出灵根，双掌贴向测灵石碑。赵无极极力压抑激荡的心情，叶梦烟顾不得伤势，不用赵无极提醒，已经抢先催动出了他的剑灵根。这剑灵根一出，顿时霞光万丈，气势冲天啊！这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叶梦烟的灵根，顿时被惊住了。这如果都不是传说中的天级灵根，还有什么灵根能有这等气势？定然是天级灵根无疑了。难怪赵院长下了如此大的本钱在栽培此女，虽然此女擂台之战败北，但天级灵根的天赋摆在那里，未来还是他的。人们都瞪圆眼睛，看着叶梦烟将双掌贴向测灵石碑。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到底是天级下品还是中品，甚至是上品呢？一吸、两吸、三吸，测灵石碑终于有了反应。旋即，下品，咣当，无数的下巴砸在了地上。这么牛逼哄哄的剑灵根，竟然只有旋级，而且还他妈是品阶最低的下品。当然，并不是说旋级下品就很差，至少在外院算得上不错的天赋了，但绝对远远配不上叶梦烟目前享受的待遇。叶梦烟当场就瘫倒在地。叶梦烟，你这灵根的气势看着还真是挺唬人的，不过你这灵根不会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吧？入门考核时，凌云的嘲笑声犹言在耳，竟真被凌云一语言中。赵无极的一颗强者之心当场就撕裂了，他近乎是不顾形象的咆哮道：再测一次！叶梦烟剩下的一只眼睛空洞呆滞，根本没有听到赵无极的咆哮。见状，赵无极粗暴地抓起叶梦烟双手，然后狠狠地摁在了测灵石碑之上。催动灵根，给老子催动灵根啊！赵无极完全顾不得形象嘶吼。叶梦烟哭了，使劲地摇头，他不敢再测了，他怕了啊！废物，废物！赵无极脸色狰狞扭曲的可怕，浑身都在剧烈颤抖，然后他直接将叶梦烟扔向演武场边缘的某个垃圾堆。哈哈，叶梦烟，你这个小贱人，竟然只是旋级下品的垃圾灵根，还比不上我宁小东。宁小东将声音注入真气，嘲笑声回荡整片演武场。叶梦烟如同死狗般砸在垃圾堆里，脸色呆滞，剩下的一只眼空洞地望着天空。这几日来的经历就像是一场梦一般，楚天齐的偏爱，师尊赵无极的呵护，楚天阳的敬畏，众人的恭维，让他感觉自己就是真命天女。纵然被凌云一顿一顿的狂虐，又被陆雪瑶反复打脸，但都没能磨灭他的信心。他坚信自己是能与天骄楚天齐肩并肩的天才。但是现在梦醒了，他被呵护他的师尊像扔垃圾一般扔在了垃圾堆里，楚天齐也不可能要他了，他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戏谑和玩味，让他原本就已经撕裂的心千疮百孔。而此刻，那个与他在入门考核时同测灵根的男人，那个本该成为他生命里的男人，正一步步走向那原本该是他叶梦烟荣耀加身的测灵石碑。原来那天真的是他碎了测灵石碑。这一刻，叶梦烟的心死了。而凌云来到了测灵石碑前，这一刻万众瞩目，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到了凌云的身上。所有人都知道，入门考核时，凌云与叶梦烟同测灵根，然后测灵石碑碎了。叶梦烟被当成天级灵根的天才培养，而凌云则无人问津。但现实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赵无极的脸上。叶梦烟只是一个普通的旋级下品灵根天赋而已，那与叶梦烟灵根同测的凌云，无疑才是那个真正让测灵石碑破碎的绝世天才。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瞪大眼睛，不放过测灵石碑前的一切。赵无极就站在测灵石碑前，看着凌云抬起双掌，心头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他赵无极真是有眼无珠啊，竟然错把垃圾当城堡，将一位绝世天才拒之了门外。不，这不是我赵无极的错，是楚天齐误导了我。这般想着，赵无极一个闪身来到凌云身前，然后露出了一个自认比较有亲和力的笑容，将一个储物袋递上。小友，这是山河榜第1名的奖励。凌云挑眉玩味的道：赵院长，你刚刚不是说一切等灵根重测之后再说吗？小友，不必在意这些细节，反正这奖励迟早都是属于你的。赵无极将第1名的奖励塞进凌云手里，然后又取出另一个储物袋，这是山河榜排名第2的奖励，本院长觉得也应该奖励给凌云。当事人和大家都不反对吧？没人回答。好，
现在这第2名的奖励也是你的了。赵无极将原本应该属于叶梦烟的奖励也塞进凌云手里，凌云一手托着一个储物袋，感觉有些好笑。赵无极这就开始拉拢自己了，早他妈干嘛去了？凌云将2个储物袋收起，然后看向测灵石碑，他深吸一口气，双手抬起，平平无奇的青色小树浮现而出。虽然是第2次见到这青色小树，但赵无极可再也不会认为这青色小树是垃圾灵根了，这必须是天级灵根啊！到底是天级下品、中品还是上品呢？赵无极跟全场所有人一样，都瞪大眼睛看着凌云将手掌狠狠地贴在了测灵石碑之上，1吸、2吸、3吸，轰咔！100丈高的测灵石碑毫无征兆的轰然碎裂，坍塌成一地碎石，现场刹那死寂，落叶可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测灵石碑又他妈的碎了！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证这种神迹，惊得久久难以回过神来。赵无极也是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花费了老鼻子劲儿才弄回来的测灵石碑，这他妈就碎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全场所有人共同的疑惑，所有人都像是看怪物一般看着凌云。凌云惊愕一瞬后，顿时就狂喜，因为他发现刚刚又是青色小树将测灵石碑中的能量吞噬了，然后那个小世界的混沌气明显增加了一丝丝。测灵石碑是好东西啊，如果能搞到足够多的测灵石碑，那不就能不断让小世界成长？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难道说这凌云的灵根还在天级灵根之上？有人出声道出了此刻所有人心头的疑惑。可整个苍风郡国的历史上，别说天级以上的灵根，就是天级灵根都是传说中的存在。呵呵，天级以上灵根，胡家主可真会开玩笑。顾倾城这时突然笑着出声了，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在座诸位，要么专修武道，要么就是经营一方，不像小女子，生意人嘛，走南闯北的，倒也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不知大家可知道，这测灵石碑是如何制作而成的？他这问题一出，绝大部分人都是一脸懵，从来都没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毕竟这玩意一用就是很多年，没人会在意这些细节。其实这测灵石碑真正的制造工艺，整个大陆只有唯一的一个势力掌握。不过小女子恰好知道，这测灵石碑制造时需要的核心材料造化晶石，没有这造化晶石，测灵石碑就是一堆碎石，跟寻常的石头没什么区别。所以如果小女子猜测的不错，恰好应该是这凌云的五体特殊，能够吸收造化晶石，才会出现2次灵根测试都导致测灵石碑碎裂的情况。顾倾城这话一出，人们思索着，觉得似乎有些道理。凌云则是震惊了，这女人不会跟陆雪瑶一样，也是拥有某种特殊酮体吧？竟然将事实的真相猜了个8、9不离10。唯一的区别便是，她不是特殊五体，而是青色小树喜欢吞噬这造化晶石。如此说来，以后她不必刻意去找测灵石碑，只需要找到造化晶石，就能提升小世界了。这时有人开口问道：“顾庄主，那如此说来，那这凌云的灵根岂不是永远都测不出具体的品级了？”顾倾城抿着红唇，若有所思的道：“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只要能找到等级更高的测灵石碑，在他吸收完造化晶石前，应该还是能测出来的。”那人捋着胡须道：“我看顾庄主说的有些道理，这小子估计就是五体有些特殊，至于灵根嘛，我看也是真的平平无奇。”顾倾城摇头：“不能这样说，毕竟测灵石碑没有测出其灵根的具体品级，但他最近的表现，大家应该是看在眼里。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他的灵根都不会太差，但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赵无极冷冷地接过话茬，期待中的天级灵根。赵无极的心情像是经历了过山车一般，尤其是想到自己刚刚讨好凌云的一幕，赵无极感觉老脸都丢尽了。石法堂长老何在？赵无极低喝一声，顿时有3名武皇境的长老凌空飞来，落在四周。凌云目光一沉，赵无极这是准备立即翻脸了，就因为自己没有测出天级灵根。宗门果然是更加残酷现实啊！外院弟子凌云涉嫌杀死同门陈仓、陈峰，武士长老曹素立即关入黑水域，等候发落。既然凌云不是天级灵根，那就根本不值得为了凌云而得罪楚天启。赵无极直接称呼凌云为外院弟子，相当于直接剥夺了凌云本次山河榜取得的名次。这也意味着凌云刚刚到手还没捂热的奖励，等他被关进黑水域之后也会被剥夺。这如何能忍？李天荣！凌云突然爆吼出一个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名字。端坐高台的李天荣陡然听到凌云喊他的名字，顿时如遭雷击，身形不由有些恍惚。荣儿！赵无极在凌云喊出这个名字时，便第一时间看向李天荣，然后他就发现了李天荣的异常。显然这他妈是有事儿啊！3名执法长老还有全场所有人的目光也再次扫向李天荣。李天荣艰难的起身，强自镇定的开口：“赵院长，四方宾客齐聚我天玄武院，是为山河榜大比而来。如果仅凭陈长老一家之言，就将新晋山河榜魁首问罪黑水域，实在不太妥当。我建议先将凌云禁足，等一切调查清楚了，再行定夺更为妥当。”赵无极、陈朝安，所有观众小板凳搬好，准备吃瓜。看来还是李长老明事理，那我就在百宝堂自我禁足，等你们去调查吧。凌云冲着李天荣拱手一礼，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3名执法长老的包围。此刻
赵无极内心已经撕裂到了极点，根本顾不上凌云，他现在只想弄清楚一件事情：李天荣到底他妈的背着他有没有搞事儿？嗖！赵无极一把抓起李天荣，便凌空飞走。这一刻，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是面面相觑。诸位，这时天玄武院首席长老楚问天飞跃到半空，对着众人拱手道：“诸位宾客远道而来，所幸我宗山河榜之争圆满落幕，比宗为诸位宾客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诸位可前往朱雀楼四海厅用餐后领取。另外，楚问天微顿了一下，将所有人的胃口都吊了起来。1个月后，我族天骄楚天齐将在朱雀楼花好月园厅向陆家陆雪瑶求婚，希望诸位宾客能够光临见证。”说完，楚问天双臂一展，无数的大红请柬朝着四面八方飞跃而去，精确地落入众人手中。人们打开请柬一看，顿时看向四周，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同样的震惊，每一份请柬上的名字都能与他们完美匹配，没有一丝差错。这等可怕的掌控力，这位天玄武院大管家，楚家当代族长，恐怕是要踏出那一步了。楚大长老放心，1个月后，朱雀楼花好月圆，我胡家堡定然前往见证。南雪瑶，北青城，楚家少主与陆家小姐的订婚大典，当是我苍风郡国的一大盛事，我桃花岛自然不会缺席，我青云山也不会错过这等盛事。众人都一致表态，会如约而至，见证楚天齐和陆雪瑶的订婚大典。1个月后吗？凌云望着半空中享受众人恭维的楚问天，食指缓缓捏紧。楚天齐的求婚大典，他凌云自然也不会缺席。臭小子，挺能搞事啊！刚刚本掌柜差点就忍不住要出手了。吴德摇着烂蒲扇迎面走来，然后勾住凌云的脖子，有些猥琐地问道：“臭小子，你什么时候跟李天荣也有一腿的？”凌云吴德咂巴着嘴唇，啧，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小子人不大，活儿挺好。凌云想了想，觉得吴德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被韩月日日夜夜索取300年，他的枪法自然已经是炉火纯青。掌柜的，咱们啥时候出发去荒古秘境？咦，你小子刚刚不是说要在百宝堂禁足的吗？我就说说而已。好，你小子有几分本掌柜的风格，真是越来越对本掌柜的胃口了。那我们现在就走，1个月后还要赶回来呢。那不行，还得等一个人。谁啊？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这时，宁小东提着奄奄一息的叶梦烟走了过来。云哥，多谢你为安月师解报了仇，从此以后，你就是我宁小东的大哥了。你让我撵鸡，我绝不打狗；你让我打狗，我绝不撵鸡。好兄弟，说那些场面话就严重了。凌云拍了拍宁小东的肩膀，然后将一个储物袋取出，递到宁小东手上。这是山河榜第2名的奖励，拿去啊！宁小东先是惊愕无比，然后立即摇头：“云哥，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磨叽个啥？给你就拿着。”可是宁小东还想说什么，看到凌云的眼神，只能收下。然后凌云看向叶梦烟：“叶梦烟，按照赌约，你的另一只眼睛，我凌云也取了。”萧一抹剑光扫过，叶梦烟另外一只眼睛也被凌云挑下，然后他直接废了叶梦烟的丹田。叶梦烟永远像狗一样活在尘埃里吧，直接杀了这女人，实在太便宜他了。嘿嘿，贱人，可千万不要自杀，说不定你楚师兄回来还会要你呢。哈哈，宁小东杀人诛心。叶梦烟蜷缩在尘土中，已经哭不出来。小东，安月师姐现在的情况如何？这2天忙于山河榜之战，凌云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情况很不好。提起张安月，宁小东还是忍不住怨恨叶梦烟。今天一早，师尊带着安月师姐赶去荒古城，听说是去找一个叫圣手诡异的奇人异士，说不定能有奇迹发生。荒古城，凌云眉头微皱，他记得陆雪瑶说过，玄冥神教在荒古城的势力极大，张燕南父女这次过去，恐怕也是很危险。云哥，荒古秘境的入口就在荒古城内，如果方便，你可以去看看安月师姐。宁小东说着，目光看向远方。小东，你不跟我们一起荒古秘境？听吴德说起荒古秘境那么好，凌云本想带宁小东一起去的。宁小东摇了摇头：“云哥，荒古秘境危机四伏，你此去定要小心。至于我，也时候追寻我自己的道了。”宁小东的道绝对出乎大家的预料。好，既然你自有规划，那我就祝你马到成功，咱们内院再见。和宁小东告别后，凌云便回到百宝堂，但他刚走到房门口，就猛然顿住了脚步，空气中残留着丝丝香味，这种香味独一无二，想不到竟有家人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见教。凌云推开房门，只见朦胧的夜色下，一位身穿红色裙装、身材妖娆的绝色美人正饶有兴致地盯着他。凌云顿时一惊，十分的意外，他连忙快步上前，不卑不亢地执礼道：“原来是故前辈。”前辈，女人不管多么漂亮的女人，似乎对年龄这个词都格外的敏感。凌云连忙改口：“顾庄主，感谢您之前在演武场为我直言，此恩情凌云铭记于心，日后定涌泉相报。”日后，顾倾城秋水般的双眸眯成了月牙，似乎在思索这2个字的含义。凌云，顾倾城笑着起身，朝凌云走来。他胸臀饱满，蛮腰纤细，随着脚步移动，双峰以夸张的幅度颤动着。小弟弟，姐姐看你这几日来的战斗，大都是一剑捅杀对手。
而且都是嘴巴。顾倾城火红的双唇轻咬了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啊？凌云感觉被挑逗了。咦，小弟弟，你的心跳很快哦。顾倾城的手指抵在凌云的胸口，凌云能够感觉到那独一无二的香味，不爱控制地往他的鼻孔里钻。陆雪瑶身上的香是清幽中透着一丝诱人的酒气，让人忍不住想沉醉其中，但顾倾城身上的香则是炽烈而狂热，好像烈焰一般，能让人融化。凌云感觉心跳更快了，腹部像是有一团火要燃烧起来。哼，臭男人，果然都是一个德性，见到漂亮女人就精虫上脑。你昨晚不是说不行了吗？韩月冷冷的声音在凌云脑海中回荡。凌云顿时一个机灵，猛然拉开了与顾倾城的距离。哦，顾倾城秋水般的眸子微亮，这家伙竟然没有沉沦，看来这家火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顾庄主，夜已深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在下就不送了。凌云侧身半步，让出房门的路，意思已经非常明显。呵呵，顾倾城抿嘴轻笑，凌云姐姐，刚刚不过是跟你开一个玩笑，你不要这么紧张啊。说着，顾倾城优雅地坐下，全然没有了刚才那种勾魂夺魄的样子。但凌云还是有些紧张，不敢靠顾倾城太近，毕竟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面对这样一个红颜祸水级别的绝世大美女，又是在夜里孤男寡女的同处一室，那是很容易把持不住的。就像上次在紫竹林一样。顾倾城悠悠地开口，凌云姐姐这次过来其实是因为一位故人林飞扬。凌云连忙问道，是天岩城的林飞扬吗？顾倾城微点头，是的，他确实来自天岩城林家。那是我爹，顾庄主，你认识我爹？凌云有些激动，因为自他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一面，脑海中所有关于父亲的印象都来自母亲萧琉璃的描述，以及周围林家族人的只言片语。通过他们的描述，凌云对于父亲的印象是潇洒英俊，豪爽不羁，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关于你父亲，他的传闻有很多，我不太方便透露，只能等你自己以后去分辨。说着，顾倾城玉手一转，掌心浮现一个青绿色的宝盒。凌云，这玉盒底层的东西对你我都很重要，你要收好。宝盒精准无比地落在凌云的手中。凌云还未回过神，顾倾城像是突破的空间一般，诡异地消失在了房间。呼，凌云深深一口气，将顾倾城带来的各种疑惑暂时压下，然后看向手里的宝盒，抬手打开，上面竟然是10张6级暴击符。我操，6级暴击符！凌云直接惊呆了，6级暴击符，这可是能够击杀5黄境强者的符箓啊！随便一张都是天价，而且绝对的有价无市。顾倾城一出手就是10张，不愧是苍风郡国最有钱的女人。但是如此贵重的东西，他为何会无缘无故地送给自己？凌云不由看向压在暴击符下的红色文书，取出打开一看，我草！凌云屁股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这竟然是一份婚约，男主角是他凌云，女主角竟然是顾倾城。我滴个苍天，这难道是我那素未谋面的老爹给我整的？凌云顿时摇头，虽然顾倾城很有钱，但是他凌云绝不是那种吃软饭的人，而且陆师姐对他那么好，他们还已经某某零零，他绝对不能辜负陆雪瑶。但老爹给我整的这婚约似乎也让人难以拒绝啊。凌云感觉头疼，干脆不再想，取出山河榜奖励的轮海丹。不知这是枚轮海丹能让我提升到大武士机虫。凌云将一枚轮海丹服下，然后运转混沌开天路进入修炼状态。与此同时，赵无极的府邸，啪，一个响亮的耳光响起，李天荣被赵无极重的一巴掌抽翻在地。贱人，说你到底跟那个凌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赵无极面红耳赤，脖子上青筋一根根鼓起，脸色狰狞的有些可怕。李天荣爬到赵无极面前，抱住赵无极的裤脚，抽泣道：夫君，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是在山河榜之争时才知道这小贼的呀，我们又怎么可能？到底怎么回事？赵无极一脚将李天荣踹倒在地，他的耐心快被磨光，他不关心过程，他只想知道一个结果。夫君，我。李天荣根本不敢直视赵无极如剑芒般可怕的眼神，他嘴唇蠕动，后面的话根本无法启齿。你这贱人！到了此刻，赵无极就算再蠢，心头最后的那一丝侥幸也灰飞烟灭了。他真的被绿了啊！贱人！赵无极双目赤红，发带崩碎，怒极而狂，奇耻大辱，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男人能够接受。贱人，说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赵无极双目绽放着可怕的寒芒，宛若2柄利剑射向李天荣。李天荣，说啊！赵无极凭空一抓，就将李天荣的脖子捏住。李天荣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贱人，再不说，不仅是你，整个李家都要死！赵无极黑发狂舞，宛若狰狞的魔鬼。李天荣害怕了，事情败露，他原本已做好死的准备，可李家，他内心五味杂陈，一张张亲人的面孔在脑海浮现，最后艰难地吐出3个字：楚天阳。为什么是他？赵无极将李天荣重重地甩在地上，心头的滔天怒火与怨恨根本无处发泄，因为楚天阳已经死了，一个死人。等不对！赵无极猛然转头看向李天荣，双目绽放着可怕的寒芒。那这一切
跟凌云那小贼又有何关系？李天荣气息奄奄，全身散架一般的痛，他咬牙切齿的道：“那小贼子手里有我何楚天阳、刘颖石。”赵无极脑海浮现出这3个字，顿时所有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楚天阳掉落1/3的积分，助凌云混进擂台赛。李天荣在众目睽睽之下反对自己处置凌云，贱人啊！赵无极气得要原地爆炸。这贱人偷人也就罢了，竟然还有刘颖。一旦这刘颖石公之于众，他赵无极在天下群雄面前还能抬得起头？给你3天时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将那东西毁掉，否则你还有李家统统都要死！赵无极全身绽放着近乎实质化的杀意，只要刘颖石没有被公之于众，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百宝堂炼化了10枚轮海丹，凌云的修为提升到了大53重。凌云起身随意挥出一拳，力量比之前暴涨10倍不止。现在的我，就算不强开天魔9变，应该也能打爆叶梦烟那乌龟壳了吧？正说着，敲门声响起，接着吴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臭小子，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床出发了。终于要去荒古秘境了吗？”凌云露出期待之色，然后快步上前打开房门，接着就愣在了原地。对面吴德的身后，身着黄衫的万花雨眼睛瞪圆，脸上大写着惊愕：“怎么是你？怎么是你？”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了这句话。然后万花雨嘟着小嘴看向吴德：“吴前辈，我不想跟这个登徒子同行。”吴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花雨，这小子虽然……总之他必须得同行。”万花雨，凌云直接上前搂住吴德的肩膀：“掌柜的，到底是啥事啊？能不能先透露一下？说不定我一个人也能搞定呢。”万花雨，吴德看了万花雨一眼，想了想，然后摇头道：“不行啊，还得带上他。”然后3人愉快地出发了。荒古城，1000年前，荒古秘境的入口出现后，围绕着这入口渐渐发展而来的一座城池。这不是能够一家独掌的城池，这是真正的3不管地带，3教9流，正道、玄冥神教，各色各样的人混杂在这里。轰隆隆！突然，凌厉至极的杀意从4面8方涌来。吴德伴随着低沉而肃杀的喝声，一辆巨大的黄金战车在2头凶禽的牵引下呼啸而来，悬停在3人上方。车手有一团耀眼的紫光，光芒之中可见一位身着紫袍的人影，他傲然屹立，宛若有一尊天地熔炉在燃烧，一层层肉眼可见的气浪扩散至1000丈之外。武宗境巅峰，吴德一对小眼睛微眯，余光扫向四方，皆有气息雄浑的武宗境强者蛰伏。楚家真是好大的阵仗！吴德身上荡起一层真气护盾，将凌云与万花雨护住，然后看向半空中的那团紫光：“楚老三，你楚家有人违规下场，本掌柜拍死他，应该算是给你楚家挽回了一丝丝颜面。你们应该感谢本掌柜才对。纵然我楚家违规在先，但楚家不可辱！”傲立半空的紫袍老者负手往下一压，方圆数百丈的空气瞬间沸腾，一只遮天蔽日的真气手掌朝着吴德拍来。放你娘的臭狗屁！就如你楚家又如何？吴德破口大骂，手中烂蒲扇猛然向上一挥，顿时风雷二气咆哮而出，化为一条巨龙迎向压来的真气手掌。轰！2股澎湃浩大的能量立时撞击在一起，黄金战车上那团紫光顿时变得明灭不定。吴德，想不到你竟然已经迈出了那一步。武尊境真气千变万化，可谓一方老祖。对啊，你说气不气人？吴德摇着烂蒲扇，十分欠揍的样子。武尊并非无敌，我等联手亦可镇压。由楚家族老腾空而起，武宗境9重的磅礴真气涌动而出。吴德，正好让你见识一下我族的合击杀阵。又一位武宗境8重强者出声，释放出了武宗境的强大力量。接着足足有8位武宗境强者出场，加上黄金战车上的楚老三，楚家9位武宗境强者同时出手了。刹那间，一座绯红星芒大阵在凌云3人头顶汇聚，然后一柄近100丈长的巨大血刃凌空斩下，攻击位置那可怕的压迫让的凌云3人脚下的大地开始皲裂，一条条裂缝像蛛网般朝着4面8方蔓延。强，这绝对是可以撼动武尊境的可怕力量。凌云曾在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的身上感受过。楚老三，既然你们要玩真的，那本掌柜就给你们一个难忘的教训。吴德生气了，手中的烂蒲扇直接摔在地上，唰！吴德像是变戏法一般，手中突然多出了半截灰色石塔，接着只见吴德将真气注入石塔之中，顿时那半截石塔爆发出滔天乌光，冲向凌空劈下的血刀。轰！噗！楚家9位强者顿时狂喷一大口鲜血。吴德身形一个踉跄，手里那半截石塔也明显多了几道裂痕。吴掌柜，凌云脸色骤然一变，连忙扶住吴德。嗨，臭小子，莫慌，本掌柜问题不大，还能大战300回合。吴德示意凌云退后，然后手持半截石塔，重新看向黄金战车上的紫袍老者。吴德，楚老三楚问道，声音低沉：今日一战，你我双方恩怨暂且作罢，但是那个杀了我族天才楚天阳的小贼子必须死。凌云闻言，双手下意识地捏紧，眼眸深处迸发出凌厉的杀意。楚家，吴德冷笑道：楚老三，我吴德不要面子的吗？吴德，你当真要鱼死网破？
楚问道浑身再次绽放出刺目的紫光。来就来，老子一人拉你们9个垫背，不亏。你，楚问道气得脸色铁青。他不惧生死，但倘若他9人今天真的死在这里，那楚家如日中天的地位将会被动摇。但楚家不可辱，无德，你我各退一步。我楚家5黄境及以上，可以不对他出手，条件就是你也不能再出手，否则就不死不休。楚问道说完，身上激荡出决绝的气势。其他8位楚家5宗境强者也神色坚定，上前一步。楚家不可辱。吴德回头看向凌云，臭小子，这个提议你觉得如何？好。凌云拔出雷劫剑，剑指黄金战车。楚问道是吧？楚家5黄境以下有一个来一个，老子全接了。望着凌云挺拔的身影，万花语一时愕然，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凌云竟然敢宣战楚家5黄境以下的午休，他一个大武师3重的小渣渣，哪来的底气和实力？小贼子，你倒是有种！楚问道冷然一笑，手指凌云，给我杀了他！顿时，一位5王境的楚家强者奔跃而来，停在凌云3人前方10丈。他曲卷的手掌微转，归演出一柄真气之剑，然后剑指凌云。楚家楚狂，可敢一战？你一个不够老子打！楚家难道没人了？凌云站在吴德身后，并不打算马上就出手。放肆！又一位5王境强者掠至，与那楚狂并肩而立。他手捏一柄玄级上品战刀，刀指凌云。小贼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记你妹啊！楚家5黄以下，难道就你们2人？其他人都当缩头乌龟吗？混账！可恶！又有5名楚家强者掠了出来，皆是5王境的精英高手。凌云见状，感觉差不多了，二话不说，当即一张6级暴击符就扔了出去。不好，快散开！楚问道在凌云出手的刹那，便察觉到了不对。有楚家5宗境强者更是忍不住直接出手了，想要镇压那张6级暴击符。当本掌柜不存在吗？吴德一掌荡开那位5宗境强者的攻击，轰！6级暴击符瞬间炸开，这可是能够击杀5黄境强者的符箓。7名楚家5王境精英高手当场就归了西。庶子！楚问道当即就红了眼。5王境在苍风郡国的任何势力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培养一名这样的精英，不知要耗费多少的资源。可现在一个回合就被凌云灭了7个，这绝对是重大损失。有楚家5宗境强者怒喝：小贼子，你敢作弊？做你妹啊！你当这是玩过家家呢？他妈的，你们楚家派5王境出来杀我，我一个小小的大武师，我能怎么办？有种让你们楚家的大武师出来跟老子单挑啊！我保证不用服！楚问道气得想吐血。以凌云击败叶梦烟的实力来看，大武师10众都不一定有把握，这不是给凌云送人头吗？大长老，这小贼子肯定是在虚张声势。6级暴击符何等稀有，虽然不知这小贼子为何能拥有此等符箓，但他手里绝不可能还有更多的6级暴击符。有楚家5宗境强者开口，动手之前，楚家早已将凌云调查清楚。有楚家5宗境强者附和道：大长老，老五说的有理。楚问道沉吟片刻，觉得2人说的在理，在上。楚问道手势一落，顿时又有一名5王境精英高手奔掠而出。来啊！凌云直接抓出一把6级暴击符。我草！那人大叫一声，以更快的速度暴退了回去。可恶！楚问道的脸黑如锅底，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多6级暴击符？刚刚说话的那2个楚家5宗境强者，心里更是像吃了绿头苍蝇般难受。什么时候6级暴击符都他妈的成了大白菜了？来啊！楚家5黄境以下，有种的都他妈的出来打我呀！来啊！上啊！都别怂啊！凌云挥舞着手里的6级暴击符，十分的欠揍。楚问道等5宗境强者脸色就更加难看了。看到楚问道等人难受，吴德就开心起来，哈哈，臭小子干得不错，真是越来越像本掌柜的风格了。楚老三咋样啊？还有没有人来啊？这样干耗着本掌柜是无所谓的，但你们9人嘛，听说玄冥神教在荒古城势力不弱啊。听到玄冥神教4个字，楚问道脸色一沉。楚家这些年的崛起，为了拉拢人心，没少镇压玄冥神教午休，双方已是死仇，不死不休。好，小贼子，你有暴击符，那咱们就慢慢玩。楚问道发出5黄境以下截杀凌云的指令，选择暂时撤退。哈哈，楚家全都没软，全都没软。凌云冲着离去的楚问道等人大喊。楚问道气得吐血，歇斯底里的咆哮道，立即派人跟着他们，不择手段，一定要杀死那个小贼子。诺！一位5黄境楚家强者立即召集人手，开始远远的跟随在凌云3人后面。嗨，臭小子，你怎么会有这么多6级暴击符？你不会是灵符师吧？吴德像是发现了绝世珍宝一般，热情的将凌云给搂住。万花语屏住呼吸，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向凌云，似乎也在等待这个问题的答案。凌云一头雾水，好奇的问道：吴掌柜，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灵符师啊？啊，这吴德目瞪口呆。万花语凌云尴尬的摸了摸鼻尖，见识了符箓的厉害。他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制作符箓，到时无论对手是谁，一把符箓在手，那绝对牛皮啊！哼，凌云，旁门左道的东西，你还当成了宝，真是可笑。韩月的冷哼声骤然响起，打断了凌云的意想。凌云顿时有些不服气的道：韩月，灵符师是很尊贵而稀少的职业，怎么也不能算是旁门左道吧？哼，层次决定眼界。你现在觉得符箓很厉害，
那是因为你太弱。但你可知道，在最高的尺度上来看，符箓的威力最终都是有上限的。总之，你记住，强者唯有自强，才是真正的强。一行3人进入荒古城，宽阔的街道两边摆满了摊位，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古玩意儿。想要逃荒古秘境的物件，荒古城无疑是最优的选择。这时，嘿，吴老弟！右手边的某个摊位上，有个独臂老者冲着吴德招手。老汪头！吴德带着凌云和万花雨来到摊位前，看着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古式玩意，他摇着烂蒲扇笑道：“老汪头，你最近收获不少吗？”两人之前一起在荒古秘境合作过，算是老相识了。老汪头的目光在凌云和万花雨一扫而过，而后看着吴德道：“吴老弟，你这还是对那个地方不死心？”吴德摇动烂蒲扇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怅然的道：“那可是一位古圣之墓啊，仅仅是外围的几个墓室就出土了那么多好东西。而且主墓室我已经开了9成，就差一点点了，不甘心啊。”闻言，老汪头目露向往，古圣之墓确实动人心啊。不提那些丰厚的陪葬品，一尊古圣之躯，纵然是过去1000年，恐怕也不符。若能得到一滴圣血，武神境将不再遥不可及。说着，汪老头神色一暗。1个月前，漠北萧家堡来了不少人，清一色的武皇境全部折进去了，据说死得很惨。半个月前，倚天玄武院第1天焦也来了。吴德一双小眼睛顿时眯成一条线。楚天齐！老汪头点头，然后惊叹道：“此子确实颇有手段，3次尝试竟然都全身而退了。”前几天又有人再次看到楚天齐的身影出现在那座古墓前，有人猜测此子或许已经找到开启主墓室的方法。草了，不会吧？吴德当即跳脚，那座古墓是他最早发现的，前前后后弄了3次，主墓室都已经开了9成，辛辛苦苦搞这么久，就这么被楚天齐那小子给截胡了。老汪头，再见！吴德说完就走，想到有可能被楚天齐截胡，他就来气。很快，3人来到荒古城中心，一座高达100丈的淡蓝色传送光门矗立，不时有人穿过光门，然后消失在视线中。走！吴德抓起凌云和万花雨，直接飞进光门。凌云顿时感觉眼前的场景一变，这是一片林郁葱葱的树林，与外界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就在此时，一股危险的感觉涌上心头。只见幽暗的夜色下，一头通体漆黑的巨虎走出，其身躯比山峰还高，庞大的兽躯散发着让人颤栗的压迫感。这竟然一头5尊境10重的强大荒兽。凌云感觉口干舌燥，看向旁边的吴德：“吴掌柜，我们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岂止是不太好？吴德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本掌柜进出荒古秘境这么多次，都没遇到过一次5尊境10重的荒兽。这头畜生已经通灵，没有立即攻击我们，是在判断本掌柜的实力。只要我们露出一点怯色，他的攻击绝对会比我们逃跑的速度更快。说着，吴德手中出现那半截灰色石塔，然后将声音凝聚成线传进凌云的耳中：“臭小子，杀了这畜生，后面一段时间就要靠你照本掌柜了，可懂？”凌云还未来得及回应，黑色巨虎长啸一声，扬起房屋般大的虎爪便拍了过来。草了，这畜生！吴德双手一合，施展出某种秘法，然后那半截灰色石塔顿时爆发出滔天乌光，轰！虎爪直接被洞穿，然后贯穿了整条臂爪，从黑色巨虎的背部穿出。黑色巨虎庞大的兽躯定在半空片刻，然后轰然倒下。什么？吴德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实力！楚家那名带队尾随的武皇境强者望着前方吴德那无敌的背影，心神震颤，全身发冷。那可是5尊境10重的荒兽啊，竟然被吴德一招就杀死了！这等实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幸好大长老之前英明决断，没有选择跟吴德继续硬拼下去。楚刀长老，这吴德这么强，我们能有机会杀那凌云啊？一位武王境的楚家高手凝重的开口。我们一直跟在后面，总会有机会的。楚刀目光十分坚定，他们的目标肯定是那座古墓，少主就在那里。如果少主成功进入了古墓，凝聚出了法相真身，未必没有机会拖住吴德。到时就是你们出手之时，一旦能成功杀死凌云，绝对是大功一件，你们在家族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众人闻言都觉得楚刀说的有理。场中，吴前辈，你也太强了吧！万花雨呆呆地看着黑色巨虎的尸体，感觉很不真实。臭小子，赶紧把兽盒挖出来！一枚5尊境10重的兽盒，拿到万宝商会能卖出天价。吴德摇着烂蒲扇，一脸笑意地说道。凌云立即取出雷劫剑，纵身跃到黑色巨虎头上，很快便挖出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黑色兽盒，托在手中竟有1000斤之重，里面蕴含的能量之多，简直不敢想象。凌云感知了一下，不由叹息道：“可惜这里面的能量不是真气，否则我直接用混沌开天路吞噬炼化，修为不知会提升多少。”臭小子，你先收着！吴德招呼一声，已经往前迈动了脚步。见状，凌云连忙将兽盒放进储物袋，然后小快步跟上。走出一段距离后，噗！吴德突然狂喷一鲜血，身形一个踉跄就要摔倒。凌云早有准备，眼疾手快，连忙扶住了吴德。啊！万花雨大惊失色，被凌云一个眼神制止，连忙用手捂住了小嘴。小花雨，莫慌，本掌柜死不了，只是强行催动了这石塔，导致反噬，
3天无法再战而已。从这里通往那座古圣之墓，起码还有5天的路程。接下来，你要听从凌云的指挥。万花雨不由看向凌云，发现凌云脸色镇定，显然早已知晓吴德会变成这样的状态。凌云释放出感知，发现楚家的强者依然尾随在后面，只是没有之前那么靠得近了。显然，他们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前。吴掌柜，你带路。万花雨，你灵魂力不弱，警戒侧翼，后面有楚家强者尾随，暂时安全。凌云立即做出安排，然后与吴德并肩而行，警惕着前面的风吹草动。没走多久，突然青色小树有了反应，似乎周围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凌云不由顿住脚步，朝四周感知着，然后目光锁定了右前方不远的一座山峰。那座山峰弥漫着5颜6色的瘴气，看不清全貌，只是一个山峰的轮廓。吴德看向凌云，臭小子，怎么了？吴掌柜，我感觉那座山峰不简单，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凌云语气笃定。哦，吴德露出几分意外之色。这座山峰在荒古秘境有些名气，名为缙云山。据说300年前，有一位玄冥神教教主在此陨落，身躯血肉与这山峰融为一体，才有今日你所看到的样子。不过这300年来，不管是正道武修，还是魔教修士，都曾进入缙云山寻宝，但收获寥寥。而且这些瘴气是那位玄冥神教教主死后怨气所化，纵然是武皇境武修在里面，也支撑不了太久。闻言，凌云眼睛微微一眯，没想到这座山峰还有这般来历。万花雨这时开口问道：“吴前辈，这位玄冥神教教主是不是名叫紫阴阳？据说他是玄冥神教最后一位修炼吸星大法的魔道强者。”不错，正是紫阴阳。吴德点头，也正因如此，这300年来才有许多人前往这缙云山，意图找到吸星大法的修炼法诀。可惜这缙云山都被人翻了不知多少遍了，也没人找到那吸星大法的修炼法诀。不过既然凌云你想去试试，那你就去看看，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凌云点头，将一张6级暴击符悄然塞进吴德手里，然后朝缙云山掠去。捏了捏手里的暴击符，吴德嘴角不由勾起一抹笑意。这臭小子还真是大方。来到山脚，青色小树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周围的瘴气也越来越浓郁。不过凌云催动出火焰真气，轻松将涌来的瘴气焚灭。就在这时，一道对话突然传进凌云的耳中：“子羽，虽然你是玉面罗刹的弟子，可你不要忘了，这里是荒古秘境，杀了你再用化骨水毁尸灭迹，谁知道是我吴哲做的？吴哲，虽然我跟师尊来过这缙云山，可这缙云山今天很反常，你听我的，不要再往上了，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子羽，你这话3岁小孩都不会信。你是那紫阴阳的后人，这是他的埋骨之地，有你在，能有什么危险？我有直觉，吸星大法一定在这缙云山。立即带路。”前面传来不容置疑的冷喝声，竟然是2个魔教修士。凌云收敛气息，躲在一棵参天古树后面，将2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子羽，既然你不愿带我上山，那就别怪我了。轰！伴随着沉闷的真气撞击声响，一道紫色人影倒飞而来，撞在凌云藏身的这株大树上。噗！子羽喷出一大口鲜血，然后猛然抬头看向树后的凌云。乌哲施展身法追上来，顿时也发现了凌云。小子，你是谁？乌哲顿住脚步，朝凌云望来，然后一眼就看到凌云手捏的雷结剑，他那对3角眼中顿时爆发出一抹炙热。地级中品战兵。乌哲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看向凌云：“大武师？”“对啊，大武师，怎么想抢啊？”说着，凌云捏着雷结剑，随手挽了一个剑花。乌哲眉头顿时一拧，背后有人。乌哲释放出武灵境的感知，方圆100丈范围都没有发现异常。哼，虚张声势。乌哲冷笑一声，双臂一展，武灵境3重的修为完全释放出来。小子，地级战兵不是你这种渣渣能够拥有的，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外出历练的残酷。嗖！乌哲将真气涌向双脚，施展出一门极其诡异的身法，如同鬼魅一般在原地消失，然后出现在凌云面前。5根萦绕着真气的手指呈爪状，闪电般抓向凌云的脖子。他不管凌云背后是否有人，只要拿捏住凌云，那就稳了。一切十分顺利，完全如同他的预料。一个小小的大武士3重，在他武灵境3重面前，根本就毫无抵挡之力。乌哲轻松地捏住了凌云的脖子，然后得意地笑道：“小子，现在……”乌哲脸上的笑容骤然一僵，双目暴瞪，迸发出难以置信之色。吸星大法，他苦苦找寻的吸星大法，竟然就在眼前，只是一瞬间便吸掉了他苦修20年的真气。紧接着，空空如也的丹田，让的乌哲感觉背脊发凉，竟然只让我丹田内的真气增加了3丈，你这修为水分也太大了。凌云非常不满地送了乌哲一个透心凉，然后至尊鼎再传来一股吸力，乌哲便灰飞烟灭了。画师公，你是9绝魔君的弟子？子羽捂着胸口站了起来，警惕地看着凌云。虽然都是玄冥神教武修，但在这荒郊野外，杀人夺宝的事情并不新鲜。凌云看了一眼子羽，武灵境2重，如果正面战斗，哪怕此女受了伤，他的把握也不大，除非动用暴击符，但那实在太浪费了。这般想着，凌云收起乌哲的储物袋，提着雷结剑，留给子羽一个冷峭的背影，朝山上走去。这么高，子羽愕然，她好歹也算个美女，竟然就这么被人无视了。
喂，看在你刚刚也算救了我一命的份上，提醒你一句，不要上山，危险。子羽冲着凌云的背影喊道。凌云头也不回，循着青色小树的感应，小心翼翼地往上前行。周围寂静的可怕，连风都没有一丝。这种绝对的死寂，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压抑感。这地方果然有些反常，难怪那子羽不愿上来。凌云打起12分的精神，一张暴击符捏在手里。来到山腰后，凌云转头横向前行。咦，他怎么也知道那个地方？远远跟在凌云后面的子羽惊讶了。凌云根本不像是初次来缙云山，而是十分熟悉地朝着那个地方前去。这是一小片乱石区，杂草丛生，并不起眼，但子羽却是十分清楚，这里就是他家老祖子阴阳真正的陨落地。子家几代人都曾秘密来过这个地方，并无所获。嘶嘶嘶！突然，一条水桶粗、通体青灰色的大蛇从杂草丛中冒出。不好，这竟然是一头五黄境的强大荒兽！本能的，子羽便是想要远退，可他刚转身跑出一步，却感知到凌云站在草丛外，并没有逃走的意思。这是什么情况？那可是一头五黄境的强大荒兽啊！就算这家伙是九绝魔君的弟子，有些隐藏手段，但应该也他一回头，就见凌云扬手扔了一张符箓出去，轰！一条强大的五黄境荒蛇直接被炸成了两段。嘶！子羽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少年到底是谁？随手就是一张6级暴击符，还手握地级中品战兵，就算是九绝魔君的亲儿子，恐怕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浪费一张6级暴击符，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啊！凌云挖出荒蛇的兽核收好，然后挥动雷结剑，将周围的杂草清除。在一片乱石堆中，一块平平无奇的原石进入凌云的视线。嗖！凌云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这块原石之上。顿时，凌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远比前2次炸测灵石碑更强的能量涌入体内。但就在这时，脚下的原石中传来狰狞而扭曲的声音：“混蛋，你到底是谁？为何要毁我本体？少年郎，不要停，快毁了他，毁了他呀！”2股完全不同的声音传来，凌云顿时愣住，这是什么情况？石头也开口说话了，而且石头里怎么有2个人？呵呵，韩月玩味地笑了起来。凌云，这块造化晶石竟然有了意识，都快成精了，而且他还囚禁了一个人类灵魂，试图打破生命桎梏，完成蜕变，化为人形。什么？凌云直接震惊了，石头也能成精，还能化为人形？哼！韩月冷哼一声，凌云，你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莫说这块石头乃是造化晶石，本身就拥有一丝造化之力，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机缘巧合成精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只是这块造化晶石也太废物了，几百年都未能同化一个人类的灵魂。谁？是谁在说本石废物？人类，不要再吸了，放过本石吧！啊！人类，那块造化晶石显得十分不甘心，但它的本体已经渐渐开裂，灵魂在开始崩溃。青色小树没有客气，将造化晶石中的造化之力全部吸收。咔嚓！造化晶石完全碎裂。300年了，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石头中300年了，终于能够解脱了。一道虚幻的黑袍人影浮现，对着凌云躬身一拜：“少年郎，吾乃玄冥神教第75任教主子阴阳，今日你助我解脱，得以超生，本教主无以为报，唯有2物相赠，其一便是我的一滴半圣之血。”半圣！凌云眼睛猛然一瞪，子阴阳生前竟然是一位半圣强者，这未免太过骇人听闻。要知道，就目前来说，整个苍风郡国好像都没有武神境，以武君境为尊，半圣那可是凌驾在武神境之上的超级强者。见凌云如此表情，子阴阳苦笑道：“少年郎，我子阴阳虽然自觉天资不错，但又岂能达到半圣之境？他若真能达到半圣之境，又岂会陨落在这缙云山？”子阴阳解释道：“那滴半圣之血是我在那座古圣之墓中吸收了那位古圣师体液散出来的圣气，融入自身血肉，勉强凝聚出来的。”凌云眼睛猛然一亮，汪老头果然猜得不错，那尊古圣的圣躯确实未腐，而且这具圣躯还有圣气遗留，说明这具圣躯的血肉活性还很好，提炼出圣血并非不可能。半圣之血就在原石之下，你可自取。闻言，凌云手中雷结剑一动，插入碎石之下，果然挖出一滴绯红的血珠，将这一滴半圣之血托在掌心，耀眼夺目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里面蕴含着雷霆万钧般的恐怖力量。少年郎，这滴半圣之血可以重塑你的根基，让你的武体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但以你目前的修为，万万不可尝试炼化。仅子阴阳的话还未说完，那滴半圣之血像是受到什么牵引一般，直接没入了凌云的胸口。不要！子阴阳大惊失色，差点就原地魂飞魄散。凌云竟然直接就将这半圣之血融入体内，这完全就是找死啊！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交代清楚啊！子阴阳十分不甘心，同时也后悔，不该说明这是一滴半圣之血。别说凌云只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郎，试问整个苍风郡国的武修，谁又能抵挡一滴半圣之血的诱惑呢？唉，罢了。子阴阳心灰意冷，最后一丝执念便要消散，但突然他发现凌云竟然没有被半圣之血撑爆，这是什么情况？子阴阳难以置信地望着凌云，只见凌云的脸上、脖子、双手都覆盖上了一层血纹，
他竟然在炼化这滴半圣之血！紫阴阳彻底震惊了，一个小小的大武师竟然能够炼化半圣之血，这简直骇人听闻，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此时，随着这滴半圣之血入体，凌云全身的鲜血像是燃烧了起来一般。原本半圣之血蕴含的力量是改善服用者的武体，可此刻在凌云的体内，这滴半圣之血却像是引发燎原大火的火星，沸腾的血液融化了半圣之血，然后滋润全身血肉骨骼。凌云的皮肤散发出淡淡的光芒，整个人看起来宝相庄严。短短半刻，半圣之血被完全整合吸收，凌云的血肉变得无比充盈，骨骼变得像钢铁一般坚韧，甚至他的身高好像都拔高了2分，整个人看起来修长挺拔，褪去了2分少年的稚气。至于丹田内变化倒是不大，因为所有的能量都被血液整合吸收。前辈，感谢你赠送的半圣之血。凌云对着紫阴阳行了一礼，这滴半圣之血对他目前的帮助实在太大，武体的提升远比简单的增加真气提升修为重要太多太多，而且改善武体后，他的实力比之前也有很大提升。面对大武师师中的午休，就算不动用小世界的力量和天魔九变，他现在也有信心一战。紫阴阳惊叹道：“少年郎，你的血脉简直不可思议，竟然完全吸收了这滴半圣之血，没有浪费一丝来提升修为。看来这滴半圣之血赠予你是再恰当不过。至于这第二武，乃是我玄冥神教的镇教功法吸星大法。”吸星大法，凌云眼睛微微一眯，他已经听过很多人提起这门功法。少年郎，这吸星大法，你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背景，最好不要修习，否则一旦被发现，将会招致大祸。切记，切记！紫阴阳说完，渐渐虚幻消散，然后一个黑色卷轴落入凌云手中。吸星大法，凌云简单的看了一下，便对这吸星大法没了兴趣。这吸星大法是将真气散于全身108条经脉，形成体内空洞吸人真气，自身修为越高，吸力才会越强，同时吸入体内的真气有量的限制，而且还有真气反噬的缺点。但混沌开天路就完全不同，可以完全无视双方的修为差距，吸入体内便能同化，没有任何后遗症。这紫阴阳没有明说要怎么处理这吸星大法，要怎么处理这吸星大法呢？这可是玄冥神教的镇教功法呀！凌云正思考着，突然灵光一现，看向藏在不远处的子羽。跟了这么久，出来吧。子羽没有动，他感觉凌云是在诈他，毕竟他的敛息术乃是玉面罗刹的独门绝技，纵然是武王境高手，也不一定能够发现他的气息。嗖，凌云施展森罗万象步，如果鬼魅一般原地消失，然后出现在子羽面前。啊！子羽被吓了一跳，本能的提起真气，一掌轰向凌云。凌云见状，有意试试他现在的实力，当即调动全身真气涌向手掌。轰！两只手掌立时对轰在一起。凌云感觉手掌微微发麻，他连退3步才卸掉了自手掌传来的距离，而对面子羽同样退了3步才勉强稳住了身形。你的实力竟然一下提升了这么多！子羽脸色凝重。凌云刚才用暴击符轰杀了蛮蛇后，他不得不藏得更远一些，以至于没太看清凌云在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的，凌云绝对在乱世区那里得到了大机缘，不然一个人的实力甚至是气质不可能这么快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哈，不错，再接我一掌！凌云心情大好，以更快的速度冲向子羽，然后打出一道雄浑的掌印。子羽被迫反击，同样打出一掌，但是这一次两人的手掌刚一接触，子羽便骇然失色。吸星大法！子羽忍不住喊出了声音。凌云很好的控制了力道，只吸了子羽一小半的真气，然后就主动收回了手掌。子羽本就受了伤，此刻又被吸了一些真气，顿时变得十分虚弱。你想做什么？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下意识的往后退。唰！凌云手中多出了一个黑色卷轴，然后看向十分紧张的子羽道：“如你猜测的那般，我显然是在那边得到了一些机缘，包括我手里这卷。你们苦苦找寻了300年的吸星大法，果然如此。”亲身体会了凌云施展的吸星大法，子羽根本没有一丝怀疑。凌云扬了扬黑色卷轴，吸星大法共有9层，这是前3层的口诀心法，我可以赠予你。真的？子羽眼睛猛然一亮，心跳忍不住加速，但旋即他眉角一低，声音沉凝的道：“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会天真到认为凌云会看上他的身体，这世间最不缺的就是美女。我需要你以武道之心起誓，一生一世效忠于我凌云，永不背叛。凌云目光灼灼，脸色肃然，武道一途，危机四伏。凌云从未想过要单打独斗，必须要培养属于他自己的势力。一生一世。子羽沉默了，他子羽也是玄冥神教小天才，就这样将自己卖了，而且是一生一世，这绝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能接受的。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我的时间很宝贵。凌云提醒了一声，手里的雷劫剑变得无比明亮。他手里有吸星大法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我答应你，我子羽以武道之心起誓，一生一世效忠于凌云，永不背叛。若为誓言，天诛地灭，人神共诛。说完，子羽单膝下跪，右拳置于胸前，低手道：“子羽拜见凌公子。”很好。接着，凌云手腕微一发力，
那个黑色卷轴便抛向子羽。子羽接过卷轴，打开一看，前面的总纲确实是吸星大法口诀心法，无疑。顿时，委身于人的憋闷消散大半。这柄真武剑算是见面礼。凌云取出山河榜第1奖励的那柄真武剑，旋即极品战兵。子羽眼睛微微一亮，这可是武王境大高手才有资格标配的战兵。多谢林公子。子羽欣喜的接过，憋闷的心情又舒爽了2分，觉得凌云看起来好像还有点帅帅的。好了，你暂且回玄冥神教潜心修习这吸星大法，但一定千万要注意安全。我在荒古秘境还有事情要处理，后面有需要会联系你。遵命。子羽行了一礼，然后留下联系方式，快速离去。凌云回到乱石区，将碎裂的那块原石挖出来，装进储物袋。这毕竟是造化晶石，虽然里面的造化之力已经被吸收，但依然坚硬非凡。全部捡完后，凌云立即起身朝山下赶去。刚到山脚，吴德便开口问道：“臭小子，我们刚刚在山下听到暴击符爆炸的声响，你没？”吴德话说一半，突然发现凌云看起来跟上山之前有一些不太一样了，身高似乎比之前高了一点点，皮肤像玉一样，脸上也少了几分稚气。凌云，你这到底是吃了什么天才地宝？万花语抿着好看的嘴唇，黑宝石的双眸散发着好奇的光芒。小花语，别问了，个人有个人的机缘，凌云得到不错的机缘，实力提升，对我们也有好处。吴德没给凌云开口的机会，然后继续说道：“抓紧时间出发吧。”古圣之墓，凌云眼中闪过一抹火热。紫阴阳仅仅是吸收了那具圣尸意散出来的圣气，便在体内凝聚出了一滴半圣之血。如果能得到真正的圣血，凌云立即说道：“保持之前的队形，出发了。”后方，楚刀远远地望着凌云的背影，沉吟道：“凌云这小贼子在缙云山待了这么久，期间还动用了暴击符，他说不定有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人接茬道：“他不会找到传说中的吸星大法吧？”楚刀想了想，看向说话这人：“楚川，你的修为不高不低，去挑战一下那小子。”楚刀面色不悦：“楚川，你只有武灵境3重，凌云不可能在你身上浪费一张6级暴击符，去吧，看看这小子到底在缙云山有了什么机缘。”楚川欲哭无泪，但面对楚刀的命令，楚川根本无法也不敢拒绝。他抽出一柄玄级中品战刀，然后立即朝凌云暴冲而去。凌云，楚家楚川前来挑战。楚川远远的便释放出了他武灵境3重的修为。蛮龙斩，楚川师斩出一招精妙的刀法，朝凌云劈来。他这一刀杀意不强，主要是为了试探凌云的修为和实力。见状，凌云冷然一笑，不闪不避，战刀顿时劈在腰间，但却只是斩破了衣服。防御宝甲，楚川眼睛一瞪，就要拉开距离，但凌云手里的雷劫剑更快，直接捅进楚川丹田。啊！楚川一声惨叫，感觉体内如同泄洪般疯狂往外涌，吸收了这些真气。凌云突破到大武士4重，你吸！楚川距离凌云最近，察觉到这种变化，当即眼睛一瞪，就要喊出那4个字，但一双大手直接捏碎了他的脖子，随手将楚川的尸体扔在地上。凌云冲着不远处的楚家人道：“老子没空陪你们玩，有种就一起上，否则就不要浪费老子的时间。”说完，凌云掉头就走。这小子竟然穿了一件强大的防御宝甲。楚刀脸色阴沉，又损失了一名武灵境的族人，关键是啥也没有发现。不行，你们先在后面跟着我去缙云山看看。楚刀始终觉得有那里不对劲，然后施展身法直奔缙云山而去。感受到楚刀脱离了尾随的楚家队伍，凌云的目光落在前面即将通过的一条狭长山谷，然后标注着镇雨液的玉瓶出现在掌心。这是玄冥神教研发的一种剧毒，无色无味，纵然是武皇境强者的真气都能污染消融。既然你们非要跟着，那就去死吧！凌云手掌微微用力，将玉瓶震裂，然后悄无声息地放在经过的草丛中。接着，凌云加快了脚步，快速朝山谷外走去。后面的众楚家武修见状，也不由加快了步伐。5天后，一座并不起眼的山坡出现在视线中，在山坡外的一大片空地上聚集着不少武修。走得近了，可以看到在山坡中间有一个明显人为开凿出的巨大洞口，洞口四周萦绕着阴森的黑色雾气，那就是古圣之墓的入口。凌云问。吴德点了点头，不错，当初发现这座古圣之墓也是机缘巧合，那入口便是本掌柜开辟出来的。说话间，吴德有几分傲然。你们别看这古墓埋在这不起眼的山坡之下，其实这座古墓十分宏大，其中墓道无数，宛若迷宫。这些墓道中不仅有很多机关，而且还有一些未知的生物，所以待会进入古墓后，你们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有些东西不能乱碰。凌云点头，然后3人朝山坡外的空地走去。就在这时，一阵大笑声突然由远及近的传来。无量天尊，吴德，真是太巧了，咱们又遇上了。一个身穿血袍，手持拂尘的道士从林间飞出，落在凌云3人身前3丈。上一次吴德打开主墓时失败，血道子就跳出来尝试一番，结果显然是失败。吴德一双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看着血道子冷冷的道：“所以你是想来分一杯羹？古圣之墓乃是无主之物，你吴掌柜吃肉，我们大伙喝点汤，这不过分吧？”一个黑衣青年从林间奔掠而出，在血道子身后站定。江武阳、万花雨，
黑衣青年和万花雨同时认出了对方。接着，姜武阳脸色微微一沉，盯着万花雨道：“万花雨，你旁边那个小子是谁？关你什么事？”万花雨冷哼一声，然后很自然地挽住了凌云的胳膊。凌云，姜武阳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万花雨，为了拒绝我的追求，你就找这么一个垃圾的挡箭牌？姓姜的，看不起谁呢？你连给凌云提鞋都不配。万花雨昂着下巴，将凌云挽得更紧，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姜武阳冷冽的目光落在凌云身上，呵，凌云是吧？不想。凌云一把拉过万花雨，捧着他的脸，对着他的嘴唇就吻了上去。万花雨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目瞪口呆，初吻就这样没了。姜武阳原地气炸，他追了万花雨这么久，手都没拉过一次，可眼前这个叫凌云的小子竟然亲了万花雨的嘴。姜武阳顿时咆哮道：“小子，你死定了，死定了！”凌云却懒得理会这傻子，对着吴德道：“吴掌柜，咱们走。”吴德冷冷地看了血道子一眼，然后迈步朝入口处走去。凌云，万花雨回过神来，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两个字，他狠狠地掐在凌云的腰上，然后一扭。这一幕落在后面的姜武阳眼里，就宛如打情骂俏，更是让他无比生气。武阳，生气根本没有意义，喜欢的东西就要去抢。血道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也迈动脚步朝古墓入口行去。血道子这一带头，周围有不少强者也蠢蠢欲动。另一边，凌云三人踏进古墓，眼前是一条幽暗深不见底的墓道，浓郁的血腥味从里面传来。这墓道里有许多的岔道，而且这些岔道口也在毫无规律地变化着，有的岔道通往死亡沙阵，有的墓道通往未知强大的生物。总之，如果没有特殊的标记，进入这墓道里就完全凭运气。说着，吴德取出一个古铜色罗盘，托在手中，然后注入真气。凌云顿时发现罗盘上出现了一个红点，这个红点就是主墓室的位置。凌云问：“不错，这便是本掌柜的手段。”吴德傲然地说着，然后招呼凌云两人跟上。走进墓道，空气中还残留着浓郁的血腥味，但地上却只有衣服，不见那群萧家宝玄丹境强者的尸体，情况有些诡异。凌云话音刚落，墓道的石缝之中突然窜出一只黑色的触手怪物。走在前面的吴德顿时被触手怪物卷住，他脸色微微一变，不好，有人在主墓室那边启动了反向杀阵。凌云第一个就想到了楚天齐。据老汪头所说，这混蛋前几天便入了古圣之墓，他不会已经打开了主墓室，夺下了那具古圣之躯吧？凌云感觉到了强烈的紧迫，如果真的让楚天齐拿到了那具古圣之躯，那楚天齐的实力绝对会发生质的飞跃。你们两个赶紧退后，待掌柜灭了这怪物，前方大战爆发。凌云两人赶紧后退一段距离，毕竟能够让吴德如此战斗的怪物，战斗的余波太强。但就在这时，凌云和万花雨面前凭空多出了一堵墓道巨石，吴德和触手怪物大战的声响完全听不到了。糟糕！凌云脸色微微一变，他们显然被隔进了新的墓道之中。万花雨凝聚全身真气，一掌轰在面前的墓道巨石之上，他大武师九重的全力一击轰在这墓道巨石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凌云顿时摇头，没用的，这些墓道巨石显然有法阵加持，除非实力比古墓主人更强，否则根本不可能强行破开墓道。那怎么办？万花雨明显有些紧张了起来，下意识地朝凌云身边靠了靠。凌云捏着雷结剑，目光坚毅，只能往前，争取在主墓室外与吴掌柜会合。凌云选择了一个岔道，继续前行。两人刚走不远，前方转角外出现了剧烈的能量波动，有人在战斗，小心！凌云屏气凝神，抬手示意万花雨放慢脚步，缓缓靠近。姜武阳，你不要太过分了，这个储物袋是我们千辛万苦杀死了那头荒兽才挖出来的，是你们挖出来的又如何？关键是我姜武阳先一步捡到的呀！呸！姜武阳，你那里是捡？你刚刚分明就是抢！这储物袋是无主之物，谁捡到就是谁的，不服你们来打我呀！战斗更加激烈，一个带血的储物袋被震飞过来，掉落在凌云面前。凌云眼睛一亮，立即将那储物袋捡了起来，攥在手里。追着储物袋跑来的姜武阳见到这一幕，脸色顿时一沉。小子，又是你！说着，他看到了跟在凌云身后的万花雨，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小子，把那储物袋交出来，然后立即跪下，或许本公子今天还会给你一个痛快。姜武阳释放出武灵境三重的修为，五指捏成爪形，在指尖顿时凝聚出狰狞的真气尖刺。凌云笑了笑，在手里掂了掂那储物袋。姜公子，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这储物袋是无主之物，谁捡到就是谁的。现在这储物袋被我凌云捡到了，那自然就是我的了。不服你来打我啊！你找死！姜武阳暴怒，一步跨越双方的距离，挥动手爪抓向凌云的脖颈。面对武灵境三重的致命一击，凌云直接施展最强一招。凌云双臂猛然一抬，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方圆10丈范围的空气好似沸腾了一般。接着，凌云双手一合，一道金光剑指在他的胸前凝聚而出。这金光剑指仆一凝聚，就散发出寂灭一切的死亡气息。倒冲而来的姜武阳看到这一幕，脸色巨变，这是什么战绩？姜武阳惊骇之时，立即转攻为守，一连在身前凝结出18层真气防御。封神暗指杀，
凌云双掌猛然往前一推，面前的金光剑指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轰向姜武阳。姜武阳凝聚出来的真气防御，如同纸糊的般被轰破，然后重重地轰在他的胸膛之上。砰！姜武阳狂喷一大口鲜血，如同虾仗般向后倒飞，然后坠落在18丈外的墓道上。咦，竟然没有直接秒杀！姜武阳竟然也穿了一件防御宝甲。噗噗，落到地上，姜武阳又忍不住喷出了2口鲜血。他感觉内脏都像是被震碎了一般，全身提不起一点力气。见到凌云提着雷劫剑走来，姜武阳终于慌了。凌云，不要杀我，我姜家的血脉特殊，你杀了我，就会在你的体内形成一种特殊的血煞，只要一定范围内就能被感应到。我的是尊氏血道子，他就在这古墓之中，有这么神奇？凌云侧头看向万花雨，万花雨点了点头。凌云，我爹说过，姜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尤其是不能轻易击杀姜家的族人，是吗？不杀他，等他去摇人来杀我呀！凌云可不想放虎归山，一剑就斩下了姜武阳的人头。万花雨这姜武阳一死，凌云立即就感觉有一股特殊的气息附着在了他的身上，这就是那所谓的血煞。凌云闭目感知，发现这玩意有点类似灵魂力，是无形的，不知道怎么才能驱除。凌云也没再花时间去想，他正要去将姜武阳的尸体处理掉，但是姜武阳的尸体刚一落地，直接就融入了墓道之中，只剩下一身衣物和那件防御宝甲，这么诡异。凌云目光一凝，如此说来，萧家堡那些武皇境强者的尸体果然也是如此消失的。他走过去，将姜武阳的那件防御宝甲捡起，在封神暗指杀的强大力量之下，胸前部分全部碎裂了，等于是基本报废了。他又捡起姜武阳的储物袋，打开，灵石有10来万，总算有点小收获。然后有一本泛黄的书册，打开一看，是关于血脉修炼的。我的身体经过半圣之血改造，不知能不能修炼。凌云先将其收好，然后取出了姜武阳之前争抢的那个储物袋，储物袋上有一个明显的萧字，难怪刚刚那几人拼死与姜武阳大战，这可是武皇境强者的储物袋啊！凌云的心头也不由火热起来，连忙打开，入目便是一堆灵石，起码有50万以上。而在灵石旁边是一堆玉瓶，里面装的大多是疗伤药和恢复真气的药丸。这些人果然还是准备挺充分的，可惜都没能用上便陨落了。凌云将这些全部收好，然后看向第3个，有2把战剑和3件护甲，应该是那位武皇境备用的。2把战剑均是玄级极品，跟他送给子羽的真武剑一个等级。3件护甲，1件玄级极品，2件地级下品，都比他身上穿的这件金刚宝甲强太多。哈哈，这次终于赚到了！凌云立即将2件地级宝甲取出，然后将其中1件宝蓝色的抛向万花雨。你送我了？万花雨看着手中这件宝蓝色护甲，感觉有些难以置信。这可是地级宝甲，如果拿出去拍卖，至少都是100万灵石起步。咱们现在在这个古圣之墓中，命运与共，我可不想你那么快就死了。说话间，凌云已经换上了那件青铜色宝甲，然后他催促道：“万花雨，你赶紧的换上。”万花雨哼道：“你转过身去，就换个宝甲，你又不会全部脱光，至于吗？”凌云无语的转过身去，一阵稀稀的声音，万花雨换好了宝甲，来到凌云身边，他哼道：“凌云，别以为你送我这件宝甲，我便会原谅你。”凌云手中又出现了一柄水蓝色的战剑，看到这柄战剑的第一眼，万花雨就喜欢上了。他撅着晶莹的嘴唇说道：“凌云，你要是把这柄玄级极品的战剑也送给我的话，那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原谅你。”凌云顿时给了万花雨一个白眼，然后迈动脚步，留给万花雨一个冷峭的背影。万花雨，凌云，我诅咒你一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与此同时，另一边，从天玄武院匆匆赶来的李天荣一行人，在缙云山外碰到了楚刀。此刻的楚刀手臂断了一条，狼狈无比。而在楚刀身后不远，则是躺着一众楚家高手的尸体，至少有10几位。李天荣连忙问道：“楚刀长老，怎么回事？是谁干的？”“我在缙云山遇到了一只强大蛮兽，几经周折才逃了出来。”楚刀嘴角苦涩无比。李天荣眉头微一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他的目光望向那些楚家高手的尸体，别告诉我那些人也是蛮兽杀的。听到李天荣提起这个，楚刀神色一凝，他们都是中了玄冥神教的鸠羽叶之毒而死，玄冥神教之人干的。李天荣不由打起12分精神，然后说道：“楚刀长老，不知你可见过凌云那个小贼子？”凌云听到这个名字，楚刀脸色更加狰狞。“李长老，我们就是在后面尾随这个小贼子，才落得了如此下场。”说着，楚刀便将进入荒古秘境后发生的一切简要的给李天荣描述了一番。听完，李天荣总觉得有那里不对劲，但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楚刀长老，你先安置好族人，我们先走一步。”李天荣立即带人朝古圣之墓赶来。古墓中某条墓道，凌云和万花雨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墓室，昏暗的光线下，一具石棺静静地停在墓室中间，石棺下方是一盏长眠灯。万花雨顿时兴奋地道：“我们的运气不会这么逆天，已经来到了埋葬古圣的墓室吧？”“不可能的！”凌云曾炼化过半圣之血，感受过那位古圣的气息，这具石棺看起来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气息散发，这墓室有些诡异，恐怕有大危险。凌云没有选择进入这个墓室，想要原路返回。
但就在这时，后方传来一阵大笑声，哈哈，无量天尊竟然又被道爷发现了一个目视。身穿血色道袍的血道子从转角中出现，然后就看到了站在目视外的凌云两人。咦，竟然是你们两个小家伙，无德呢？血道子四下感知，然后嘴角浮现一抹玩味。小子，你杀了江武阳？血道子脸色顿时一沉，双眸中寒芒凛冽，让凌云顿时有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感觉，差点就要跪在血道子面前。这就是5尊境强者的恐怖，仅仅是一个眼神便可轻易镇杀大武士午休。但幸好凌云的武体经过半圣之血的洗礼，扛住了血道子的这一道眼神。血道子前辈，我是万家万花雨，是江武阳先要杀我们才不得不反击的。万花雨硬着头皮上前，将凌云挡在了身后。小贱人，万家又如何？这里可是荒古秘境，武阳追你那么久，你都不理，却要跟这小子眉来眼去。既然如此，那你就下地狱去陪武阳吧。血道子神色凝然，手中浮尘一挥，顿时有磅礴浩大的真气涌来。万花雨根本就躲不开，顿时狂喷一大口鲜血，身体向后倒飞。万花雨，凌云大惊失色，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万花雨就撞进了他的怀里。恐怖而可怕的力道，连带着凌云也一起被撞得飞进了墓室，然后撞在墓室中间的那具石棺之上。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凌云两人刚一落地，一块巨石自墓室入口落下，整个墓室顿时封死，然后那盏长眠灯也突然熄灭，整个墓室漆黑一片。但凌云顾不得这些，立即将万花雨瓶放在地上，然后取出一枚火石点燃。只见此刻的万花雨七窍流血，脸色苍白的可怕，气若游丝。如果不是那一件地级宝甲，恐怕万花雨已经彻底死了。万花雨，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凌云立即掏出最好的疗伤药，往万花雨嘴里塞。随后，凌云运转真气，引导药力在万花雨体内化开。好在这是5黄境强者准备的疗伤药，药效非凡，万花雨的伤势勉强稳住了。凌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就在这时，凌云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掌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凌云顿时魂飞天外，浑身一片冰冷。但是等了半天，那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掌似乎并没有下一步动作。凌云这才小心翼翼地侧头，顿时看到一只苍白的手掌，顺着手掌往后是一截腐旧的红色衣袖，视线再往上，一只脸色惨白、嘴唇猩红的女僵尸趴在石棺边缘瞪着他。凌云喉咙滚了滚，然后抬起雷结剑，试图将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掌拔开。但是他这一动，僵尸直接从石棺里坐了起来，露出半截身体，然后那只手掌仍然抓着凌云的肩膀。啊，这凌云额头冒出了冷汗，这只僵尸什么情况？抓着自己不放。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凌云体内108条经脉鼓荡，真气涌动，猛地震开了搭在肩膀的手掌。接着，凌云抱起万花雨便快速暴退。砰！僵尸直接从石棺里跳了出来，一步步的朝凌云跳来。凌云移动位置，那僵尸也移动方向。僵尸的速度并不快，似乎是本能的驱使他朝着凌云这个方向靠近。这僵尸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凌云没有开始那般紧张，一边保持着和僵尸的距离，一边释放出灵魂力查看这僵尸的情况。终于，凌云发现了问题所在，圣气。这只僵尸的体内似乎有圣气的存在，而凌云炼化过一滴半圣之血，这滴半圣之血是自阴阳吸入体内后演化而成。活人吸入圣气可以演化出半圣之血，那尸体如果沾染了圣气，同样不腐，变成了僵尸。所以这僵尸其实是闻到了我体内的半圣之血的气息，想吸收我的半圣之血。凌云明白了过来，手中雷结剑扬起，顿时爆发出7749道剑影，最强战技烈焰狂剑斩。砰砰砰，萦绕着烈焰的剑影轰击在僵尸的身上，只是将他那腐旧的衣袖轰碎，却未能在其身上留下那怕一道剑痕。凌云眼睛顿时瞪圆，防御竟然如此之高，那位古圣到底是何来历？仅仅沾染了其圣气的僵尸，便进化出了如此可怕的防御。如果真的能打开那座主墓室，得到那具古圣之躯，呼！凌云双手一合，面前凝聚出金光剑指，封神暗指杀去。凌云双手往前一推，金光剑指准确命中僵尸的眉心。但凌云最强一击，只是在僵尸的眉心开了一个小洞，未能洞穿僵尸的脑袋。不过似乎遭到了重击，僵尸在原地愣了愣，这防御也太强了。凌云头大，赶紧服下几枚恢复真气的丹药。僵尸又动了起来，一跳一跳的朝他跳来。凌云有些难受了，墓室就这么大，这玩意虽然动作不快，但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这么僵持下去，他就算有再多的丹药，也肯定耗不过这僵尸。怎么办？用暴击符肯定不行，墓室空间太小，我就算不被炸死，也会被震伤。至于万花雨，那更是分分钟要被震死。凌云不断移动方位，大脑快速转动，思索着办法。突然，凌云脑中灵光一现，混沌开天路。圣气说到底只是比真气更高级的能量，混沌开天路既然能够吞噬真气为一用，理论上来说应该也可以吞噬圣气。消！凌云施展出森罗万象步，诡异的原地消失，然后出现在僵尸身后。混沌开天路，看你的了！凌云全力运转混沌开天路，一手按在僵尸的后背，顿时只见僵尸身躯猛地一颤，
然后凌云就感觉有一丝淡紫色的能量涌进掌心，这股能量虽然不多，但层面却远远凌驾于体内的真气之上。所以，当这一丝淡紫色圣气进入体内，体内的真气剧烈沸腾，根本不敢靠近。这是什么情况？混沌开天路不是创世级功法，可以直接吞噬真气位以用吗？凌云看着根本没有融入真气中的圣气，不由皱眉。哼，凌云，混沌开天路已经将圣气吞噬进你体内了，只是你自己修为太低，根本动用不了圣气这等层面的能量而已。韩月的声音传来，凌云顿时抓住了关键。如此说来，倘若我的境界是圣者境，其实就跟之前吞噬那些真气一样，可以动用这圣气。但我现在境界太低，所以只能将这圣气炼化成与我层次一样的真气，才能为一所用。哼，你倒也没有蠢到家，那还不抓紧炼化，等着这缕圣气溢散出体外吗？呼！凌云立即看向丹田这缕将自己的真气压得四散而逃的圣气，不过是一丝无主之能量而已，给我炼化！炼化！凌云催动烈焰真气，将这一丝圣气包围起来，然后不断冲击。但圣气不愧是圣气，凌云的烈焰真气在他的面前就像潮水和磐石，水滴都能石穿。我的真气无穷无尽，就不信炼化不了你。凌云全力催动混沌开天路，一点点的研磨炼化。也不知过了多久，那一缕真气终于被凌云分解炼化，融入自己的真气之中。凌云原本绯红的真气竟被染成一半红一半紫，红色代表烈焰，紫色代表雷霆。仅仅一丝圣气，竟就改变了我的真气属性。不愧是圣境啊，超凡入圣，总有一天我凌云也要达到这等境界。当然，相比真气属性的改变，凌云更在意的是修为的提升。凌云看向丹田，发现自己的真气由原来的40丈膨胀到了72丈，大57重了。他随意一动，便有雷火之力交织，发出噼里啪啦的气爆声。好，我现在的实力，就算不动用封神暗指杀，也能正面杀死姜武阳了。凌云起身看向那具女僵尸，失去了圣气的支撑，女僵尸的皮肤不再坚不可摧，而且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毕竟是被圣气滋养过的身体，纵然不会像活人那般在体内演化出半圣之血来，但其血肉也不一般，不能浪费了。凌云立即调动出雷火真气，将僵尸包裹起来炼化。很快，僵尸便被凌云完全炼化，得到了10滴淡紫色的液体。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圣气真液中蕴含着强大的生机能量。拿出9只玉瓶，将9滴真液装好，剩下的1滴，凌云用真气包裹着，来到万花雨身前。万花雨的伤势虽然稳住了，没有进一步恶化，但他受创太重，想要恢复实在太难，只能试试这圣气真液了。凌云将这滴真液用真气再分成10份，然后将其中一小滴滴在万花雨的嘴唇上，顿时小液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入进万花雨的体内。凌云催动真气，辅助万花雨炼化这股能量。片刻后，万花雨完全吸收小液滴，脸色恢复了一丝红润，果然有效果，不愧是被圣气滋养过的躯体，炼化出来的真液也非凡物。凌云继续助万花雨疗伤。小子，道爷知道你还活着，里面肯定有打开木门的机关，再不打开木门，你就等着在里面活活憋死吧。血道子的声音从木门外传进来，这死道士竟然还没走。凌云脸色一沉，将最后一小滴真液炼入万花雨的体内。万花雨悠悠的醒来，有些迷茫的看着凌云，我这是已经死了吗？你没死。凌云捏了捏万花雨的脸，阿疼。万花雨本能的拍掉凌云的手，然后气鼓鼓的瞪着凌云，凌云，你到底知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凌云，我的修为。万花雨突然惊叫道，我的修为竟然达到了大武师10重，这是怎么回事？万花雨直直的看着凌云。凌云起身，比起你的修为，现在有2个消息，你更应该关心一下。什么消息？万花雨问。好消息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距离那个主墓室不远了，毕竟石棺中的僵尸都能沾染到圣气，说明他们距离主墓室绝对不远了。万花雨眼睛顿时微微一亮，然后问道，那坏消息是？坏消息就是我们被堵在这墓室中了，那个血道子救手在外面。凌云指了指木门方向，他刚刚简单的查看了一下，确实发现有机关可以打开木门，看来血道子对这古圣之墓的设计很熟悉。那怎么办？万花雨已经习惯了以凌云为主，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凌云在墓室中仔细查探起来，果然又有了新的发现。那个长眠灯似乎也是一个机关，他轻轻的转动，在旁边顿时缓缓出现一个通道，深幽阴冷的气息从里面传来。凌云释放出感知，这似乎也是一个墓道，并没有特殊之处。与其在这墓室中困死，这条墓道好歹也有一线生机。凌云看向万花雨，那就赌一把。说着，他便要动身。凌云挡住他，我走前面。凌云调动全身真气，开启最强防御，率先跳进了墓道。这条墓道比外面的墓道要窄，光线要暗。两人走在这地底墓道，四周寂静无声，只有两人的心跳声。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的光线微亮了一些，一道腰宽膀圆的灰袍人影坐在那里。吴掌柜。凌云眼睛顿时一亮，加快了步伐。灰袍人起身回头，看到是凌云和万花雨。臭小子，是你，还有小花雨。吴德顾不得身上的狼狈，笑着招手，你们都没事，实在太好了。吴掌柜，你没事吧？凌云看着一身破破烂烂、
灰头土脸的吴德问道。嗨，别提了。吴德的脸呈苦瓜状，本掌柜从来都没有这么倒霉过。那只黑色触手怪物真是好强，差点交代。说着，吴德眯着一双小眼睛上下打量凌云两人，顿时惊讶的道：你们两个似乎运气不错，都有不小的长进。再想到刚一进荒古秘境就被那头黑色虎王打残，吴德就更加郁闷，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又重新会合了。那主墓室就在墓道的尽头，希望你们两个小家伙的好运能够匀一点给本掌柜。说着，吴德便带着凌云两人继续前行。不多时，两座100丈高的蛮兽雕像矗立在墓道尽头，说不出的威严，而墓门竟然是大开着的。草了，真让楚天齐这小子抢先了一步。吴德怪叫一声，冲向墓室入口。凌云提着雷劫剑也紧随其后。一进入墓室，光线顿时变得明亮而柔和，然后凌云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背影，正站在一座透明的水晶棺前。此人身材修长而挺拔，头戴雷阳冠，身穿金丝镶边的黑色蟒袍，正是天玄武院第一天教楚天齐。而在楚天齐脚下不远，还躺着几具还未僵硬的尸体。从这几人的服饰来看，似乎都是楚家之人，但是凌云却并未在这主墓室感受到一丝圣气的气息，甚至当凌云的感知扫向墓室中间的那座水晶棺，也同样没有感受到一丝圣气。难道说楚天齐已经将古圣之躯取出收进了储物袋？凌云的心骤然一沉。吴前辈。楚天齐悠然转身，若寒星般的双瞳朝吴德望来，透着一股子无法掩饰的孤傲，竟然还带了2只小虫子，真是有趣。吴德环顾整个主墓室，除了那座水晶棺，其余之物都被楚天齐洗劫一空了。楚天齐。吴德双目一瞪，凌厉的目光宛若像2柄利剑直刺楚天齐。老子辛辛苦苦弄那么久，竟被你小子截胡！别说老子以大欺小，交出一半的物品，然后滚！吴德说完，一股澎湃浩荡的恐怖气息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楚天齐负手而立，黑色蟒袍在吴德的气势下向后飞扬，但他却神色淡然，凝视着气势滔天的吴德，缓缓开口：吴德，敬你一声，喊你前辈，不敬你吴德在我楚天齐眼里算什么东西？说着，楚天齐全身绽放出璀璨剑芒，他直接化身为一柄璀璨无比的可怕剑光，然后以无与伦比的气势朝吴德斩来。凌云就站在吴德身后，完全看不清楚天齐这一剑，眼中只剩下璀璨到极致的剑光，人剑合一。吴德感觉要气炸了。楚天齐，纵然你是天纵奇才，可你不过初入武皇境，竟也敢挑衅本掌柜，简直是找死啊！吴德手中烂蒲扇猛地往前一挥，风雷之气化为一条巨龙扑了上去，巨龙与剑光立时撞击在一起，轰！恐怖的能量从撞击点爆发出来，凌厉的弧形冲击波朝着四面八方击射。但让凌云惊讶的是，这墓室像是经过特殊设计了一般，这些爆发的能量直接被吸收了，连墓室都没有震动一下。接着耀眼的剑光消失，楚天齐踉跄着倒退数步，嘴角有一丝血迹溢出，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怯退，身上的气息反而越发张扬狂傲。吴德，你的实力果然比我预想的要强，但我楚天齐要走，你拦不住。说着，楚天齐反手一掌拍向那水晶棺，轰！水晶棺陡然爆发出可怕的血光，像是有一头太古凶魔被唤醒了一般。接着，墓室的木门直接关闭，然后楚天齐一步踏入旁边的传送法阵，消失在了墓室之中。不好，本掌柜怎么还是这么倒霉？吴德罕见的失态，几乎施展出急速冲向那渐渐消失的传送法阵，但显然也是来不及同时传送3人离开。你2人快走，生死由！吴德几乎是没有思考的，就将凌云和万花语塞进了传送法阵。吴前辈，吴掌柜！凌云眼睁睁地看着吴德被血光所包围。与此同时，传送法阵另一边，这吴德的实力竟然如噗！楚天齐捂着胸口，一口逆血喷了出来，然后猛然回头，就见凌云和万花语凭空出现。楚天齐！凌云目战寒光，抬手就是3张6级暴击符朝楚天齐扔了过去，然后拉着万花语就朝相反的方向狂奔。6级暴击符虽然能够轰杀武皇境强者，但楚天齐是谁？天玄武院第一天骄，初入武皇境便敢叫板吴德，凌云可不会认为靠着3张6级暴击符就能杀死楚天齐。轰隆隆，3张6级暴击符在楚天齐面前爆开，纵然楚天齐在凌云出手的瞬间便以本能的凝聚出了最强真气护盾，但依然没有挡住3张6级暴击符同时的轰击。金丝镶边的黑色蟒袍当即被炸得千疮百孔不说，头顶的雷阳冠都被炸飞了出去。此时的楚天齐披头散发，灰头土脸，那还有一代天骄的气势啊呀呀！楚天齐仰天长啸，浑身剧烈的颤抖。凌云！楚天齐双目迸发出凌厉的寒光，然后直接撕裂了空气，以极其恐怖的速度追了上来。这混蛋果然没炸死他。感觉到后面急速迫近的气息，凌云目光一沉，他的目标是我，分开逃。万花语摇头，你觉得在他杀了你之后会放过我？也是，堂堂楚家少主，天玄武院第一天骄，被我炸成狗，这样的场面估计绝不会想让第3人知道。凌云速度不减，脑海中快速的思考着办法，逃肯定是逃不掉的，再用暴击符
不提楚天齐会不会再给他出手的机会，就是能够再扔出去。面对已经有了准备的楚天齐，估计效果也要大打折扣了。凌云，我可以施展幻术，能够迟滞他的行动，你可以尝试再扔暴击符。万花语知道凌云手里还有暴击符，你确定能行？凌云对万花语的幻术没有太大信心。哼，凌云，你的灵魂之力与众不同，但楚天齐他的灵魂之力我曾感受过，并无特殊之处。万花语显得很有信心的样子。闻言，凌云咬了咬牙，你能够迟滞他多长时间？最多一息。万花语道，那足够我再扔一次暴击符了。凌云双手捏紧，目光中蕴含着滔天杀意。凌云，你这卑微可恶的虫子，今日本真人是杀你！楚天齐低沉而压抑的怒喝在真气的加持下，震得凌云耳膜嗡嗡作响。他就要追上来了，准备！万花语骤然减速转身，然后眉心冲出一股无形的能量，顿时那狂追而来的楚天齐竟真的愣了一瞬。也就在这一瞬，凌云再次出手了，依然还是3张6级暴击符，被凌云用尽全力扔向楚天齐，然后两人拔腿就要跑。轰隆隆，恐怖的爆炸声中，数个储物袋从爆炸中心激射出来。快捡！凌云抓起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储物袋就跑。万花语动作也不慢，接住飞向他的一个储物袋，然后跟上凌云。没办法，两人的灵魂之力都不弱，都能察觉到楚天齐强大的气息仍在。啊呀呀！楚天齐那深金丝镶边的黑色蟒袍已经全部爆碎，露出了一件残破而古朴的宝甲。他放在宝甲上的储物袋全都被炸飞了出去，这些储物袋中可是装着他之前从古墓中收刮来的宝物。楚天齐气得要原地爆炸了，他立即飞身抓向那些朝着远处激射的储物袋，但是怎么少了2个？楚天齐通红的瞳孔顿时迸发出可怕的寒光。可恶！不用想，肯定是被凌云和万花语顺手劫走了。再一检查，楚天齐气得要吐血了。被劫走的2个储物袋中装的宝物可是最好的，尤其是那枚火晶，可是他凝聚法相真身的关键之物。混蛋！楚天齐绷不住了，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而也就这会耽搁，凌云和万花语已经跑没影了。荒古秘境不同外界，感知的范围明显要小很多，必须要召集楚家的人追杀凌云。凌云和万花语一路狂奔，足足跑了2个时辰，确定没有发现楚天齐追来，才双瘫倒在一处峡谷中。两人已经完全到了极限，再跑也跑不动了。万花！凌云看向旁边的万花语，突然目光有些怪异起来。万花语的表情扭捏，很不自然，尤其是当发现凌云看向他的时候，更是目光躲闪，根本不敢看凌云的眼睛。凌云不由问道：万花语，你的样子好怪，怎么了？万花语扭捏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凌云无语，我说万花语，咱们现在算是一起逃过命的兄弟了，有啥事就说啊。万花语滋滋愣愣，我刚刚看到楚天齐幻想的是跟陆雪瑶。别说了，凌云的心情一下就不太好了。嘿，凌云，你干嘛？万花语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凌云。我说凌云，你不会对陆雪瑶有意思吧？对啊，怎么了？不行啊。凌云哼哼，哈哈。万花语顿时大笑起来。凌云，难道你那天在演武场没听到楚家族长说的，还有不到1个月，楚天齐就要在朱雀楼向陆雪瑶求婚了？凌云翻了个身侧躺着，留给万花语一个不想再跟你说话的背影。真是小妾！万花语嘟了嘟嘴，然后拿出顺来的那个储物袋打开。哇！万花语大叫一声，吓得凌云一个机灵，直接坐了起来，准备又要跑路。凌云，快，打开你那个储物袋，我们这就赚大发了！万花语一脸兴奋地凑过来，抱着凌云的手臂喊道。凌云顿时翻了个白眼。万花语看着挺瘦的，不过这双峰还是颇有弹性的。喂，我说你愣着干嘛啊？万花语又是尖叫一下，如同受惊的兔子，赶紧松开了凌云，然后一张清纯无敌的脸顿时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一样。混蛋凌云，都怪你说我们是兄弟伙。凌云看着他害羞的样子，有点搞不懂这小妞，明明那么算了。凌云拿出劫来的那个储物袋，打开。哦，凌云的眼睛顿时猛地一亮，这里面竟然封印着一条完整的火晶。无论是之前宁小东给的那一小瓶熔岩火晶，还是万花语给的那枚火晶珠，其实都只是一条完整火晶的一部分。呼，我这是一条完整的火晶，而且其品级至少能达到玄级上品。凌云呼吸变得有些粗重起来，一条玄级上品火晶蕴含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足以焚杀5黄境强者。凌云，你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万花语也看到了储物袋里的东西，一双黑宝石般的眼睛顿时瞪圆了。凌云，我这储物袋里有1件地级武器，3件地级宝甲，玄级武器宝甲若干，但跟你这条玄级上品火晶一比，至少差了2个档次。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这条玄级上品火晶对楚天齐有大用，是他凝聚法相真身的关键。可惜如今却为你做了嫁衣。哈哈，炼化，必须要立即炼化。凌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立即从地上爬起来，他目光坚定地看着万花语。万花语，麻烦你先为我护法，我要炼化这条火晶。你说什么？万花语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可是一条玄级上品的火晶，纵然是5黄境强者炼化，都要准备一番才有把握。凌云，不过一个大武师7重的小午休，那来的自信能够炼化一条玄级上品火晶？凌云没再多说，走进峡谷深处的一个山洞，然后打开了储物袋。
顿时，一朵像青色莲花般的火晶浮现在面前。纵然已经被封印了能量，可那绽放的青莲火焰依然散发出妖异的绿光，将原本昏暗的山洞照得十分明亮。就先叫你青莲妖火吧。凌云深吸一口气，正要尝试解开青莲妖火的封印，但就在此时，至尊鼎竟然传出异动。哦，凌云将至尊鼎取了出来，至尊鼎轻轻地旋转着，将悬浮在面前的青莲妖火装入鼎内。那附在青莲妖火表面的封印渐渐消融，刹那间，鼎口顿时爆发出妖异的绿色火焰，整个至尊鼎也变得通红。然后，至尊鼎的表面顿时浮现出一篇黑色的经文，大召唤术。随着黑色经文全部没入凌云眉心，凌云知晓了这大召唤术的施展方法及功能。我操！这下赚大了！按照经文所述，用火焰催动至尊鼎，便能召唤出死亡生物。催动至尊鼎的火焰越强，召唤出来的死亡生物则越强。先来试试我自己的熔岩火晶能够召唤出什么等级的死亡生物。凌云手掌摊开，一团绯红的火焰没入至尊鼎之中，然后凌云开始施展大召唤术。婆罗突拉莲。凌云每念出一个字，至尊鼎的鼎身便会亮起特殊的符号。紧接着，凌云面前3丈的地面有了动静，一只白骨手掌诡异的从地面缓缓冒出。真的能行！凌云眼中金光直冒，然后继续念动经文。当最后一个字念完，一具近2丈高的白骨骷髅站在凌云面前。这白骨骷髅通体如玉，手持一柄骨刀，2个空洞的眼窝中燃烧着2簇黄豆大小的绯红火苗。正是这2簇火苗，让的这具白骨骷髅有了生灵的气息，也是他与凌云建立联系的桥梁。攻击！凌云发出指令，白骨骷髅立即挥动骨刀，动作十分灵活，一刀之威绝不弱于武灵境高手一击。厉害啊！我这熔岩火晶如此弱，最多只能算黄级火晶，便能召唤出一具武灵境的白骨生物。凌云不由看向至尊鼎内的青莲妖火，这可是玄级上品火晶啊，能够召唤出多强大的白骨生物！凌云立即撤回熔岩火晶，然后那只白骨生物也瞬间没入地下。现在就来炼化了这青莲妖火。凌云催动混沌开天路，开始炼化青莲妖火。与此同时，在荒古秘境的某处密林，楚天齐脚踏一只飞行荒兽，悬浮在半空。此刻的他已经重新换上了一套金丝镶边的黑色缎袍，头顶的雷阳冠熠熠生辉，冷傲俊秀的脸庞如寒星般深邃的眼眸，楚家少主的气场再度铺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脸色略显苍白，像是大病了一场。下方聚集着数百楚家族人，个个都是武灵境以上的修为，所有人都目光狂热地仰望着半空中那如神魔般的青年。唰！楚天齐五指一张，真气涌动，在半空凝聚出凌云的容貌。接着，冷厉的声音从他嘴里发出，字字如刀：杀无赦！诺！数百人整齐划一的回应，然后施展出身法，朝着四面八方奔掠而出。顷刻之间，场中便只剩一名身躯佝偻的灰袍老妪，他名楚玉珍，也是一位武皇境强者，算是楚天齐的启蒙老师。楚玉珍恭敬地开口：少主，此人名为凌云，刚刚夺得了山河榜之争的第1名。楚天齐目光一沉，骤然朝楚玉珍望来。天阳与梦烟呢？被楚天齐的目光触及，常玉珍浑身一颤，有一种天塌地陷的错觉。他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颤音：天阳公子已被凌云击杀。什么？楚天齐滔天一怒，体内真气宛若狂涛，巨浪般爆发。楚玉珍遭受楚天齐的气势冲击，当即被震飞出10多丈远。到底是怎么回事？楚天齐身上的黑袍鼓荡不休，脚下那头飞行荒兽在他的气势下瑟瑟发抖。楚玉珍当即跪下，开始从预选赛开始述说。当他说道叶梦烟的灵根测试结果只是玄级下品时，楚天齐又一次绷不住了。见人误我！那头可怜的飞行荒兽当即在楚天齐的滔天怒意下爆成一片血雾。少主，这不能怪你，实在是那贱人的剑灵根。楚玉珍也是亲眼见过叶梦烟那气势滔天的剑灵根的，可谁他妈的能想到叶梦烟的剑灵根竟然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啊！以后谁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贱人。楚天齐感觉内心都撕裂了，叶梦烟绝对将成为他武道生涯上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他楚天齐，堂堂楚家少主，天玄武院第一天骄，有眼无珠啊！暴怒之后，楚天齐看向楚玉珍，这么说，那个凌云背后都是吴德在支持。少主，在进荒古秘境之前，大长老曾带人截杀吴德，双方不分胜负，定下约定，楚家武皇境以下不能对凌云出手。笑话！楚天齐袖袍一挥，冷然的道：区吴德一个死人，有何资格让楚家低头？听到吴德已死，楚玉珍眼中不由闪过一抹敬畏。少主竟震杀了吴德，那可是一尊武尊境老祖级的大强者呀，楚家不可辱！楚天齐杀意沸腾，传我命令，所有人不择手段击杀凌云。诺！楚玉珍立即行动，将楚家少主最新指令发出，一场针对凌云的全面大截杀由此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另一边，经过3天3夜的修炼，凌云终于将青莲妖火成功炼化，丹田内的真气呈现出红青紫3种颜色，紫色占一半，青红2色各占一半，同时真气也膨胀到了100丈，大武师10重，实力比之前提升了10倍不止。现在就来看看催动青莲妖火
能够召唤出多强的死亡生物。凌云取出至尊鼎，然后掌心凝聚出一朵青色的莲花状火焰，消，青莲妖火没入至尊鼎之中。然后凌云口诵经文，刹那间，一具常人身高的白骨骷髅从地下冒出。他依然手提一柄晶莹的白色骨刀，眼窝中跳动着2簇青色火焰，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就在此时，万花雨急促的声音由远及近的传来：“凌云，不好了，我们暴露了！”万花雨冲进山洞，看到凌云旁边站着一具白骨骷髅，当即吓了一跳。不过一具骷髅带给他的恐惧，远比不上那直冲山洞而来的楚家强者。凌云，我们快跑！是楚天齐的启蒙老师，楚玉真发现了我们。万花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上前拉起凌云便要跑路，但凌云却像是脚下生根了一样，并没有挪动半分。万花雨大喊：“凌云，楚玉真可是一位武皇境10重的强者，你的6级暴击符都很难伤到他。既然知道老身是武皇境10重强者，那你们还有逃跑的必要吗？”冷冷的声音刚在山洞外响起，一位身材佝偻的老妪便出现在了山洞入口。楚玉真，万花雨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凌云脸色平静，将万花雨拉到身后，然后看向楚玉真，笑着说道：“楚家不是与吴掌柜达成约定，武皇境以上不能对我们动手吗？难道堂堂楚家说过的话是放屁？”闻言，楚玉真不由笑了，像是看白痴一样盯着凌云。愚蠢而可怜的小子，这个时候还指望着那个虚无缥缈的约定能够救你，真是可笑至极。小子，无得已死！你说什么？凌云双目一瞪，滔天的怒火与杀意交织，宛若狂风巨浪般席卷而出。愚蠢的小子，就让老身送你到地下与吴德团聚吧。楚玉真佝偻的身躯一挺，身形拔高3分，宛若一柄利剑冲天而起。武皇境10重的强横修为释放出来，充斥整座山洞。死吧！楚玉真如同鬼魅般在原地消失，出现在凌云身前，然后5根干枯的手指宛若鹰爪抓向凌云的脖子。但就在电光火石之间，那站在凌云身边的白骨骷髅出手了。白骨骷髅除了眼窝有2团诡异的青色火苗在跳动，完全没有任何气息。楚玉真那里能想到这个像雕塑一样的东西竟然还会动？白骨战刀直接砍向楚玉真的脑袋，速度之快，楚玉真吓了一大跳，近乎本能的便调动攻击方向，一爪迎向那当头砍下的白骨战刀。轰！楚玉真那覆盖在手指上的真气直接被打爆啊！伴随着一声惨叫，楚玉真的手掌直接斩断。好强的力量！凌云眼睛发亮，白骨生物虽然没有真气，但这力量是真的强，力破万法啊！这万花雨瞪着黑宝石的大眼睛，当即愣在了原地。这是什么鬼物？楚玉真捂住飙血的断腕，脸色痛苦地望着眼前这具平平无奇的白骨骷髅。再砍他一只手，千万别直接砍死了。凌云发出指令，白骨生物又动了，灵活又迅速，一刀砍向楚玉真。混账！楚玉真暴怒，原来是凌云在操控这具傀儡，但他已经没有时间思考，凌云如何能炼制出这样一具强大的傀儡来的？白骨战刀再次斩来，绝命鹰击。楚玉真将体内所有真气催动而出，汇聚左手，一只比刚才强横数倍的鹰爪带着决绝的气势迎向白骨战刀。轰！鹰爪只坚持了2息，便承受不住白骨战刀上携带的雷霆万钧之力，直接爆开。啊！又是一声惨叫，楚玉真的左手也被白骨战刀斩下。嘿，该我凌云出手了！凌云脚踩森罗万象步，骤然出现在楚玉真身后，然后一掌抓在楚玉真的肩头。正遭受双重痛苦的楚玉真突然发现丹田内的真气如同开闸泄洪一般疯狂涌向那抓在自己肩头上的手掌，他顿时魂飞天外。吸星大法，万花雨，猜错了，没讲。凌云很不满地将楚玉真踹倒在地。刚才楚玉真全力出手，体内真气耗费大半，凌云将他的真气全部吸空，丹田内的真气竟然又增加了5丈，没有出现液化的趋势，这是什么情况？通常来说，午休丹田内的真气极限就是100丈，超过这个范围便会呈现出真气液化的趋势，但他的真气超过100丈后，竟然还在膨胀。小贼子，你竟然是魔教奸细！楚玉真瘫倒在地，丹田内空空如也，十分不甘地盯着凌云。还是猜错了。凌云冷冷一笑，一掌拍在楚玉真的天灵盖上，然后至尊鼎传出一股吞噬之力，楚玉真直接灰飞烟灭。万花雨！凌云收起常玉真的储物袋，然后抬头看向一脸惊愕的万花雨，你不要过来！万花雨抽出一柄战剑捏在手里，十分紧张地指着凌云。吸星大法、化尸功，还有这诡异而可怕的傀儡之术，凌云显然是玄冥神教之人，而且能够使这2种功法，尤其是那吸星大法，凌云在玄冥神教的地位绝。然后就看到楚天齐盘坐在墓道前修炼，天齐、李天荣心头一喜，就要上前蹭。闭目修炼的楚天齐陡然睁开了眼睛，灿若寒星的双眸有一点妖异的红芒一闪而逝。李天荣吓了一跳，当即愣在原地。楚天齐冷冷地开口：“看你如此心神不定的样子，你和天阳的事情被赵无极发现了。”天齐，我……李天荣面容尴尬，当初他最先看上的是楚天齐，甚至他都在楚天齐面前不着寸缕了，但楚天齐不为所动，然后他才又跟楚天阳搞到一起的。楚天齐问道：“那个凌云手上有你和天阳的把柄？”李天荣点头：“
明白了。楚天齐起身，望着墓道尽头，那就放话出去，就说3日后在这古墓外处决吴德。天齐，果然还是你。李天荣会心一笑，就要上前，却触及楚天齐漠然的眼神，尴尬地顿住了脚步。那我现在就出去散发消息。李天荣退出古墓，然后将3日后在古墓外处决吴德的消息放出，同时那些楚家猎杀小队对凌云的截杀也变成了抓捕。另一边，凌云和万花雨已经遇到了好几波楚家的搜捕小组，但两人配合越来越默契，都有惊无险地杀了过去。万花雨已经赚妈了。突然，万花雨猛然止住脚步，然后拉着凌云靠在一株古树后面，前面有2位武黄境。万花雨脸色凝重看向凌云，其中一位正是李天荣。是他。凌云眼中迸发出一抹寒芒。不用想，凌云也知道李天荣追来荒古秘境是为了什么，想杀人灭口吗？凌云手掌缓缓握紧，这女人在山河榜争夺时曾屡次欺压他，既然在这荒古秘境遇上了，那定然要报此仇。跟他李天荣旁边的那位武黄境强者实力如何？凌云问。刚刚操纵那白骨骷髅战斗后，凌云就发现这玩意十分消耗灵魂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刚刚他竟然是在万花雨之后才发现了李天荣两人，那是一位武黄境10重强者。如果我猜得不错，此人应该便是李家最强者李天荣的爷爷李玄苍。我们最好想办法绕开他们。万花雨正说着，前方突然响起一道暴喝声，是何人鬼鬼祟祟，给老夫滚出来！李玄苍的喝声宛若雷霆炸响，震得凌云两人耳膜嗡嗡响。好强的感知，我们被发现了！万花雨脸色惨白，拉着凌云衣袖的手微微有些发抖。比楚玉珍还要强的武黄境10重，就算凌云的那个骷髅生物恐怕都不一定是对手，更何况还有一个李天荣。李天荣虽然是初入武黄境不久，但也达到了武黄境3重，绝不是他们两人能够抗衡的。还不滚出来，那就让老夫将你救出来！李玄奇脚步一跨，对着凌云两人藏身的这棵参天古树冲来。在半途，他单手一抬，打出气势雄浑的一掌，武黄境10重随手一击，空气震颤，真气爆鸣。仅仅是这一掌携带的气势，便让的这株参天古树开始摇动。万花雨，快闪开！凌云一掌推开万花雨，然后爆发出极限速度闪向一边。轰！磨盘般大的参天古树在李玄奇这随意一掌之下，腰部以下直接化为齑粉。凌云险之又显得避开了李玄奇的掌风，但依然被古树爆碎的碎渣击中。幸好他穿了一件地级的青铜护甲，否则纵然不死也要被重创。这就是武黄境10重的可怕，随意一击可屠武灵，震杀武王。爷爷，就是他！李天荣第一时间发现了凌云，立即大喊：擒住他，要活的！好！李玄奇随手一挥，那株古树倾倒而下的树冠直接被掀飞，一大片空地呈现出来。但下一刻，一头像房屋般庞大的骷髅巨猿从地下冒出，正要上前围堵凌云的李天荣顿时目瞪口呆。李玄奇一脸懵地看着突然出现自己面前的骷髅巨猿，没有真气，也没有气势，就是一个骨架，除了骷髅头中有一团小火苗外，平平无奇。啥情况这是？凌云也愣了一下，难道每次召唤出来的死亡生物还不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给老夫滚开！李玄奇没给凌云思考的时间，扬起手掌就要将骷髅巨猿给拍到一边去。凌云立即操纵骷髅巨猿全力反击，磨盘般大的骨爪猛然拍下。李玄奇全身汗毛瞬间倒立，这骷髅巨猿拍来的一爪竟然让他感觉到了致命的气息。电光火石之间，李玄奇不得不调转攻击方向，举掌烧天，迎向骷髅巨猿。轰！骨爪与手掌立时撞击在一起。李玄奇毕竟是仓促迎击，当即身形一矮，灵活的骷髅巨猿立即横击一爪。李玄奇一招落后，步步受制，他只能再次仓促抵挡。噗！李玄奇直接被骷髅巨猿轰飞，胸膛上留下深可见骨的爪痕。凌云！万花雨突然爆吼，两人之间一路战斗而来的默契，让凌云瞬间明白万花雨要做什么。骷髅巨猿被凌云催动到极速，追上了倒飞在半空中的李玄奇，然后再度一掌拍下，遭到万花雨幻术冲击的李玄奇毫无防御的被骷髅巨猿重重一击。噗噗噗！李玄奇狂喷出一条血线，胸膛凹陷一大片，然后重重的砸向地面。消！万花雨早就算好了李玄奇的落点，旋即极品真武剑挥动，顿时李玄奇失手分离，断成2截砸在地上。一尊武黄境10重巅峰的强者就这样死在了2个大武师手里，而这一切前后不过3息。李天荣眼睛瞪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他的爷爷武黄境10重巅峰的强者就这样死了，这可是李家的最强者顶梁柱。但凌云显然不会给他思考的机会，强提精神，控制骷髅巨猿立即扑向李天荣。扑面而来的劲风让得李天荣浑身一颤，回过神来，小贼子，小贱人！李天荣脸色狰狞的可怕，武黄境3重的修为全部爆发出来。李天荣轰出全力一击，但是骷髅巨猿是武黄境巅峰的战力。砰！李天荣被骷髅巨猿一爪拍飞，在半空喷出一口鲜血。但是李天荣的力量也让骷髅巨猿头骨中那团本就已经明灭不定的小火苗直接熄灭了。轰！骷髅巨猿庞大的骨架直接爆散在地，
然后没入地下。而凌云则是头晕眼花，身形踉跄。凌云，你没事吧？万花雨第一时间出现在凌云旁边，扶住了他，然后将一枚滋养灵魂的丹药塞进他的嘴里。服下这枚丹药，凌云头脑清明了许多，但是过度消失的灵魂力暂时无法一下弥补回来，以灵魂之力催动的封神暗指杀都没法施展。小贼子！李天荣从地上爬起来，披头散发地瞪着凌云，咬牙切齿地厉吼道：“现在没有了这具傀儡，本长老要一寸一寸捏碎你们的骨头！”纵然被骷髅巨猿重创，但李天荣依然自信有足够的实力镇压凌云两人。嗖！李天荣脚掌往前一跨，爆发出每息63丈的速度，朝凌云两人冲来。看到李天荣爆发出来的速度，凌云凛然不惧，提着雷劫剑便迎了上去。烈焰狂剑斩，出手便是最强战技。7749道烈焰剑影封死李天荣的进攻路线，逼迫他正面战斗。感受到凌云这一击之威，李天荣眉角猛地一跳，感觉难以置信，这竟然是丝毫不弱于武灵境6重的全力一击。这才多久，凌云不仅修炼到了大武师10重不说，而且还能够爆发出堪比武灵境6重的攻击。如果是在平时，武灵境6重的攻击在他面前与蝼蚁无异，可此刻他身受重创，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也大概只是在这个范围而已，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烈焰剑影笼罩而来，李天荣避开了大部分烈焰剑影，与其中5道烈焰剑影对轰在一起，轰轰轰轰，萦绕在他手掌上的真气每击碎1道烈焰剑影便稀薄1分。当李天荣的手掌轰在第5道烈焰剑影上之时，萦绕在手掌上的真气直接被打爆，雷劫剑对穿而过，鲜血横飞。啊呀！李天荣感觉钻心般的疼痛，本能反击一掌，砰！凌云的胸膛被李天荣一掌击中，青铜护甲承受了大部分的力量。来得好！凌云正愁无法近身，当即抓住李天荣的手，然后催动混沌开天路。顿时，李天荣就感觉体内真气像是开闸的洪水般疯狂朝外爆泄。吸星大法！李天荣眼睛瞪圆，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滚开！李天荣竭尽全力甩开凌云，然后暴退。但李天荣尚未落地，立时察觉到一股致命的危机。武皇境的战斗本能让他的身躯以一个极为诡异角度扭曲，避开了万花雨致命的一剑，但真武剑依然刺中了李天荣的腹部。小贱人！李天荣如何能忘？正是万花雨刚刚那一剑，才绝杀了他的爷爷李玄奇，否则他不至于落到此时此刻的境地。心头所有的愤恨与杀意爆发，李天荣竭尽全力轰出一掌，直中万花雨的胸脯。万花雨被打得向后腾飞而起，在空中喷出一大口鲜血。凌云顾不得被打飞的万花雨，手中的雷劫剑果断补上一剑，刺进李天荣的胸膛。噗！李天荣死死地抓住雷劫剑，想再度反击，却发现体内的真气早就所剩无几。剧烈的疼痛袭来，让得李天荣身体发软，然后极为不甘地跪倒在凌云面前。小贼子！李天荣艰难地抬起头，布满血污的脸早已没有往日的美艳。华贵的发饰在战斗中被打得四散，亮丽的衣袍也是千疮百孔。曾经的雍容华贵、妖娆妩媚、风华绝代被凌云全部打碎。李天荣，当你在演武场数次欺压我之时，可曾想过有一天你也会跪在我凌云面前？凌云用雷劫剑挑起李天荣的下巴，李天荣内心完全撕裂，但力竭的丹田及重创的躯体已让他完全无力反击。他歇斯底里的厉吼：“小贼子，李家不会放过你的，是吗？”凌云冷笑：“李天荣，可还记得你当初在楚楼与楚天阳苟且时的对话？你说，如果赵无极要是知道你当时说的话，他会是什么反应？”闻言，李天荣眼睛猛然一瞪，感觉浑身发冷。不，凌云，不要，求你不要这样做！李天荣从地上爬过来，抱住凌云的裤脚，无比卑微地祈求道：“林公子，我错了，是我李天荣当时有眼无珠，不该欺压你。如今我爷爷也因我而死，现在我愿在你面前自刎谢罪，求求你放过我李家。”说着，李天荣抬手抓起雷劫剑，就要往他自己的脖子上抹。呵！凌云冷笑一声，一脚将李天荣踢倒在地。李天荣，到了现在，你觉得你的命还有你自己掌控吗？李天荣愣了一下，然后重新趴在地上，对着凌云磕头道：“林公子，只要你不将那内容公布于众，我愿做任何事。”无量天尊！伴随着一阵大笑声，身穿血袍的血道子突然出现在万花雨身侧，他玩味地看着凌云两人道：“能够让堂堂副院长夫人如此卑微，道爷倒是很想知道，那留影石中到底是什么内容？”血道子大人救我！李天荣心情复杂莫名看着血道子，他绝不想世上有第4个人知道留影石的内容，但血道子的出现又给他带了一丝生的希望。他是武皇境强者，是天玄武院的副院长夫人，如果可能，他绝不想去死。但下一刻，雷劫剑毫不犹豫地自他的脖颈横斩而过，李天荣的人头悬在半空，眼睛瞪得圆圆的，脸上残留着至死都难以置信之色。他竟然死了，就这么被人一剑斩首了。可是明明血道子已经出现了，凌云他怎么敢这么做？他怎么敢就这么杀了自己？凌云挑过李天荣的人头，用玉器装着，收进了储物袋。血道子，小子，你倒是够狠！天玄武院副院长的老婆说杀就杀了。惊愕之后，血道子对那留影石越发兴趣浓郁了。他一只手按在万花雨的肩膀上，
一只手伸向凌云。现在将那留影石交出来吧。凌云脸色沉凝的道。血道子，我想说，如果我……小子，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血道子明明没有其他任何动作，但却像是有一座山岳陡然压在了凌云的双肩之上，让得凌云的身形顿时一矮。这就是5尊境强者。5尊境强者。凌云艰难的开口，双膝虽然剧烈颤抖，但他却一点点的挺直了背脊。小子，不愧是这一届的山河榜第一，你却有独特之处，但是你所有的一切在一尊5尊境强者面前不值一提。说可得荣华富贵，不说前面就是万丈深渊。血道子声音一沉，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涌来，凌云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5尊境强者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但凌云的眼神里却没有一丝屈服，他死死地盯着血道子。奇经八脉上第一个黑色漩涡全部打开，天魔9变。第一变，烈焰焚天，宛若有一头远古巨魔从凌云体内释放出来。凌云身体的属性全方位暴涨，尤其是灵魂之力被凌云强化到极限。接着至尊鼎浮现在凌云面前，血道子将凌云所有的动作收在眼底，但这一切在他的眼里不过是无谓的挣扎。大武师与5尊境之间隔着5灵境、5王境、5皇境、5宗境，足足4个大境界。血道子根本不相信这世间有任何的宝物或者秘术可以弥补如此巨大的修为差距。凌云所做的这一切在血道子眼里显得幼稚而可笑，看来不给你一点苦头吃，你是不会说了。血道子手臂一动，被禁锢的万花雨开始离得悬浮，然后他手掌微微握紧。啊！万花雨终于能够发出了声音，但却是在恐怖的压力下被压得血管爆裂的惨叫。呵呵，银铃般的笑声从4面8方传来，让人根本分不清来人的方位。堂堂天玄武院的供奉，一代5尊境强者竟然也会干出如此下作之事，是谁？血道子神色一凛，如临大敌，装神弄鬼，有种给道爷滚出来。嗖！凌云只感觉眼前一花，面前就多了一位戴着罗刹面具的黑袍神秘人。玉面罗刹。血道子脸色猛地一变，他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玄冥神教4大护法之首的玉面罗刹姬千柔来了。不提姬千柔强横的实力，如果姬千柔将今日之事传出去，不仅会对他本人声誉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甚至对他身后的势力也是一个打击。没有一丝犹豫，血道子手中浮沉宛若一柄利剑，直刺姬千柔。好狠辣！凌云眼皮子猛跳，这血道子竟然直接开杀。血道子，你想杀我，恐怕没那么容易。姬千柔从容挡住血道子的攻法，冲着凌云吼道：小子，你还愣着做甚？还不快走！想死吗？前辈小心，救命之恩，来日涌泉相报。虽然搞不懂姬千柔救自己的意图，但凌云没有丝毫停顿，抱起万花雨便逃。也不知道逃了多久，开启天魔9变带来的力量增幅渐渐消退，强烈的空虚感袭上心头。凌云不得不停了下来，然后他看向怀里的万花雨。这一次万花雨伤得比上次还要重得多，全身染血。不过在逃跑途中，凌云便给他服下了2滴圣气真液。按理说他现在应该差不多该醒来了。凌云将手指搭在万花雨的手腕上，发现他的脉象平稳有力，脸色也有恢复了气色，但万花雨却依然紧闭着双眼，完全没有醒来的迹象。奇怪了，凌云伸手在万花雨脸上捏了捏。凌云，你混蛋！万花雨拍开了凌云的手，然后从凌云怀里跳下，留给凌云一个冷峭的背影。凌云一脸懵，然后恍然大悟的道：万花雨，你不会早就醒了吧？万花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后愤慨的道：凌云，你一辈子都别想找到女朋友。凌云无语，搞不懂万花雨在发什么神经。他转身望着古墓方向，语气肃然的道：前面不远应该就到古墓了，希望吴掌柜能够撑住。听到凌云说起正事，万花雨也不再跟凌云置气，吴前辈一定会没事的。万花雨，楚家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他们肯定在古墓外布置了大量人手等我，你就在外面等我吧。如果我3天后还没出来，就不用再等我了。万花雨眼睛微红，凌云，吴前辈一定会没事的，你也一定能活着出来。凌云笑了笑，转身朝古墓方向走去。这时万花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凌云，我等你，多久都等。凌云头也不回的挥手，然后收敛气息，朝着古墓靠近。大约前行1刻钟后，那座古墓终于再次出现在凌云的视线中。但是预想中，古墓外大量楚家强者聚集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甚至整个古墓外的空地上也是空无一人。这是什么情况？凌云没有贸然行动，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一些，藏身在一株大树之上望去。这次凌云看得清楚了一些，古墓前的那片空地上确实没有站着的活人，但在空地上似乎却躺着许多人影。这些躺在地上的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全身血液，竟然全都变成了干尸。也就在此时，靠近古墓入口处的那具干尸上突然冒出一团不断蠕动的粘稠血液。见到这团诡异血液的第一眼，凌云浑身的汗毛全都立了起来。他记得在主墓室中，吴德好像就是被一种血光包围的。几乎是想都没有想，凌云双手一合，直接凝聚出金光剑指，然后轰向那个蠕动的血团。轰！血团被封神暗指杀准确命中，直接炸得四溅。凌云不由松了一口气，看来这诡异的血团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他纵身一跃，穿过墓口，
进入了古墓之中。然后凌云就发现古墓似乎跟前几天进来时有些不太一样了。走在墓道中，那些墓道巨石竟然不再移动了，就像这古墓已经失去了生机一般。也不知吴掌柜现在的情况如何了。凌云不由担心起来，连忙提着雷结剑加快了脚步。与此同时，古墓外那被凌云一招打得四溅的血滴，像是有生命一般，又蠕动着开始汇聚。不过两息之间，被封神暗指杀轰散的血团又汇聚在了一起，然后直接化为一道血光，激射向远方。什么鬼东西？从后面赶来的姬千柔看到一道血光激射而来，立即打出气势澎湃的一掌，顿时将血光打成一片血雨，血雨落到地面，引入地下。姬千柔不以为意，身形一纵，出现在了万花雨身侧。啊！万花雨被吓了一跳，十分紧张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姬千柔。这可是魔教的5尊境强者，那个小子呢？姬千柔早在凌云和万花雨身上做了标记，一路追来，找到了万花雨，竟然没有发现凌云的气息。万花雨、姬千柔蹙眉，侧手望向古墓方向，他去那座古墓了。这座古墓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地，修为越高，越能感受到那种让人压抑的感觉。唉，可惜了。姬千柔叹息一声，然后重新看向万花雨，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死，第二个是根本护法走，你选那个？万花雨神色复杂地望着古墓方向，我不想死，很明智的选择。姬千柔抓着万花雨便飞走了。此刻古墓中，凌云一路走来，没有发现任何危机，那些什么机关陷阱全都没存在了。突然，凌云止住了脚步，在转角处停了下来，一个带着恐惧的声音传来：楚天齐，不要，我是李家李玄道，你不要过来。好，低沉而压抑的嘶吼，我是楚天齐。好，凌云眼睛一瞪，这是什么情况？他立即取出一块流影石，小心翼翼地从转角处伸了出去，然后只见楚天齐直接扑向李玄道，咬在了李玄道的脖子上。啊！李玄道惨叫一声，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几息之间，李玄道就变成了跟古墓那些一般无二的干尸。啊呀，不，我是楚天齐。楚天齐抱着脑袋，一字一顿的嘶吼，但接着他又立即安静下来，似乎在炼化刚刚吸入体内的鲜血。啊！这凌云顿时惊呆了，堂堂楚家少主，天玄武院第一天骄，竟然变成了一个吸血的怪物。这个消息如果曝光，引起的轰动绝不会亚于李天荣跟楚天阳的风流韵事。谁？正在修炼的楚天齐猛然抬头，朝凌云这个方向望来。被发现了！凌云并不慌乱，第一时间收回流影石，然后取出了至尊鼎。大召唤术，一具近2丈高的白骨骷髅站在凌云面前。这白骨骷髅通体如玉，手持一柄古刀，2个空洞的眼窝中燃烧着2簇黄豆大小的青色火苗。攻击！凌云立即操纵白骨骷髅朝楚天齐砍去。正要冲过来的楚天齐见到突然冒出一个骷髅挡住他的去路，什么鬼东西？楚天齐不由分说，打出气势雄浑的一拳，古刀与拳头立时撞击在一起。轰！楚天齐拳头上的真气当即被打爆，强大的力道让得他连退3步。好强的力道！何人能操纵这等傀儡术？楚天齐就要感知白骨骷髅之人到底是谁，但他的双眸之中顿时冒出一点绯红光芒。啊！楚天齐感觉头疼欲裂，身体的主导权都要被剥夺。他顾不得许多，转身立即朝相反的方向掠走。察觉到楚天齐退走，凌云从转角处走出，望着楚天齐退走的方向，那血团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不仅可以吞噬午休血液，似乎还能占据午休的躯体。吴掌柜当时被那么大一片血光包围，凌云不敢想象那种后果，没有继续追击楚天齐，立即朝主墓室方向赶去。因为没了机关陷阱的掣肘，没多久，凌云便来到了墓道尽头。2座威严的蛮兽雕像矗立，墓门呈开启状态。凌云谨慎地靠近，顿时就看到吴德躺在墓室中央那具水晶棺前。吴掌柜！凌云脸色一沉，赶紧跑了过去。只见吴德脸色苍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虚弱无比。听到凌云的声音，他艰难地睁开眼睛。臭小子，你怎么回来了？吴掌柜，你先不要说话，试试这圣气真液。凌云立即取出一滴圣气真液，倒进吴德的嘴里，然后凌云催动真气，助吴德炼化吸收。片刻后，吴德的脸上有了一丝血色，他的眼中顿时射出不可思议的光芒。臭小子，你这又是在那里弄的好玩意？吴德本来都感觉自己快不行，服下凌云给的这东西，顿时有了几分力气。凌云笑道：“被血道子逼进了一个墓室，无意炼化了一具僵尸得到的。”吴德双眼一瞪，重新躺回地上。为何他一直如此的倒霉？而凌云，吴德感觉心很累。凌云又取出一个玉瓶，吴掌柜，再来一滴。少年郎，如果你不想他死的话，你最好不要再给他服用。一个诡异的声音响起，吓了凌云一跳。他捏着玉瓶四处张望，谁？是谁在说话？当然是本皇在说话。那个声音再度响起，你往水晶棺里看。这边，凌云这才注意到水晶棺的棺盖早被打开。他凑近一步，往水晶棺里一看，宽敞的水晶棺底除了一柄锈迹斑斑的黑色断剑，什么都没有。是剑在说话，你是剑人？凌云疑惑地看着这把黑色断剑。啊呸！那剑愤愤地道：“少年郎，不是剑在说话，本皇不是剑，也不是剑人。你将这把滔天剑拿起来，
就能看到本皇了。凌云不敢轻易相信这把剑，他低头看向躺在地上的吴德。吴掌柜，这是什么情况？吴德摇头，本掌柜之前没发现他，也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玩意啊！呸呸呸！那剑有些生气的道：倒霉的死胖子，本皇不是玩意，本皇是9届独尊的不朽妖皇灰图图。啥？灰图图？凌云惊了个大呆，这个名字够调，够有个性，哈哈！灰图图这个名字好搞笑，好搞笑！吴德直接开启反嘲笑模式。灰图图沉默，冷场片刻，灰图图的声音再次响起：少年郎，这样，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凌云问。灰图图道：本皇告诉你，怎么就这个倒霉的死胖子，你放本皇出来！臭小子，小心有诈！吴德立即提醒道：之前那片诡异血光就是从这水晶棺中冒出来的，差点将本掌柜全身血液吸干。本掌柜拼死反击，总算将那血光打跑了。我看这个什么灰图图，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呸！灰图图顿时辩解道：少年郎，你别听倒霉的死胖子乱说，本皇跟那个该死的血魔可不同。那只血魔是被青苍剑圣封印在滔天剑中，而本皇是青苍剑圣派来看管这只血魔的。对，就是这样的。对于灰图图的话，凌云信了一半，那就是那只血魔可能真的是被古墓的主人青苍剑圣封印的，但显然是被楚天启给放了出来，然后楚天启本人也被血魔入体了。凌云心头暗想，可那在古墓外的那个血团又是怎么回事？少年郎，倒霉的死胖子中了血毒，再不救的话，他活不了多久了。灰图图打断了凌云的思考。凌云不由看向躺在地上的吴德，他的脸上虽然有了几分血色，但却是不正常的脸色，而是那种刺目的猩红，这应该便是灰图图说的血毒了。凌云转手重新看向水晶棺中那把滔天剑，问道：灰图图，如何才能解除这种血毒？很简单，你把滔天剑拿起来，本皇便可救倒霉的死胖子一命。凌云咬了咬牙，伸手抓起滔天剑，顿时一只像小山般庞大的灰色肥猫凭空出现，悬浮在半空。这灰色肥猫的2只猫眼，一只是湛蓝色，一只是猩红色，这是传说中的阴阳眼。它4只水桶粗，爪牙锋利，闪烁着刺目的寒光，一看就绝不是善茬。凌云来不及惊讶灰图图的外形，他握住滔天剑的那一刻，就感觉意识被扯进了一片剑之世界。这里有多如繁星一般的剑，每一把剑都好像有生命一般，随着某种特殊的规律而跳动。凌云被震撼了，感觉自己好像也化为了这剑之世界的一柄剑。这时，一道青色身影横贯长空而来，所有的剑都自动飞起，融入这道身影之中。凌云也融入到这道身影之中，但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方不是一道身影，也是一柄剑。人就是剑，剑就是人。凌云脑海中不由浮现出楚天齐全身绽放剑光，化为一柄剑的场景。凌云顿时悟了，人剑合一，原来竟然就是这种感觉。整个天玄武院只有2个人领悟了人剑合一，一个是楚天齐，另一个便是天玄武院的院长。如今凌云成为了第3个。这时那道身影发出声音：后来人能得滔天剑，说明那只血魔已经挣脱封印，即将为祸世间。至于那只肥猫，虽然曾犯下滔天大错，但它本性不坏，所以本剑圣将它封印在滔天剑中反省。如今1000年已过，惩罚期限已到，倘若他已改过自新，可放他自由；但倘若他仍然凶性不改，你可继续将其封印。说着，那道身影化为一柄剑，缓缓消失。凌云的意识被弹出剑之世界，而他的脑海中也多出了操控滔天剑封印之法。愚蠢的小子，你刚刚竟然敢跟本皇谈条件！灰图图一对诡异的阴阳眼瞪着凌云，露出2颗尖利的牙齿，然后4条腿迈动，一步步朝凌云走来。咦，愚蠢的小子，你的身上竟然有造化的气息！灰图图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本皇要是直接吞了你！凌云捏着滔天剑，意念一动，萧！灰图图直接被封印进了滔天剑中。灰图图整个猫声都不好了，他捏着爪子捶地，十分不甘地咆哮道：青苍小儿骗我，青苍小儿骗我！凌云默默地看着灰图图在滔天剑中发现。良久，灰图图缩小到家猫大小，收敛爪牙，然后露出萌萌的表情：少年郎，其实我是一只善良的猫，不沾荤腥，吃素的那种。刚刚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你放我出来，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灰图图的大哥了。你让我撵鸡，我绝不打狗；你让我打狗，我绝不撵鸡。喵喵！凌云不由笑了。小灰，看来你自我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嘛。小灰听到这个称呼，灰图图尾巴顿时立了起来，露出2颗尖利的牙齿，但他又立即将牙齿收了回去，然后萌萌的道：少年郎，你不愧是我灰图图的大哥，果然很有才。小灰这个名字很符合我灰图图的气质。喵喵！凌云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意念一动，将灰图图从滔天剑中放了出来。灰图图4爪蹬地，嘴巴一咧，2颗尖利的牙齿又露了出来。愚蠢的，喵喵！灰图图萌萌的叫了一声，然后滚到凌云脚跟前，亲昵的磨蹭着凌云的裤脚。凌云伸手捏住灰图图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然后说道：小灰，说说看，要怎么解除吴掌柜体内的血毒吧。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倒霉的死胖子体内的血毒，
必须要将那只血魔抓住。这只血魔原本快要油尽灯枯了，但因为吸收了滔天剑中一滴清苍剑圣的圣血，所以才脱困而出。闻言，凌云心头一跳，立即将滔天剑举起。他看着锈迹斑斑的剑体问道：“这滔天剑中有古圣之血？”凌云可没有忘记韩月说过，如果能够炼化一滴圣血入体，那他就能施展天魔9变第2变了。滔天剑来历惊天，清苍剑圣也不过是短暂执掌。本皇估计，滔天剑中那一滴圣血是清苍剑圣施展人剑合一与血魔战斗时无意中留下的，所以你想在滔天剑中找到第2滴圣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能将那只血魔抓住，不仅能够炼化出一滴圣血来，剩下的血晶也能化解死胖子体内的血毒。凌云闻言，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楚天齐的模样，他心头暗道：看来要尽快将楚天齐给抓来炼化掉。这般想着，凌云立即俯身将吴德扶了起来。吴掌柜，我们先离开这古墓再说。吴德摇头：臭小子，虽然这次来荒古秘境我一无所获，但之前承诺给你的报酬还得给。说着，吴德取出一个黑色卷轴递到凌云手上，这便是我的成名绝技千幻莫名。此秘术分入门、小成、大成3个层次，修炼到入门，修为比你高出3个大境界的强者也难以看穿你的变幻。凌云眼睛顿时一亮，立即接过黑色卷轴开始参悟起来。千幻莫名的核心就是一个幻字，而幻则是主要依靠灵魂力的运用，催动真气来改变自身以及迷幻对手的感知。掌握了精髓，再加上灵魂力的特殊，凌云很快便将千幻莫名修炼到了入门。他意念一动，顿时变成了一个跟吴德一模一样的胖子。吴德顿时惊叹道：臭小子，你在灵魂力上的天赋丝毫不低于你的武道天赋啊！你可以考虑兼修一门武道之外的职业。闻言，凌云觉得吴德说的很有道理，他之前就曾有过兼修灵符师的想法，但却被韩月狠狠地驳斥了。看来等回了天玄武院，就要着手兼修一门其他职业了。这般想着，凌云随手将灰图图抓起扔到肩上，然后扶起吴德便朝古墓外走去。当来到与万花雨分别前的地点，却没有发现万花雨的身影。这才过去不到3天，万花雨怎么不见踪影？凌云四处张望，然后在地上发现了一枚湛蓝色的耳坠，是万花雨的耳坠。凌云捡起耳坠，上面还残留着万花雨的气息。走，去城内找汪老头，他是荒古城的白小生，或许知道些什么。吴德道。来到荒古城内一个偏僻的四合院，老汪头热情地接待了凌云2人。凌云开门见山地问道：汪前辈，吴掌柜说你是荒古城的白小生，不知你这里可有万花雨的消息？你是说进入荒古秘境前跟你们一起的那个小姑娘？对，就是她。昨天有人曾看到玄冥神教4大护法之首的姬千柔带着一个紫衣姑娘离开荒古城，万花雨竟然被姬千柔给劫走了。凌云目光一沉，姬千柔当时突然出现，明显是冲着他来的，而他的第一个追随者子羽恰是姬千柔的弟子，难道说子羽将他给出卖了？姬千柔知道了他拥有吸星大法的消息。这时，吴老弟，你没事吧？老汪头看向吴德，吴德施展了千幻莫名，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不同。他风轻云淡的道：一点小伤，不碍事。那就好。老汪头点了点头，突然说道：这2天荒古城出现了一件怪事，有不少武修不知被什么东西吸成了干尸。凌云闻言，眼睛微微一眯，那只血魔果然已经逃出了荒古秘境，他要立即赶回天玄武院，暂时腾不出手来对付这只血魔。前辈，鬼手圣衣最近是否在荒古城出现？听到凌云提起鬼手圣衣，老汪头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惊叹之色。这老儿前几天成功进行了一次丹田移植，名声大噪。听说那老儿医治的对象正是一个来自天玄武院的女娃，好像叫张安月。总算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凌云不由松了一口气。他接着问道：汪前辈，第3个问题，可有楚天齐的消息？楚天齐已经离开荒古城，赶回天玄城，毕竟还有7天就是他的大喜日子了。说着，老汪头拿出一张大红色请柬，展开：朱雀楼花好月圆厅求婚大典。楚天齐这小子艳福不浅，陆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族，但陆雪瑶确实非凡。前辈多谢，这是5万灵石，告辞。凌云扭头就走。咦？老汪头看向吴德：吴老弟，这小子怎么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吴德笑道：老汪头，要是你的女人马上要跟别的男人订婚了，你会是什么反应？啥？老汪头顿时瞪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的道：陆家那个女娃跟这小子……老汪头！吴德赶紧打断了老汪头，十分严肃的道：汪三通，我什么也没说，你不要出去乱说。哈哈，不乱说，但是这求婚大典本来老汪头我不想去的，可现在又有些期待了，说不得必须去朱雀楼走上一遭。哈哈！一大早，凌云刚回到天玄武院，就见武院大红灯笼高高挂，充满了喜庆氛围。楚天齐师兄在荒古秘境成功凝聚法相真身，荣耀归来。赵院长已在朱雀楼凯旋厅设下庆功宴，所有武院高层都会出席。不仅是如此，据说所有真传弟子以及排名前100的内院弟子也被要求参加见证，那是何等荣耀的时刻，真是羡慕。走，我们也赶紧去，就算不能进入宴会厅，至少也能在外面沾点喜气。看着那些武院弟子脸上的兴奋之色，凌云眉角下沉。
还有3天便是楚天齐在朱雀楼向陆雪瑶求婚的日子，赵无极却要先在朱雀楼为楚天齐设庆功宴，显然是在为3天后的求婚大典造势。凌云双手缓缓握紧，心头冷冷的道：楚天齐，你想通过这庆功宴来造势？我凌云怎么可能？你如意，臭小子！楚天齐这小子现在锋芒正盛，你最好不要冲动。可惜本掌柜中了血毒，无法帮到你了。吴德心头恨死了楚天齐，如果不是被后者坑了一把，他也不至于变成这样。吴掌柜，没事，我先送你回百宝堂休息。凌云将吴德送回百宝堂，然后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小辉，我要再度闭关一次，你在外面为我护法，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叫醒我。既然已经决定破坏楚天齐的庆功宴，那就必须争分夺秒地提升自己的实力。灰图图跳到一张椅子上半躺着，翘着2郎腿，2只前爪捧着一本《苍风郡国志》，边看边说道：少年郎，你尽管修炼，有本皇在，没人能够打扰到你。韩月，韩月。凌云立即用心神联系韩月，关于兼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哼，凌云，你现在就想兼修了？5黄境都还没有达到，就想分心了？你是以为自己领悟了人剑合一，所以就想飘了吗？丹田内，韩月血色长发轻舞，完美的唇瓣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他冷冷地看着凌云，问道：所以你想兼修什么职业？炼丹师、灵符师、炼器师、御兽师、阵法师？你觉得他们很厉害？凌云沉吟着道：其他的我不太懂，但至少炼丹师的地位还是……韩月不屑一顾，哼，旁门左道啊，你也就这点眼界了。诸天万界，以武为尊，强大的力量才是终极根本。天不于无，无变图天；地狱藏无，无变杀地；天地轮回，阴阳交替，唯我韩月亘古不灭。凌云被韩月的话震撼。天不于无，无变图天；地狱藏无，无变杀地；图天杀地，这是怎样的一种豪情？韩月打量凌云片刻，冰冷的神色稍缓。当然，武道一途，兼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既然你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兼修了，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这修魂之道，不修境界，只追求绝对的力量，这也是本魔主杀穿9天10地，战到肉身崩解，依然能够活下来的根本原因。魂力足够强大，你口中所谓的炼丹师、炼器师、灵符师，一切以灵魂为主的职业，皆可信手拈来。懂？凌云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这就有点像武道的一法通，则万法通。所以，我没有兼修的职业，只是一名纯粹的修魂者，对吧？凌云问。不错，就是纯粹的修魂者，没那么多花里胡哨，让魂力无限增强即可。韩月说完，凌云顿时就感觉脑海中多出一本苍茫厚重的黑色古书，书籍封面九幽断魂录，这是足以媲美你那混沌开天路的顶级修魂法诀，里面包含本魔主这一生对修魂之道的见解注释，包罗5尊。你只需要不断淬炼灵魂力，当灵魂力提升到一定程度，便可自动解锁对应的技能，包括你认为的那些炼丹、制符、阵法等等。凌云闻言，心跳加速。韩月，你的意思是说，我只管修炼提升灵魂力，便可获得炼丹化符之类的技能，而且还不比那些所谓的炼丹大师差？哼，浪费时间琢磨炼丹化符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是这世界上最愚蠢的做法，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在我魔族，这些所谓的经验都是可以直接成绩的，但唯有最根本的灵魂力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提升。懂？凌云狠狠地点头，然后意识回归现实，发现灰图图眯着一对阴阳眼，疑惑地盯着他看。刚刚有那么一瞬间，灰图图感觉到在凌云体内有一尊绝世凶魔，吓得他手里那本《苍风郡国志》都掉到了地上。可当他尝试将感知探入凌云体内，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凌云并不认为灰图图能够发现韩月的存在，立即开始修炼九幽断魂录。作为修魂系最顶级地功法，九幽断魂录重在一个断字，将灵魂千锤百炼，达到亘古不灭的程度。随着九幽断魂录的运转，凌云识海中那些原本分散的灵魂力被一点点聚拢，然后开始淬炼。与此同时，外院的一处马厩，啪！一个重重的耳光抽在叶梦烟的脸上，将他打得踉跄倒地。一个头发干枯、牙齿发黄的猥琐老头冷笑道：小贱人，我马武虽然是个养马的，但老子都不嫌弃你，你这瞎子还敢嫌弃我？每次不抽你几巴掌，你都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吗？来吧！马武扑在叶梦烟身上，开始撕扯她的衣服。每一次被马武侵犯，叶梦烟都被马武身上那股马臭味熏得难以呼吸。她数次想到了死，但却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死了，只能苟延喘喘地活着。就在这时，房门被人踹开，一个白衣青年负手走了进来。马武被吓了一跳，赶紧提起裤子跪拜，原来是周涵大人。小老儿马武见过周涵大人。听到周涵2个字，叶梦烟如同溺水之人，突然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周涵师兄，是楚师兄终于回来了吗？叶梦烟连滚带爬地朝着周涵的方向爬去，看着一丝不挂的叶梦烟朝自己爬来，皮肤挺白，身材也不错，可惜双眼被刺下，已是丑陋可怖，也只有马武这种人才会对你有兴趣。可笑，我周涵曾经还曾讨好于你。周涵俯视着脚下的叶梦烟，冷冷的道：叶梦烟，楚师兄荣耀归来，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么一个人，所以就让我周涵来送你上路吧。叶梦烟听到最后这句话，如五雷轰顶，
心头的那一丝支撑着他苟延残喘的希望彻底灰飞烟灭。他突然从地上站起来，癫狂大笑，哈哈！楚天齐，我恨你，恨你眼下，恨你当初给了我希望。倘若不是因为你，我叶梦烟不会退婚，叶家不会满门被灭。叶梦烟恨意滔天，将进入天玄武院后，这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楚天齐。楚天齐，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全族被灭！周涵顿时大怒，混账贱人！周涵一剑刺进了叶梦烟的眉心，可叶梦烟虽死，却直挺挺地站着，他的心头有太多的不甘与怨恨，死后依然经久不散。结节，好浓郁的怨气，真是一句完美的躯壳啊！一道血光激射而来，没入叶梦烟的体内。叶梦烟原本被凌云刺瞎的双眼竟恢复了，不，更确切地说，那根本不是恢复，而是叶梦烟的双眼变成了一双诡异的血眸，没有瞳仁与眼白，完完全全就一双猩红的血眸，与玄冥神焦教主那双完全漆黑的暗黑之眸极为类似。我是谁？我是邪女叶雨飞。叶梦烟的脸上先是一片茫然，然后渐渐坚定。不，我既是邪女叶雨飞，也是叶梦烟。楚天齐。叶梦烟一字一顿地吐出这3个字，刚走到房门口的周涵被吓了一跳，他猛然回头，顿时就看到了叶梦烟那一双猩红的血眸啊！周涵何时见过如此诡异的状况？明明已被杀死，死得不能再死的人，怎么又复活了？尤其是那对诡异的血眸，让周涵不寒而栗。萧叶梦烟一步跨越3丈，来到一脸惊恐的马武面前，他伸出白皙的手掌按在马武的头上，弹指间，马武的血液就被吸干，变成了一具干尸，随手将化为干尸的马武扔掉，然后如同鬼魅般在原地消失，出现在周涵面前，2颗尖利的血牙露出，如同打量美味的食物般盯着周涵。你是什么怪物？周涵的舌头在嘴里打结，那还有刚才那怨弟子的威风，在恐惧中沸腾的血液是这世上最美味的食物。叶梦烟捏住周涵的脖子，一点点地将周涵的鲜血吸干，然后望向朱雀楼方向，喃喃自语道：我似乎闻到了血奴的气息。嗖，叶梦烟化为一道血影，朝朱雀楼方向掠去。另一边，百宝堂，修炼了大半天的凌云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灵台清明，目光深邃，有一种无形的气场铺开。灵魂力果然不愧是这世上最奇妙的力量。普通午休脑海中也有灵魂力，但都是一片散沙状态。修炼9幽断魂路的入门，便是将一片散沙状态的灵魂力淬炼到一起。此刻，凌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金色漩涡，无数的金色小光点围绕这个漩涡快速旋转，宛若一片缩小版的星系，神异无比。这是修炼9幽断魂路特有的标志。咔嚓，随着凌云成功将9幽断魂路修炼到入门，凌云终于能够在脑海中翻开9幽断魂路第2页。当他翻开第2页时，轰，无数的记忆碎片承继而来，融入到凌云的记忆之中。医道传承，这可是一位绝世魔主一生的医道经验，简直庞大到无法想象。凌云足足花费了1个时辰才将这些传承消化。吴掌柜体内的血毒至少有10种办法可以化解，不愧是绝世魔主的医道经验，层面之高简直无法想象，比那只大肥猫靠谱太多了。凌云立即选出最可行的办法，金针引毒术，利用秘法直接将吴德体内的血毒引导转移到其他人体内。以我现在的修为施展此术，恐怕要耗时好几个时辰才能将吴掌柜体内的血毒驱除干净。少年郎，距离那庆功宴只有2个时辰了。灰突突的提醒声打断了凌云的沉吟。凌云起身打开房门，只见夕阳已经西下。在参加这庆功宴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凌云看向灰突突，交代道：小辉，我有事出去，晚上才回来，你就待在百宝堂，不要到处乱窜。少年郎，你放心去吧，本皇看着苍风郡国的历史正起劲呢。小辉挥了挥猫爪，然后埋头专心致志地看书。凌云立即往无极峰赶去，这是赵无极的府邸所在，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恢宏浩大的府邸。内院弟子凌云前来拜见赵副院长。凌云长啸，被真气加持的声音从山脚冲天而起，回荡在无极峰上空。放肆！府邸守卫震怒，就要将凌云轰杀。赵无极凌空出现，俯视着山脚的凌云。凌云，你运气不错，竟然从荒古秘境活着回来了。回赵副院长，弟子运气一向不差。凌云身躯笔直，不卑不亢的道：此次前来拜见，是有2条重要消息相告。哦，赵无极眼睛微眯，一时猜不透凌云的来意。既然如此，那你便进来吧。话音落下片刻，一名老管家飞来，领着凌云来到了一处会客厅。赵无极端坐上方，气息深邃浩渺，眼眸开合，有金光闪烁，武道修为似乎又有精进。他脸色沉凝，锐利的目光朝凌云盯来。凌云，本副院长即将前往朱雀楼主持宴会，你最好不是在浪费本副院长的时间。赵副院长，我非常肯定，我们接下来的对话，你绝不会希望有第3人听到。凌云卓然而立，完全不像在跟一位武尊境强者对话。赵无极眼神锐利如刀，朝凌云瞪来。看着凌云镇定自若的样子，赵无极迟疑片刻，还是挥了挥手，让老管家退下。然后他手掌一抬，掌心涌出真气，化为真气护罩，将整个会客厅完全笼罩住。凌云眼睛微微一眯，心道：他果然已突破到武尊境。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赵无极坐直身体，
等待凌云开口。凌云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盒，然后打开。尊夫人的人头，赵副院长，请收好，不用谢我。凌云将李天荣的首级抛向赵无极，望着那朝自己飞来的首级，赵无极勃然震怒，混账东西！赵无极豁然起身，面前的案台在他的滔天怒意下当场4分5裂。赵副院长，你不要激动。凌云取出一块流影石，然后注入真气。香艳的画面中伴随着一段对话。楚天阳得意地笑道：小骚货，是老子干得你更爽，还是咱们赵院长干得你更爽啊？李天荣喘息道：当然是你干得更爽。楚天阳哈哈大笑：为什么？李天荣哼2声：因为他那活像牙签，太小了，够了。赵无极直接震碎了凌云手里的流影石。贱人，贱人，贱人！李天荣的人头在赵无极滔天的杀意下化为齑粉。赵无极双目血红，宛若被触碰了逆鳞的绝世凶兽，盯着凌云。小贼子，所以你是想用这个流影石来威胁本副院长？凌云摇头，然后伸出2根手指。赵副院长，我拿出这块流影石有2个目的。第一，你的隐疾我有办法治疗。赵无极几乎是以为听错了，他天生短小，这几10年来也曾秘密看过不少所谓的神医，但都没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真男人，这是他赵无极一生的痛。凌云，你可知道拿这事儿开玩笑是什么后果？赵无极衣袍无风自动，不怒自威，属于5尊境强者的气场铺开。身处赵无极的滔天威压之下，凌云镇定自若的道：赵副院长，同为男人，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但这事我确实有办法解决，信不信在你。真的能行？赵无极手掌紧紧握拢，努力压抑心头的激动，他害怕这又是一场空欢喜。天知道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更关键的是人到中年他还没有子嗣，这是他心头最大的痛。如今又听到了一丝希望，他太害怕又变成一场失望。绝对能行！凌云斩钉截铁的道。呼！赵无极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的盯着凌云道：凌云，只要你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可出面协调，让楚天齐饶你一命。饶我一命？哈哈！赵副院长，你这句话不是我想听到的结果。凌云大笑着摇头，然后冷然的道：你应该很清楚，我跟楚天齐已是不死不休，没有第2种可能。凌云，你的意思你要跟楚天齐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者说你知不知道楚天齐已凝聚法相真身？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赵无极一连4问，觉得凌云纯粹是在异想天开，一个毫无背景的大武师小武修竟然妄想跟楚天齐斗，简直是荒谬到可笑。不提楚天齐背后的楚家，就是楚天齐一人现在就能压得普通的3线家族难以喘息。赵副院长，虽然我不知道楚天齐到底是怎么凝聚所谓的法相真身的，但是楚天齐现在被你们捧得有多高，将来就会摔得有多惨，就像赵副院长曾经的那位弟子叶梦烟一样。听到凌云提起叶梦烟，赵无极脸色顿时一沉，眼眸中冒出寒气。赵副院长，我来此找你，你今天就只有2种选择，要么杀了我，然后将我的人头交给楚天齐，要么你赌一把，站到我凌云一边，从此与楚天齐及楚家决裂。如此，我可以保证，不仅你的隐疾可以根除，而且那块流影石以及所有的拓印件将永远不会再见天日。凌云说这话时，目光灼灼，掷地有声。赵无极目光一冷，所以你其实还是来威胁本副院长的？你难道就真的不怕本副院长直接杀了你？凌云卓然而立，镇定而从容的道：赵副院长，我凌云今天既然赶来，就断然不怕你动手。虽然我凌云修为低微，但也有足够的信心在临死前拉上你赵无极垫背。哦，赵无极眼睛顿时眯成了针眼状，不知为何听到凌云这句平静的话，他竟真有一瞬惊惧的感觉。难道说这小子的身上真的还藏着什么大杀器不成？这小子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还是说他那青色小树并不是像顾倾城说的那般，而是真的品阶级高，超出了天级？无数疑惑自赵无极的脑中快速闪过。凌云提出的要求姿势体大，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惊天豪赌。他赵无极不但将押上自己身家性命，甚至赵家都要被卷进这场豪赌之中。凌云，今晚的庆功宴，本副院长可以完全保持中立，只要你能让楚天齐灰头土脸，而你自己还能活下来，那本副院长就陪你豪赌一场。虽然凌云已经亮出底牌，但赵无极觉得还不够。好，那就请赵副院长拭目以待吧。凌云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就走。望着凌云挺拔的背影，赵无极的心头突然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难道说这个小子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而是有什么惊天的背景不成？赵无极立即召来老管家，让他亲自去一趟天岩城，好好调查一下凌云来历。凌云当然不清楚赵无极的这个安排，他刚走下无极峰不远，后面传来一道清脆的喊声：凌师弟！听到喊声，凌云回头就见一个紫衣女子快步朝自己走来，她纤细的蛮腰上系着一条蚕丝腰带，头发高高盘起，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安月师姐！凌云瞳孔微张，自被叶梦烟击碎丹田，1个月不见，张安月又恢复了山河榜种子选手的自信与从容。凌师弟，多谢你为师姐报了仇。张安月十分郑重地对着凌云躬身行礼。安月师姐客气了。凌云扶起张安月，然后笑着道：恭喜安月师姐武宗重生。闻言，
张安岳眼神微暗，我这武灵境10重的修为，乃是移植我父亲的丹田，而且鬼手圣医说，我的武道之路虽然接续上了，但终身止步武皇境。凌云视线下移，凝视张安岳的丹田片刻，然后说道：安岳师姐，情况并没有内糟，鬼手圣医的医术还是挺不错的，你父亲的丹田跟你很契合，在你的体内存活得很好，如果再解决灵根相容的问题，以你玄级极品的灵根天赋，武尊境也有望。张安岳闻言顿时激动地抓住凌云的衣袖，凌师弟，你难道也精通医术？凌云看了看天色，然后看着张安岳道：安岳师姐，如果信得我过，我可以先为你疏通丹田与灵根之间的脉络，待那宴会结束后，再为你行针，便可让灵根与丹田完全融合了。张安岳立即表态：师弟师姐当然信得过你了，你需要师姐怎么配合你？坐着还是躺着？要不要脱衣服？说着，张安岳看了看四周，脸色微红的道：要不我们找一个床？可凌云连忙制止了张安岳继续说下去。安岳师姐不需要那么麻烦，你站好就行，我一会儿就好了。凌云伸出手掌贴在张安岳的小腹位置，张安岳身躯顿时微微一颤，下意识地抓住凌云的双肩。如此暧昧的姿势，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那就凌云此刻却没有想那么多，真气顺着手掌涌出，凝聚成一条线，进入张安岳的体内。片刻后，凌云将张安岳的心丹田与灵根之间的脉络疏通。安岳师姐，你现在运转真气试试，应该跟之前有所不同了。真的吗，师弟？那我试试看。张安岳立即尝试运转真气，顿时发现之前那种真气运转微有些不畅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师弟，真是太神奇了！张安岳兴奋无比，直接蹦过来，紧紧抱住了凌云。安岳师姐，你丹田这事儿跟我多少是有关系的，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当然愿为安岳师姐略尽绵薄之力。说着，凌云轻轻地将张安岳推开，然后说道：安岳师姐，时候不早了，我得赶去朱雀楼了。师弟，你也要去参加楚天齐的庆功宴吗？那太好了，我正好差一个男伴。张安岳一脸期待地望着凌云，声音甜甜的道：师弟，你应该不会介意当师姐的护花使者吧？这个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张安岳大方地挽住凌云的手臂，就往朱雀楼方向走。淡淡的月色下，朱雀楼远远的看起来就像一只即将振翅高飞的巨大朱雀，让它在夜色下格外醒目而亮丽。凌云两人来到朱雀楼外，一只云舟漂浮到两人跟前，一位靓丽的美少女从云舟上走下，盈盈一礼，甜甜的道：欢迎贵客光临朱雀楼，我是12357-5号云舟摆渡人，请问贵客是否前往第888层的凯旋厅？不错。凌云点头，然后掏出100枚灵石递美少女面前，麻烦小姐姐带路。收下凌云的小费，小美女脸上的笑容更甜了。贵客请登舟。凌云抬脚就要登舟。凌云小儿，你还敢来朱雀楼？伴随着这道冷喝声，一位独臂中年人飞跃而至，停在凌云两人身后。凌云转身就见楚刀一脸冷厉地瞪着他：小贼子，在荒古秘境，我那10几位族人身中就以毒而死，是不是跟你有关？当时楚刀下意识的就认为是玄冥神教之人所为，可后来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玄冥神教之人怎么会那么巧在那条峡谷布毒？凌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楚刀，冷笑道：楚刀对吧？老子真是怀疑，凭你这狗脑子到底是怎么修炼到武皇境的？小贼子，你找死！楚刀大怒，武皇境3重的修为释放出来。凌云抱起双臂，戏谑地盯着楚刀：怎么想动手啊？来，有种你动手试试看。朱雀楼范围内禁止任何人动武，这是朱雀楼的铁律。据说100年前曾有一位武尊境老祖在朱雀楼动手杀人，虽然当时在朱雀楼全身而退，但却被朱雀楼发出朱雀追杀令，天价悬赏。不过区1月后，那位武尊境老祖的人头便被高悬朱雀楼，至此无人敢在朱雀楼动武。楚刀脸色憋得通红，然后咬牙一点点将心头的滔天怒火压下。小贼子，今日是我族天骄的庆功宴，我楚家不欢迎你，滚！说着，楚刀就要抬脚登上云舟，但凌云离云舟更近，拉着张安岳先一步登上了云舟。然后他俯视着云舟下的楚刀，冷冷的道：楚刀，今晚这宴会是赵无极副院长安排的，老子高兴就去，关你楚家屁事啊！说完，凌云示意小美女开始摆渡。看着云舟一点点升起，楚刀气得浑身颤抖，咬牙切齿：小贼子，我楚刀必杀你！凌云两人从云舟上下来，进入凯旋厅。映入视线的第一眼便是那矗立宴会厅中央的高台。只见高台之上，一个身穿金丝镶边黑袍的青年盘腿而坐，似乎正在闭目养神。正是天玄武院第一天教楚天齐。周围一个个宾客在侍女的引导下来到有对应名字的席位前。凌云没有资格受到邀请，蹭着张安岳在靠近门口的一个小玉石桌前落座。凌云，你不会坐错位置了吧？张安岳的邻座，一个背剑少年伸着头看向凌云问道。正是以山河榜排名第3进入内院的剑无血。在剑无血面前有一块金色的座位名牌，上面写着剑无血3个字，显然剑无血是受到邀请的对象。凌云耸耸肩，不以为然地笑道：没关系，反正我又不是来吃席，我只是来送礼的。咦？这时一道惊疑声突然响起，一个身材矮小
蓄着山羊胡的灰袍老者，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张安岳身旁。张安岳被吓了一跳，呆看清来人后，连忙起身行礼道：“原来是鬼手圣医前辈。”鬼手圣医伸手将剑无血拔到一边，然后坐在张安岳旁边，盯着张安岳小腹道：“小安岳，你的灵根与那新丹田之间的脉络竟然完全疏通了，这是怎么回事？”作为鬼手圣医名震苍风的杰出作品，但距离完美始终还差最后一步，灵根与新丹田未能完全融合。这个，张安岳下意识地看向凌云。顺着张安岳的目光，鬼手圣医也将目光投向凌云。别告诉本圣医，跟这个小子有关。见凌云没有反对，张安岳回道：“回圣医前辈，确实是林师弟为我疏通的脉络。”哦，鬼手圣医的瞳孔顿时缩成针尖状，死死地盯着凌云，可看了半天，也未能在凌云身上看出有什么奇特之处。他不由凑近2步，挨着凌云而坐，然后问道：“林小子，你也懂医道？”“略懂一二。”凌云道。年轻人倒是挺谦虚。鬼手圣医捋着山羊胡沉吟道：“本圣医看你年不过16，应该对医道有所涉猎，之所以能够将小安岳的灵根与新丹田之间的脉络打通，估计也是误打误撞。不过要真正将灵根与丹田完全融合，还是太难。无解啊。”凌云、张安岳抿嘴道：“圣医前辈，林师弟说他今晚就能让我的灵根与丹田完全融合。”“什么？”鬼手圣医像是屁股被针扎了一下，直接坐椅子上弹了起来。他瞪圆双眼，盯着凌云道：“林小子，你确定没有在开玩笑？”凌云四平八稳地坐着，镇定从容地道：“事关安岳师姐的武道前途，自然是不能开玩笑。”“挖槽！”鬼手圣医当即抓住凌云的肩膀，然后急切地道：“走，林小子，不是林小兄弟，现在就走，不参加这劳什子宴会了。本圣医要亲眼见证奇迹诞生的一幕。”凌云摇头：“现在还不行，我还没送上大礼呢。”随着凌云话音刚落，司仪高亢的声音响彻全场。诸位，全场顿时安静下去。今晚的宴会共有3个环节：一是赵无极副院长发表贺词，2是宾客贺礼，3是楚天齐楚大少发表感言。现在有请天玄武院赵无极副院长为今晚的庆功宴发表贺词。赵无极长身而起，衣袖一抖，踏着凌空的步伐，一步步登上高台。武尊敬的威仪与气场铺开，所有人的眼神中都忍不住泛起一抹敬畏。武尊敬，在武君敬先少现世的苍风郡国，这已是顶级强者。赵无极从楚天齐的出生开始，一通陈词滥调的演讲，末了加上一句恭喜楚天齐凝聚法相真身，冲击天榜有望，非常官方的表达，完全看不出赵无极的情绪。站在赵无极身旁的楚天齐当即眉头一皱，楚家众人也对赵无极没有热情洋溢的表达颇有微词。司仪赶紧救场，朗声高喊道：“现在进入宴会第2环节，贺礼。”排在第一的自然是赵无极。只见他取出一只3尺长的玉匣，抛飞向司仪。司仪接过一看，顿时朗声高喝道：“赵无极副院长赠水火双生莲一株，算不得有多贵重，很符合赵无极的身份地位。”楚天齐脸色当即再次一沉，感觉赵无极今晚的表现有些反常。接着，内务堂大长老韦琼生赠地级战剑一柄，刑堂长老火烈赠地级护甲一件，一位魏天玄武院的高层奉上今晚的贺礼。随着司仪的声音渐渐落下，即将进入楚天齐发表感言的第3环节。但就在这时，一声高亢的声音响彻全场，压过了司仪的声音。天玄武院内院弟子凌云贺楚天齐师兄凝聚法相真身，赠刘隐石一枚。凌云突然起身，然后将一枚刘隐石抛飞宴会厅中间的高台。这枚刘隐石飞在半空，顿时映射出3道影像，正是3位楚家族人在不同场景下收受马明阳汇入的刘隐。众所周知，马明阳已经被定性为玄冥神教打入天玄武院的奸细，而楚家这3人身为天玄武院内院长老，竟然与马明阳勾结。于是这3道影像一出，全场哗然。端坐在宴会厅某座的3位楚家族人当即双腿发软，瘫倒在地。意气风发的楚天齐脸色当即变得格外难看。在他的大好日子，这3道影像宛若3个耳光，狠狠地扇在他的脸上。不仅是他，整个楚家都颜面扫地。混账东西！楚天齐冷厉的目光宛若2柄利剑，直扫那3位楚家族人。少主，我们鬼迷心窍，罪该万死，求放过我们的家人。3位楚家族人先后自断心脉，横死当场。庆功宴还未开始，楚家3位武王境精英率先身死，所有楚家族人的脸色都变得相当难看。他们都能感觉到周围那些人看他们的目光带上了一丝异样。毕竟楚家一向以正道自居，更是屡次冲在镇压玄冥神教的前头。可现在楚家内部却竟然有人与玄冥神教勾结，简直是天大的讽刺。楚天齐目光扫向凌云，凌厉至极的杀意迸发。小贼子，荒古秘境逃得一命，就这么急着来送死吗？凌云身躯站得笔直，迎着楚天齐的目光摇头叹道：“楚天齐，你这人真不懂礼貌。我为楚家揪出3个毒瘤，你不感谢我便罢了，竟然还威胁我。我凌云修为低微，你这么一吓我就很害怕。”说着，凌云手中变戏法似的又出现了一枚刘隐石，然后环顾全场道：“这是一块关于楚天齐的刘隐石，是我在荒古秘境亲眼目睹，亲手留影。”这话一出，全场上万人的目光
全都聚向凌云手里的那块流影石。不用说，这绝对比刚刚那枚流影石的内容更加劲爆，就连赵无极都被吊起了胃口，眯着眼睛盯着凌云手里那块流影石。楚天齐心头咯噔一下，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庶子想坏我族天骄的声誉，没那么容易。一位距离凌云最近的楚家五黄境强者，不顾一切的出手，要一击杀死凌云。但是大胆！宛若闷雷般的喝声陡然回荡在宴会大厅，一位白发老者凭空出现在大厅，然后一掌拍出，八记就像是拍苍蝇一般。那位楚家五黄境强者被当场拍死。敢在朱雀楼动午休，死！白发老者环顾全场，五尊境的气场铺开，人群悚然。楚家众人咬着牙，心头无比憋屈。又一位楚家强者横死当场，而且还是五黄境的强者。如此强者，在苍风郡国的任何势力都是绝对的中流砥柱啊！小贼子！楚天齐双手握紧，金丝镶边的黑袍舞动，双目之中的杀意近乎实质化。他几乎是从牙齿缝里发出声音：小贼子，你一再坏我好事，真当我楚天齐杀不了你吗？哈哈！他不仅一再坏你好事，还睡了你的女人。一阵大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回荡在宴会厅，让人根本分不清方向。什么？楚天齐的情绪本就被凌云撩拔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陡然听到这道声音，只觉大脑嗡的一声，全身鲜血瞬间直冲头顶。噗！楚天齐怒血攻心，喷出了一大口鲜血。啊！这全场所有人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目光齐刷刷地扫向凌云。凌云竟然睡了陆雪瑶，这个消息可绝对比任何关于楚天齐的留影都要劲爆啊！毕竟3天后，楚天齐就要在朱雀楼花好月圆厅当着天下群雄的面正式向陆雪瑶求婚了。可现在却爆出凌云已经和陆雪瑶睡了，那楚天齐岂不是原地秒变绿头龟？难怪啊！赵无极一下就明白了为何凌云会有陆雪瑶的雷劫剑。如果两者的关系不是十分的亲近，陆雪瑶怎么可能赠送凌云如此珍贵的武器？而陆家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一点也不比楚家人好看。他家的娇女竟然在订婚前跟别的男人睡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一时间，在场的陆家人都神色不善地望向凌云，再次成为全场风暴的中心。凌云的脸色沉凝如水，刚刚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完全打断了凌云的计划。他和陆雪瑶之间的事，按理来说绝不会有第三人知晓，可有人却在此时散播了这个消息。凌云立即将灵魂力释放到极致，仍然没有发现刚刚那出生之人。小贼子，我楚天齐与你不死不休，滚上来受死！楚天齐彻底暴怒，杀意滔天。哈哈，楚天齐，你想一战，老子也想杀你很久了。凌云豪气冲天，然后看向不远的白发老者，拱手道：前辈，能否为我们开启真气护罩，让我二人就在这宴会厅的高台上一战？白发老者乃是朱雀楼楼主聂玄，听到凌云的话，他几乎是以为自己听错了。如果他没有看错，眼前这个小子不过大武师10重修为，竟敢应战一位五黄境3重的天骄。凌小兄弟，莫冲动，本圣医还未见证你的医道奇迹呢。鬼手圣医当即拉住凌云的衣袖，对于他来说，凌云的生死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医道奇迹，他必须要见证。凌师弟，不要上去，只要在这株雀楼，谁也动不了你的。被一连串惊变震惊的张安岳回过神来，赶紧上前拉住凌云另一边衣袖。老聂！赵无极凌空而来，与聂玄面对面的说道：既然是两人都同意的挑战，你我二人联手布下真气护罩，让他二人在高台上战一场，也不算坏了朱雀楼的规矩。聂楼主，云此战，楚家纪聂楼主一个人情。楚家族长楚问天站了起来表态，楚家一刻也容不了凌云了，必须要立即杀死凌云，方能挽回一些楚家的颜面。既然如此，那本楼主便破例一次。话音落下，聂玄双手一合，一个真气护罩凝聚而出，覆盖了宴会厅的高台。小贼子，上来受死！楚天齐怒喝，金丝镶边的黑袍鼓荡不休，五黄境3重的修为完全释放出来。凌师弟，不要啊！张安岳急的眼睛都红了。鬼手圣医直接横移一步，挡住凌云的去路。凌小兄弟，只要你不战，凭我鬼手圣医的面子，可保你今晚不死。凌云直接拔开两人，在全场瞩目的目光之中，一步步朝宴会厅中央那座高台走去。望着凌云那挺拔的背影，见吴雪叹道：我不如他，大武士战五黄境，无论胜负，凌云的胆色必将留名苍风武道史。俯视着一步步走来的凌云，楚天齐低喝道：凌云，你这个卑微的虫子，再磨云山脉时，本少主便该将你斩尽杀绝。哈哈，楚天齐，所以从此以后，我凌云便将是你永远的噩梦。凌云脚掌猛一跺地，直接跃上高台，然后凌云曲指一弹，一朵青色火苗落入至尊鼎中。接着，随着凌云念动经文，顿时一只2丈高的白骨骷髅从地面冒出。原来是你！楚天齐眼睛顿时瞪圆。对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凌云冷笑一声，催动白骨骷髅向楚天齐发动了攻击。轰！白骨战刀爆发出强横无匹的力量，楚天齐当即被震18步。啊！这全场所有人都露出不可思议之色，凌云竟然能够操控如此强大的傀儡。毕竟就算是傀儡师，也不能操纵超出自身一个大境界的傀儡。这小子竟然还有这种底牌！
傀儡师，这可是极为罕见且失传许久的一种职业。赵无极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异色。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凌云是一位强大的傀儡师，唯有聂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他感觉凌云这具白骨骷髅不像是傀儡那么简单。可恶！楚天齐被一击击退，感觉手掌发麻。这具白骨骷髅的战力绝对已经达到了5黄境巅峰。小贼子，你以为凭着这具傀儡就想胜我楚天齐？那你也太小看我了。楚天齐双臂一展，身后竟然涌现出一尊手持血色战剑的虚幻巨人。法相真身，楚师兄果然凝聚出了法相真身。好，法相真身一出，少主的战力至少增加5成，朕杀凌云不过弹指间。少主，杀了这小贼子，楚家不可辱！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楚天齐身后的法相真身吸引，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异象。这就是所谓的法相真身。凌云释放出灵魂力，感受了一下，顿时满脸不屑。他小世界内的混沌气已能为他加持7成的战力。小贼子，死！楚天齐全身绽放出绚烂的剑光，人剑合一，这自然又引得无数人侧目。楚天齐的天赋无愧天玄武院100年一遇的天才，他绝对是天玄武院100年来最有希望冲击天榜的天才。但是面对火力全开的楚天齐，凌云直接一张6级暴击符扔了出去。轰！暴击符炸开，足以震杀5黄境强者的能量爆发。楚天齐被震得连退3步，人剑合一的状态被打破，但他立足还未稳，白骨骷髅跟进补上一刀，楚天齐当即被劈得倒飞出去，在半空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后的法相真身也被打散。就是现在，凌云双手一合，面前浮现出一道金光剑指，封神暗指杀！消！金光剑指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朝楚天齐的眉心击射而去。危险！楚天齐浑身汗毛倒立，身体在半空扭过诡异的角度，避开了凌云的致命一击。噗！金光剑指从楚天齐的肩膀穿过，带起一大片血花。楚天齐的肩头出现一个碗口大的血洞，整条手臂近乎被齐根轰断。啊！这全场哗然，所有人目瞪口呆，完全没有想到，不过3个回合，凌云竟将天骄楚天齐打得半残。庶子！楚问天头发都立了起来，立即对着聂玄喊道：“聂楼主，这混蛋完全就是凭借外物战斗，我请求立即终止战斗。”聂玄白色的眉毛一挑，不满的道：“发起战斗的是你楚家，现在要求立即终止战斗的还是你楚家？你楚家把我聂玄当什么？”楚问天气的想吐血，双目如电的看向高台上的凌云，怒喝道：“小贼子，有种正面一战，凭借外物偷袭算什么本事？偷你妹啊！有种将修为压制到大武师，跟我打试试！你楚家来多少个，老子就打多少个！”凌云说着，面前的白骨骷髅散落在地，然后融入地下。楚天齐捂着鲜血淋淋的肩膀，披头散发，金丝镶边的黑袍也是千疮百孔。他脸色狰狞地望着凌云：“小贼子，你这根本不是傀儡术，而是某种有时间限制的秘术。现在没有了这秘术，我楚天齐就算只剩一臂，亦可杀你。”音未落，楚天齐的身上再次绽放出绚烂的剑光。人剑合一吗？凌云眼睛微微一眯，双臂一展，更加绚烂的剑光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什么？我没有看错吧？人剑合一！我的天！凌云竟然也领悟了人剑合一之境，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就连楚天齐都愣了一下，几乎是认为自己眼花了。整个天玄武院唯有2人领悟了人剑合一之境，可现在竟然又多了一个凌云，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聂玄捋着花白的胡须，眼中满是惊艳之色。抛开灵根的品级不谈，死子的天赋绝不在楚天齐之下，唯一的弱点便是背景。赵无极心头掀起滔天巨浪，那场惊天豪赌的天平也渐渐向凌云倾斜。小贼子，纵然你也领悟了人剑合一，但境界的巨大差距。楚天齐歇斯底里的咆哮，但话说一半，他剩下的话便卡在了喉咙里。因为凌云的气息以极为诡异而夸张的幅度暴涨了一大截，这自然是凌云催动小世界的混沌气，以及施展天魔9变第一变裂焰焚天所致。这又是什么秘术？他到底在荒古秘境得到了多少的好处？楚天齐都快要被气疯了。一剑寒光19州，楚天齐以人剑合一的姿态施展出一门地级战技，化为一柄人形剑，光朝凌云斩来。可怕的剑气萦绕，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击射而来。凌云矗立在楚天齐强大的攻势之下，坚若磐石，声音浑厚。烈焰狂剑斩！凌云直接身化7749道绯红剑光，迎上楚天齐。轰！5黄境以下根本看不清这终极的对决，只看到高台上无数的剑光纷飞击射。良久，剑光消散，一道黑色人影从撞击点踉跄后退，然后膝盖一软，半跪在了地上，整条右臂彻底断裂不说，全身都布满了可怖的剑痕，宛若一个从血池里捞起来的血人。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下意识地看向另一面。只见凌云铸着雷劫剑矗立，身上虽然也有许多剑痕，但明显比楚天齐要好很多。高下立判，楚天齐完败了。聂玄、楚问天拔地而起，冲上了高台，立身于真气护罩之外。5宗境绝巅的气息全面铺开，楚家其他强者也全部站了起来。怎么？堂堂天玄武院第一天交打不过一个大武师，
楚家这是要全上，准备群殴不成？聂玄脚步一跨，直接来到高台上方。凌云不能死，今晚谁要杀他，就是跟我鬼手圣衣过不去。鬼手圣衣凌空飞跃到了高台之上，赵无极眼睛顿时一眯，凌云什么时候跟鬼手圣衣也有关系了？鬼手圣衣此人虽然修为不高，但他在苍风郡国的影响力极大，连玄冥神教的强者都有不少欠着他的人情。诸位，赵无极凌空飞至高台，落在凌云面前，问道：凌云，此战暂且作罢如何？凌云抬起头，望着不远处半跪着的楚天齐，脸色一凝，放虎归山，绝不是我凌云的风格。楚天齐必须死！凌云努力压下体内暴动的气血，拔出雷劫剑，就要再动手，但就在此时，一道血色的匹练袭来，直接将楚天齐给卷走了。什么人？聂玄当即大怒，脚掌在虚空一踏，爆发出每息200丈的恐怖速度追了出去。楚问天也紧随其后追了出去。赵无极没有动，宴会厅还有许多楚家强者，随时都能给予凌云致命一击。凌小兄弟，来，我看看你的伤势。鬼手圣衣第一时间上前为凌云疗伤，张安岳也赶了过来，守在凌云身后。见到这一幕，楚家老三楚问道脸色沉凝地看向赵无极：赵副院长，你要保这小子？赵无极负手回道：问道长老，凌云与楚天齐的对战尚未完成。好，我明白赵副院长的意思了。楚问道，凌空而起，环顾全场，声音响彻全场。从来都是我楚家掀别人的台子，想不到今天就有人这样三番两次落我楚家的面子，让大家看笑话了。还请诸位暂时替我楚家保密，3日后的求婚大典，我楚家必定拿出诚意感谢大家的捧场。但如果有人不来，或者外面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哼！楚问道冷哼一声，武宗境巅峰的气场铺开，在场诸位有一个算一个，未来的日子还长，咱们走着瞧。一场专为楚天齐准备的庆功宴，原本是为他3日后的求婚造势，结果却变成了楚天齐被打落神坛的舞台。一个可能比楚天齐天赋更强的新星凌云冉冉升起。赵无极亲自护送凌云回到百宝堂，然后便匆匆离去。既然已经选择陪凌云来一场惊天豪赌，他必然要立即对赵家进行各种安排。少年郎，你竟然被人打成了这样，还好没被打死。灰图图赶紧放下那本《苍风郡国志》，迈着2条后腿迎了上来。如果凌云被打死，他又会被封进滔天剑之中。咦，竟然是只能开口说话的灵宠！鬼手圣衣惊疑地看着灰图图，啊呸，什么灵宠？本皇是9界独尊的不朽妖皇，嘿，竟然还是只有幽默感的灵宠。鬼手圣衣笑道。灰图图顿时露出2颗尖利的牙齿，对着鬼手圣衣张牙舞爪的道：愚蠢的小矮子，本皇再次强调一遍，本皇不是灵宠，可恶的灵宠，竟然敢喊本圣衣小矮子，本圣衣要拔了你的毛！行了，你们别争了，林师弟需要休息。张安岳分开一人一兽，扶着凌云来到床边，让他平躺到床上。鬼手圣衣走过来说道：小安岳，你就放心吧，有本圣衣在，他死不了，他只是虚脱的太厉害了。灰图图跳到桌子上，人立而起，比鬼手圣衣高出半个脑袋，然后问道：愚蠢的小矮子，到底是谁将凌云打成这样的？对方死了没？鬼手圣衣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肥猫，别再喊我小矮子，否则本圣衣对你不客气了。啊呸，就你这水平还自称圣衣，我看是庸医还差不多。说完，灰图图跳到床边，伸出右爪，在凌云的眉心点了点，顿时凌云悠悠地睁开了眼睛。啊，这鬼手圣衣顿时目瞪口呆，凌云的一只灵宠也会医道。林师弟，你可算是醒了，刚刚在路上可吓死我了。张安岳有些后怕地拍着饱满的胸脯。凌云支撑着坐起来，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只玉瓶，然后打开，这是圣气真液。鬼手圣衣直接冲了过来，瞪圆眼睛，死死地盯着凌云手里的玉瓶。这是炼化圣者血肉方能提炼出来的，在苍风郡国属于传说中的宝物，根本无人见过，大惊小怪。灰图图白了鬼手圣衣一眼，跳下床，迈着2条腿朝房门方向走去。少年郎，倒霉的死胖子来了，我去开门。凌云服下圣气真液，体内的亏空顿时弥补了回来，精气神完全恢复了。圣气真液果然如同传说中那般神奇，鬼手圣衣惊叹不已。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灰图图打开房门，只见吴德裹着一件厚重的棉被站在门外。吴德，鬼手圣衣站了起来，完全没想到才许久不见的吴德竟变成了这般模样。老鬼！吴德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然后看向凌云，臭小子，听说你刚刚跟楚天齐打了一架，没事吧？凌云跳下床，精神抖擞的道：吴掌柜，我现在没事了。那就好，那就好。吴德点点头。鬼手圣衣这时来到他的身边，伸手为他把脉，然后脸色猛然一变：吴德，你命不久矣。吴德苦笑着坐下，对着凌云说道：臭小子，我死之后，你要是不嫌弃，这百宝堂就交给你来打理了。凌云来到吴德身前，然后笑着说道：吴掌柜，你死不了，我今晚就能为你去除体内血毒。什么？吴德眼睛顿时瞪圆。鬼手圣衣的反应比吴德还要夸张，当即跳了过来，瞪着凌云问道：凌兄弟，你是说这吴德还有救？他已经看出吴德毒血攻心，就算是他的师尊赛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少年郎找不到那只血魔，
倒霉的死胖子这次真的死定了。灰图图也跳了过来，他笃定自己的判断。凌云摇头，目光灼灼的道：我说吴掌柜有救，他就不会死，我真的还能再抢救一下。吴德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十分激动地抓住凌云的双手。吴掌柜，来这边躺下，我现在就为你驱毒。凌云扶着吴德来到一张躺椅上躺下，然后解开吴德的上衣。吴掌柜，我的真气会入体，你运转功法，不要排斥。吴德点头。凌云抬起右手，真气涌动至指尖，凝聚成一根火焰金针，聚气成针。鬼手圣衣眼睛顿时一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凌云这一手没有几十年的行医经验，绝对做不到如此举重若轻的聚气凝针。削，第一根火焰金针直刺吴德的胸口潭中穴，接着第二根、第三根，凌云一连施展749根烈焰金针，扎进吴德体内。这些烈焰金针在吴德体内形成了微型的特殊法阵，将吴德体内的血毒全部吸收聚拢过来。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引毒了。凌云深吸一口气，五指一张，掌心凝聚出一个与吴德体内完全截然相反的微型法阵，然后特殊吸引力从凌云的掌心涌出，一滴滴猩红而诡异的血毒从那749根烈焰金针的尾端冒出，然后进入凌云的掌心。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上古医道针法金针引毒术？鬼手圣衣激动得微微颤抖起来，他竟然亲眼见证了上古医道针法重现世间，今晚这一遭绝对没有白来啊！靠！灰图图瞪着一双阴阳眼，盯着那在凌云掌间不断汇聚的血毒。少年郎，你这是要将倒霉的死胖子体内的血毒转移到自己体内？不错。凌云手掌猛然一抬，那扎进吴德体内的749根烈焰金针带起最后一丝血毒全部飞起，落入掌心。而吴德就像是解开了体内的封印一般，一股澎湃的气息从他的体内激荡而出，吴德完全恢复到了巅峰。武尊敬，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见到吴德完全恢复，鬼手圣衣惊叹不已。灰图图则是跳过来，用两只前爪抱住凌云的手掌一看，只见凌云的掌心多了一团不断蠕动的暗红色血纹。见到灰图图的反应，吴德也连忙凑了过来，看到凌云掌心的血纹，他当即脸色一变，臭小子，你没事吧？凌云咧嘴一笑，这血毒已被我控制，只要稍加10日便能炼化，到时我还多了一张底牌，毕竟这可是能够让武尊敬强者都丧失战斗力的血毒啊！哦，吴德的眼眸之中当即闪过一抹忌惮之色，这血毒绝对将他折磨得够呛，如果不是凌云，他都要挂掉了。这玩意还能炼化为乙用？鬼手圣衣感觉这几十年的医道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凌云再一次次的刷新他的医道认知。哼，老鬼，既然凌云说能行，那就肯定能行。吴德心情极好，拍着凌云的肩膀道：臭小子，如果你不嫌弃，以后就叫我吴叔吧。想起自来到天玄武院后，吴德对他的多番照拂，凌云诚挚的喊了一声吴叔。好，很好，臭小子，吴叔也不白占你便宜，这是你的改口礼。吴德变戏法似的，手中出现了一个黑色卷轴，然后递到凌云面前。凌云接过打开一看，流光雷影，上古身法分流光和雷影两个部分。流光是长途奔袭的身法，主打一个字快，是逃命的绝佳手段。雷影重在一个影字，能够将自身气息隐匿，纵然是修为比自身强大的武修，也很难发现自身的气息。而且最重要的是，将雷影修炼到极致，可以触碰到空间法则，这可是世间9大至高法则之一。臭小子，这流光雷影来历不凡，好好参悟。说完，吴德退出了房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感受一下重新恢复的力量了。凌云将黑色卷轴炼化，流光雷影的第一部分流光不需要参悟，很快就融会贯通。至于雷影，则需要进一步参悟修炼。林师弟，天色已晚，你先休息，我明天再来找你。张安岳上前告辞。不要啊，本圣医现在就想见证医道奇迹啊！鬼手圣医冲了过来，眼巴巴地望着凌云，见证凌云救活了吴德。鬼手圣医已经毫不怀疑凌云在医道上的造诣，他现在就想见证医道奇迹的诞生，一刻也不能等，否则心里跟猫爪在挠一样。这时凌云鼻尖微微一动，他闻到了一股醉人的香味，他的心跳顿时忍不住加速。是陆师姐来了。凌云连忙说道：圣医前辈，安岳师姐说的不错，现在有些晚了，明天再说吧。听到凌云也这样说，张安岳不着痕迹地朝某个方向瞥了一眼，心头竟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真的是他来了，而且还是在深夜前来。地下恋情吗？原来在朱雀楼的那道绯闻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凌云跟陆雪瑶的关系远比外界认为的要更加密切。圣医前辈，我们先走吧，不要打扰了林师弟。说完，张安岳拉着鬼手圣医便走。不久，陆雪瑶推门而入，近1月不见，陆雪瑶明显消瘦了，眉间透着些许忧郁与疲惫。陆师姐，凌云忍不住有些心疼，快步上前想将陆雪瑶搂入怀中，但陆雪瑶伸出一只雪白的玉手抵在凌云胸前。凌云微微一愣，陆雪瑶凝视着凌云的眼睛，问道：凌云，知道为什么你从荒古秘境回来后，我没有第一时间来找你吗？看着面前这张相距不足1尺的绝色容颜，凌云摇头。因为3天后我便要与楚天齐订婚了，
我即将成为别人的未婚妻，我必须要与你保持距离。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今晚的宴会上，我们之间的事情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曝光。闻言，凌云眉角一沉，陆雪瑶的语气很平静，但她的言语间显然是透着不满的。凌云解释道：陆师姐，朱雀楼那传音之人绝不会是吴叔。凌云，到了现在，纠结是谁传音的已经没有意义。陆雪瑶收回手掌，转身留给凌云一个绝美的背影。她背对着凌云悠悠的道：我今晚来是陆家，确切的说是我母亲的意思，让我将你带回去。咯噔，凌云心头一跳，他不会天真到认为陆母这是已经看上他了。他试探着问道：所以陆家的意思要将我交给楚家？陆雪瑶没有回答，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凌云不相信陆家不知他在朱雀楼击败了楚天齐，但陆家依然选择楚家。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何无法拒绝楚天齐的求婚吧？这其实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我唯一的弟弟无意得罪了四海钱庄的一位大人物，对方震怒要灭我陆家，是楚家出面斡旋，条件便是我嫁入楚家。我陆雪瑶也有自己的尊严与骄傲的，求婚便是我的条件之一。我不想就这样廉价的将自己给卖了，很可笑的自尊吧？陆雪瑶自嘲一笑，悠悠转身，绝美的脸上多了几分释然和轻松。她看着凌云，无比认真的说道：凌云，其实说起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只是互相欣赏，我们可以是知己好友，但要说到爱，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甚至是哪怕是那件事，也不过是酒后混事。所以凌云，你真的不必再为我做什么，你的天赋如我初见，不可限量，好好活下去。我也不希望有人破坏我3天后的订婚礼。陆雪瑶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击中凌云的胸口。凌云的内心在一点点的撕裂，他盯着陆雪瑶的眼睛问道：所以你今晚来其实是要与我划清界限的？迎着凌云灼灼的目光，陆雪瑶扑哧一笑：凌云，不要告诉我你已经爱上了我。凌云脸色一滞：是啊，他爱陆雪瑶吗？两人真正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甚至还远远比不上共生死的万花语。你看，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发生了那件事，你心头的大男子主义作祟而已。而同样的，我对你也只是欣赏，并未爱上你。所以两个互不相爱的两个人，除非被利益捆绑，否则又有什么理由必须要在一起呢？凌云，祝福我吧。陆雪瑶，凌云声音陡然拔高，上前2步，有些粗暴地抓住陆雪瑶的双手。你现在就要无情掐灭这所有的一切，我凌云绝不能容许。你说我凌云是大男子主义作祟也好，传统思想也罢，但从那晚起，我凌云这辈子就认定你陆雪瑶了。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我凌云也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让你那么快就爱上我，能舍弃一切，跟我这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去浪迹天涯。同样的，我凌云现在也没有多么的爱你。既然你刚刚把话说得这么清楚明白，那如果我告诉你，我能解决你陆家的这个麻烦，你能不能给我凌云一个正式追求，让你爱上我的机会？陆雪瑶眼眸瞪大，长长的睫毛轻颤，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凌云。凌云，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凌云虽然天赋不错，但又凭什么能解决陆家的这个麻烦？如果这件事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他陆雪瑶又何至于被逼到这个地步？况且就算解决了四海钱庄的这个麻烦，他就不用嫁给楚家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归根结底是他无法置青于不顾。凌云凝视着陆雪瑶的眼睛，无比认真的道：陆雪瑶，我说的是真的。陆雪瑶摇头叹息：凌云，我知道以你天赋，假以时日，确实能够解决陆家的这个麻烦，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陆雪瑶不弱于人，楚家何惧？四海钱庄又有何惧？说到最后这一句话，陆雪瑶饱满的胸脯一挺，锋芒毕露，散发出睥睨天下的气势。她的灵根达到了地级极品，并且天生重瞳，确实有足够的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望着陆雪瑶那突然变得深邃无边的眼眸，凌云感觉灵魂都要深陷了进去。他连忙运转9幽断魂路，紧守灵台，才拉回了灵魂。好可怕的眼眸！凌云第一次见识到了陆雪瑶藏在洒脱不羁中的绝世锋芒。好了，凌云。陆雪瑶将手从凌云手里挣脱出去，然后侧手留给凌云一个完美无瑕的侧颜。凌云，如果没有楚家，没有陆家的危机，我真的会非常认真考虑你刚刚的真情告白，甚至是爱上你。但现在来不及了。纵然明知前面是一个火坑，我也没有选择。这或许就是我的宿命吧。陆雪瑶走了，比起来时的忧愁，她走得很从容洒脱，就像初时的她。凌云呆立在房间，心头憋闷，说不出的难受。他已经努力的争取了，但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少年郎，不要悲伤，不要忧愁，男人这一辈子谁还没失恋过？来，本皇陪你一醉解千愁。灰图图迈着2条后腿，用2只前爪拖着2个大酒坛走了过来。呵，凌云抓起一个酒坛，扯开封皮，仰头便狂灌。少年郎，好样的！喝醉了睡一觉，醒来又是美好的一天。灰图图捧起酒坛也开喝。呼，凌云猛干一大口酒，虽已有醉意，但脑子却无比的清醒。不，我凌云还没有失恋，我现在就立即赶去四海钱庄。说完，凌云将酒坛摔在地上，然后施展出流光雷影，朝四海钱庄而去。当凌云风尘仆仆地赶到四海钱庄，已是第2日下午。
早有一名美丽的绿衣侍女等在门口，直接将她领到了顶层。推开10丈高的金色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浴池，浓郁的水雾萦绕，沁人心脾，幽香往鼻孔里钻。哗啦，浴水拔动的声音响起，透过朦胧的雾气，可以看到一道模糊的美丽背影。凌云收回目光，视线向下，然后不卑不亢地说道：“既然顾庄主在沐浴，那我便在外面等候。”说着，凌云后退2步，就要拉上金色大门。这时，宛若天籁般的好听的声音从圆形浴池里传来：“凌云，麻烦你将我的浴袍递过来一下。”啊，这……凌云顿时愣了一下。顾倾城发出银铃般的轻笑：“呵呵，凌云，整个钱庄最顶层就你我2人了，你不会是要姐姐光着身子起来吧？”凌云这才发现，之前那名引领自己来顶层的绿衣侍女，不知何时竟已离去。凌云浑身一震，那名绿衣侍女的修为未免也太可怕了。顾倾城发出让人骨头都酥麻的声音：“凌云，你火急火燎的从天玄武院赶来，就为愣在那里？”凌云闻言也不再扭捏，向前2步，然后反手关上金色大门。接着他抬起目光张望，发现了搭在浴池边不远处一张金丝楠木椅上的白色浴袍。他大步向前，来到楠木椅前，伸手将浴袍抓在手里。天蚕丝织就的浴袍，入手丝滑柔软，轻盈若一只红毛。凌云心道，不愧是苍风郡国最有钱的女人，就这一件简单的浴袍，恐怕价值都在10万灵石以上。这般想着，凌云侧手看向浴池中的顾倾城，只见顾倾城拔动水花，然后扬起一只雪白的玉臂，让掌心的水顺着手腕流下。虽然他是背对着凌云，可凌云还是看到一道若隐若现的雪白而饱满弧度，堪堪被水层淹没。咕隆，凌云喉咙滚动了一下，赶紧收回视线，然后上前2步，侧手将手里的浴袍递上。哗啦，顾倾城从水中起身，然后伸出雪白玉手接过浴袍。只是在蚕丝浴袍从手中划过时，凌云感觉手心被一截比浴袍更加柔软的指腹挠了一下。那指腹虽然是一扫而过，凌云却还是像是触电了一般，忍不住心跳加速。呵呵，小弟弟，你脸红了哦。顾倾城裹着轻薄而雪白的浴袍，赤着晶莹如玉的小脚，从凌云面前走过，朝那金丝楠木椅走去。他身材高挑，蛮腰纤细，每往前走一步，丰腴的臂瓣就往上翘动一下，黑色的长发也随之而摆动，真是个迷死人不偿命的妖精啊！凌云不敢再盯着顾倾城看，快步走到对面的一张圆椅上坐下。顾庄主，我今天来共有2件事。第一，感谢您之前赠送的10张6级暴击符。说着，凌云起身，郑重地行了一礼。这10张6级暴击符，在荒古秘境多次救他性命，这个恩情，凌云记在心中。小事一桩，你毕竟是我未来的男人。顾倾城抿着晶莹的唇瓣，饶有兴趣地盯着凌云说道，继续往下说。凌云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第2件事是因为陆家，据说陆雪瑶的弟弟得罪了贵庄的一位大人物，我想恳请顾庄主出面化解此事。呵呵，顾倾城扑哧一笑，凌云，你火急火燎赶来四海钱庄为陆家求情，请问你跟那陆雪瑶是什么关系？凌云平静地应道，回顾庄主，实不相瞒，陆雪瑶在天玄武院对我多有关照，仅仅是这样吗？顾倾城好看的唇瓣微微上扬，看着凌云说道，可是我怎么听说是你凌云把陆雪瑶给睡了呢？凌云老脸一红，然后镇定的道，顾庄主，这是我跟陆雪瑶之间的私事，如果顾庄主能够帮这个忙，所以凌云。顾倾城打断了凌云，秋水般的眼眸盯着凌云的眼睛，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为何要帮你？凌云怔住，看着凌云窘迫的样子，顾倾城伸了个懒腰，将更多雪白的腿部暴露在空气中。凌云，陆家这件事对本庄主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帮你也不是不可以，但本庄主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凌云赶紧问道，顾庄主，请问是什么条件？只要是我凌云能够办到的，就是刀山火海，我凌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倒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顾倾城伸出葱白的玉指，指了指凌云的胸前，将你怀里的婚约收好就行。凌云眼睛顿时瞪圆，赶紧说道，顾庄主，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我和陆雪瑶之间的事情，难道你就不介意吗？我为什么要介意？顾倾城狡黠一笑，你凌云有本事把陆雪瑶睡了不算什么，你要是能将陆雪瑶给娶了，那才算是本事。不过在那之前，你得先娶我，她只能做小，毕竟你要明白，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凌云无言以对。呵呵，凌云，你不用这么紧张，想娶本庄主，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呢。打败楚天齐，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小小的起点吧，所以努力加油吧。至于陆家这事儿，看在陆雪瑶曾照顾你的份上，就算了吧。闻言，凌云倒是松了一口气，只是顾倾城今天说的想娶陆雪瑶，必须得先娶她，这让凌云有些头疼，不知道该怎么跟陆雪瑶说。算了，以后的事情后面再说。凌云不再想这个头疼的问题，拱手向顾倾城道谢后，离开四海钱庄，往天玄武院赶。第2日下午，陆雪瑶在天玄武院的修炼秘府。陆雪瑶刚走到修炼秘府门口，一个国字脸的中年人快步迎了上来，见就陆雪瑶一个人回来，他一脸忧虑的道，雪瑶，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你母亲这会儿很生气，你不要顶撞她，她说什么就是什么。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陆雪瑶心头忍不住闪过一丝失望。我知道了。陆雪瑶迈过玉石门槛，往里走去。陆母端坐上位，身穿华贵绿衣，眉角低沉，身上散发出久居上位的气势。陆家大姐站在左侧，嘴角噙着幸灾乐祸的弧度。大姐夫落后一步，不时偷瞄过来。陆父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在陆雪瑶身旁顿了一下，连忙快步走到陆母右侧站定。偌大的会客厅寂静无声，好似有一团风暴在酝酿。良久，陆母抬起眼皮看向陆雪瑶，你难道就不准备给我一个解释？陆雪瑶迎着陆母的目光，事实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陆母目光一沉，所以订婚前夕整出这么大的事，这就是你的态度？陆雪瑶平静的回应，我只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陆母勃然大怒，怀中的传音玉符却突然亮了起来。接着一道略带苍老的声音顿时响起，凤仪，四海钱庄那位大人物递出话来，说有人已经打了招呼，暂时不再追究我们陆家了。这话一出，原本剑拔弩张的大厅顿时轻松了一半。要知道，陆家之所以处境艰难，皆是因为得罪了四海钱庄的那位大人物。母亲大人，是楚家打的招呼吗？陆母问。凤仪，你是脑子被气坏掉了吗？陆奶奶怒道。现如今除了楚家，还有谁有能力帮我们陆家向四海钱庄那位大人物说情？母亲大人说的是？陆母这么问，也是想再确定一下。但陆雪瑶的柳眉却是微微一皱。楚天齐在朱雀楼被凌云打成重伤，还被一道诡异的血光劫走，生死不知。陆雪瑶不觉得楚家这会儿还有精力来帮陆家平事儿，但除了楚家，还有谁有能力让四海钱庄的那位大人物不再追究陆家？楚家刚刚也来信了，天齐已经回到楚家，马上就会过来接他，告诉你那个宝贝女儿，别再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否则我就将你们一家逐出陆家，从族谱除名。啪！传音玉符能量耗尽，陆母收回视线，看向陆雪瑶，都听见了吧？身在陆家，这就是你的宿命。你要是拒绝，不仅是你陆雪瑶马上就要死，整个陆家也要为你的任性而陪葬。好了，我言尽于此。楚天齐来之前，你那里也不用去了，我们出去迎接天齐。说着，陆母带着大姐三人往外面走。不多时，两头闭眼火狮拉着一辆华丽的金色车架，缓缓驶停在修炼秘府前。驾车的美丽侍女弯腰拉开车帘，头戴雷阳冠，身穿金丝蟒袍的楚天齐抬脚下车，挺拔的身姿，冷峻的面容，寒星般的眼眸，就那么一站，就将一代天骄的气场铺开，丝毫看不出朱雀楼一败对他的影响，甚至他的修为还有精进，达到了五黄境4重。陆母后在门前见到楚天齐的第一眼，眼眸闪过一抹异彩，果然如他所说的那般，像楚天齐这样的天骄，纵然是一时的挫折，也无法磨灭他的强者之心。人中之龙，不外如是。再加上他身后的楚家，这简直就是绝世佳婿。楚天齐迈着均匀有力的步伐，一步步朝陆母四人走来，身后跟着一个手捧玉盒的灰袍老者。天齐，你怎么还亲自来了？陆母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在陆雪瑶传出那种丑事之后，楚天齐还能亲自上门，这绝对是给足了陆家和陆雪瑶脸面。陆母自然是要主动接住。伯母，雪瑶在家吧？楚天齐开口，声音温润而又磁性，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陆母越看越觉得满意。在的，在的。天齐，雪瑶平时率性而为，与人相处时尺度把握不足，我刚刚已经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我们也调查了，哪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他和那个凌云根本什么也没有发生。谁说我和凌云什么也没发生？陆雪瑶出现在大门前，此刻的她换上了一套优雅的雪白长裙，腰间系着一根恰到好处的蚕丝玉带，再配上脖子上那串海洋之星项链，顿时将这种优雅衬托到了另一个高度。楚天齐被陆雪瑶所展现出来的气质彻底惊艳，但陆雪瑶越是惊艳，楚天齐心头那股潜藏的怒火就燃烧的炽烈。他楚天齐内定的女人竟被人拔了头筹，这个贱人竟敢给我楚天齐戴绿帽子！贱人，你给我等着，等老子将你接回楚家了，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虽然心头早已是怒火滔天，但楚天齐的脸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一丝，他嘴角噙着淡淡的微笑，望着陆雪瑶说道：雪瑶，既然伯母都说了那是误会，外面那些流言蜚语阻止不了你我二人在一起，这一颗幻海水晶便是我的决心。楚天齐抬手接过灰袍老者递来的玉盒，然后上前几步将玉盒递到陆雪瑶面前。当然，一颗幻海水晶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你的心意，所以明天我要当着整个苍风郡国所有权贵人物的面正式向你求婚。陆雪瑶看着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虚伪的表演，感觉恶心至极。雪瑶，还愣着做什么？陆母沉着脸看向陆雪瑶，天齐亲自过来不说，还送你如此珍重的礼物，你给我适可而止。陆雪瑶没有伸手接那个玉盒，下巴微微扬起，对不起，楚少主，我们还没那么熟，请你称呼我陆雪瑶或者陆小姐。闻言，楚天齐全身血液几乎是一瞬间直冲头顶，心头的滔天怒意差点就压抑不住。这贱人给了他台阶，他非但不下，反而却驳了他面子。不过想起在朱雀楼救他的那个神秘人，楚天齐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滔天怒火，用十分温和的语气道：陆小姐，还请收下这幻海水晶，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陆雪瑶不置可否的一笑，什么时候堂堂天玄武院第一天教，也学会如此低声下气了？说着，他看向陆母四人，你们不是还要去准备参加明天上午的求婚大典吗？放心，他楚天齐都亲自过来了，难道还能让到了嘴的鸭子飞了不成？真是那样，岂不是说他楚天齐所谓的天玄武院第一天教也太无能了？陆母歉意地看向楚天齐，天齐，雪瑶有时不太会说话，你多担待担待。楚天齐眼角噙着阴冷，盯着陆雪瑶道：伯母，你们放心去吧，我会好好跟陆小姐交流交流的。陆母点点头，然后带着陈玄风三人离开别院。望着毫不犹豫离开的家人，陆雪瑶有一种被人卖了的感觉。收拾起低落的心情，她盯着楚天齐道：楚天齐，我可以参加明天的求婚大典，但有3个条件。第一，陆家与四海钱庄的矛盾必须要彻底解决。第二，楚家那18座灵矿开采必须交给陆家，同时陆家的利润要再提高5个点子。第三，楚天齐伸出白皙修长的手指，挑起陆雪瑶雪白的下巴。所以，你这是拿自己跟我做交易？陆雪瑶轻笑，凝视着楚天齐的眼睛。楚天齐，这场婚姻本来就是交易，难道你还要跟我谈感情？哈哈！楚天齐大笑，陆雪瑶，我以前还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直白的一面。行，既然如此，那我楚天齐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向你求婚，只是为了得到你陆雪瑶的人而已。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认为我楚天齐是精虫上脑，看上了你陆雪瑶的身体。毕竟，你可能还不知道，同一个女人，我楚天齐最多睡半月就不会再睡了。亲耳听到这样的话，陆雪瑶感觉十分屈辱。莫名的，陆雪瑶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凌云的身影，这个第一个闯进她身体里的男人，毫无疑问的，在她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绝不会承认这个事实罢了。可此刻，面对楚天齐赤果果的羞辱，他的心头骤然燃起一股报复的冲动。陆雪瑶，看你很难受的样子，接受不了。哼，陆雪瑶，你不要忘了，是你们陆家上赶着将你送给我的。如果是以前，或许我楚天齐还会给你几分薄面，但现在的你，就是一个稍微还有些利用价值的破鞋而已。忍不了也给我憋着。哦，你好像还有第3个条件，不妨一起说说。楚天齐话还未说完，就见陆雪瑶越过他，朝他身后走去。楚天齐下意识的回头，脸上玩味的表情顿时僵住，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怨毒与愤怒。尤其是当看到陆雪瑶径直走向这个男人，楚天齐暴躁的情绪更是被推向另一个高度。剑说，将他拿下，只要是活的就行。楚天齐抬手一指凌云。闻言，楚天齐身后那位身材佝偻的灰袍老者身躯猛然一挺，宛若一柄绝世战剑直冲天穹，武宗境的恐怖修为释放出来。萧楚剑如同诡异鬼魅般在原地消失，然后以比陆雪瑶更快的速度冲向凌云。小心！陆雪瑶脸色猛然巨变，纵然她全力扑向凌云，想将凌云挡在身后，但依然被楚剑轻松越过。小贼子，如我楚家少主，杀我族人，你不会死得那么容易的。给本长老躺下吧。楚剑扬起手掌，捏成爪形，朝凌云当头抓来。哼，楚家都已经猖狂到敢在天玄武院公然对武院内院弟子动手了吗？冷然的声音响起，一股浩荡的风雷之气以更快的速度涌来。砰！楚剑当场被震杀。无德！楚天齐目光锋利如刀，朝吴德望去，他的眼眸中弥漫着难以置信之色。吴德的修为似乎比之前更强了，但这怎么可能？在古圣之墓，吴德明明中了那种可怕的血毒啊！吴德摇着烂蒲扇走来，站在凌云旁边。楚天齐，你小子在古圣之墓不是挺狂的吗？本掌柜可被你给坑惨了，你没想到本掌柜还能活着回来吧？楚天齐脸色沉凝如水，所以你今天是来杀我的？你真以为武尊境便是无敌了吗？吴德摇着烂蒲扇说道。楚天齐，本掌柜知道，你祖爷爷楚小布那老不死的还活着，楚剑便是你在古圣之墓坑我的代价。听到楚小布还活着，陆雪瑶心头顿时一沉。据说楚小布在300年前便是武尊境强者，如今300年过去，如果此人真的还活着，而且还让吴德都如此忌惮，那此人必然已达武君境。武君境就像是一座磅礴的泰山，压在了陆雪瑶的心头。而就在此时，一双大手抓住了陆雪瑶的皓腕，霸道地将她搂进了怀里，然后吻上了她完美的唇瓣。陆雪瑶的身体触电般僵直，心跳高达180，难以置信地瞪着近在咫尺的霸道面孔。天啊，这个男人一定是疯了，竟然敢当着楚天齐的面吻他的女人。可不知为何，在陆雪瑶的心底深处，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让他几乎沉迷。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凌云的女人了。凌云松开陆雪瑶，陆雪瑶心情激荡，久久难以平静，竟鬼使神差地说了回了一声好。说完，陆雪瑶就后悔了，而原本就充满火药味的现场气氛，也因为陆雪瑶这个好字，瞬间被推到了最高点。你们这对狗男女，当我楚天齐是死人吗？经过最初的震怒，楚天齐已经稳定了情绪，只是他看着两人的目光泛着猩红而嗜血的光芒。楚天齐，我提醒你一下，你还未向我求婚，我陆雪瑶也不是你私人的物品，我完全有权利处理自己的私事。说着，陆雪瑶拉凌云便走。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楚天琪完全绷不住了。订婚前夕的晚上，准未婚妻当着面他的面跟绯闻对象跑了，傻子都能猜到两人接下来要做什么。贱人！楚天琪双目通红，体内传来噼里啪啦的气爆声。啧，楚天琪，他们两个显然就把你当成了死人，你能如何啊？吴德玩味笑道。楚天琪闻言，眼前一黑，差点怒血攻心。他怒目圆瞪，瞪着吴德。吴德，啪！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楚天琪的脸上，将他抽飞3丈远。吴德鼻孔看天的道：楚天琪，本掌柜跟你祖爷爷一个辈分，你一再直呼本掌柜的名字，本掌柜带出小布赏你一巴掌，不用谢我。你噗！楚天琪终于是绷不住了，一口怒血喷了出来。与此同时，另一边，陆雪瑶带着凌云来到了紫竹林。月余前，凌云与曹素在此一战，曾将紫竹林的小院毁掉，但如今紫竹林间的小院已被人重新修缮，甚至就连小院前的那个圆形石桌都重置后安放在原先的位置。不用说，这必然是陆雪瑶的手笔。凌云不由侧头看向陆雪瑶，只见陆雪瑶踩着优雅的步伐往小院行去，长长的白色裙摆拖在地上。她来到圆形石桌前，然后伸出雪白的玉手，真气涌动，从地下挖2个酒坛，最后2坛了，幸好当时没被你毁掉。说着，陆雪瑶手腕一动，一个酒坛便朝凌云飞了过来。来，陪师姐最后再喝一次。陆雪瑶放下在外人面前的优雅，洒脱地坐在圆形石桌上，然后扯开封皮开喝。或许这才是陆师姐最真实的一面吧。但在外人面前，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纵然陆师姐天赋异禀，也不得不像刺猬一样竖起尖刺，捍卫心头的尊严与骄傲。想到这，凌云心头部由微微一疼。她的外表纵然再洒脱再强势，终究还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背负着巨大家族压力的弱女子。雪瑶，我可以这么喊你吗？凌云凝望着陆雪瑶。陆雪瑶放下酒坛，朝凌云望来，扑哧一笑。凌云，你还没有开喝就已经醉了，看来你的酒量还是一点也没有长进。说完，陆雪瑶又提起酒坛豪饮起来。凌云心头憋闷，扯开封皮就灌了一大口，然后他提着酒坛来到圆形石桌前，贴着陆雪瑶的耳边大声道：陆雪瑶，干嘛这么大声音？陆雪瑶瞪着美丽的眼眸，看着近在咫尺的脸，完美的唇瓣微微上扬，还想来。醉人的酒气扑打在脸上，酥麻麻的。那晚的画面顿时在脑海中闪现，凌云心头被勾起一缕火苗。但今时的情况与那晚完全不同，他凌云也绝不是精虫上脑之辈。他盯着陆雪瑶的眼睛问道：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报复楚天琪？陆雪瑶目光有些闪躲，随你怎么理解，报复也好，放纵也罢，总之我陆雪瑶现在是单身，想怎么来那是我的自由。但过了明天，我就是楚天琪正式的未婚妻，是楚天琪的女人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碰我了，懂？闻言，凌云的眉头顿时拧在一起。你可以拒绝。拒绝？凌云，你刚刚难道没听清吴德前辈所说，楚天琪的祖爷爷楚小布还活着？那可是一尊武君境的大尊者，纵然是天玄武院都得对他礼让3分。而且楚天琪只是暂时解决了陆家与四海钱庄的麻烦。等等，你说谁？是楚天琪暂时解决了陆家的麻烦？楚天琪这么告诉你的？凌云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他辛辛苦苦跑去四海钱庄一趟，现在变成了楚家的功劳。陆雪瑶有些奇怪凌云的反应。我奶奶之前跟我母亲传音时就是这么说的，说是有人跟四海钱庄打了招呼，四海钱庄那位大人物暂时不会再追究陆家。闻言，凌云有些无语，他盯着陆雪瑶的眼睛说道：陆师姐，如果我说是我向四海钱庄打的招呼，你信吗？陆雪瑶笑了，如果是这样，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敢碰我？怕了？凌云脸色顿时一黑，主动出击，直接将陆雪瑶按倒在圆形石桌上。感受这张近在咫尺的脸庞，陆雪瑶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你敢？刚刚那一次的主动，一大半是因为各种复杂情绪交织下的报复和放纵。此刻渐渐冷静下来，以陆雪瑶的家教和教养，是绝对不会允许她再做出这种事情来的。陆雪瑶将凌云推开，然后正起身来，留给凌云一个冷峭的背影。你刚刚当这楚天琪说的那句话，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但现实就是现实，记住我的话，明天不要来。陆雪瑶身形一动，凌空飞走。凌云怔怔地望着陆雪瑶飞走的方向，感觉胸口憋闷。他完全理解陆雪瑶的选择和决定，就像陆雪瑶说的，他能对至亲不管不顾吗？他做不到，陆雪瑶也做不到。所以你明天还是会去。赵无极背负着双手从竹林走出，凌云收回视线，转身看向赵无极，斩钉截铁地吐出2个字：不错。真的非不去不可。赵无极有些无奈，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想跟楚家完全敌对的，甚至在赵家内部也有将近一半的人反对跟楚家敌对。而且如果真的拼起来，赵家也是敌不过楚家的，因为楚家那个老不死的楚小布可是武军境啊。凌云淡淡的道：赵副院长，你刚刚在竹林偷听了那么久，你觉得我还有其他选择？闻言，赵无极瞳孔骤然一缩。凌云能够发现他藏在紫竹林，他可是武尊境，而且施展了敛息术，一个小小的大武师怎么可能发现他？凌云不管赵无极的震惊，继续说道：赵副院长，既然你今天来了，
那我凌云自然会履行之前的承诺。但你也应该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赵无极咬了咬牙，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一般。明天的求婚大典，只要楚家那个老不死的不出现，我赵无极绝对会拼死护你周全。我相信赵副院长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凌云点头，然后转身推开小院的房门，走了进去。赵无极也跟着走了进来，然后抬手一挥，凝聚出一个真气护罩，将整个房间笼罩住。毕竟这可是事关他赵无极下半生的幸福，必须保证绝不能被人打扰不说，更不能让任何人听到他们之间的任何对话。凌云简单清理出了一张竹床，然后对着赵无极说道：“赵副院长，我要为你施展的这门上古医术，名为九转回春术。此术需以气御针，刺激相应部位的穴位，再辅以特制的秘药，促进其二次生长。现在你先躺下吧。”赵无极看了看那张竹床，再看向凌云道：“凌云，说实话，本院长实在好奇，你就不怕本副院长是骗你的，然后出手将你镇杀，献给楚家吗？”凌云镇定自若，手掌一翻，一个成人拳头大的黑色兽核出现在手中，然后迎着赵无极玩味的眼神道：“赵副院长，你大可出手试试看。武尊境10级的兽核。”赵无极瞳孔剧烈收缩，心头掀起滔天巨浪。他非常清楚，一颗这种等级的兽核如果被引爆，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破坏力，恐怕没有任何武尊境武修能够正面扛住。纵然是武军境，一个不小心境也会被伤到。可以说，像这种等级的兽核，根本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不用说，这绝对又是凌云在荒古秘境得到的宝物了。凌云，不得不说，你这枚兽核确实极为惊人。可是据本院长所知，想要直接引爆兽核，只有2个办法：一是通过特殊的秘法先将其进行炼制，而你手里的这枚兽核显然没有被炼制过的，所以那就只剩下第2个办法，除非是传说中的修魂者，靠着极为凝练的灵魂力才能直接引爆兽核。别告诉本副院长，你还是一名修魂者。修魂体系的传承，自万年前的黑暗动乱后便已断绝，当今之世只有炼气体系。修魂者吗？凌云嘴角微微上扬，然后催动9幽断魂路，眉心顿时冲出一股无形的能量包裹住着掌心那枚黑色兽核。刹那间，黑色兽核开始颤动，然后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气息流转出来。赵无极心神颤动，下意识的后退2步，然后带着颤音道：“快停下！”凌云收回灵魂力，黑色兽核又恢复了安静，躺在凌云的掌心。你竟然还真是一名修魂者！赵无极瞪着凌云，心头掀起了狂涛巨浪。医道通神还是修魂者，这要说凌云背后没有人，他是绝对不信的。你把楚家又如何？他现在决定死站凌云这边了。凌云平静地看着赵无极，问道：“所以，赵副院长，你刚刚是跟我开玩笑的，对吧？”咳。赵无极轻咳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然后笑着说道：“凌云，本副院长刚才当然是跟你开玩笑的，纯粹就是好奇。赵副院长，这种玩笑最好不要再开第2次。”说着，凌云将黑色兽核收起胸前的储物袋，然后脸色变得肃然：“赵副院长，抓紧开始吧。”赵无极迈动脚步来到竹床前躺下，凌云聚气凝神，开始为赵无极施针。与此同时，楚家楚天齐刚走进后堂，就见一个身穿血色长裙的倩影背对着他。前辈！楚天齐赶紧上前2步，然后对着叶梦烟恭敬地行了一礼。叶梦烟转身俯视着在自己面前俯首的楚天齐，心头说不出的畅快与兴奋，但他将这种情绪藏在面纱之下，然后目光漠然地盯着楚天齐道：“所以你失败了。提前将陆雪瑶接回楚家，就是叶梦烟授意的。”对于这个曾刺瞎他一只眼，还当众踩着他灌酒的女人，叶梦烟心头的怨恨一点也不比对楚天齐少。他要让那些所有曾欺他、辱他、负他的人都付出代价。楚天齐低头道：“前辈，有一位武尊境强者插手，我不管什么原因。”叶梦烟冷冷地打断楚天齐：“明天的求婚大典必须要将那陆雪瑶带回来，否则……”叶梦烟原本正常的眼眸顿时化为一双血腥之眼，发出浓郁的血光。被这诡异的血光笼罩，楚天齐顿时感觉有山岳般的可怕压力作用在他的身上。但楚天齐好歹也是100年一遇的天才，凭借强大的意志，并没有下跪。他咬着牙，努力地开口道：“请前辈放心，明日求婚大典，我定能将陆雪瑶带回。你最好不要再失败。”叶梦烟化为一道诡异的血光消失。楚天齐感觉全身压力一松，抬起头，额头上已布满了汗珠。他目光阴冷的道：“陆雪瑶，明日的求婚大典，看你如何能逃出我的掌心。”紫竹林。凌云收针起立，然后抹了抹额头的汗珠，连续精密的操控真气3个时辰，纵然是以凌云的灵魂力，也不由感觉到了一丝疲倦。凌云，这简直太神奇了，明显比之前更壮大了。赵无极看着小赵，脸色涨红，兴奋的不得了。不行，凌云，我得立刻回府一趟。赵无极火急火燎地提起裤子，从竹床上起来，就要回府找个侍女释放一下。赵副院长，且慢！凌云喊住了他，然后将2个小药包取出。赵副院长，10天后还需要一次金针刺激，在这10天内，你得禁欲，每天用这小药包涂抹1次，充分刺激其生长。毕竟你现在也就只有常人1半的大小。
如果赵副院长要是觉得这已经够了，那就当我没说，你去吧。赵无极立即扑上前来，将凌云手里的2个小药包给抢了过去。必须憋住，然后每天涂抹。赵无极斩钉截铁地说道，然后露出一丝笑容，有些忐忑地问道：那个凌云，如果安全按照你的治疗来，我这能长到多大？凌云想了想，说道：应该能够达到普通人的标准。那还不够啊！赵无极立即抓住凌云的手臂，有些激动地道：凌云，有没有办法让我再长大点？赵副院长，如果是青少年，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你都快40岁了，本来想要让其重新发育，难度就要大很多，能够长到普通的标准，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说着，凌云突然话锋一转：不过嘛，还有希望。赵无极眼睛一瞪，呼吸急促2分：加钱，我加钱。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李天荣说过的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凌云想了想，说道：待明天的求婚大典后，我再为你增加一次治疗。好。赵无极念头通达了，将小药包收好，掏出一张请柬递给凌云：这是明天求婚大典的请柬，我先回去涂抹一下。赵无极离开后，凌云看了看天色，已是深夜，明天上午便是楚天齐向陆雪瑶求婚的日子了。他立即赶回百宝堂。凌云推开房门，房间灯火通明，灰涂涂放下，苍风郡国志迎了上来：少年郎，你怎么出去这么久？那个叫张安月的女娃和那个愚蠢的小矮子来找了你2次。张安月的事情，凌云当然记得，只是这2天忙碌雪瑶的事情，分身乏术，所以少年郎忙了2天，有啥收获？你到底失恋了没？灰涂涂好奇地问。凌云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这么说，明天的那求婚大典，你是非去不可了？灰涂涂顿时叹了一口气。本皇熟读了这苍风郡国志，发现这苍风郡国可能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看来本皇也得稍微准备一下，不然你明天要是被人打死，也会连累了本皇。唉，真是猫生艰难啊！凌云没有指望灰涂涂，开始炼化掌心那团血毒。待他成功炼化这团血毒，已是第2日清晨。凌云起身，刚打开房门，就看到张安月与鬼手圣一站在外面。你们这是？凌云问道。鬼手圣一道：凌小兄弟，话不多说，我们也是去参加这次求婚大典的，一起。好，一起。凌云豪气冲天。鬼手圣一立即抬手召来一座由3头玄黄烈马驮行的庞大车架，这3头玄黄烈马气息惊人，堪比人类5王境强者，速度比一般的5皇境强者还要快。至于车架就更是华丽，宛若一座小型的宫殿。这是鬼手圣一的专属座驾，价值在1000万灵石以上。既然是去参加宴会，咱们也不能弱了排场，免得让人看清。上来吧！鬼手圣一率先跃上车架。凌云倒是不在意排场这些，不过能有车架，不用风尘仆仆的赶路倒也不错。待凌云2人上车后，车夫立即驱使玄黄烈马快速朝朱雀楼驶去。不多时，车架在朱雀楼外的广场中间停下，鬼手圣一拉开车帘率先下车，顿时有不少权贵人物迎了上来。但在这群人中，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人格外引人注目。诸葛瑾瑜，有人说她是楚天齐的红颜知己，也有人说她是楚天齐的远房表妹。不同于楚天齐以强大的武道天赋闻名，诸葛瑾瑜武道天赋一般，但在商业经营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武道修炼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是绝不可能走远的。而楚家这些年的财力暴涨，有一半都是诸葛瑾瑜的功劳。连掌握天下财权的四海钱庄庄主顾倾城都曾言，诸葛瑾瑜是一代经略奇才。坐在车架里的凌云刚要起身下车，一只手先一步拉开了车帘，指节纤细修长，葱白如玉，很好看的一只手。但凌云却能看出，这是一双沾满了血腥的手。可奇怪的是，这只手的主人修为却非常一般，不过只是大武士而已。凌云走出车架，看着站在车架旁边的这位美人，她身穿华丽的淡蓝色礼服，身材高挑，一双明亮的眼眸充满着智慧的光芒。楚家诸葛瑾瑜，诸葛瑾瑜明眸皓齿的自我介绍，睿智的目光盯着凌云道：聊聊。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凌云兴趣缺缺：你是楚天齐的女人，跟你似乎没什么可聊的。诸葛瑾瑜摇头：不，我不是楚天齐的女人，跟你上过床的陆雪瑶才是。凌云的眼睛顿时一眯：你想聊什么？聊聊你和陆雪瑶。诸葛瑾瑜道：和她没什么可聊的，倒是你。凌云突然靠近诸葛瑾瑜2步，早就听说楚天齐的身后有一位智谋无双的红颜知己，你竟然说你不是他的女人？凌云俯身凑近诸葛瑾瑜的耳边：既然如此，要不你来做我的女人怎么样？大胆！一直默默跟在诸葛瑾瑜身后的灰袍老者见状，抬脚就要上前。诸葛瑾瑜抬手示意灰袍老者退后，然后语气平静地说道：凌云，我只是想提醒你，想想远在天岩城的家人，你威胁我。凌云直接捏住了诸葛瑾瑜白皙的脖子。放肆！灰袍老者脸色大变，衣袍鼓荡，凛然的杀意勃发。诸葛瑾瑜脸色不变，抬手示意老者退后。诸葛瑾瑜，楚家有什么事儿，冲我凌云来，但如果你们敢针对我的家人，我敢保证楚家上下鸡犬不留。说完，扔下诸葛瑾瑜，凌云迈动脚步朝云州停泊的方向走去。大小姐，这混蛋！灰袍老者忍不住就要动手，却被诸葛瑾瑜抬手阻止。九叔，天齐说过要亲手镇杀此子，你不必出手。
我不方便进去参加宴会，你替我看好这个男人，绝不能让他坏了天齐的求婚大典。外界传闻他是楚天齐的红颜知己，如果他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出现，可能会被陆雪瑶视为一种挑衅。对于这位未来的楚家少奶奶，她很好的拿捏了分寸。凌云三人乘坐云舟来到朱雀楼第999层，欢迎贵客光临花好月圆厅。入口通道2排共18位姿色上等的年轻银士躬身。接着，一个胸前贴着韩威的身份名牌的美妇人上前，声音娇媚的对着凌云欠身道：“贵客上午好，我是本次求婚典礼的陪侍领队韩威，花好月圆厅在这边，请随我来。”为了今天的求婚大典，楚家拿出了大手笔，包下了整座朱雀楼，仅仅是包场的费用就是1个亿。每一个前来参加宴会的客人都有一名专职的陪侍，全程负责接待。而凌云显然运气不错，得到了一位陪侍领队的接待。韩威边走边介绍，求婚典礼上午12时正式开始，在此之前，公子可在偏厅吃一些茶点，也可直接前往正厅。这会儿那里应该已经聚集了不少权贵名流，当然，如果公子还有其他什么需求，也可以跟我说，我会尽力为公子安排。得体周到的安排，恰到好处的分寸拿捏，再配上韩威这柔媚的笑容，确实让人赏心悦目。凌云沉凝的心情不由微微舒张，他微笑道：“谢谢韩姐，我叫凌云，请直接带我去正厅便好。”韩威闻言讶然不已，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能够前来参加今天求婚典礼的，无一不是苍风郡国的权贵名流。他虽然是陪侍领队，但在这些大人物眼里，也就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小侍女而已。韩威柔媚一笑，做出邀请的姿态：“林公子，这边请。”两人走出通道，步入正厅。只见此刻的花好月圆厅被处置得宛若仙境，当然最瞩目的还是在大厅中央那座梦幻般的舞台，一个个权贵人物端着酒杯在低声攀谈着。这不仅仅是楚天齐的求婚大典，也是各方权贵的名利场。像赵无极、楚问天、为首圣医这些大人物都处在各自的圈子里，接受众人的恭维。这时，一道咋呼呼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嘿，姓韩的，就是说你，给本少过来一下。”凌云闻言下意识地侧头望去，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公子哥端着酒杯，正举止轻佻地对着韩威招手。韩威顿时看向凌云，他此刻的工作是为凌云服务，但对面那个年轻公子哥他认识，陆玉龙，今天求婚典礼的女主角，陆雪瑶的亲弟弟。不说自今天以后与楚家联姻的陆家就要腾飞而起，仅仅就是陆家，也是他一个小小的陪侍领队万万的对不起的。凌云看出韩威的为难，随和的道：“韩姐，没事，你去招待其他人吧，我自己过去就行。”林公子，实在抱歉，是我服务不周。韩威歉意的点头，然后快步朝陆玉龙走去。他边走边面带微笑的问道：“陆少，不知你有什么？”“操，老子给你脸了是吧？”陆玉龙扬手就是一耳光抽了上去。“喊你半天，你在那小子跟前磨叽这么久，怎么？那小子来头比我陆玉龙大？”傍上了楚家的大树，陆玉龙自觉整个苍风郡国已经没几人能入他的眼了，而且楚家已经获得了今天在朱雀楼动手的特权，一个小小的酒楼陪侍竟然敢怠慢他陆玉龙，真当他陆玉龙好脾气？响亮的一巴掌立即引得周围许多人侧目，但当看清动手之人是陆玉龙，周围的人都对韩威投去倒霉的目光。一个小小的酒楼陪侍竟然惹得陆家大少动手，也是活该倒霉。韩威被打了一个踉跄，但依然只能强颜欢笑：“对不起，陆少，是我服务不周。”陆玉龙鼻孔朝天，将纨绔公子哥的本性展现到淋漓尽致。“你确实服务不周，没看到本公子的鞋脏了吗？马上跪下，给本公子擦干净。”陆少，韩威脸色涨红，感觉十分屈辱。他接待过很多权贵人物，虽然那些大人物看不起他，但大多停留在表情和语气。可是像陆玉龙这样的恶少，还是第一次遇到。“韩姐，才把我引到正厅门口，你人就跑了，我有点饿了，麻烦先带我去一下偏厅。”凌云走了过来，错着身位将韩威挡在了身后。“呵，小子挺有种啊！”陆玉龙笑了，很是张狂的道：“老子陆家陆玉龙，楚天齐是我姐夫，陆雪瑶是我姐，说说你的名字。”无名小卒，不值一提。知道对方是陆家的人，而且还是陆雪瑶的弟弟，凌云不愿与他直接冲突，是不敢提吧？既然如此，那你还敢强出头？我他妈看你是活腻了吧！说着，陆玉龙疾步上前，扬手就朝凌云扇来。凌云脸色一沉，伸手抓住陆玉龙扇来的手掌，然后声音冷冽的道：“看在陆雪瑶的面子上，我这次不跟你计较，再敢在我面前张牙舞爪，我不介意带你姐教你怎么做人。滚！”音落，凌云手腕发力，将陆玉龙甩开。陆玉龙虽然才16岁出头，但已被酒色掏空了身体，脚步虚浮，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端在手里的那杯价值不菲的烈酒也全部扬在了身上。转眼之间，陆玉龙就从一个张狂无比的公子哥变成了狼狈的落汤鸡。朱雀楼的护卫都是干什么吃的？一个长着国字脸的锦袍中年人疾步走来。陆西城，陆家2代的老大，不仅实力强大，也是手握权柄的人物。陆西城伸手一指，用不可置疑的语气喝道：“立即将此人给我赶出去！与楚家联姻是他一手主导的，结果差点因为这个小子给搅黄，他自然不能容许凌云出现在今天的求婚典礼上。我看谁敢将我张安月的男友赶出去！”张安月快步走来，
很自然地挽住凌云的胳膊。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大厅的光线变暗，灯光全部聚向中央那座梦幻般的舞台，求婚大典正式开始。各方权贵名流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楚天齐纵身飞上舞台，灯光打在他的身上，让他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所在。今天的楚天齐身穿华丽的金丝白袍，剑目眉心，风神俊朗，比王子的气场还要强大。感谢诸位莅临今天的求婚大典。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主要就是感谢众人捧场，以及楚家未来100年的宏伟蓝图，听得众人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就连凌云都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不得不说，楚天齐演讲的内容确实很蛊惑人心，这应该是出自那位诸葛瑾瑜的手笔。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楚天齐抬手压了压，用更加高亢的声音道：“现在，当着整个苍风郡国权贵名流的面，请允许我向一位美丽的小姐说一句藏在心里20年的话。”蹭，一束明亮的灯光照在陆雪瑶的身上，在高光的映照之下，陆雪瑶的身上像是有一层流光，美得耀眼，让所有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就连对陆雪瑶很不爽的张安岳，在这一刻都不得不承认，陆雪瑶无论是在容颜与气质上，都高出她一个层级。楚天齐拿出一枚祖传玉戒，走到陆雪瑶面前，单膝点地，深情款款的道：“雪瑶，在人生的前20年，我错过了你，现在我愿用我往后余生的日子去爱护你，呵护你，嫁给我，好吗？”这一刻，全场所有的焦点都汇聚在陆雪瑶的身上，陆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兴奋。马上，陆家就能傍上楚家这条远洋巨轮了。回想起楚天齐刚刚在演讲中描绘的宏伟蓝图，整个陆家更是忍不住再次热血沸腾。答应他，答应他！也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刹那间，全场都响起了整齐划一的附和声：“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张安岳第一时间看向凌云，出于女人的直觉，他敢肯定凌云绝对会做点什么。果然，下一刻，慢着！简短有力的2个字，明明声音并不大，却盖过了全场的呐喊，让的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刹那间，整个花好月圆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朝声源方向望去。哒哒哒，伴随着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顾倾城快步而来，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无他，就容貌而言，全场唯有陆雪瑶能与他对打。论气场，当他一出现，视线所及，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掌控天下财权，四海钱庄庄主，这是久居高位自带的一股气场，而他有力而急促的步伐自带一股无形压迫，更是将他的锋芒推到更高的一个层次。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顾倾城来者不善。更让众人震惊的是，朱雀楼的楼主聂玄宛若一个仆人般，小心翼翼地跟在顾倾城身后，不敢抢了一点顾倾城的风头。见到这一幕，众人心头顿时凛然。传闻朱雀楼背后的金主就是四海钱庄，如今看来，传言10有8九就是真的。顾庄主，您这是什么意思？陆母第一时间迎了上去，语气有些低沉。如果是平时，以陆母的身份，断然是不敢用这种语气跟顾倾城说话的。毕竟对方可是四海钱庄的庄主，地位比楚家族长还高，而他陆凤仪连陆家的掌权者都算不上，两者的身份地位差了好几个层级。但见顾倾城来者不善，似乎要破坏楚天齐向他女儿求婚，陆母硬着头皮也要站出来。陆家现在谁做主？顾倾城隔空遥望向陆雪瑶，陆雪瑶不仅已是5黄境强者，更是有着与顾倾城齐名的南雪瑶的名号。就影响力而言，毫无疑问，陆雪瑶就是陆家的代表。被顾倾城盯着，陆雪瑶就要站出来，但却被楚天齐拉住，先不要回应，看看他的意图。陆母站直身体，用不卑不亢的语气道：“顾庄主，我是雪瑶的母亲，你有什么事可跟我说？我想今天这个场合，我还是能做主的。”见陆雪瑶没有出面，顾倾城微微失望，目光落到陆母身上。既然你能做主，那么现在本庄主有2件事要处理。顾倾城环顾全场，完美的唇瓣轻启：“谁是陆西城？滚出来！”突然被点到名，坐在某一桌的陆西城被吓了一大跳，全身顿时冷汗直冒。顾倾城的第一刀竟砍在了他的身上，难道是因为那件事？陆西城硬着头皮上前，惶恐不安地弯着腰：“顾庄主，我就是陆西城。你就是陆西城？你之前向四海钱庄借贷3000万，一直逾期不还，直到我四海钱庄的讨债人上门，你才归还了本金和利息。但是你却打了那名讨债人一巴掌，这打的就是我四海钱庄的脸。现在也别说我顾倾城仗势欺人，还你一巴掌，不过分吧？”陆西城闻言，顿时感觉头重脚轻，差点一头栽倒在地。那名四海钱庄的讨债人只是一个小小的大武师，不仅在陆家大放厥词，还敢瞧不起他陆西城。他一时没有忍住，就打了那个讨债人一巴掌。打完陆西城就后悔了，立即赔罪不说，还安排了一顿好酒好菜招待，甚至还赔偿了对方10万零食。他以为这事就接过了，哪里能够想到，像这种小事竟然能够让四海钱庄的庄主亲自出面过问。今天真要让顾倾城这一巴掌打下去，那他陆西城就彻底没脸混了。陆母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大哥挨上了这一巴掌，那陆家的脸面就被打肿了。毕竟
陆西城好歹也是陆家2代唯一的男人，打陆西城的脸跟打陆家的脸没区别。但顾倾城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完全堵死了陆家的口。这个时候，唯有陆家之外的人出面，才能化解这次危机。陆母不由求助地看向楚天齐的方向。楚天齐，我之前提的3个条件之一，就是要你彻底化解陆家与四海钱庄的矛盾，这件事你管不管？陆雪瑶看向楚天齐，现在只有这个男人出面，才有机会挽回陆家的颜面。陆雪瑶，先不说你那3个条件，老子根本就没答应，就算是答应了又如何？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看不清现在的状况。顾倾城摆明了是冲你陆家来的，你想拖我下水？你知不知道，化解你们陆家跟四海钱庄的矛盾这事儿，我们楚家1个月前就跟四海钱庄沟通过，可直到昨天四海钱庄才松了口，而且还只是你弟弟那件事。你以为陆西城这事儿我还插得上手？你想让我自找难看？再说那陆西城只是你的大伯而已，而且据我所知，你们的关系也很一般，打他1巴掌，这事儿彻底了结，我看是你们陆家赚了。楚天齐的每一句话都让陆雪瑶的心撕裂一分，她委曲求全，忍着屈辱同意嫁给楚天齐，就是希望楚天齐能为陆家平事儿。可当陆家此刻真的遇到事情时，楚天齐竟然是如此表现。见楚天齐没有出面，陆母只能硬着头皮尝试最后的努力。顾庄主，能不能换一个惩罚的方式？顾倾城嘴角上扬，明眸皓齿的道：可以啊，既然目前陆家有你做主，有你代受也行。陆母。顾倾城身后立即走出一个美丽的绿衣侍女，然后她1巴掌甩在了陆西城的脸上。绿衣女子这1巴掌的力度并不大，陆西城的头都没怎么晃动，但陆家的脸却被这1巴掌狠狠地打肿了。陆家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格外的难看。原本今天是陆家傍上楚家的大船，扬眉吐气的日子，可现在因为顾倾城这1巴掌，顿时把陆家踩到了尘土里。顾倾城伸出2根葱白玉指，清脆的声音回荡全场。现在处理第2件事。整个正厅的空气一静，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股风雨欲来的味道。陆家更是紧张的几乎难以呼吸。在我朱雀楼的地盘打我的人！顾倾城声音一沉，怒喝：谁是陆玉龙？滚出来！听到自己被点名，陆玉龙大脑一片空白，双腿一软，狼狈不堪的跌坐到了地上。见到陆玉龙这副表现，陆母说不出的失望，但没有办法，身为陆玉龙的母亲，她只有再次硬着头皮上前。顾庄主，发生这样的事情，身为陆玉龙的母亲，是我教子无方，我愿向韩薇小姐道歉，并且赔偿10万灵石。呵呵，道歉赔偿？顾倾城笑了，倾国倾城的容貌让得整个花好月圆厅都黯然失色。是不是在你们陆家人的眼中，做错了事只要道歉和赔偿就够了呀？到底是谁给了你们这样的底气和自信？还是你们觉得我四海钱庄的脸面就如此的廉价？陆母脸色难看至极，完全招架不住。楚天齐，这件事你也不管？陆雪瑶双手捏紧，盯着楚天齐问。陆玉龙确实做得很不对，可杀人不过头点地。顾倾城这样做，等于是将陆家的脸再次踩在地上摩擦。他不明白以顾倾城的身份地位，为何要如此针对陆家，甚至他有一种直觉，顾倾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针对他。陆雪瑶，你这个纨绔弟弟就是活该！之前在四海钱庄调戏四海钱庄大总管的孙女，差点连累你陆家被灭族。今天在朱雀楼，他又敢打朱雀楼的营事，他打也就罢了，打谁不好？那个韩薇曾是顾倾城身边的侍女，只是为了一男人才离开了顾倾城，来朱雀楼当了一个陪侍领队。而顾倾城是苍风郡国出了名的护短，你说你这个傻逼弟弟是不是自己要找死？见到楚天齐一副看笑话的样子，陆雪瑶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她明悟了，这几日的种种经历宛若做梦一般，让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压抑自己的本性，曲意逢迎，委曲求全的同意与楚天齐订婚，与那些追名逐利的俗世女子又有何异？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去依靠一个人是多么幼稚而可笑的想法。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无视一切的规则。不可否认，陆家确实面临着强大的危机，但就像陆凤仪自己说的那样，生在陆家，这就是陆家每个人各自的宿命。今日他陆雪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陆雪瑶的双眸变得无比明亮，整个人的气场也随之一变。楚天齐就站在陆雪瑶身侧，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变化，目光当即一凝，心头涌起一个不好的念头：这个女人要干嘛？此刻场中，陆母再次没等来楚天齐的任何声援，只能硬着头皮道：顾庄主，这事儿是我陆家做的不对，您要怎么处理我们都接受。不错，这才是认错认罚的态度。顾倾城满意的点了点头，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虽然韩薇只是我四海钱庄下属的朱雀楼的一个陪侍领队，但也不是你陆家能够羞辱的，道歉赔偿一样不少。除此之外，你们之前是怎么打的他？现在我们原样打回来，不过分吧？一句话再次堵死了陆家的口。不过分。陆母露出难看无比的笑容，然后回头看着瘫坐在地上的陆玉龙喝道：混账东西，还不赶紧滚过来！陆玉龙颤颤巍巍地来到韩薇面前，艰难地开口：韩薇小姐，对不起。结果他不知是因为太紧张还是太害怕，双腿一软又瘫坐在了地上，然后
竟然尿了裤子。这一刻，陆家的脸被陆玉龙给丢尽了。见到陆玉龙这个样子，陆母终究是不忍心。顾庄主，子不教，父之过。他上前一步，将陆玉龙挡在身后。这一巴掌，我愿代受。好啊！顾倾城柳眉一挑，低喝：“韩威！”韩威没有犹豫，他清楚自己的立场，抬脚走了出来。见到这一幕，凌云有些忍不住站了起来。之前顾倾城打脸陆西城那件事，他没有立场，也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可现在韩威这事儿，多少与他有点关系，而且又是关陆雪瑶的母亲。林师弟，你做什么？张安岳赶紧拉住凌云。这件事，顾倾城是维护四海钱庄的脸面，维护韩威的脸面。再说，就算你要管，你什么身份？张安岳朝楚天齐那边瞥了一眼，你没看见人家楚天齐都没有开口吗？凌云闻言，脸上的表情顿时一僵。是啊，他以什么身份？现场目前最有资格开口管事的是楚天齐，而不是他。你坐下，先不要管。张安岳拉着凌云坐回位置。此时，韩威已经走到陆母面前，然后扬手扇向陆母，但韩威扬起手掌，挥到一半时，被一只柔白的玉手截住。陆雪瑶，顾倾城眉角上扬，等了这么久，正主终于出场了。陆雪瑶松开韩威的手腕，错开一个身位，将陆母挡在身后，直面顾倾城的锋芒。南雪瑶，北倾城。这一刻，整个苍风郡国最美的两个女人同框。陆雪瑶身躯站得笔直，直视顾倾城的目光。顾庄主，今天确实是我陆家有错在先，这一耳光我陆雪瑶领了。不过也请顾庄主记住一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呵，顾倾城眉角上扬，似笑非笑盯着这个将自己未婚夫捷足先登的女人。所以，陆雪瑶，你这算是对我的挑衅吗？陆雪瑶半步不退。如果顾庄主觉得这是挑衅，那就当是我的挑衅好了。陆雪瑶，楚天齐沉着脸走了出来，对着陆雪瑶训斥道：“陆雪瑶，我觉得顾庄主的处理完全公正合理。你是什么身份，敢挑衅顾庄主？现在，我命令你立即向顾庄主道歉。”听到楚天齐的话，陆雪瑶甚至都懒得再跟眼前这个虚伪的男人说一句话。顾庄主，这是陆家与四海钱庄的事情，不必外人插手。他扬起倔强的脸，干脆利落的道：“韩薇小姐，动手吧。”且慢！楚天齐很愤怒陆雪瑶的倔强，但如果陆雪瑶的脸被打，那跟打他楚天齐的脸也没什么区别。顾庄主，今天是我楚天齐求婚的宴会，之前我曾跟贵庄提过饶恕陆家之事，既然贵庄已经饶过陆玉龙一次，那能不能再给我一个面子？打脸就算了，我愿代陆家赔偿。楚天齐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场合，顾倾城应该会给他这个面子。楚大公子，饶恕陆家之事，你们楚家1个月前确实曾跟我提过一次，但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四海钱庄是昨天才接过了此事，你觉得这事儿能跟你们楚家有多大关系？这话一出，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楚天齐的脸上笑容顿时一僵，他之前确实没注意到这个细节，下意识地认为顾倾城是看在楚家的面子上才饶恕了陆玉龙，因为他之前确实曾向四海钱庄提过这件事的。而陆雪瑶则是显得有些惊愕，因为之前所有人都告诉他是楚家向四海钱庄说了情，才暂时解决了陆家的危机。可现实的结果是，四海钱庄根本不是看在楚家的面子上，而是另有其人。陆雪瑶下意识地朝凌云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这个男人曾对他说过会替他解决四海钱庄的麻烦，他当时一笑了之。但此刻陆雪瑶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楚天齐的眼睛，这个贱人这个时候还跟其他男人眉来眼去，难不成会是这个小子向四海钱庄说的情？这时顾倾城笑着开口了，虽然有些误会，不过既然你楚大公子开了尊口，那这一耳光就免了吧。听到这话，楚天齐脸色缓和了很多，虽然被顾倾城无情的打脸了，但顾倾城最终还是给了他面子。楚大公子，很抱歉打断你的求婚仪式，你继续。随着顾倾城退场入座，唯美的音乐再次响起，灯光师也适时将灯光打在了陆雪瑶的身上。楚天齐拿着祖传玉戒，再次单膝点地，深情款款地看着陆雪瑶道：“雪瑶，嫁给我吧。”陆雪瑶悄然而立，雪白的下巴微微扬起，清脆有力的声音砸向全场：“我不愿意。”楚天齐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瞪着陆雪瑶：“你说什么？”陆雪瑶嘴角上扬，明眸皓齿的道：“我说我不愿意。”楚天齐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继而变得有些狰狞。不提那位血群前辈已经言明，让他今天必须将陆雪瑶带回去，就是他楚天齐本人也无法接受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求婚失败。楚天齐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道声音：“陆雪瑶，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陆雪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道：“楚天齐，再给我100次机会，我陆雪瑶也不愿意。我刚刚给过你2次机会，可你是怎么回应我的？如果你连我的至亲都不能庇护，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人羞辱，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能出言讥讽，那我陆雪瑶为何还要嫁给你楚天齐？”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全场，楚天齐苦心营造起来的所有脸面都被踩碎在了地上。顾倾城遥遥开口：“南雪瑶，北倾城，陆雪瑶，你总算没有辱没了这个称号。”神补刀，楚天齐的脸
再次被踩在地上狠狠摩擦。楚家所有人的脸色都像是吃了一只绿头苍蝇一般难看，继而每个人的眼眸中都迸发出了杀意。楚家不可辱！察觉到楚家人散发出来的杀意，陆家所有人都从目瞪口呆中回过神来，然后只觉通体冰凉。而那些苍风郡国的权贵们则大多表情玩味起来。楚天齐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眼眸中散发出嗜血的冰冷。他没有去看陆雪瑶，而是环视全场。很抱歉让诸位看笑话了，今日这求婚作罢，但本少之前的承诺依然有效。同时本少要在此宣布一件事，陆家。楚天齐抬手一指，先是指向陆雪瑶，然后指尖一个一个扫过在场的所有陆家人。3日之内，陆家在苍风郡国除名。楚天齐冷漠无情的声音，宛若圣旨的审判，宣布了陆家接下来的命运。陆家不识好歹，竟敢拒绝楚大少的求婚，简直是自寻死路。我桃花岛愿出手镇杀陆家，我青云山也看不过陆家的背信弃义。楚家能够成为苍风郡国的大族，铁杆追随者不在少数。随着楚天齐宣布陆家的命运结局，许多势力都声援楚家，一时之间，陆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完了，陆家人全都脸色惨白，双腿发软，甚至有陆家人试图悄悄从花好月圆厅溜走，但却被人拦下。甚至陆雪瑶的父母和弟弟已被人控制住。这时，楚天齐冷冷地看向陆雪瑶，冷厉地道：“陆雪瑶，我楚天齐是不敢得罪四海钱庄，这难道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四海钱庄无论钱、权、势，都远远强于我楚家。我要真的为了你去得罪顾庄主，那才是真正的愚蠢。但你似乎忽略了一点，或许我楚天齐要保护你的家人有难度，但要杀他们却是易如反掌。灭陆家只不过是他楚天齐一句话的事情，但在这之前，必须要先一点点找回楚家被踩在地上的颜面。”楚家族长楚问道看着舞台上楚天齐的表现，阴沉的脸色稍微舒展了几分。纵然今天的求婚典礼楚家颜面扫地，但楚天齐刚刚这一番操作挽回了不少楚家的颜面。任你陆雪瑶再高傲又如何？陆家生死系于楚家之手。陆雪瑶身躯笔直站立，身上华丽的大红婚袍轰然爆裂成无数碎片，露出里面的白衣，白衣如雪，银发轻舞。那个初见的陆雪瑶又回来了，她没有看楚天齐，然后对着父母所在的方向遥遥双膝跪下：“爹娘，你们生我养我，此恩大于天。雪瑶也曾按照你们的意愿压抑我之本心，欲与楚家联姻，为陆家争得一丝庇护。但今日之所见所闻所历，已让我无法再压抑我之本心，请你们原谅我的任性。若有来生，雪瑶再报你们的大恩。”言毕，陆雪瑶对着陆凤仪和陈玄风磕头3拜，额头一片青紫。然后她正起身，迎着楚天齐冷厉的目光：“楚天齐，要怎么折磨我陆雪瑶，尽管放马过来。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不要给我陆雪瑶留一口气，否则我陆雪瑶敢保证，楚家将会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敌人。”闻言，楚天齐凝然笑道：“陆雪瑶，激将法对我没用。如我楚天齐，如我楚家，你却想一死之，那有那么容易？纵然今日求婚失败，但你的结局却是早已注定。”音落，楚天齐骤然一动，化一道残影冲向陆雪瑶，抓向陆雪瑶的脖颈。陆雪瑶不闪不避，他很清楚，从他说出那4个字时，他就必死无疑了。但就在这时，一具通体雪白的骷髅陡然从地下冒出，然后一刀劈向楚天齐的脑袋。白骨生物虽然没有真气，但骨刀在强大的力量加持下，摩擦着空气，发出刺耳的音爆。凌云！楚天齐双目暴瞪，知道是凌云出手了。电光火石之间，楚天齐立即收掌，然后扭动身体，避开了白骨生物这一刀。楚天齐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凌云化为一抹流光，出现在舞台上，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所在。不少权贵名流都认出了凌云，就是这个少年，前2天曾在朱雀楼凭借着这具傀儡暴打了楚天齐一顿。难道这一幕今天又要重现？小贼子终于是忍不住出手了吗？楚天齐舔了舔嘴唇，目光扫向凌云，眼眸中散发出嗜血的光芒。凌云，你上来做什么？望着凌云的背影，陆雪瑶3分感动，7分气恼。这家伙为什么要掺和进来？难道他不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死局？凌云转身取出一枚铜戒，凝视着陆雪瑶的眼睛，柔情地说道：“陆师姐，既然你已经拒绝楚天齐的求婚，能否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陆雪瑶眼眸瞪圆：“凌云，你疯了？今天这是什么场合？是楚天齐当着整个苍风郡国所有权贵的面向自己求婚的舞台。虽然他已拒绝楚天齐，但凌云他竟然敢上来向自己求婚，他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凌云脸色肃然地说道：“陆师姐，我知道这有些唐突了，但我凌云之前就说过，这辈子就认定你了。今天当着整个苍风郡国所有权贵的面，我凌云还是一样的话，我凌云这辈子就认定你陆雪瑶了。不管你今天是否答应，但谁想伤害你，必须从我凌云的尸体上踏过去。”凌云说最后这一句话时，目光灼灼，掷地有声。陆雪瑶一双美丽的眼睛瞪圆，挺翘的睫毛轻颤着，惊愕地盯着眼前这个男人。被伤得千疮百孔的心感受到了莫名的温暖。值得吗？他痴痴地问。师姐，你忘了
那晚我曾对你说过，为了师姐你，我敢跟贼老天拼命。你说那是哄小女孩的话，还有不到1个月，楚天齐便要向你求婚了。但现在在楚天齐向你求婚的舞台，我凌云来了。师姐，未来太久，我只想争朝夕，你我的朝夕。凌云说这话时，双目如炬，宛若立下一个灼灼的誓言。你真傻呀！陆雪瑶眼眶泛红，然后在全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向凌云伸出了鲜白的玉手。凌云，给师姐戴上吧。凌云接过陆雪瑶的玉手，然后温柔地将那廉价的铜戒戴在了陆雪瑶的无名指上。这一刻，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楚家为楚天齐的这场盛大的求婚铺垫了这么久，花费1晚，但最终却被陆雪瑶无情拒绝了。而凌云只是拿出了一枚廉价的铜戒就求婚成功。眼前这一幕狠狠地刺激着楚家众人的神经，而楚天齐的脸面也随着陆雪瑶答应凌云的求婚被踩在地上反复摩擦。本庄主吃醋了。坐在台下不远的顾倾城看着舞台上的这一幕，完美的唇瓣顿时撅起一个不高兴的弧度。恭敬站在顾倾城身后的聂璇几乎是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庄主吃醋了，这是什么情况？聂璇心头掀起滔天巨浪，久久无法平静。而在大厅角落那一桌，张安岳嘴角苦涩，心头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鬼手圣医愁眉苦脸地说道：这下事情不能善了呀，这臭小子有本掌柜年轻时的气质，撩妹有一手。吴德躲在人群中，眯着一双小眼睛，全身已是紧绷成一张弓。小贼子！楚天齐双目暴瞪，气得浑身颤抖，不仅被求婚对象公然拒绝，甚至这个才刚刚拒绝了他的女人，转眼却答应了另一个男人的求婚，郎情妾意，完全把他楚天齐今天求婚大典的男主角当成了一个死人，就算是千年乌龟都他妈的忍不了了。小贼子，今日我楚天齐必杀你！楚天齐怒意滔天，脚掌猛一跺地，朝凌云暴冲而来。噗！楚天齐一剑刺中凌云的眉心，但却竟是一道残影。而凌云的真身揽着陆雪瑶纤细的腰肢抱退到舞台边缘。见到这一幕，楚天齐气的头发都立了起来。混蛋！楚天齐就要继续朝凌云杀来，但白骨生物已经掠至，一刀斩向楚天齐的后脑。可恶！楚天齐不得不施展身法避开，但当他身形刚动，一道金光剑指便激射而来。这一道金光剑指不仅速度极快，而且好似已经完全预判到了他的移动方位一般。楚天齐不得不挥剑抵挡，但就在这时，一道白影极为默契的出手了，一剑刺向楚天齐的眉心。贱人！楚天齐暴怒，极限扭转身体，堪堪避开了陆雪瑶这致命的一剑，但那璀璨的锋芒将楚天齐头顶的雷阳关崩飞出去。楚天齐惊魂未定，刚刚站定，几缕黑发从头顶飘落，刚刚只差一点点就被陆雪瑶一剑刺中了脑袋，一股凉意自心底涌起，紧接着便化为滔天的杀意。贱人！楚天齐提着古铜战剑，黑发披肩，盯着陆雪瑶，脸色狰狞到了极致。楚天齐新仇旧恨，今日一起了结吧！凌云手捏雷劫剑，凛冽的杀意从体内暴涌而出。陆雪瑶与凌云并肩而立，五黄境的修为释放出来，白骨生物堵住楚天齐的退路。3对1，形势对楚天齐并不利。楚家众人脸色一沉，他们之所以刚才没有出手，就是希望通过楚天齐之手挽回一丝私楚家的尊严。可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楚大少，桃花岛愿助你一臂之力！桃花岛岛主腾空而起，释放出五黄境的修为，就要冲上舞台。严老三，这事本圣医劝你最好不要插手。鬼手圣医豁然起身，挡在了舞台之前。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鬼手圣医竟然出面了，凌云竟然跟鬼手圣医还有关系。桃花岛岛主止住身形，盯着鬼手圣医问道：圣医前辈，你当真要为了这个无名小子与楚家为敌？鬼手圣医身躯微微一挺，并不高大的身躯在这一刻却显得格外挺拔。他环顾全场，朗声道：今日愿给我老鬼一个薄面的，不插手此事。来日老鬼可无条件为其家族老祖续命一次。续命这2个字一出，全场巨惊。作为苍风郡国第一医道宗师，没有人会怀疑鬼手圣医的医道造诣，而在场的权贵那个家族没有老祖坐镇，顿时不少准备出手的强者均是不着痕迹地止住了身形。好一个鬼手圣医！楚天齐冷然的目光朝鬼手圣医望来，所以你是打算与楚家为敌了？面对凌云与陆雪瑶的联手，楚天齐没有必胜的把握，必须要有人牵制住陆雪瑶或者那一头白骨生物，他才有机会击杀凌云。鬼手圣医摇头，为敌倒是谈不上，本圣医只想今天保凌云不死。如果楚家能给本圣医这个面子，本圣医可为你楚家老族楚小部续命3年。放肆！楚问天冷厉的喝声宛若闷雷炸响，武宗境绝巅的气场威压全场，所有人心头都忍不住泛起一抹敬畏。这是无限接近于武尊境的强者。鬼手圣医，我族老祖风华正茂，纵然你死了，他老人家依然傲立苍风之巅。楚问天这话一出，全场巨惊。楚家老族楚小部都300多岁了，纵然他已突破到武军境，估计也气血衰败，行将就木，没有多少寿元了。可听楚问天的意思，楚小部还能熬死鬼手圣医，这就相当可怕了。毕竟鬼手圣医年龄不过60出头，
按照普通武宗境强者的寿元来算，鬼手圣一怎么也能再活130年以上。如此一来，楚小布岂不是能活到500岁？500岁，这是武神境强者的武道神话才有的寿元。武神境，整个苍风郡国也有300年没有武神境强者现世了。如果楚家老族楚小布真的以武神境之势现世，那将会造成何等的轰动？恐怕纵然是苍风郡国第一宗门天玄武院，都要被楚小布压上一头。楚问天，吹牛逼，谁不会？我等着你族老祖熬死本圣一。鬼手圣一根本不相信楚小布能突破到武神境，他环顾全场，高亢的声音回荡全场。本圣一之前的话依然有效，愿卖这个面子的主动退后，否则便是与我鬼手圣一为敌。鬼手圣一的背后虽然没有宗门，也没有强大的家族，但在整个苍风郡国有太多的强者还欠着他的人情，只要鬼手圣一需要，他完全能够在苍风郡国掀起一股狂风巨浪。这就是一道宗师的强大。鬼手圣一就算在场诸位不插手，你觉得就凭你又能如何？你未免也太小看我楚家了。随着楚天齐话音落下，磅礴的气息浩荡而起，足足13位武宗境的楚家强者凌空跃起，更有上百位武皇境强者也摆开了阵势。这就是楚家的底蕴和实力。鬼手圣一顿时感觉到如山岳一般的压力。楚天齐傲然而立，发出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凌云，比人多，我楚家还未怕过谁？我楚家在场之人，随便上台来一人与本少联手，便可镇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今日你必死无疑，谁也救不了你。那可不一定。吴德现出真身，一袭灰袍，身上武尊境的气息将楚家众强者的气势挡住。楚天齐冷然一笑：吴德，你自身难保，还敢出来逞强？楚家已经天价悬赏吴德的人头。吴叔，小心！凌云突然大喊。吴德也察觉到一股致命的危机。萧！吴德极限扭转身体，一抹漆黑的流光擦着他的身体飞过，射进花好月圆厅的一根磨盘大的石柱，然后那根花岗岩打造的白玉柱顷刻之间变得乌黑。就一剑，是黑市的剑道宗师风无痕来了。在场有见多识广的强者惊骇的出声：风无痕，吴德的人头是本座的。伴随着一道低喝声，一个挥衣挥发的中年男子手捏一柄漆黑的夺命镰刀，直奔吴德而来，身上的武尊境气息格外瞩目。挥衣挥发，夺命镰刀，是黑市的杀手之王韩唐。我的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一下出现这么黑市的强者？在场众人惊骇莫名。韩唐，吴德的人头价值4300万灵石，位居黑市赏金榜第3，恐怕你一个人吃不下。一个袒胸露乳的白衣光头凌空飞来，也杀向吴德。又一位武尊境强者，人群凛然，也终于明白了为何会有3位黑市的武尊境强者同时杀来。原来竟有人在黑市赏金榜上悬赏吴德的人头，而赏金竟然高达4300万，比朱雀楼当时悬赏的那位武尊境老祖还高出了1300万。如此大的手笔，绝不是一般的势力可以悬赏的。毕竟要在黑市悬赏，必须要先全款现金交易，黑市才会在赏金榜上颁布悬赏目标。楚家好大的手笔！我吴德今日若不死，必让楚家鸡犬不宁！吴德怪叫一声，施展出流光雷影，化为一抹流光，冲出朱雀楼。3位同境界强者的围杀，纵然是吴德，也压力山大，不能正面硬拼，必须要先离开，然后再寻机各个击破。吴德，你逃不掉！3位黑市强者施展出急速，朝吴德狂追而去。见到吴德被3位黑市强者逼走，鬼手圣一的脸色此刻也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楚家竟然直接高额悬赏吴德的人头4300万，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纵然是武尊境强者也会动心。吴德的麻烦大了，今天根本指望不上了。张安岳则是紧张的无法呼吸，没了吴德前辈，那还怎么办？萧！一位武皇境10中的楚家强者落在舞台上，站在楚天齐身侧。少主，我镇压这具傀儡，你尽管出手虐这2人便是。说着，那位楚家武皇境强者便朝白骨生物冲去。没了后顾之忧，楚天齐凝然地看着凌云，横剑一指：小贼子，没了这傀儡，我看你今天如何保护这贱人。说着，楚天齐身形一纵，快若闪电，一剑朝凌云刺来。他这一剑是一门地级战技无量剑斩，看似简单的一剑，却好像一条浩荡的剑气长河朝凌云扑涌了过来。让我来！陆雪瑶抢先一步踏出，明亮的眼眸中出现重影，然后手中玉白古剑刺向扑面而来的剑气长河。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剑，破开了剑气长河，精准无误地抵住楚天齐斩来这一剑，好似针尖对麦芒。轰！2股强绝的力量撞击在一起，陆雪瑶手中的玉白古剑当即被压迫成了半月形。接着磅礴的力量爆发，陆雪瑶被震得向后抛飞起来，撞进凌云的怀中。而楚天齐半步不退：小贼子，你不是要保护这贱人吗？怎么现在却要依靠这贱人为你挡剑呢？终于占据了上风，楚天齐一扫之前的阴霾，可惜纵然是这贱人，也挡不住本少一剑。楚天齐黑发狂舞，华丽的金丝白袍鼓荡，掌控全局的气场铺开。小贼子，下一剑本少不会杀你，而是要先废了你。一剑杀了凌云，那实在太便宜凌云了。他要让凌云亲眼看着他是如何折磨陆雪瑶这个贱人的。萧！楚天齐又动了，
速度达到了每息190丈，一剑刺向凌云的丹田。这一剑速度太快了，凌云刚刚将怀中的陆雪瑶推开，楚天齐的剑便刺中了他的腹部。但是预想中利剑入体，鲜血四溅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凌云身穿的地级护甲挡住了楚天齐这狠毒的一剑。楚天齐目光一凝，果然穿了护甲。虽然料到凌云穿有护甲，但楚天齐也没有想到凌云身上的护甲品质竟然如此之高，能够挡住他的一剑。他正要抽剑再度发动攻击，但却猛然发现一只萦绕着血气的大手抓住了他的古铜战剑。接着古铜战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上了一层诡异血丝，那些血丝顷刻之间就蔓延到了他的手上。这是血毒。楚天齐在古圣之墓见过这个东西，当时他就利用这个东西坑了吴德一把。可凌云似乎能够完全操控这种血毒，根本来不及多想，楚天齐立即抽身暴退，同时用真气封住右手所有的经脉。但是这诡异的血毒也并未被完全阻止，依然在缓缓地朝着他的体内蔓延。混账东西，竟然敢用毒，找死！伴随着一声怒喝，傲立在半空的楚老三一掌朝凌云拍来。楚问道乃是武宗境巅峰强者，他这一掌拍来，凌云顿时感觉像是天塌了一般。完蛋了！鬼手圣衣就在舞台之下，感受到楚问道这一掌的力量，也不由生出一股无力感。他虽然也是武宗境修为，但不过是堪堪达到武宗境一重而已，与楚问道隔着鸿沟般的差距。楚家不可辱，纵然有吴德、鬼手圣衣出面，但想与楚家抗衡还是不可能。凌云终究只是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寒门武修罢了，纵然有些手段，但又如何能与楚家抗衡？凌云死定了！四方权贵皆是露出到此为止了的表情。但就在此时，住手！一声低喝，将楚问天打来的真气手掌直接震散。在靠近舞台最尊贵的那一桌，赵无极缓缓站了起来，声音不大，却是响彻全场。楚问道：年轻一辈的争斗，你堂堂武宗境巅峰强者亲自下场，未免太丢份了吧？楚问道瞳孔骤然一缩，冷冷地盯着赵无极：赵副院长，你竟然也要与我楚家为敌？楚家与赵家一直是合作关系，楚天齐拜入天玄武院后，赵无极还算得上前者的半个师尊，可今天赵无极竟然阻止他杀凌云。真要如赵无极所说，其他人不插手，继续让楚天齐与凌云和陆雪瑶战斗，以楚天齐此刻的状态，如何敌得过这二人？那不纯粹就是要他们眼睁睁看着楚天齐死在舞台上吗？这可是楚家第一天才，有望问鼎武神境。楚家宁愿死10位武宗境，也绝不可能让楚天齐死在舞台之上。赵无极负手而立，武尊境强者的气场铺开，谈不上与楚家为敌，只是今天凌云，你们谁也不能动。楚问道：针锋相对，倘若我就要杀这个小子又如何呢？赵无极背脊一挺，宛若一柄绝世战剑出鞘，锋芒毕露。那就先从我赵无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再说。这话一出，全场巨惊。为了凌云，赵无极今天竟要以命相搏，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难道凌云是赵无极的私生子不成？毕竟赵无极膝下无后，如果凌云真是赵无极的私生子，那就完全解释得通赵无极为何要为凌云以命相搏了。陆雪瑶瞪着明亮的眼睛，同样感觉不可思议。凌云绝对是给赵无极许诺了一个天大的好处，否则以赵无极的为人，绝不可能会为了凌云跟楚家翻脸。可凌云来自天炎城的小凌家，他能够拿出什么让赵无极都无法拒绝的东西来？陆雪瑶突然发现自己或许至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凌云，这家伙绝不是一个寒门武修那么简单。呼！鬼手圣衣和张安岳几乎是同时的长舒了一口气，他忍不住埋怨道：凌小兄弟该早跟我们通一下气的，既然有赵无极出面，那今日的事情便简单许多了。张安岳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不少。赵无极不仅是天玄武院的副院长，本身更是一名武尊境强者，而赵无极身后的赵家，抛开楚家那位可能还活着的先祖楚小布不谈，赵家并不弱于楚家。赵无极，你当真要与我楚家为敌吗？楚家族长楚问天豁然站了起来，一道磅礴如渊的气势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武尊境，观他的气势丝毫不弱于赵无极，也就是说楚问天之前竟然隐藏了修为，他其实也早就突破到了武尊境。楚问天，想不到你倒是隐藏的够深的。赵无极冷然一笑，楚问天是天玄武院的大长老，地位只在他之下，可如果楚问天也是武尊境，完全就可能会威胁到他副院长的地位。不过顾倾城出场后的表现更加让赵无极确定了凌云背后肯定有人，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后退半步，必须站凌云这边啊。赵无极，我不知这凌云到底给你们许诺了什么好处，但你可曾想过与楚家决裂的代价？赵家真的能够承受？随着楚问天话音落下，楚老三飞跃过来，隐隐堵住赵无极的退路。他虽然不是武尊境，但与楚问天联手，足以镇压赵无极。赵无极目光凛然，语气坚定：楚问天，事情到了这一步，你没什么好说的了，要么让他们继续打下去，任何人不得插手，要么就用实力说话吧。本副院长早就想领教一下你这位天玄武院深藏不露的大长老的实力了。赵无极双臂一展，金袍鼓荡，武尊境7重的强大修为释放出来，全场巨惊。众所周知，
赵无极在武宗境巅峰停留了足有5年，弑魔娇教竹北明夜那一掌之后，赵无极才找到了突破的契机。但众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赵无极一招突破，修为竟会突进这么多。武尊境7重，楚问天顿时感受到了极强的压力。他是隐藏了实力，但也不过武尊境3重，跟赵无极差了4个小境界。武修武皇境之后，不仅是每一个大境界之间的实力差距极大，就算是同境界，境界每高出1筹，实力差距也很大。赵无极比他高出了4个小境界，实力至少是他的10倍。好，武尊境7重，赵无极，你不愧是天玄武院的副院长。不过区武尊境7重，就想弃我楚家，那不可能。楚问天横臂一抬，手中浮现出一册青色画卷，接着往半空一抛，青色画卷徐徐展开，刹那间，一股远远凌驾于武尊境之上的浩荡气息释放而出，青色光芒绽放，青色画卷宛若一轮微型青色太阳悬浮在大厅上空。整个花好月圆厅的所有人，除了楚家人，都被这一幅青色画卷的力量镇压。尊者战图，赵无极脸色顿时变得无比凝重。在这青色画卷的力量镇压之下，他的实力被镇压了一半。楚家的这位先祖楚小布不仅是真的活着，而且还踏入了武军境，被尊者战图压制。赵无极已不是楚问天的对手。聂玄凝望着大厅上空那轮青色画卷，流露出敬畏之色。武军境，练五行入体，真气通九幽。倘若没有天大的机缘，他这一辈子都永远无法触及到这个境界。顾倾城嘴角微微上扬，完美的唇瓣轻启。那位楚小布不仅仅是以踏入了武军境那么简单，仅仅是以他凝练这幅战图时推断，他距离武神境已不远矣。聂玄闻言浑身一颤，然后猛然看向楚问天，难道刚刚楚问天所言非虚？楚家先祖楚小布真的能突破到武神境？武神境武道10境的最后一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强者被尊称为武道神话。武神境的武道神话已将体内真气凝练到了巅峰，随意移动，真气便能影响周围的环境，形成百丈飞雪、百丈燎原等可怕的天地异象。此等强者在凡人眼中已与神仙无异，因为才会被尊称为武道神话。在场的不止那在半空中绽放着璀璨青光的青色画卷，毫无征兆的突然缩小，变回1尺大小的正常画卷，然后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表情朝凌云飞来，落到凌云手中。那只灰猫，顾倾城美丽的眼眸瞪圆，望着凌云的胸膛。刚刚冒出来的那一只灰猫，虽然只是一闪而逝，但直觉告诉他，楚家这幅尊者战图的变故定然与这只灰猫有关。猫？什么猫？聂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之前半空那张尊者战图上，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凌云怀里冒出来了一只猫。直至那尊者战图落到凌云手里，他的目光才本能地扫向凌云。凌小兄弟竟然能够收了那尊者战图，鬼手圣一完全惊呆了。这可是武军境大尊者凝练出来的战图啊，竟然被凌云给收走了。赵无极也微微动容，凌云竟然能将这尊者战图收走，这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这般表现，凌云又怎么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寒门武修那么简单？楚问天眼睛瞪圆，完全不明白自家的尊者战图怎么会突然跑到了凌云手里。楚家其他人更是完全懵了，那可是一幅尊者战图，纵然是武尊境7重的强者也能镇压，价值不可估量，怎么会这样？楚天齐掌控全局的笑容顿时一滞，没了尊者战图的压制，以他现在的情况，要挑战凌云和陆雪瑶难度很大。少年郎，现在本皇传你操纵这尊者战图的秘诀。灰图图将操纵尊者战图的秘诀打入凌云的眉心，顿时凌云就感觉那尊者战图在自己手里像是活过来了一般。萧，凌云手掌微微往半空一拖，尊者战图从他手中又飞腾至半空。见到这一幕，楚问天不由松了一口气。这一幅尊者战图对楚家意义重大，不容有失。望着在半空缓缓重新展开的尊者战图，楚天齐又重新恢复了镇定和从容。赵无极等人则是目瞪口呆，心情宛若过山车一般。这是什么情况？耀目的青色光芒至尊者战图绽放，宛若一颗微型的青色太阳悬浮在半空。整座花好月圆厅的每个角落再次充斥着尊者战图的镇压之力，但这一次尊者战图的镇压之力竟然只针对楚家，怎么可能？楚问天的眼睛顿时瞪圆，这一幅尊者战图的镇压之力是依据血脉来判定敌我的，为何现在反而针对自家人？楚家其他族人同样也是目瞪口呆，他们的力量被尊者战图压制了，尊者战图显然被凌云给操纵了。小贼子，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立即将我楚家的尊者战图还来！楚问天怒不可遏，身形一动，化为一道残影朝凌云扑了过来。大长老，当本副院长不存在吗？赵无极双手抬起，凝聚出了一个真气护罩，将舞台直接罩住。暴冲向舞台的楚问天看到被真气护罩笼罩的舞台，当即调动全身真气打出一掌。砰！楚问天全力一掌轰在真气护罩之上，竟然只是在真气护罩之上击出了一圈圈的涟漪。可恶！楚问天怒极，被尊者战图压制，他竟然连赵无极凝练出来的真气护罩都打不破。与此同时，舞台之上，凌云全身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剑光。武道10境，武者、武师、大武师、武灵、武王、武皇、武宗、武尊、武君、武神，每境10中。接着
小世界的混沌器被催动，天魔九变第一变裂焰焚天也开启。凌云的气息以极为诡异而夸张的幅度暴涨了一大截，他直接化为一柄光剑朝楚天齐击射而去。看着这一幕，楚家人脸色大变。天齐小心，少主小心！那位镇压白骨生物的楚家五黄境10重强者立即冲了过来，竭尽全力打出气势磅礴的一拳，拳剑立时碰撞在一起，轰！强横的能量从撞击点爆发，形成一圈圈圆弧形冲击波，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凌云连退18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不愧是五黄境10重，纵然被尊者战图压制了一半的力量，依然如此强大。凌云抬头望去，那名楚家强者手臂鲜血淋漓，呈麻花状垂下。离书！楚天齐目光一凝，心头一阵后怕。刚刚如果是他直面凌云这一剑，后果绝对比楚离更惨。萧！陆雪瑶提剑杀来，斩出一道8丈长的凌厉剑光。少主，快闪开！楚离大吼一声，左手施展拳法，迎上陆雪瑶这一剑。轰！一只手的楚离根本挡不住，打出的拳印被陆雪瑶一剑击碎，凌厉的剑光斩在楚离的身上，将他劈飞了出去。楚离身穿的护体宝甲挡住了陆雪瑶致命一剑，但也非常不好受，体内血气涌动。噗！楚离喷出一大口鲜血，实力跌至低谷。他将楚天齐挡在身后，冲着舞台外的楚问天吼道：“族长，速速破开真气护罩，否则少主危！”一道金光剑指击射而来，捅进了楚离的嘴巴，从他的后脑刺出，猩红而滚烫的鲜血溅了楚天齐一脸。被鲜血刺激，楚天齐的双目顿时变得猩红。楚天齐，受死吧！凌云紧随金光剑指之后，一剑刺向楚天齐的眉心。这一剑看似简单，却是烈焰狂剑斩最强一招，足有7749道剑影。陆雪瑶以更快的速度从侧面杀来，对着楚天齐横剑一斩，凛冽的剑光封死了楚天齐的退路。可恶！楚天齐心头十分憋屈，极限扭转身体避开凌云这致命一剑，但陆雪瑶横斩的一剑结结实实地斩在楚天齐的腰部。楚天齐身上的护身宝甲挡下这一击，但强大的力量依然让他的身体向前一扑。好机会！凌云一个回马枪急速掠来，再次施展出烈焰狂剑斩，刺向楚天齐的眉心。楚天齐身形未定，无法像刚才那样准确地避开凌云这一剑，他只能挥剑格挡。不得不说，楚天齐的剑法同样十分高明，挡住了48道剑影。最后一道剑影穿过楚天齐密集的防御，贴着楚天齐俊朗的脸庞斩过，顿时鲜血飙溅，火辣辣的疼痛从脸颊传来。楚天齐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而狰狞。在被尊者战图压制后，面对凌云与陆雪瑶的联手，仅仅是2个回合，他便受伤了。见到这一幕，楚问天怒不可遏。赵无极，如果天齐出事，楚家与赵家不死不休。楚问天憋屈无比，自家的尊者战图此刻压制着他的力量，让他连赵无极凝练出来的真气护罩都打不破，只能眼睁地看着楚天齐被凌云和陆雪瑶围攻。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舞台上的3人又对战了2招。不出意外，楚天齐再次受伤，肩胛被刺了一个血淋淋的剑洞。所有人随本族长一起轰击真气护罩。楚问天厉声暴吼，欲召集楚家所有人同时攻击真气护罩，但赵无极5尊境7重的强大修为爆发，没有任何5尊境以下的武修能够靠近舞台。鬼手圣衣冷笑：堂堂天玄武院第一天骄，如果打不过一个大武师10重和一个五黄境1重的联手，那也是技不如人，死不足惜。听到这话，楚天齐气得想吐血。这说的是人话吗？先是下毒废了他3成力量，然后又是尊者战图再压制他1半的力量，他楚天齐就算是在天骄无敌，又如何扛得住？就这么一下的走神，凌云与陆雪瑶再次攻杀而来，楚天齐仓促抵挡反击，被凌云一剑击得向后抛飞，在空中喷出一大口鲜血，然后重重的跌落在楚离的尸体前。天齐，少主！楚家众人目眦欲裂，楚天齐已被重创，再得不到援助，根本撑不过2个回合了。楚天齐，你剥夺我的灵根在先，欲灭我凌家在后，此仇此恨，今日便用你的鲜血来洗涮吧。凌云手中雷劫剑一震，压抑了1个多月的所有仇恨全部爆发而出。望着急速杀来的凌云，楚天齐双目暴瞪：小贼子，想杀我楚天齐，那有那么容易？是你们逼我的！好！楚天齐怒吼一声，直接抓住楚离的尸体，将楚离吸成一具干尸，吸收了一位五黄境10重强者的鲜血。楚天齐的气息暴涨一大截。凌云被楚天齐突然暴涨的气息震开，这一刻全场哗然，就连楚家众人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舞台上的楚天齐。这是什么情况？堂堂天玄武院第一天骄，竟然是一个吸血的怪物。这一刻，楚天齐那俊朗的脸庞上布满了诡异的血纹，甚至他那被凌云和陆雪瑶击伤的身体竟都诡异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今日我要将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的血吸干！楚天齐厉吼一声，身后浮现出一片血海的异象，在那一片血海之中涌现出一尊手持血色的战剑虚幻巨人。这难道是双法相真身？不，这不是双法相真身，整个苍风郡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人凝聚出双法相真身，那一片血海才是楚天齐真正的法相真身。人群惊骇地盯着宛若一尊血魔的楚天齐，他们1万个不能相信
堂堂楚家少主，天玄武院第一天骄，竟然坠入了魔道，竟然是通过邪魔歪道的手段凝聚出的法相真身。赵无极脸色一沉，心头下意识地涌出一股杀意。哈哈，想不到堂堂楚家少主，原来竟是一个邪魔歪道，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啊！鬼手圣衣惊愕之后，忍不住大笑起来。楚家人的脸色则是难看到了极点。到了这一刻，楚天齐可以说是已经身败名裂，就算是楚家想救楚天齐，现在都要好好掂量一下后果了。凌云、陆雪瑶，楚天齐已坠入魔道，你们退后，此事由本副院长亲自处理。赵无极直接撤掉真气护罩，降落在凌云和陆雪瑶身前，盯着10丈外的楚天齐。楚天齐，想不到你为了凝聚法相真身，竟然甘愿入魔，实在是我天玄武院之耻。说话间，赵无极武尊敬7重的强大修为释放，宛若潮水般涌向楚天齐。楚天齐纵然施展出了他真正的法相真身，但与赵无极的修为差距太大，更何况他此刻还承受着尊者战图的力量镇压，所以在赵无极的气势之下，楚天齐当即被压得跪倒在地。今日我赵无极就代表天玄武院清理门户，先废你的修为，再关入黑水域，承受烈焰焚身之刑。说着，赵无极五指一张，掌间凝聚出一抹剑芒，就要刺向楚天齐的丹田。赵无极，楚天齐可是你天玄武院100年难遇的天才，还凝聚出了法相真身，就这么废掉，实在太可惜了。不如就让他加入我玄冥神教吧。伴随着这道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原本明亮的花好月圆厅魔气丛生，变得无比昏暗。不好，是魔教强者混了进来。赵无极脸色微变，第一时间凝练出真气护罩，将凌云与陆雪瑶护住。楚天齐要被玄冥神教之人劫走了。凌云的感知极强，感知到一道熟悉的气息掠至舞台之上，卷住了楚天齐。是玉面罗刹姬千柔。凌云认出了来人，但紧接着脸色猛然一变，大声提醒道：大家小心，有鸠羽叶之毒，是五毒尊者鬼剑愁正在布毒。不错，是鸠羽香，大家立即凝聚真气护体。鬼手圣衣也发现了鸠羽香之毒，发出更加宏大的提醒。魔教之人，该死！赵无极身形一动，身上的金袍发出烈日一样的金光，将昏暗的大厅照亮。呵呵，凌云，你还欠本护法一个天大的人情呢，怎么这个不懂事呢？姬千柔嗔怒的声音逐渐远去，楚天齐被他带走。鬼剑愁，赵无极锁定了鬼剑愁，脚掌在虚空一跺，化为一抹金光，朝着鬼剑愁暴掠而去。轰！两人对轰一记，鬼剑愁被打得抛飞起来，撞破了大厅的琉璃窗户。姓林的小子，坏本护法的好事，下次有你好看。鬼剑愁不明白一个大武士的小子是如何发现他在布毒的。赵无极，这一掌我鬼剑愁记下了，来日定加倍奉还。鬼剑愁在虚空中布下一大片剧毒，防止赵无极继续追杀，然后紧追姬千柔而去。赵无极没有继续追击，体内爆发出狂涛巨浪般的烈焰真气，将空气中游离的鸠羽叶之毒排到大厅之外。但纵然如此，大厅中依然有不少权贵大佬中了鸠羽叶之毒，这是能够腐蚀五黄境强者的剧毒，纵然是五宗境强者不小心吸入，也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不要催动真气抵挡，越催动真气毒素越快渗透进五黄之中。鬼手圣衣低喝一声，凌空而起，然后手臂一挥，顿时有雨点般的药丸抛飞向众人。这是百草丸，可以压制鸠羽叶扩散。众人服下百草丸，鸠羽叶的扩散确实暂时被压制了，但却依然如同复古之躯般，根本无法将之逼出体外。所以每个人都不得分出一大部分真气来压制鸠羽叶之毒对躯体的侵蚀。而像张安岳这样修为在五黄境以下的武修，哪怕服下了百草丸，别说动用实力，根本都无法站立。安岳师姐，凌云从舞台上纵身跃下，掠到张安岳身旁。圣衣前辈，为我护法，我先为安岳师姐驱毒。不用凌云交代，鬼手圣衣已经赶到凌云身旁。凌云凝聚出18根火焰金针，分别插入张安岳18个穴位。接着他再催动金针引毒术，将鸠羽叶之毒从张安岳体内逼出。整个过程不过几息的时间。张安岳活动了一下身体，感觉没有任何的不适，真气运转也完全正常。这就好了。见到这一幕，周围的权贵大佬们顿时瞪圆了眼睛。凌云竟然还会医道。紧随而来的陆雪瑶，一双美丽的眼睛顿时微张，散发出明亮的光芒。这鸠羽香之毒虽然本圣衣也能解，但却要耗费不少的手段，绝没有林小兄弟这般轻松写意。鬼手圣衣不得不佩服凌云在医道上的造诣，他立即环顾全场说道：诸位想尽快解毒的，过来请林小兄弟帮忙吧。鬼手圣衣这一喊，众人顿时醒悟过来，立即围了上来。林小，哦不，林少，还请施展一下妙手，我铁家堡欠你一个人情。林少，藏剑山庄请求驱毒，欠您一个人情。这些人都是苍风郡国的权贵人物，如今却围在凌云跟前，请求凌云的帮助。楚家众人看着这一幕，心头愤恨无比，但却又暂时无可奈何。我们走。楚问天虽然也中了毒，但影响不大，他们自然不可能去找凌云解毒。而此时的情况之下，他们更不可能会有机会来杀凌云。别说傲立半空的赵无极这一关过不了，天下群雄肯定也不会让楚家得逞。于是楚家众人只能在无比愤怒与憋屈的心情下，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一次
铺垫了如此之久，原本为了提升楚家影响力的求婚大典，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人财两空，颜面扫地，甚至连家族至宝尊者战图都被凌云夺了去。想到尊者战图，楚问天的内心更加撕裂。小贼子，我楚家绝不会这么就算了。楚问天愤恨地说着，凌云却没有听到。魏阁方权跪大佬驱毒后，收获了他们的人情。最后便是轮到陆雪瑶的家人了。凌云走到陆母面前，恭敬地喊了一声伯母。林公子，你这一声伯母，我可不敢当。陆母看了一眼凌云身后的陆雪瑶，然后转身便走。说实话，单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凌云今天表现，他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甚至可以说是完美。更甚至，凌云展现出来的天赋与影响力，都让他非常震惊。但是楚家有一位活了300年的武军境大尊者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的，包括围绕在凌云周围的哪些势力。这场世纪联姻，如果说楚家第一输家，那陆家绝对就是排第二。凌云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尖，突然感觉到一只温润的玉手抓住他的手掌。凌云，抱歉，我母亲就是这种性格。陆雪瑶带着歉意道。理解，是我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凌云当然明白陆母不待见他的原因，搅黄了陆家抱楚家大腿的计划，而他自身的实力与背景却无法为陆家遮风挡雨。凌云，别想太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不是你，我今天已经死了。陆雪瑶握紧凌云的手，看着凌云的眼睛，谢谢。迎着陆雪瑶深情的目光，凌云坚定的道，无论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狂风暴雨，让我们一起携手面对。陆雪瑶点头。凌云，顾倾城这时走了过来，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两人牵在一起的手，然后完美的唇瓣微微勾起，意味深长的盯着凌云道，凌云，恭喜你今天抱得美人归，不过你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哦。说完，顾倾城冲着陆雪瑶眨巴了一下眼睛，然后扭着纤细的腰肢离去。望着顾倾城绝美无瑕的背影，陆雪瑶心头触动。顾倾城刚刚朝他眨的那一下眼睛，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是正宫娘娘在看小妾一般。对，就是这种感觉。将这种奇怪的感觉抛开，陆雪瑶挥手道，好了，凌云，我先回陆家了，我陪你一起吧。暂时先不用。陆雪瑶摇头，然后留给凌云一个完美的背影，快步离去。看着陆雪瑶离去，凌云心头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难道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爱上陆雪瑶了？哼，凌云，看不出来你还是个痴情种。韩月的冷哼声响起，看来男人果然都一个样，提起裤子就不认人。凌云额头上满是黑线，韩月好像是吃醋了，他一直觉得他和韩月只是战友加伙伴关系，现在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被自己刚刚的求婚给刺激了？摇了摇头，凌云喊了一声张安月和鬼手圣衣，便准备立即回天玄武院。但他刚走出朱雀楼，凌云，诸葛瑾瑜踩着琉璃水晶鞋迎面走来，身后跟着那个名九叔的灰袍人聊聊。诸葛瑾瑜在凌云身前2丈站定，睿智的目光盯着凌云。闻言，凌云眼睛顿时微微一眯，冷笑道，如果是聊与楚天齐有关的，那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这次不聊他。诸葛瑾瑜摇头，明眸皓齿的道，这次聊聊你，或者准确的说是聊一个交易。哦，什么交易？凌云来了2分兴趣。诸葛瑾瑜道，林公子，这场堪称世纪婚典的宴会搞成这般收场，确实严重超出我的预料。我收回之前的话，你林公子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而是真的有了让我正视的实力。不过纵然你林公子现在有几方势力支持，但楚家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假如楚家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你，那些支持林公子的势力难道还会为一个死人跟楚家拼命不成？凌云脸色顿时一沉，如果楚家那位武军境大尊折出小不出手，谁能挡？我可以说服楚家将所有的报复只针对你一人，而不动天严城林家分毫，这就是我的筹码。诸葛瑾瑜最后这句话充满了自信，散发出掌控全局的气场。嗖，凌云骤然出手，捏住了诸葛瑾瑜白皙的脖颈，然后磨着牙齿说道，诸葛小姐，你知不知道用我的家人做筹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诸葛瑾瑜神色平静，但我相信林公子拒绝不了我的这个筹码，不是吗？凌云盯着这个女人的眼睛，缓缓松开了手掌，然后冷冷的道，你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你出手为一个人治疗。诸葛瑾瑜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放心，这个人不是楚家人。凌云挑眉盯着诸葛瑾瑜的眼睛，你为何肯定我就能救？吴掌柜在荒古秘境深中血毒归来，赵副院长为你以命相搏，鬼手圣衣也为你不惜与楚家为敌，你刚刚还如此轻易地化解了鸠羽夜之毒，将这些线索全部串联起来。诸葛瑾瑜瞪着明亮的眼眸盯着凌云问，林公子，还需要我为你分析的更详细一些吗？凌云深深地看了诸葛瑾瑜一眼，第一次对这个修为并不强大的美丽女人生出一丝忌惮。诸葛小姐，你这个交易我凌云应了，但希望你最好不要食言。凌云挥手，然后赶回了天玄武院。回到百宝堂后，凌云让鬼手圣衣见证了世界级1道奇迹。张安月的心丹田与灵根完美融合，他的修为也直接迈入武王境。奇迹啊，真的是世界级1道奇迹！鬼手圣衣赞叹不已，激动的脸色涨红。
这可是他师尊赛华佗都不一定能够解决的难题。凌云神色平静，就像是随手解决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他取出一份手抄，递到鬼手圣医手中。圣医前辈，这是上古医道针法，金针引毒术，您可以参详参详啊。这鬼手圣医捏着手抄，感觉有些不太真实，舌头在嘴里有些打结。这就给我了，这可是上古医道针法，对于一名医者来说，价值无量。凌云点头，鬼手圣医兴奋得不得了。老弟，我就在这百宝堂住下，搞不懂这金针引毒术便不走了。鬼手圣医显然是一个医痴，拿着手抄便火急火燎地离开了。林师弟，谢谢你。张安岳心情颇为复杂地看着凌云。今天凌云在舞台上对陆雪瑶的深情告白，对他刺激挺大，不足够的优秀，未来别说争过陆雪瑶，恐怕连站在凌云身边的资格都没有。林师弟，我在群星峰等你。群星峰是真传弟子的居所，显然突破到了武王境的张安岳也有信心击败一位真传弟子，在群星峰占得一席之地。凌云灿然一笑，露出2排白牙。安岳师姐，你放心吧，我很快就会来群星峰的。张安岳走后，凌云立即进入修炼密室，然后将尊者战图取了出来。在真气的托举下，尊者战图在面前缓缓展开。凌云催动混沌开天路，疯狂地吸收尊者战图中的力量。凌云丹田内的真气顿时暴涨，300丈、500丈、800丈。当尊者战图最后一丝力量被榨干后，凌云丹田内的真气膨胀到了匪夷所思的1000丈，然后才有了液化的趋势。武灵境算是勉强踏入了。韩月动容的道：“不愧是世界之书做的灵根，别的武修丹田真气膨胀到100丈便是极限，便能让真气开始液化，踏入武灵境。可凌云丹田的真气要膨胀到1000丈才是极限，这绝不仅仅是100倍数量的差距那么简单。越往后，凌云就越将拉开与同境界。不，从此刻起，同境界的武修已经不配与凌云相提并论。这是真的起飞了。还好有这尊者战图，不然不知要多久才能让丹田的真气膨胀到1000丈。凌云丝毫不心痛尊者战图，这毕竟只是一件辅助性的外物，眼下他没有外出的打算，提升自身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凌云起身，随意打出一拳，顿时在空气中形成一道真气拳波。以我现在的实力，武王境5重以下都承受不住我一拳吧。这时灰突突的声音传进修炼密室，少年郎有一个叫剑无血的前来拜访。剑无血跟他一届的山河榜第3名，对此人凌云倒是有些印象，便走出修炼密室。林师兄见凌云出来，远远的剑无血便起身迎上前来。当察觉到凌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剑无血眼睛一瞪，射出2缕难以置信的目光。这是武灵境一重，凌云体内像是蕴藏着一片汪洋大海一般，这是多少的真气啊！果然是需要自己仰望的天才，难怪连天玄武院第1天教主天齐都在他的手里，看来自己今天是来对了。凌云收敛气息，负手看向剑无血。剑无血，你来找我有何事？林师兄，这2天是咱们山河榜天才领取阅历的日子，我今天来。剑无血有些欲言又止，然后鼓起勇气说道：“是想请林师兄跟我一起前往内务堂领取阅历。”凌云听出了其中的玄机，问道：“这在内务堂领取阅历，难道还有什么玄机？”回林师兄，正常来说是没什么玄机的。剑无血苦笑道：“只是内务堂之前发放阅历的长老陈朝安失踪，如今发放阅历的事……等等。”凌云打断了剑无血：“你刚刚说陈朝安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凌云当然不会忘记，陈朝安的2个儿子是死在了他的手上。林师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陈朝安长老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昨天好几个咱们这一届的山河榜天才去领取阅历，都被轰了出来。说到这里，剑无血显得十分愤慨。山河榜天才的阅历，除了8000块灵石，还有辅助真气液化的丹药，可以说这是内院弟子最急需的修炼资源。阅历是武院给每个弟子的福利，是什么人敢如此嚣张？走，我随你一起去看看。凌云也还没有领取内院弟子第1个月的阅历，正好便去领了。当凌云2人刚走到内务堂的大门口，一道人影从内务堂被扔了出来。赤火，凌云认出了此人，乃是他们这一届山河榜排名第10的赤火。赤火鼻青脸肿的从地上爬起来，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凌云，当即就扑了上来，抱着凌云的大腿哭道：“林师兄，你终于来了！这帮人简直欺人太甚，你一定要为我们这一届山河榜证明啊！”凌云这一届山河榜呼声最大的楚天阳和叶梦烟，最终都未能进入内院，实际只有9人以山河榜天才之名直入内院。走，进去看看。凌云刚走到内务堂大门口，一柄青铜长剑飞来，插在他的脚下，想进内务堂报上名来。凌云，在楚天齐的求婚大典上出尽风头的那个凌云。不错，一道人影闪了出来，站在门口。来人身长9尺，肩宽体阔，双臂比常人更长一些，几乎与膝盖平齐。凌云，他们说你是一个强大的傀儡师，靠着一具强大的傀儡与陆师姐联手，将楚天齐都击败了。不过这些我都没有亲眼看见。如今有人将你排在内院弟子战力榜第10，而我庞青云便是那个被你挤出战力榜第10的人。说着，庞青云从地上拔出那柄青铜剑，战意灼灼地盯着凌云道：“
凌云，只要你不用傀儡能胜我，今天便有资格进内务堂。凌云朝内务堂里望了一眼，眉头微一蹙。显然，在内务堂主事的绝不是庞青云，而是比庞青云更加强大的人。既然如此，那就用拳头说话吧。唰，凌云脚掌往前一跨，然后一拳轰向庞青云。武灵劲一重，庞青云目光一凝，提起青铜剑一挡。凌云的拳头重重地砸在青铜剑之上，轰！庞青云如同一只煮熟的虾蚱，在空中飞了18丈远，然后踉跄着坐在地上。武灵劲一重，有这么强？庞青云完全是懵的，他竟然扛不住凌云随手一拳。这他妈是那个傻叉将凌云排在内院弟子战力榜第10的。凌师弟，现在你可以进来了。内务堂里面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凌云负手踏进内务堂，然后朝坐在大堂高位的那人望去，他的目光当即一致，脱口而出的喊道：万花雨。坐在内务堂执事位置上的这个美丽女子，容颜与万花雨一般无二。她身穿华丽的绿衣，身上有淡淡的荧光萦绕，一双黑宝石般的大眼睛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但是不同于万花雨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清纯，眼前这个女子眼眸中则是泛着媚态。凌师弟，我是花雨的姐姐万花影。万花影起身朝凌云走来，宛若一朵美丽的梨花。她边走边道：凌师弟，内院战力榜第10，屈才了。万花影心头是震惊的，一夜不见，凌云的实力简直像是发生了质的飞跃一般。纵然是他这位内院弟子战力榜第1，都没有必胜凌云的把握。关键是凌云的修为才不过武灵境一重而已。凌云沉默，见凌云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的意思，万花影转移了话题：凌师弟，现在外面有人说你是天玄武院第1天骄，你怎么看？凌云摇头，这种虚名毫无意义。第1天骄又不一定是第1高手，就比如楚天齐，虽然是天玄武院第1天骄，那也仅仅指的只是他的天赋。在天玄武院108位真传弟子中，起码有不少人都比楚天齐的实力强大。当然，这也是因为楚天齐年龄才不过20岁，凌师弟小小年纪便能有如此心态，实在让人佩服。不过我现在觉得师弟你倒也完全当得起这个称号。万花影美丽无瑕的脸上露出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然后将一个小储物袋递到凌云面前：凌师弟，这是你本月的月礼，薪俸3万灵石，炼气丹30枚，辟谷丹10枚，疗伤药1瓶，内院弟子服饰2套，请查收。说着，万花影又将另外2个小储物袋抛向剑无血和赤火，两人接过打开一看，剑无血顿时对万花影道：万师姐，怎么我的阅历只有林师兄的1/5？万花影挑眉：你山河榜排第几？第3啊。剑无血应了一句，然后争辩道：可就算我是第3，可差距也不应该那么大吧？他也是有打听过的，第1比第3最多高出1倍。他下意识地认为是有人克扣了他的阅历。万花影冷笑一声，用略带羡慕的语气道：人家林师弟现在不仅仅是山河榜第1那么简单，他现在还可以额外享受真传弟子的部分待遇。懂？哦。凌云眼睛微微一亮，看来这应该是赵无极的指示。剑无血立即站直身体表态：林师兄现在乃是我天玄武院第1天骄，别说只是享受部分真传弟子的待遇，就是享受真传弟子的待遇也没人敢说什么。万花影之前对凌云的待遇是有些不服的，但现在他是服气的。他冲着凌云眨了眨眼：凌师弟，明天是历届山河榜天才在火塔修炼的日子，千万不要错过哦。火塔这地方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否快速提升修为？凌云一连3问。听到凌云这话，万花影顿时扑哧一笑，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凌云：凌师弟，这火塔平时可是真传弟子才有资格进入的修炼宝地，火塔中蕴含着极为爆裂的烈焰之力，可以助武修淬炼真气，提升修为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凌云闻言，眼睛微微一亮：那万师姐，我们明天见了。凌云拱手道别，然后转身朝内务堂外走去。回到百宝堂，凌云发现吴德还是没有归来，不由有些担忧。这都2天了，吴叔还没有回来。凌云沉吟着，然后目光看向灰图图，喊道：小灰，你过来一下。灰图图似乎已经将那本《苍风郡国志》看完了，手里现在正捧着一本《藏神录》，看得津津有味。凌云喊了他2声，他才抬起头，一对阴阳眼有些不满地盯着凌云道：少年郎，本皇看这《藏神录》正有趣呢，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凌云走过去，从灰图图手里将那本《藏神录》夺了过来，然后十分严肃地道：小灰，吴叔被黑市3位5尊境强者追杀，已经过去1-2天了，我有些不放心，你出去帮我打听一下消息。嗨，本皇还以为是什么大事。灰图图人立而起，伸出2只爪子，又将《藏神录》抢了回去，然后夹在腋下。少年郎，死胖子只要不跟你在一起，就没那么倒霉，他死不了，过2天就回来了。不过现在有另外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个楚天齐能够完美的凝聚出血海法相真身，肯定是那个血魔出手的缘故。如果让他一直成长下去，危害不可想象。而且你不要忘了，他体内有1滴至纯的圣血，青苍老儿可不是一般的圣者，他的圣血非同小可，纵然是那一只血魔也不可能炼化，
只能利用这滴圣血不断变强。圣血确实动人心。凌云眼睛亮了一下，但旋即摇了摇头。可是偌大苍风郡国，要找到那只血魔，谈何容易？灰图图也摇头叹道：“可惜你第一次去朱雀楼，本皇没有跟你同去，否则便能在那血魔出手救楚天齐时，锁定那厮的气息。不过，少年郎，你让本皇出去打听死胖子的消息，本皇也正好出去透一下气。”凌云连忙捏住他的一只耳朵，十分严肃地叮嘱道：“你出去可千万不要给我惹事。”少年郎，放心吧，本皇活了这么多年，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灰图图拍开凌云的手，夹着那藏神录，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凌云则是再次进入修炼密室，开始炼化炼气丹，淬炼真气，继续提升境界。与此同时，陆家老宅，陆母、陆父、陆雪瑶3人站在大厅中间，两边则坐着陆家众高层，他们每个人的脸色都十分凝重。在大厅的上首端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正是陆雪瑶的奶奶，也是陆家目前的主事人陆谷真，一位武道大宗师。陆谷真看向陆雪瑶，开口问道：“真的就认定那小子了？”“是。”陆雪瑶娇躯站得笔直，“不后悔，不后悔。”陆谷真深深地看了陆雪瑶一眼，然后目光环顾全场。雪瑶拒绝楚天齐，没有问题，我完全支持。他这话一出，所人陆家高层均是惊愕无比，尤其是陆母更是瞪圆了眼睛。哼！陆谷真重冷哼一声：“我陆家之所以要与楚家联姻，就是为了寻求楚家的庇护。一个连自己女人有事都不敢扛的男人，不嫁也罢。”说着，陆谷真用恨铁不刚的眼神盯着陆家2代众人。今日他楚家连陆雪瑶的事都不扛，来日他楚家会庇护你们中那一个。闻言，众陆家高层均是欣然。楚家已经放话3天灭我陆家。陆谷真看向陆雪瑶：“你怎么看？”陆雪瑶镇定从容地应道：“至少半月之内，我陆家无恙。首先，楚问天等楚家高层均中了鸠羽夜之毒，他们至少需要2天来解毒。其次，消除楚天其带来的恶劣影响，是楚家当务之急。在此期间，我陆家立即抛售资产，和新族人全部迁移至我在天玄武院的别院暂居。”陆谷真点头问：“然后呢？”赵无极院为凌云以死相拼，在天玄武院，楚家想动我们就没那么容易。而凌云的天赋，你们是看见的，再加上我陆雪瑶，如此少则1年，多则3年，我陆家可不惧他楚家。陆雪瑶在说最后这句话时，娇躯挺拔，散发出强大的自信。善，示意把我陆家堵了。梭哈凌云。陆谷真拍板，然后看着四周的族人，冷冷的道：“大小姐刚刚说的话都听到了吧？就按她说的办，立即行动起来。现在是我陆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耍小心思，休怪老身不讲亲情。”众陆家高层都知道，这个时候窝里斗，那就纯粹是找死了。陆谷真又道：“对了，到了天玄武院，将那条地精火脉给那小子送去。”“娘，不可啊！”陆家2代陆西城站了出来，“那可是我陆家护族大阵的根基啊！人都走了，这东西还留着做什么？留给楚家。”陆谷真目光坚定，看着陆雪瑶道：“我陆家这次既然要赌，就全部梭哈，就压你2人能一飞冲天。”陆谷真也是没有办法，不赌凌云就会失去陆雪瑶。陆家2代就不用说了，没一个能扛齐的。陆家3代只有陆雪瑶有希望，赌凌云那就是希望加倍。一旦赌赢，还要啥护族大阵？当然，如果赌输了，也不要这护族大阵了。我替凌云先谢谢奶奶。陆雪瑶也没有想到奶奶陆谷真竟然如此决断，而陆谷真这么做，也等于将他牢牢与陆家绑在了一起。发生在陆家的变故，凌云并不知晓。将30枚炼气丹全部炼化，已是第2日清晨。凌云体内的真气也仅只是多液化了1成，达到了武灵境2重。这时，房门被人敲响，凌云拉开房门，就见万花影站在门外。凌云有些意外的道：“师姐，你怎么这么早？”万花影笑了笑：“师弟，火塔离你这里可不近，去得晚了，好位置都被别人占了。”“哦，那是得赶紧。”凌云立即出门。万花影边走边问道：“师弟，昨晚炼化了多少枚炼气丹？”“30枚。”凌云道。万花影点了点头：“如果是炼化3枚的话，师弟，你刚刚说炼化了多少枚？”“30枚。”凌云道。万花影顿住脚步，回头看着凌云，一双美丽的眼眸顿时瞪圆，舌头在嘴里有些打结。全部炼化了。凌云点头：“凌师弟，我突然觉得，那些人流传你是天玄武院第1天骄，或许并没有说错。你知道你一晚就炼化了30枚炼气丹是什么概念吗？炼气丹药效极其猛烈，寻常武灵境午休需要花费3天才能炼化1枚。就算是师姐我当初得到了10枚炼气丹后，也花费了小半个月才完全炼化。”万花影这般说着，然后问道：“凌师弟，既然你一晚上炼化了30枚炼气丹，恐怕修为离武王境也不远了吧？”凌云摇头，只是堪堪达到武灵境2重。万花影意思就是说，30枚炼气丹竟然只让你的真气液化了1成。天呐！万花影已经彻底无语了，用一种看怪胎的目光看着凌云。说话间，两人来到了一处广场，远远的可以看到一座到埋进地面下的黑塔。师弟，这就是我天玄武院的火塔。传闻在火塔下面有一团足以毁天灭地的火焰，
乃是天玄武院开宗祖师天玄道人降服于此。万花影正说着，一位身穿蓝色武袍的青年背负着双手走了过来。见到来人，万花影立即在凌云耳边低声道：“师弟，此人乃是108真传弟子中排名第10位的江正阳，他也是一名强大的傀儡师。小子，你的身上有血煞的气息。”江正阳的双眸中突然冒出寒气，瞪着凌云厉喝道：“杀过我江家族人！”凌云平静的道：“在荒古秘境，有一个叫江武阳的要杀我，没办法，只能是他死了。那是我的亲弟弟。”江正阳勃然大怒，杀意领天。万花影一步挡在凌云前面，沉声提醒道：“江师兄，火塔前禁止打斗。”江正阳本身的修为已达到了武皇境巅峰，再加上他傀儡师的手段，纵然是武宗境强者也可抗衡1、2。此时的凌云绝不可能是江正阳的对手。万花影马上要进入群星峰了吧？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我跟这小子之间的事情。江正阳此刻杀意滔天，丝毫不给万花影面子。他凝然地盯着凌云道：“姓凌的小子，你等着，看老子怎么冻死你！”凌云就算是泥人，也被江正阳挑起了火气。难道只能是江家人杀别人，而别人还不能还手不成？行，江正阳是吧？老子等着你来，不来的就是孙子！场面顿时剑拔弩张。肃静！火塔开启，火塔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姓凌的小子，你给我等着！江正阳瞪了凌云一眼，率先掠进了火塔。凌师弟，你既然已经杀了江家族人，现在说什么也没有意义了。总之一句话，你后面一定要小心了。江家深不可测。万花影来自万家，知道的秘辛要比别人多一些。江家是隐在暗中的大族，屹立千年不倒。有人猜测，江家10之8九也有活着的武君境大尊者。多谢师姐提醒，我会注意的。凌云并不后悔之前杀了江武阳，武道之路本就是要一往无前，江家人不来则已，来无非就是一战。不过凌师弟，火塔内没人敢动手，你可以安心修炼。万花影说完，边走边问道：“对了，师弟，你准备去第几层？第1层还是第2层？”凌云的修为虽然比他低，但实力比他强一点点，应该能扛住第2层的火焰之力。凌云感受了一下第1层的火焰之力，想了想，我先去第3层看看。万花影来到火塔第3层入口，一张虚幻的人脸飘了出来：“小子，我是这火塔的塔灵，提醒你一句，这第3层没有武皇境的修为，下去就是找死。”凌云拱了拱手说道：“前辈，我想下去试试。”来到火塔的第3层，炙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得凌云有一种皮肤都要燃烧起来的感觉。这火塔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果然只有宗门才能提供如此的修炼宝地。但凌云觉得这还不是他的极限，去第4层看看。凌云没有在第3层停留修炼，而是选择继续往下。站在第4层入口，肉眼可见空气都微微变形，足以想象里面的火焰之力的恐怖。难怪万花影说这火塔下面的火焰足以毁天灭地。那只塔灵又飞了出来，出现在凌云的面前，声音柔和了许多：“少年，你叫什么名字？”凌云。凌云，你不过武灵境修为，竟然能够在这火塔的第3层如此镇定从容，实在是出乎本塔的意料之外。不过这火塔第4层的火焰之力比第3层起码强了1倍不止。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吗？凌云目光十分坚定。不错，我还要继续再尝试一下。好。火塔塔灵深深地看了凌云一眼，然后说道：“凌云，只要你能够在第4层坚持住，本塔可以给你一门上古火焰操控的技能。”闻言，凌云眼睛微微一亮，然后一步跨越了第3层和第4层之间的屏障，来到了第4层。第4层的火焰之力果然十分恐怖，纵然只是站在修炼室外面，周围不断汹涌而来的火焰之力，让凌云有一种全身都要燃烧起来的感觉。凌云连忙运转混沌开天路，那种难受的感觉才好了一些。凌云活动了一下身体，虽然那种炙热的感觉依然还是存在，但他觉得这还没有到达他的极限，那就再去下一层看看。凌云来到通往第5层的入口，你要去第5层？火塔的塔灵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凌云。凌云平静地说道：“前辈，这第4层的火焰之力确实很强，但我感觉还没有到达我的极限，我想到下一层去试一试。”塔灵，呼！凌云运转混沌开天路，一步跨越了第4层与第5层的屏障，来到了火塔的第5层。第5层的火焰之力让得空气都变得了虚幻起来，置身于其中，凌云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好像要被这火焰之力烧成虚无。凌云立即催动小世界，将其中的混沌气引导出来。有了混沌气的加持，凌云勉强能够在这火塔的第5层坚持住了，这应该就是我目前的极限了。凌云看向周围，相比火塔第1层的数10个修炼密室，这火塔的第5层一共只有10间密室。心头这般想着，凌云选择了一间空置的修炼密室。看着凌云一步步朝修炼密室走去，火塔的塔灵震惊地说道：“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这简直就是非人类的表现。”火塔的塔灵飞了过来，看着凌云，他那虚幻的脸上还残留着震惊之色。凌云，你的表现已经达到火塔建立以来史上最强，这是一门上古火焰操控之术，可助你修炼吸收这火塔的火焰之力。一个黑色卷轴飞到了凌云面前，多谢前辈。凌云接过黑色的卷轴，打开一看，一道红光没入凌云的眉心，烈焰燎原，
这是一门可以大面积操纵火焰的秘术。凌云，此上古火焰操控之术需要很强的灵魂力，能够学到几分，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塔林在旁边说道。凌云感受了一番，然后催动9幽断魂路，刹那间，整个火塔第5层的火焰之力全部沸腾起来。啊，这，塔林彻底呆住了。凌云的灵魂之力竟然也如此之强，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前辈，多谢你赠送此上古秘术，我感觉有了此术，这一次修炼必将大有收获。说完，凌云选择了一间修炼密室走了过去。望着凌云的背影，火塔的塔林已经麻了。来到修炼密室后，凌云盘腿坐下，混沌开天路，现在就看你的了。随着凌云运转功法，空气中一缕缕烈焰之气朝着凌云汇聚而来，然后被混沌开天路炼化为精纯的真气融入丹田之中。与此同时，一片瘴气弥漫的山林，奔逃了3天的姬千柔提着楚天旗从半空降落而下，然后将楚天旗扔在地上。这里是什么地方？楚天旗双目不再猩红，已经恢复了冷静。这次被凌云逼得身败名裂不说，现在还被玄冥神教护法救走，他楚天旗现在就算是跳进通武神里也洗不清了。不过眼前这个地方十分陌生，绝对不是玄冥神教总坛黑木崖，这是圣教灵石的总坛所在。姬千柔挺着傲然的胸脯，扭着水蛇般纤细的腰肢往前走。跟本护法来，本护法带你去见一位大人物。这1个月来，天玄武院6位老祖同时出动，更携带3幅尊者战图。玄冥神教总部黑木崖被铲平，教众折损近半，连教主北冥夜也受了些伤。可以说玄冥神教的声势已经降到最低，但如果能让楚天旗公开宣布加入玄冥神教，不仅能打击天玄武院的声望，也能提振玄冥神教的士气。毕竟楚天旗不仅仅是天玄武院第1天骄，更是苍风郡国大族楚家的少主。来到密林深处，一片开阔地，玄冥神教护法5毒尊者鬼见愁以及数位5宗境舵主均是跪倒地。一位身穿黑袍戴着鬼脸面具的神秘人端坐在上方，他正是一巴掌将赵无极拍进地下的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不过此刻的北冥夜远没有月余前在天玄武院前的无敌气势，那双宛若黑洞的瞳孔少了些许摄人心神的幽光。那条盘在北冥夜身后的离火魔龙也耸搭着脑袋，不像在天玄武院山门前那般魔焰滔天了。姬千柔拜见教主。姬千柔上前躬身一拜，楚天旗站在姬千柔身后，凝望那位玄冥神教教主片刻，然后低下了头颅。楚天旗拜见教主。站在众玄冥神教修士后方的万花与见到这一幕，顿时惊得愣在原地。这可是楚家少主天玄武院第1天骄，竟然也来投靠玄冥神教了。子羽就站在万花羽的身侧，他自然也听说过这位天玄武院第1天骄，不过看上一眼后，他便发现见面不如闻名。这一次玄冥神教被天玄武院铲平，他趁乱吸收了大量真气，只要将这些真气消化完毕，他便能踏入五黄境。而他的年龄不过19岁，比楚天旗还要小1岁。但是五黄境便是吸星大法前3层的极限了，要想继续往上提升修为，便必须找主人拿到吸星大法后面地功法。这时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开口了：楚天旗，知道本教主为何会让2位护法冒着危险将你救回来吗？楚天旗抬起头，从容地回道：教主需要我公开宣布加入玄冥神教的声明，一来可以提拔玄冥神教的士气，打击天玄武院的声势，削弱楚家在苍风郡国的影响力；二来我便再无退路，只能成为玄冥神教的一份子。北冥夜点了点头，不愧是天玄武院第1天骄，不过这只是其一。说着，他伸出2根修长的手指，还有2个原因。第一，你的体内有一股特殊的血气，与几天前出现在朱雀楼的那道血光相似。本教主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让他来见我。楚天齐闻言，心头微微一惊，这位玄冥神教教主的暗黑之谋似乎能洞穿一切。第二，1个月前，你曾在天岩城外的魔云山脉镇压兽潮，现在那里出现了一座上古遗迹。什么？楚天齐这次动容了，魔云山脉的那座上古遗迹终于现世了，恐怕这才是玄冥神教将自己救来的最大原因。与此同时，天玄武院火塔，赵无极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他刚进入火塔，塔灵就飘了出来。塔老前辈，凌云此刻在什么位置？他去了第5层。什么？赵无极瞪圆了眼睛。第5层，这可是5宗境强者淬炼真气的地方，这凌云为了提升修为是不要命了吗？这般想着，赵无极立即朝火塔第5层赶来。他刚一进入第5层，顿时就是一愣，什么情况？一间间修炼密室的房门陆续打开，在里面修炼的武修都走了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疑惑不解，因为整个火塔第5层的火焰之力都没了，全部汇聚到了一间修炼密室。望着那间被火焰之力包围的修炼密室，江正阳一脸震撼的道：真传弟子中到底是谁隐藏了如此可怕的实力，能够造成如此可怕的景象？必然是有人在5宗突破。5宗境，天玄武院108位真传弟子还无人达到5宗境，难道是火舞事件？有真传弟子猜测这不是不可能，但是火舞一般是在火塔第6层修炼，这也是江正阳第一时间排除火舞的原因。但此刻望着那被火焰之力包围的修炼密室，除了火舞，江正阳实在想不到还有第2个人。
能够在修炼之时造成如此可怕的景象。原来火舞师姐也想装一下。江正阳明白了，只有火舞一人能抵达第6层，如此轰动的景象自然就无人看见。但在第5层就不同，将有不少人见证。毕竟努力修炼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2个目的，一个就是求无敌，一个就是为了装逼。但其实无敌说到底也是装逼的一种。据说火舞师姐已经在5黄境巅峰沉淀了3年，她这一次突破，恐怕立即就会成为5宗境中的佼佼者。有真传弟子一脸羡慕，5宗境啊，他们中不少人都是5黄境巅峰，看似距离5宗境只有1步的距离，但这却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距离。首先就是灵根，灵根品级在地级以下的5宗突破的成功率只有3成。其次，5宗境与其他境界不同，5宗突破时会伴随烽火大劫，一旦失败，修为全废。所以很多人不是没有达到突破的临界点，而是不敢突破。这时火塔第5层的通道打开，一道火红的人影走了上来。来人扎着高高的长辫子，娃娃脸，腰间系的一个红布带。火舞师姐。江正阳眼睛一瞪，然后猛然转头看向修炼密室，这竟然不是火舞师姐在此修炼，那修炼密室中的人到底是谁？火舞看着江正阳，冷悄的道：刚刚我在下面听说有人说我也想装一下。江正阳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火舞伸出一根小小的手指，冲着江正阳勾了勾。江正阳迈着艰难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火舞走去。明明只有几丈远的距离，江正阳却感觉有天涯海角那么遥远。你说说我想装什么？火舞问。江正阳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艰难的开口道：师姐，我错了。啪！江正阳一巴掌抽在自己的右脸上。见火舞依然扬着下巴，江正阳又一巴掌抽在了自己左嘴巴上。好吧，原谅你了。火舞兴趣缺缺，然后转头看向凌云所在的修炼密室，问道：在修炼密室的家伙是谁？不会是哪个楚天奇吧？最近2个月他一直在火塔第6层修炼，但却突然感觉到火焰之力紊乱，所以不得不终止了修炼，然后来到了第5层。江正阳小心翼翼地上前说道：回火舞师姐，肯定不是楚天奇，我们之前一直以为是你在这里修炼来着。火舞眉头顿时微微一皱，你怎么这么肯定？江正阳回道：因为楚天奇已经坠入魔道，背叛天玄武院。这时火舞发现了赵无极就站在不远处，他的瞳孔不由一缩，一段时间不见，这位天玄武院的副院长实力飙升了很多啊，5尊境8重，能够让赵无极在此等候，这在修炼密室中的人身份和地位怕是不一般呐。此刻那萦绕在修炼密室周围的火焰之力全部缩进了密室之中，突破要结束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众人的神色都变得肃然起来。我们即将见证一位武道大宗师的诞生。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轰隆隆，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响声，修炼密室恢复了平静。修炼密室的大门打开，一位身穿玄袍的少年从修炼密室缓缓走了出来。什么？是凌云？江正阳目瞪口呆，直接愣在原地。其他人的眼中也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弄出如此大修炼动静的，竟然不是任何一位真传弟子。武王境，这怎么可能？一个武王境的小武修突破，怎么可能将整个火塔第5层的火焰之力全部吞噬吸收？这未免也太夸张了，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凌云。火舞撅着嘴巴，饶有兴致地盯着眼前这个少年，年龄比他还小些，但这天赋有些非人类啊。这一刻，江正阳的脸色变得格外的凝重，眼前这个小子天赋实在是太可怕了，甚至是修炼地功法，等级也相当的高，仅只是突破到武王境一众，就引来了如此可怕的动静。这如果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他甚至没有机会再为亲弟弟报仇了。所以必须趁着现在还有击败凌云的希望，立即动手。凌云。江正阳一步迈了出来，横在凌云的面前，冷冷地说道：小子，单挑吧，不分胜负，分生死的那一种，敢不敢？江正阳，你这是做什么？赵无极第一时间赶了过来，拦在2人中间。江正阳半步不退，冷冷地说道：赵副院长，这凌云在荒古秘境杀了我的弟弟江武阳，今日我必须要亲手为我弟弟报仇。江家不可欺。赵无极顿时很不爽，江家不可欺，如果是江家的家主来说，这话倒还不错，但你一个武皇境小辈竟然也在我面前装逼。不过江家的实力确实深不可测，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想与江家为敌。江正阳。火舞迈步走了过来，虽然我不知道这位林师弟为何会杀了你弟弟，但今天给我火舞一个面子，这挑战暂且压后如何？江正阳眼睛微微一眯，师姐，你想保他？火舞闻言小脑袋往旁边一歪，江正阳，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上吧。说着，火舞又看向凌云，林师弟，你尽管放手打，不用给我面子。江正阳。凌云看向江正阳，江正阳，既然你要战，那就来吧。凌云直接火力全开，面前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萦绕着火焰的金光剑指，这是凌云参悟了烈焰燎原，再结合封神暗指杀创造出来的新招式。轰隆隆，上百支金光剑指直接轰向江正阳，先下手也没用，绝对的境界差距，你无法跨越。江正阳冷然一笑，立即催动真气，凝聚出最强防御护盾。但是面对凌云全力一击，江正阳面前的真气护盾竟然如同纸糊的一般轰然破碎，金光剑指重的轰在他的胸膛之上。噗！
江正阳顿时如同虾仗一般倒飞了出去，撞在火塔的石壁之上，然后喷出一大口鲜血。望着眼前这一幕，赵无极惊愕无比。纵然他已经猜到凌云这一次突破后实力肯定有着非常巨大的提升，但是他也万万没有想到，凌云在不动用那白骨骷髅的情况下，竟然能够凭借自身的修为一招将武皇境巅峰的江正阳打伤。武王境击败武皇境巅峰，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就连站在不远处的火舞都露出了惊愕的神色。至于说周围那些真传弟子，就更加是目瞪口呆了。凌云竟然一招击败了108真传弟子中排名第10的江正阳，那如果要击败他们，那还不是易如反掌的吗？江正阳愤然地从地上爬起来，催动出了傀儡。这是一具全身散发着金属般光泽的人形傀儡，但是这人形傀儡刚一出现在江正阳的面前，就被密密麻麻的金光剑指击中，然后被轰得倒飞了起来，再次将江正阳撞得倒飞。可恶啊！江正阳憋屈无比，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憋屈的战斗。这凌云的攻击又快又猛，完全天克他这个傀儡师。萧，老子跟你拼了！江正阳浑身是血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就要跟凌云拼命。够了！赵无极怒吼一声，5尊境强者的气势勃发而出，将江正阳镇压在原地，不能动弹。然后赵无极看向凌云，脸色肃然地说道：凌云，你已经击败了一名真传弟子，而且修为达到了武王境，现在你已经拥有了真传弟子的身份，可以搬到群星峰居住。今日暂且饶他一条性命如何？闻言，凌云的眉头顿时一皱，放虎归山，这绝不是他凌云的风格。林师弟厉害啊，不过武王境一众，竟然就能将武皇境巅峰的江正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我天玄武院竟然出了一个你这等天骄人物。火舞迈步走了过来，冲着凌云眨了眨眼睛。林师弟，给师姐我一个小小的面子，今日就暂且放过这江正阳如何？对于眼前这位名叫火舞的女孩，凌云感觉到了强大的威胁。对方虽然跟江正阳一样都是武皇境巅峰的境界，但是凌云能够敏锐地感觉到，除非他开启天魔9变第2变炼狱黄泉，否则根本没有战胜火舞的可能性。赵无极也沉声说道：凌云，现在有比你杀这江正阳更重要的事情。听到赵无极这话，凌云心头咯噔一下，突然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凌云，你随我过来。赵无极对着凌云招手。凌云瞥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江正阳，然后迈步来到赵无极身前，声音低沉地问道：赵副院长，可是出了什么事情？赵无极脸色凝重地道：凌云，你可记得那院长老陈朝安？凌云点了点头。万花影昨天说这个陈朝安已经失踪好几天了。赵无极嗯了一声，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陈朝安已经死在了天岩城。什么？凌云脸色猛然一变，陈朝安去了天岩城？赵无极点头说道：武院已经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天岩城调查。赵副院长，我要立即回家一趟。凌云不由分说，立即朝火塔外面奔去。凌云刚冲出火塔，远远的就看见陆雪瑶站在广场边缘。凌云连忙走了过去，问道：师姐，你怎么在这里？陆雪瑶取出一个鸽子蛋大小的赤红色圆珠，递到凌云面前：这是我奶奶给你的东西。凌云愕然。陆雪瑶笑着说道：奶奶决定赌你，我们陆家全部梭哈。凌云意外了，但同时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压力。陆雪瑶将珠子塞到凌云手中，说道：将这地脉火金带在身上，半年之内相当于你一直处于火塔第5层之中。凌云再次震惊，陆家竟然拿出了如此宝物。有了地脉火金，相当于他随时就处于修炼之中，1个月突破武皇境也不是不可能。好，师姐，请你替我先谢谢陆奶奶，我现在有急事，需要先回天岩城一趟，待我回来之后一定登门亲自向陆奶奶道谢。陆雪阳闻言，柳眉顿时一皱，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凌云点头：师姐，我现在就不多说了，要立即赶回天岩城，我陪你一起吧。陆雪瑶说道。凌云摇了摇头：师姐，楚家现在肯定在等着机会，想将你我2人一网打尽，你现在留在天玄武院更加安全一些，而且我现在回去是打探消息，一个人更方便一些。说完，凌云施展出流光雷影，朝着天岩城的方向快速掠去。如今天岩城和凌云离去前的1个月没有什么变化，热闹喧嚣的街道中，来往的人群议论着2个热点话题。第一个就是天玄武院第1天骄，楚家少主楚天齐公然宣布加入玄冥神教。第二个就是城外的魔云山脉又有异动，传闻有惊天秘宝即将现世。这个消息倒是引起了凌云的一点点的兴趣，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回家看看母亲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到林家的府邸面前，发现林家没有什么异常之后，凌云不由松了一口气。然后他进入府院之中，见到了自己的母亲萧琉璃。凌云现出身形，轻声的喊道：娘，鱼儿，你怎么回来了？萧琉璃惊喜的看着凌云：娘，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家里没有出什么事吧？凌云问道。萧琉璃微笑着上前，拉着凌云的手到旁边坐下，然后说道：有朱姑娘在家里面，一切都安好。朱姑娘？凌云眉头猛然一皱，正要将感知散开，内堂的窗帘拉开，诸葛景瑜从里面走了出来。凌云的瞳孔顿时眯成了一根线，盯着诸葛景瑜道：是你杀了陈朝安？诸葛景瑜摇头：林公子，我也是在接到陈朝安往天岩城赶来的消息后才跟过来的。当我赶到林家之时，陈朝安就已经被朕杀了。是吗？
凌云不由想到了顾倾城，难道是自己的这个未婚妻在暗中派人保护林家？凌云将感知释放到最大，但也未能在林家察觉到除了诸葛瑾瑜之外的陌生气息。林公子，我的情报系统竟然没有发现你是如何从天玄武院来到天岩城的。诸葛瑾瑜眨了眨眼睛，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凌云。很显然，凌云一定是施展了某种强大的易容之术，极有可能就是吴德那门出神入化的千幻莫名。凌云沉默，这时诸葛瑾瑜语气有些凝重地说道：林公子，虽然我们之前在朱雀楼外达成了约定，不过很抱歉，楚家知道了你在火塔内的逆天表现，他们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你扼杀在摇篮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楚家的强者已经在赶来天岩城的路上。几乎就在诸葛瑾瑜话音刚落，一辆庞大的黄金战车横贯长空而来，降落在林家府邸之前。凌云小儿，我知道你就在林家，现在本长老给你一个机会，主动出来受死，否则整个林家将鸡犬不留。楚老三的声音从府邸外传了进来。凌云看向诸葛瑾瑜，诸葛小姐，你现在站哪边？诸葛瑾瑜冲着凌云眨了眨眼睛。林公子，是不是如果我说站楚家，你就会马上将我原地击杀？凌云沉默，但意思已经很明显。林公子，如果我所料不差，赵副院长肯定是来不了了，他必然会被楚家堵在天玄武院，所以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用我的命可保林家。凌云眉头顿时一皱，难怪他没有在诸葛瑾瑜身边感受到那位名叫九叔的灰袍人，这女人早就算到了一切。但说实话，凌云很不喜欢这种选择。诸葛小姐，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还有其他的选择。说完，凌云转身朝府邸外走去。望着凌云的背影，诸葛瑾瑜眼中亮起一抹明亮的光芒。显然，这个男人手中还隐藏着他都不知道的强大底牌，真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小男人。这般想着，诸葛瑾瑜立即组织林家人躲进密道之中。林家大长老看着萧琉璃传音道：主母，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让少主压力太大了些？萧琉璃微微一笑，看了不远处的诸葛瑾瑜一眼，然后说道：大长老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难道没有发现经过这个多月，鱼儿比以前成长了太多吗？大长老想了想，这倒也是，那我们就安心看少主表演吧，反正有主母您在，我们什么也不用担心。此刻林家府邸外除了楚老三以外，还有3位武宗境强者以及数十位武皇境高手。显然这一次为了猎杀凌云，楚家可以说是派出了万无一失的强大阵容。但是面对楚家如此强大的猎杀阵容，凌云镇定从容，他单手执剑，傲然屹立在林家府邸大门前，然后意念一动，白骨生物从地面浮现而出。看着这白骨傀儡，楚老三轻蔑的一笑：小贼子，如果你今天的依仗就是这所谓的白骨傀儡，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是吗？凌云冷然一笑，突然如同鬼魅一般在原地消失，然后出现在一位楚家武皇境高手面前。唰，雷劫剑猛然刺出，洞穿了这位楚家武皇境强者的眉心。楚家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之前火塔中传来消息，凌云已经击败了真传弟子排名第10的江正阳，但这毕竟只是传言。此刻亲眼目睹凌云瞬杀一位武皇境武修，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得楚家众人心头掀起了滔天巨浪，久久难以平息。这凌云的成长速度实在太可怕了，这不过短短几天，自身的实力竟然就已经能够让击杀武皇境高手，如果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必然会成为楚家的噩梦。这一刻，楚老三非常庆幸族长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必须要将凌云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就要开口下令对凌云展开绝杀。这时凌云手里出现一枚拳头大小的黑色兽核，一股毁灭性的恐怖气息从凌云手中那枚兽核之中散发出来。武尊境巅峰的兽核，楚老三眉头猛然一跳，感觉背脊有些发凉，周围那些楚家强者一拳都神情骇然，下意识地后退了数步。这可是武尊境巅峰的兽核，这里面的能量一旦爆发开来，没有任何一个武尊境以下的武修能够承受得住。楚老三想杀我凌云，那就来啊，大家一起玩玩。凌云的脸上浮现出疯狂之色，那枚武尊境的兽核不断释放出毁灭性的气息。这一刻，楚老三的脸色像是吃了一只绿头苍蝇般难看。他是奉命来杀凌云灭凌家，但不是来跟凌云同归于尽。他可是武宗境巅峰，还有希望更进一步突破到武尊境，那可是武尊境他这一生最终极的追求。他也不是不懂养虎为患的道理，不过楚家还有更强者，天塌了还有他们顶着。周围那些楚家强者同样也不想跟凌云陪葬，他们大多数都是楚家的供奉，并不是楚家的敢死队，只是拿钱办事。但是这次围杀凌云的行动还没有开始，就有一位楚家强者被凌云斩杀，可以说楚家是颜面扫地，他们也不甘心就此退去。可面对凌云手中那枚武尊境巅峰级兽核，楚老三不敢赌，场面一时陷入了焦灼和僵持。三长老，这时诸葛瑾瑜从里面走了出来。瑾瑜，你怎么在这里？楚老三瞪圆眼睛，疑惑地盯着来到了凌云身侧的诸葛瑾瑜。难道是凌云劫持了诸葛瑾瑜？楚家已经损失了天骄楚天齐，绝不能再损失诸葛瑾瑜。三长老，凌云手握这枚武尊境巅峰的兽核，凡是靠近凌家之人，皆会灰飞烟灭。你们继续在此僵持毫无意义，不如先行退去，
以谋后策。可是楚老三相当的不甘心。另一位楚家武宗境强者同样不甘心地问道：“景瑜，这凌云手持武尊境巅峰兽核，难道我楚家便永远无法击杀此子了吗？”诸葛景瑜看着凌云问道：“凌公子，你会一直待在凌家吗？”凌云顿时满头黑线。楚老三深深地盯了诸葛景瑜一眼，然后大手一挥：“我们先撤。”楚家强者顿时如潮水般快速退去。望着楚家强者离去的方向，凌云心头并没有一丝的轻松。他非常清楚，楚老三等人并未远去，就在天岩城外伺机而动。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选择：灭掉楚家。凌云看向诸葛景瑜，但他还未开口，诸葛景瑜抢先一步出声：“凌公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楚家先祖楚小布已经知晓了你的存在。如果你在1个月之内不死，我敢断言，这位武军境大尊者便会出关亲自来杀你。所以，我们仅限于之前的合作。你救人，我诸葛景瑜用命保凌家1个月，如何？”见诸葛景瑜已经将话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凌云倒也没有再说什么，同意了诸葛景瑜的交易。来到自家的修炼密室，凌云将陆雪瑶给他的那条地脉火晶取了出来。1个月后，一位武军境大尊者就要来杀你了，你似乎一点都不慌的样子。韩月的声音从丹田中响了起来。凌云微微一笑：“韩月，我突然想明白了，你我现在一体共鸣，像武军境这样的老怪物，我肯定打不了。”韩月错愕的道：“你的意思是要让我去扛？”凌云，你是不是对我的实力有什么错觉？是不是因为我之前给了你一种我无敌的错觉？本魔主现在只是一个虚弱的灵魂体而已，你要是指望我，还不如去四海钱庄求你的那个未婚妻。你要是能够让他出面，那解决楚家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凌云顿时一脸尴尬，又去四海钱庄求顾倾城，那还不如自己扛算了。这时，一股磅礴的能量波动突然从魔云山脉方向传来，凌云豁然起身，望着魔云山脉方向。强大的感知下，凌云发现很多武尊境的武修在激战，甚至在这些气息中，凌云还发现了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的气息。看来这一次魔云山脉的遗迹是玄冥神教发现主导的。凌云沉吟着，这种层次的遗迹争夺，显然不是他能够掺和的。宝物可能就在眼前，却没有实力前去分一杯羹，心头很不爽啊。凌云心头烦躁，尝试了好几次都无法静下心来修炼，他便暂时放弃了，然后走出了密室。但凌云刚走出密室，夜色下一道黑色人影掠进了凌家府邸。谁？凌云施展急速奔掠过去，截住了黑衣人。黑衣人捂着胸口，惊愕地看着凌云，显然是绝没有想到，在这小小的天岩城，竟然还有凌云这等少年天才，能够瞬间发现他的气息。黑衣人取出一个储物袋，语气衰弱的道：“少年，我是黑市一品堂的道尊姚万生，这是我在魔云山脉抢到的秘宝，是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伤的我，你一定要为我报。”话音未落，姚万生喷出一大口鲜血，栽倒在地，气绝而亡。凌云没有第一时间去拿姚万生的储物袋，而是立即催动混沌开天路，吞噬吸收姚万生体内残留的真气。吸收了此人的真气，凌云的修为再进一步，达到了武王境2重。然后至尊鼎传出一股吞噬之力，姚万生灰飞烟灭。接着凌云才捡起了姚万生的储物袋，打开，一位武尊境强者的收藏，相当丰富，起码价值1000万灵石，赚大了。除此之外，一个还带着泥土的黑铁箱子引起了凌云的注意，显然这个便应该是姚万生在魔云山脉抢到的秘宝了。打开，散发着5颜6色的宝石出现在凌云的视线中。凌云眼睛一瞪，惊愕地说道：“这是五行石，这些五行石蕴含着浓郁的五行之力。五行之力，这是武尊境武修突破武军境必备的一种能量。苍风郡国为何武军境武修极少，就是因为五行有缺。有了这些五行石，像吴德、赵无极等人，完全可以用这五行石突破到武军境，这简直可以批量制造出武军境。”凌云大概数了一下，这黑铁箱子里面一共有300块五行石，保守估计起码能够制造数十位武军境武修，数十位武军境武修啊，足以横扫整个苍风郡国。凌云深吸一口气，将黑铁箱子全部收藏起来。这时诸葛景瑜疾步走了进来，说道：“凌云，玄冥神教已经将整个天岩城围了起来，现在他们正在全城搜捕一位黑市强者。”凌云眉头微微一皱，玄冥神教敢如此猖狂？诸葛景瑜看了凌云一眼，说道：“那位黑市强者一定在魔云山脉得到了了不得的绝世宝物，而且极大可能是从玄冥神教的手中抢来的，所以玄冥神教才会如此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挖地3尺，也要将此人找出来。”说完，诸葛景瑜好奇地打量着凌云：“我实在很好奇，为何此人的气息已经彻底完全的消失，就好像从未在这世上出现过一般？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凌云平静地说道：“你绝对不想见识。”望着凌云的背影，诸葛景瑜越发感觉难以看透眼前这个少年。难道1个月之后，他还真的有可能逆天翻盘，从楚家的手中活下来？这时，楚天齐带着一队玄冥神教的强者出现在凌家府邸前，望着府邸大门上的牌匾，楚天齐皱眉道：“凌家？莫非这就是那凌云所在的家族？”不错，凌云迈步走了出来，站在府邸门口。凌云，一股滔天的怒火与恨意涌上心头，楚天齐体内的真气暴涌而出。接着，
楚天齐全身绽放出耀眼的剑光，人剑合一。楚天齐一出手就是竭尽全力，楚天齐身化剑光朝凌云杀来。但是面对楚天齐全力一击，凌云镇定自若，并没有召唤白骨生物，甚至连天魔九变与混沌气都没有动用，纯粹的自身修为。凌云双手抬起，面前凝聚出密密麻麻的萦绕着火焰的金光剑指。接着凌云双手往前一推，轰！楚天齐被打得倒飞了出去，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半跪在凌云的面前。你怎么可能？楚天齐显然还并不知道，凌云在火塔中已经将真传弟子排名第10的江正阳都击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凌云竟然在没有动用那个白骨傀儡的情况下，竟然一招将他击败。他现在竟然接不住凌云一招，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得楚天齐的内心完全撕裂。这才几天啊，凌云的实力为何会变得如此强大？楚天齐身后那些玄冥神教的武修同样愣在了原地，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少年竟然一招就将楚天齐击败。纵然是玄冥神教的那位天才圣女，也远远没有如此可怕。可以说，凌云展现出来的实力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诸葛瑾瑜也有些呆住，之前凌云是武王境一众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实力就足够让人震惊了。可此刻，凌云仅仅只是提升了一众的修为境界，但他的实力却发生了如此强大的提升，一招击败楚天齐。这个少年的天赋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一刻，他甚至有了一种近乎于荒谬的念头，直接站队凌云算了。可是，一想到楚家那位武君境的大尊者楚小布，诸葛瑾瑜心头的那一抹念头，顿时又被他强行摁了下去。不要杀他！诸葛瑾瑜冲着凌云的背影喊道。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得楚天齐几乎忘记了近在咫尺的性命危险，他下意识地朝诸葛瑾瑜望了过去。当真正确认出生的人就是诸葛瑾瑜的时候，楚天齐的内心再一次被狠狠地撕裂。你怎么会在这里？外界传言诸葛瑾瑜是他楚天齐的红颜知己，是站在他楚天齐背后的女人，但此刻他的这位红颜知己竟然出现在凌家，站在了凌云的背后，甚至此刻他还要这位女人向凌云求情才能活命。一种巨大的屈辱涌上楚天齐的心头。凌公子，不要杀他！诸葛瑾瑜来到了凌云身边，他还有用？我不觉得他还有什么用。话音落下，凌云手腕往前移动，雷劫剑洞穿了楚天齐的脑袋，从后脑穿出，红的白的流了一地。楚天齐瞪圆了眼睛，完全无法接受他就这么死了。接着凌云脚步一跨，将楚天齐身后那些玄冥神教的武修全部斩杀。放肆！震动天穹的声音宛若雷霆从9天落下，整个天炎城所有人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一条长达近100丈，全身萦绕着魔气的蛟龙横贯长空而来，在离火魔龙的头颅之上，一个身穿黑袍戴着鬼脸面具的神秘人傲然屹立，正是玄冥神教的教主北冥夜。他那一双宛若2个黑洞般的眼眸朝凌云望了过来，见到诛杀玄冥神教武修之人竟然是凌云之时，北冥夜的瞳孔不由骤然一缩。他当然记得眼前这位少年，1个多月以前在天玄武院山门口，这位少年曾吞噬吸收了他体内的真气。教主，他就是那位将楚天齐击败晋升为天玄武院第1天骄的凌云。五毒尊者鬼见愁出现在北冥夜跟前，不用你说，本教主的眼睛没有瞎。北冥夜眼角余光早就已经扫到了楚天齐的尸体。这个少年不仅极有可能身怀玄冥神教的镇教功法吸星大法，更关键的是，这个少年曾经将测灵石碑都崩碎了，也就是说，这个少年的天赋也极高。如此少年，如果能够奈为神教所用，那不知道强出了多少个楚天齐。凌云，你可愿加入我玄冥神教？北冥夜看着凌云问道。凌云手持雷劫剑，身躯挺拔。北冥教主，如果我拒绝，是不是马上就会死？北冥夜淡淡的道。像你这样的天才，如果不能为本教所用，那就只能抹杀。北冥教主，如果我答应你，你怎么能够保证我就一定是真心加入玄冥神教的呢？凌云问。北冥夜傲然一笑，神教有一种秘术，名为9幽血誓，立下这血誓之后，一旦背叛，就会在体内衍生出心魔，轻则修为全废，重则直接生死道消。哦，凌云闻言，眼睛不由微微一亮，然后说道：北冥教主，我想用一种宝物与你交换神教的这门9幽血誓。说完，凌云手中出现一块5行石，北冥夜的瞳孔顿时缩成了针尖一般，声音不由高了几分。那个黑市强者身上的宝物被你夺走了。凌云淡然一笑，那位黑市前辈确实赠送了我几块5行石。几块？北冥夜冷冷的一笑，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从魔云山脉的那处遗迹之中挖出了那个黑铁箱子，那可是整整1箱的5行石，怎么可能才只有几块？不过这种事情北冥夜肯定不会公然说出来，现在他已经可以十分确定那些5行石就在凌云的身上，如此一来，那他就更加不可能放过凌云。小子，不得不说，你确实够大胆的，竟然敢跟本教主谈交易，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神教之人行事从来就是不择手段？话音落下，北冥夜身上散发出汪洋大海一般的气势，身处这一片气势之下，凌云就像无边海洋之中的一片树叶，半步武君境。凌云瞳孔不由微微一缩，这一股滔天的气势简直不知强出了武尊境多少。
恐怕纵然是他那一枚5尊境10级的兽核，也很难伤到这位魔教教主。不过确认了北冥叶的修为境界之后，凌云更加镇定，从容地说道：“北冥教主，你应该清楚这5行石的价值。我只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你给我9幽血石的秘诀，我给你5行石，咱们皆大欢喜。但如果北冥教主要一再逼迫，那我就只有毁掉所有的5行石。如此一来，你北冥教主什么也得不到。至于我凌云，无非就是一死而已。但你玄冥神教却错失了5行石，也就意味着错失了超越天玄武院的机会，将永远被天玄武院压上一头。”凌云说完，平静地看着北冥叶，哈哈，小子，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完全没有毛病。但是你可能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谈生意一定要双方实力对等才能谈。话音落下，北冥叶如同鬼魅一般，在离火魔龙的头颅上消失，冲着林家飞来。咔嚓，凌云手里的那一块5行石顿时被捏碎。北冥教主，从此刻起，我林家但凡有一人死伤，我就捏碎一块5行石。说完，凌云手里又多出来一块5行石，以及那一枚5尊境10级的兽核。北冥叶的身形在林家府邸上空骤然停了下来，然后冷冷地盯着凌云，显然他怒了。在北冥叶的眼里，林家这些蝼蚁，所有人加起来的价值都比不上一块5行石。现在凌云却毫不犹豫地毁掉了一块，甚至这小子如果能引爆那一枚5尊境10级的兽核，完全可以瞬间毁掉所有的5行石。玄冥神教这次被天玄武院打压，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到了极点。如果不能得到这些5行石，100年内都难以翻身。诸葛瑾瑜全身紧绷，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感觉凌云玩的有些大。北冥叶冷冷的道：“小子，交出所有的5行石，本教主可以用9幽血是发下誓言，放你一条生路。”凌云摇了摇头，说道：“北冥教主，我今天只能给你5块5行石，剩下的3天之后再说。”北冥叶眉头一皱：“你想拖延时间？你觉得3天之后天玄武院会有人来救你？”凌云平静的说道：“有没有人来救我我不知道，但我现在不想死。”北冥叶冷冷一笑：“小子，你就不怕3天之后本教主突破到5军境，那时还有谁能救你？”凌云半步不退：“所以北冥教主，你想要赌这一把吗？”北冥叶沉吟片刻，然后说道：“小子，不得不说你是真的很大胆。好，本教主就依你所言，3天之内我玄冥神教不会对你出手，本教主倒要看看3天之后你如何破局。”说完，北冥叶伸手一挥，一个血色的卷轴朝着凌云飞了过来。这便是我玄冥神教的9幽血是秘诀。凌云释放出灵魂力，确定无诈之后，接住了这个血色的卷轴，然后取出5块5行石抛向北冥叶。握着这5块5行石，北冥叶看着凌云说道：“小子，3天之后本教主再来，希望你到时有足够的底牌，否则……”说着，北冥叶飞到离火魔龙的头上，然后整个玄冥神教众人如潮水一般退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天炎城。望着玄冥神教众人离去的方向，凌云突然侧手对诸葛瑾瑜说道：“诸葛小姐，你想不想要5行石？”诸葛瑾瑜诧异地盯了凌云一眼，然后回道：“当然。”凌云扬了扬手中的9幽血是秘诀，我给你10块5行石，你效忠我1年，如何？诸葛瑾瑜的目光看向凌云手中的黑色卷轴，所以你是想让我来试一试这9幽血石的效果？凌云平静地说道：“你可以这么理解，3天后玄冥神教卷土重来，一旦北冥叶真的突破到了5军境，感觉有些无解啊。不过3天后一定会很热闹，所以我还是想赌这一把。”说着，诸葛瑾瑜按照9幽血誓立下了效忠凌云1年的誓言。凌云就在林家大门口又掏出了10块5行石，交给了诸葛瑾瑜。于是天炎城，凌云拥有海量5行石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迅速地席卷了整个苍风郡国。凌云则没有管那么多，转身进了府邸，然后进入修炼密室，运转混沌开天路，开始炼化吸收的脉火经中的力量。入夜，地脉火经的力量被凌云全部炼化吸收，他的修为也提升到了5王境6种。而就在此时，一道黑色的人影潜入了林家，凌云第一时间感知到了来人，然后消失在修炼密室，出现在来人的面前。正在查找凌云气息所在的子羽看到自己面前突然出现一道人影，被吓了一跳。待看清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是凌云之后，子羽立即后退一步，然后单膝下跪，低头对着凌云道：“子羽拜见公子。”看着半跪在自己面前的子羽，凌云点了点头，说道：“子羽，这大半个月来你的进步很大，这一切都是公子所赐。”子羽的头低得更低了，虽然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5黄境，但是今天白天就在林家府邸之外，他可是亲眼目睹凌云一招杀了楚天启。公子，这是一条紫脉精晶，蕴含着极为爆裂的火焰之力，应该对您的修为提升有一定的帮助，还请公子收下。子羽取出一个半尺长的玉匣，双手奉在凌云的面前。凌云接过玉匣，然后微微打开一条缝，看到里面如同液体一般蠕动的紫脉精晶，嘴角不由微微勾起一抹微笑。这个子羽倒是挺会做人，也不枉自己赐给他吸星大法前面3重修炼心法。这般想着，凌云重新取出一个卷轴递到子羽面前，说道：“这是吸星大法第4重心法，以及10块5行石，足以让你修炼到5军境了。”听到10块5行石这几个字，
子羽心跳不由微微加速，这可是10块5行石，比北冥叶还多5块，多谢公子。子羽强忍着心头的激动，双手接过卷轴和5行石，你起来吧。凌云微微一抬手，浑厚的真气涌动而出，将子羽从地上缓缓拖了起来。感受着凌云释放出来的绵长浑厚的真气力量，子羽心头更加震撼。相比白天，凌云此刻展现出来的力量，竟然给了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子羽站起身来，恭敬的道：“公子。”子羽知道你定然有办法化解眼前的危机，但子羽还是想要提醒公子，一定要小心。虽然北冥夜里下了9幽血誓，但难免其他人为了5行石会不顾一切。凌云点了点头，我自有主张，你去吧。正说着，凌云像是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对了，你可认识万花雨？她现在是我的师妹，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子羽回道。凌云道：“找机会让她离开玄冥神教。”遵命。子羽对着凌云行了一礼，然后告退。凌云再次进入密室，开始炼化吸收这紫麦晶晶。与此同时，楚家议事大厅，族长问道：“长老10万火急传音，天岩城凌云的手中有大量的5行石，我们楚家必须立即行动，赶往天岩城，绝不能让其他势力将凌云手中的5行石抢走。”是啊，族长，有了5行石，我楚家必然能够出现一批的5军境强者。一众楚家高层强者脸上都带着急切，但楚问天神色平静而从容，问道：“赵无极都带了什么人前往天岩城？”有人立即起身回道：“回族长，赵无极带了17位天玄武院的5宗境强者赶往天岩城，另外还有一只猫也跟着从天玄武院离开了。一只猫就不必汇报了。”楚问天摆了摆手，气定神闲地说道：“那凌云小儿既然敢暴露手中有5行石的消息，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让众人前去天岩城争夺。而玄冥神教已经将天岩城团团围住，赵无极想要从玄冥神教手中抢下5行石，恐怕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楚家暂时不着急，就让他们来一个鹬蚌相争。”但众人依然很是担心。可是据问道长老说，玄冥神教教主北冥夜已然从那凌云小儿手中得到了5块5行石，估计要不了多久，此人便能突破到5军境。到时以我等之力，如何能够从那玄冥神教教主手中抢过5行石？只有让老祖出关，方能有100%的把握。楚问天微微一笑，无妨，纵然暂时让玄冥神教夺得了5行石，那也不过是在替我楚家保管而已，因为老祖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绝不能打扰他。众人闻言，心跳顿时不由加速，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从他们的心头浮现出：5神境？难道说老祖要成为苍风郡国300年来第一位突破到5神境的无上强者了吗？此时此刻，不仅是楚家，很多隐藏在暗中的古族都收到了正是在荒古城遇到的那位汪三通。小友，咱们又见面了。汪三通笑眯眯地看着凌云说道。凌云目光一沉，眼中泛起一抹寒意，盯着汪三通问道：“汪前辈，当日在朱雀楼外，是你故意曝光了我与陆雪瑶的关系吧？”闻听此言，汪三通哈哈一笑：“不错，正是老夫。”说着，汪三通眉毛微微一挑，看着凌云说道：“小友，此事确实是老夫抱着私心故意而为之。这样吧，只要小友愿意给我5块5行石，老夫今日可助你一臂之力。”哈哈，姓汪的，你这大老远跑来就只为5块5行石？伴随着一阵大笑之声，一道血光横贯长空而来，正是江家供奉血道子。血道子手中拂尘一甩，盯着凌云说道：“小子，你在荒古秘境杀了本教主的弟子江武阳，然后又在墓道中坑了本教主一把，这笔账你今日准备怎么算？”凌云镇定从容地看向汪三通，说道：“汪前辈，替我镇压这血道子，咱们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另外，我再给你5块5行石，如何？”听到这句话，血道子脸色猛然一变，全神戒备地盯着汪三通：“姓汪的，你不会真的相信这小子说的话吧？你觉得呢？”汪三通咧嘴一笑，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在原地，然后出现在血道子的面前，打出气势磅礴的一拳，轰向血道子的胸口。血道子怒不可遏：“姓汪的，你的脑袋是被驴踢了吗？如此拙劣的计谋，你竟然也要上当！”虽然愤怒归愤怒，但血道子也无法无视汪三通这一拳。只见他手中的拂尘一提，然后双手合在一起，打出一掌，迎向汪三通的拳头。砰！拳掌交接，爆发出剧烈的能量波动。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凌云突然动了，天魔九变混沌气被全力催动，然后他施展出流光雷影，爆发出极限速度，冲到血道子身后，一剑刺向血道子的背心。血道子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武王境的渣渣竟然敢出手偷袭他这位5尊境强者。本能的在电光火石间，血道子调动体内的真气，凝聚出3层真气护盾，这是血道子此刻能够凝聚出来的最强护盾。他自信能够轻易挡住凌云的偷袭，但是雷劫剑乃是地级中品战兵，在凌云的全力催动之下，何等的锋利！撕拉！血道子凝聚出来的那3层真气护盾，普通白纸一般被雷劫剑刺穿，然后刺进了血道子的背心。一股钻心剜骨之痛传到大脑，血道子眼睛一瞪，低下头，难以置信地望着从胸口灌出的剑尖，憋屈、不甘、愤怒、怨恨，所有的负面情绪瞬间充斥大脑。
他无法再抵挡汪三通的拳劲，然后噗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内外双重之力的作用下，血道子的身体直接爆开，化为一团血雾。凌云手臂一卷，火焰之力涌出，将这些血雾直接焚烧成青烟。望着风轻云淡，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的凌云，汪三通第一次对眼前这位少年有了一抹深深的忌惮。这少年不仅天赋逆天，心性手段也是够狠。小友，合作愉快。汪三通的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凌云眼角的目光不由朝城外望了望，城外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很快就要分出胜负了。凌云抬手将5块五行石抛向汪三通，接过凌云抛来的五行石，感受着里面蕴含着的浓郁的五行之力。汪三通的眼眸中也泛起一抹火热，有了这5块五行石，他有2成的把握冲击五军境。别小看只有2成的把握，但如果没有五行石，在苍风郡国地界就几乎没有冲击突破到五军境的可能。轰隆，伴随着一股震天动地般的能量撞击，2道人影从能量余波中倒飞而出，朝着天炎城砸落而来。是吴舒和赵无极。凌云瞳孔骤然一缩，立即施展流光雷隐身法，朝着吴德和赵无极坠落的方向冲了过去。然后凌云催动真气，聚凝聚出一股柔和的力量，将2人拖住，将2人稳稳接住。好小子，几天不见，你的实力竟然已经成长到了如此地步。吴德回过头看着凌云，眼眸深处泛起一抹惊艳之色。赵无极脸色凝重地说道：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终究还是让北冥夜突破到了五军境。随着赵无极话音落下，一股澎湃的魔气横贯长空而来。北冥夜傲然屹立在那头离火魔龙的头颅之上，2只漆黑的瞳孔朝着地面的凌云望来。淡漠的声音从鬼脸面具下响起：凌云，3天时间已到，如果你的帮手就是这2人，那就太让本教主失望了。咔咔咔，话音落下，北冥夜周身魔气翻涌，恐怖威压席卷而来。院子之中坚固的建筑不堪负重，一道道裂纹弥漫开来。在那股恐怖的气势压迫下，凌云的身子都矮了半截，身体之中更是传出噼啪的响声。这就是五军境吗？但就凭这气势就想要我凌云？凌云双手骤然握紧，体内气息如火山般爆发，镇压在他身上的气场也是随之被冲破。武王境8重。北冥夜有点惊讶，短短3天时间而已，凌云的修为又提升了这么多。神教的镇教功法吸星大法果然如同传说那般，修炼速度极为惊人。而2人的修为差距这么大，凌云竟然能破开他的气势镇压，这说明凌云的天赋与潜力完全不弱于他，甚至犹在他之上。这样的人若是不死，将来必定成为神教的心头大患。这时只见凌云镇定从容地拿出了一个黑铁箱子，然后打开，霎时间浓郁到极致的五行之力散发而出。望着那黑铁箱子中5颜6色的五行石，就算是以北冥夜的镇定，那双漆黑的眼眸中也不由得泛起一股火热之色。他虽然已经突破到五军境，但如果有了这些五行石，不仅能让他的修为快速的再进一大步，甚至还可以用这些五行石让玄冥神教出现更多的五军境强者。如此一来，玄冥神教不仅能够从天玄武院的打压下翻过身来，甚至还能够一统苍风郡国。凌云，你不会以为如3天前一样，本教主还会受你的威胁？北冥夜冷笑一声，就要直接出手。但就在此时，北冥夜突破到五军境了，真以为自己就可以在苍风郡国为所欲为了吗？周围狂风大作，真气浪潮翻涌而来，7道身影犹如凶兽似的，携带着强横的气势爆射而至，落在庭院中。7人身穿紫袍，为首者头戴紫冠，手里拿着一把风雷扇。五尊境巅峰，7人全是五尊境巅峰。赵无极神色凝重地说道：这是江家之人。江家就是那个江武阳所在的江家吗？凌云问。赵无极点了点头，不错。凌云轻蔑一笑，明明是为抢五行石而来，却搞得这么虚伪。说着，凌云嘴角一勾，突然对着江家7朗朗声道：江家不愧是我苍风郡国正道楷模，除魔卫道乃是我被修武之人的职业所在。既然如此，这些五行石就给江家诸位了。去！凌云一剑刺出，将黑铁箱子关上，随即用力挑飞黑铁箱子。黑铁箱子瞬间飞向江家7老。江家大长老直接愣住，除魔卫道，正道楷模，老子刚刚不过是随口一说，江家今天就是冲着五行石而来，随便灭了你这个敢杀我江家人的混账小子。结果凌云一出手，直接给他整不会了，情况跟他出场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不过眼下也容不得他多想，毕竟这可是1箱的五行石啊，拿上五行石跑路。江家大长老抬手一抓，同时提醒其他6人滚。然而眼看着五行石即将到手，一道冰冷的喝声携带着恐怖攻势横扫而至。北冥夜出手了，携带着滔天魔气的一掌将江家7老锁定，那等恐怖威力令江家7老面色巨变，如果他们不做出应对，必然会死在这一掌之下。江家大长老只能放弃抓铁箱子，催动真气和其他江家人联手抵抗魔掌。五行石是本教主的，谁敢伸手谁就得死。北冥夜也不想同江家7老纠缠，立即扑向黑铁箱子，伸手隔空抓去，真气在他掌心中凝为漩涡，形成的拉扯之力将铁箱子拉向他。呵！然而就在他将要抓住黑铁箱子时，江家7老的攻势横扫而来。见此，
北冥叶不得不出手挡下那几道攻势，可即将到手的铁箱子也被战斗余波震飞出去几十丈。你们找死！北冥叶顿时大怒，直接朝江家七老冲去。杀！江家七老对视一眼，面对北冥叶这位武军境，他们不敢有丝毫大意。轰隆隆，七人联手对抗北冥叶，夜空中传来轰隆巨响，转瞬间众人交锋数个回合。江家大长老盯着北冥叶，双眸开合之间有雷光在萦绕，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北冥叶，看来你这个魔教教主也是徒有虚名，几只老狗也敢阻拦本教主，去死！北冥叶杀意滔天，随即化为道道残影，朝江家七老爆射而去。双方战斗激烈，真气混乱，宛如10级暴风。臭小子，有魄力，趁他们争夺五行时，我们快走吧。吴德看了一眼混乱中心的黑铁箱子，虽然不舍，还是将目光收回来。不着急。凌云对吴德摇了摇头，吃到他嘴里的东西全部吐出去，哪有这么容易？赵无极听得凌云的话，不由得焦急道：凌云，有这些家伙在，五行石还是不要想了。今天这里可不止北冥叶和江家七老，外面还有很多高手没出手呢。等五行石的争夺结束，江家和北冥叶定然第一个拿凌云开刀，所以这个时候跑路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这家伙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多少有些让人失望了。暗处诸葛瑾瑜嘴角微微上扬，等了3天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下一刻，诸葛瑾瑜发现凌云这家伙竟然老神在在的站在那里，没有趁机离开的意思。这家伙不会还想着拿回五行石吧？诸葛瑾瑜的心中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紧接着诸葛瑾瑜又摇了摇头。既然那一箱五行石已经抛出去了，以凌云这边的实力，就算北冥叶和江家拼个2败俱伤，凌云似乎也没有实力再将那箱五行石抢回来，除非凌云还有后手。恰此时，只听江家大长老怒喝一声：速战速决，7绝杀阵！江家其他6老暴喝一声，身形变换，转瞬间形成了一个阵法，7人气息遥相呼应，真气翻滚之间，竟是化为一股无形的杀伐之气。轰隆隆！几乎在同时，江家大长老的手中出现一柄长枪，长枪有丈许长度，通体黑的发紫，枪身之上缠绕着一条条发丝一样的紫色雷弧。黑紫雷枪！赵无极惊呼一声，看样子江家那几个老家伙要拼命了。这黑紫雷枪可是天级战兵的层次，在300年前就已经名声大噪。据说当年有人持黑紫雷枪曾捅杀了一位武神境强者，天级战兵还不错。北冥叶目光落在黑紫雷枪上，眸中闪过一抹火热。下一刻，北冥叶主动向江家七老冲去。今日他不但要五行石，这天级战兵黑紫雷枪，他北冥叶也要收了。找死！见北冥叶如此自负，江家大长老一枪刺出，滋滋滋！天级战兵威能恐怖，枪尖上涌出的紫色雷弧将周围烧成了真空。轰！万众瞩目之下，双方宛如2颗流星狠狠碰撞在一起，激荡出的真气浪潮几乎将整个院子夷为平地。咔嚓！交战中心，恐怖枪芒被北冥叶挡下，但也仅仅挡住了一息。北冥叶的真气遇到黑紫雷枪，仿佛冰块遇到烧红的铁棍，黑紫雷枪扎破北冥叶的真气防御，枪尖势如破竹朝北冥叶的胸膛刺去。这黑紫雷枪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能，不愧是天级战兵。赵无极和吴德均是倒抽一口冷气。凌云没有说话，死死盯着交战中心。他知道北冥叶没那么容易被杀。定！果然，黑紫雷枪击中北冥叶，然而却没能刺进北冥叶的体内。北冥叶身上穿有防御宝甲，嘿嘿。这时，北冥叶忽然诡异一笑，他伸出双手猛地抓住黑紫雷枪，霸道魔气将黑紫雷枪淹没。你竟想强行炼化黑紫雷枪？江家大长老脸色巨变，其他6老也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可恶，你们还在看戏？帮忙啊！江家大长老怒喝一声，只可惜藏在黑暗中的那些强者无动于衷，冷眼看戏。嗖！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动了，是凌云。流光雷影！凌云调动最强力量，直接施展最强身法，已经快到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凌云，你小子疯了！吴德眼皮直跳，凌云竟然朝北冥叶冲去，这是要趁机偷袭北冥叶。这个凌云真是愚蠢啊，猪都比他聪明。这个时候攻击北冥叶确实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让江家七老消耗北冥叶不香吗？非要头铁上去找存在感。周围暗中的人也不禁摇头，所有人都觉得凌云太愚蠢了，哪怕是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偷袭北冥叶，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即便强如江家七老，加上天级战兵也奈何不了北冥叶，甚至还被北冥叶强行抢夺了天级战兵。凌云，偷袭本教主是你此生最愚蠢的选择。北冥叶嘴角勾起一抹轻蔑弧度，他有点怀疑凌云傻逼了，竟然敢来偷袭他。要知道，就连江家七老都需要手持天级战兵才能破开他的防御，这还是因为黑紫雷枪克制他的真气，而凌云凭什么？凭他手中的地级战兵吗？不过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秒了凌云，解决一个心头大患。凌云来到交战中心，顿时高举雷劫剑，以雷劫剑来施展秘术杀招封神暗指杀。凌云将真气灌入雷劫剑，雷劫剑上顿时涌出火焰，通体变成了金色。这不仅是封神暗指杀，凌云还结合了烈火燎原，这几乎是他平常状态最强的攻势了。
北冥夜眼瞳一缩，凌云的这一招有点威力，足以创伤武尊境武修。如果他是全胜状态，这种程度的攻击，他站着让凌云打，凌云都伤不到他。但此刻他不仅真气消耗了不少，更关键的是他正在和江家七老争夺黑子雷枪。哈哈，凌云，你这小杂种确实有点能力，快攻击北冥夜，老夫饶恕你杀我江家二郎的罪过。感应到凌云这一招的威力，江家大长老顿时面露喜色。北冥夜欲强行炼化黑子雷枪，此刻他们正在用灵魂力和北冥夜抗衡。此刻如果北冥夜不想受伤，肯定会分心对抗凌云，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强行收回黑子雷枪。不过江家大长老并不打算饶过凌云，只等他收回黑子雷枪，便直接先出手杀了凌云。然而想象与现实完全不一样，明明是冲着偷袭北冥夜而来的凌云，竟然突兀朝他杀来，这简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全场目瞪口呆。凌云小儿，你……江家大长老目眦欲裂，可惜他话还没说完，凌云的剑已刺破他的真气护盾。是，这一剑势如破竹，刺进江家大长老的嘴中，从后脑穿了出来。江家大长老一代武尊境巅峰强者，陨，而且陨落得十分憋屈。收！凌云一剑诛杀江家大长老，顺手抓住黑子雷枪，眉心灵魂力暴涌向北冥夜。嗡！一股磅礴的灵魂力量席卷而出，狠狠冲向北冥夜。我操！北冥夜大惊失色，他没想到凌云的灵魂力竟然如此之强。北冥夜猝不及防，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记闷棍，有一刹那的眩晕。也就是这一瞬间，凌云抢过了黑子雷枪，然后身形一闪，又将黑铁箱子收回储物袋。做完这些，凌云施展流光雷影，以最快的速度退回到吴德和赵无极身边。平，江家大长老的尸体落地，沉闷的响声宛如雷霆。直到此刻，众人才如梦初醒。紧接着，一道道满是骇然的目光均是转移到凌云身上。此刻的凌云傲然而立，衣袍飘飞，所有人都感觉他们面前站着一个巨人，宛如天神一般的巨人。随着凌云当众击杀江家大长老，在场没有人再敢小觑凌云半分，所以哪怕此刻凌云将装满五行石的黑铁箱子收起，一时间竟然没人敢冲上去抢夺。这小子真是个怪物。吴德脸皮抽了抽，眼中满是骇然，他真没想到凌云这小子竟然敢死了江家大长老。虽然凌云是出其不意偷袭，可别忘了凌云只是武王境8重修为，两者之间还隔着武皇、武宗和武尊3个大境界。收！就在众人还在惊叹和震撼之际，凌云又一次出手了。这次倒是没杀人，而是将江家大长老的尸体收起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凌云可不敢用混沌开天路吞噬江家大长老，若是被大家误以为他修炼了吸星大法，后果不堪设想啊！凌云小杂种，把我大哥的遗体交出来！歇斯底里的嘶吼声传来，江家其他6老目眦欲裂。可是看到凌云身边的吴德和赵无极，江家6老没敢冲上来，因为方才他们联手布阵对战北冥夜，一身真气消耗了7、8成，现在冲上去就是找死。念及此，江家一位强者咒骂道：“吴德、赵无极，我江家除魔未到，与魔头拼杀，凌云却暗杀我江家大长老，这就是你天玄武院教出来的弟子？”江家另一位强者跟着叫嚣：“吴德、赵无极，你天玄武院必须给江家一个交代，给苍风郡国天下人一个交代。”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武修，有不少人也纷纷露面声讨天玄武院，逼迫吴德和赵无极交出凌云。凌云看向那些冒出来的家伙，轻蔑一笑：“都别他妈狗叫了，你们真那么正义凛然？刚才为何不出手帮江家？”一名老者愤愤然骂道：“小畜生，我等虽然袖手旁观，也没帮助魔教。”江家强者道：“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凌云这小杂种生助纣为虐，自甘堕落入魔道。今日即便天玄武院护你，我等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一时间，不断有武尊境强者从黑暗中现身，呈包围之势而来。赵无极和吴德连忙挡在凌云的前面。凌云，快把五行石丢出去！赵无极打算让凌云故技重施，只要五行石丢出去，这些人为了抢夺五行石，应该就腾不出手来围攻凌云。诸位别着急，刚才我收起五行石，只是为了不让魔教抢走而已。凌云再次从容地将黑铁箱子取出来放在地上，并且凌云还主动解释道：“另外，我凌云对天发誓，我绝非魔教奸细，刚才杀江家老狗完全是私人恩怨。”吴德和赵无极连忙站出来为凌云作证，再加上五行石的吸引，众强者的注意力纷纷转移到黑铁箱子上。江家强者怒声提醒：“你们这群蠢货，还要上凌云那小杂种的当？难道你们忘了我江家大长老怎么死的？”此言一出，众人如梦初醒，然后杀气腾腾地看向凌云。回想今晚发生的事，大家怒火不断上涌。从一开始，他们这些活了几十年的老家伙，竟然被凌云牵着鼻子走。凌云这个小畜生也太阴险了！诸位，凌云这小畜生助纣为虐，未免他再害人，咱们先杀了他再说。江家强者趁机挑事，赞同。这话立即得到众人的认可。眼见局势因江家强者又出现反转，吴德和赵无极顿时有些懊恼：“凌云，你这小子，刚才怎么不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出手弄死江家几个老狗？”吴德忍不住抱怨：若是刚才他和赵无极一起出手偷袭，
起码还能弄死江家2个人。凌云淡淡一笑，道：“放心，他们活不了多久。即便身处包围之中，性命危在旦夕。”凌云依然谈笑风生。这家伙难道还要后手？诸葛景瑜不禁有点期待。今晚的局势变化，让诸葛景瑜这个以谋略为主的女人都忍不住对凌云刮目相看。看来凌云这家伙不只是武道天赋可怕，就连谋略也让人心惊胆寒。凌云扫了周围众人一眼，拿出那枚武尊境巅峰的兽核，然后微微催动，顿时一股毁灭性的气息激荡而出，围上前来的众人全都下意识地暴退数百丈。江家6老的瞳孔也是剧烈收缩，这凌云小儿竟然真的能够催动如此强大的兽核，这玩意一旦爆炸，除非是武君境，否则没人能够正面扛住。诸位，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北冥夜，不搞死他，谁也别想拿到5行石。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因为凌云的所谓太过抢眼，导致他们差点把北冥夜都给忘了。刚才江家7老联手，连天级战兵都请出来了，也奈何不了北冥夜分毫。有北冥夜在，大家要拿到5行石确实没那么容易。诸位，虽然江家7老很废，但刚才一战，北冥夜也损耗不轻，若错过击杀北冥夜的时机，恐怕我们大家都要死。凌云这话让众强者纷纷点头。你们别犯傻啊，凌云这小杂种摆明了利用你们，难道你们忘了我江家大长老的惨剧？江家强者有点慌，已经黔驴技穷。凌云继续拿出杀手锏，诸位，北冥夜太强，恐怕只有黑紫雷枪能捅死他。我们天玄武院愿带领大家诛杀魔教教主。说话间，凌云拿出黑紫雷枪，凌云枪指北冥夜，正气凛然道：魔头，今日我正道众人与你不死不休。凌云，本教主今日定将你剥皮抽筋。北冥夜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间蹦出来，那对漆黑如渊的眸子中杀意几乎化为实质。今日这一场，原本一切尽在掌握，但因为凌云不按常理出牌，导致他5行石没到手不说，还被江家7老打见红，甚至连刚要抢到手的天级战兵黑紫雷枪也被凌云这王八蛋给截了胡。是可忍孰不可忍，凌云必须死。好！北冥夜将真气沉入丹田，随即张嘴咆哮一声，恐怖的声线宛如刀锋一般，将方圆100丈之内的大树连根拔起，建筑纷纷震碎。即便是强如武尊境的武修，也被震得体内气血翻腾，伤了不少经脉。仅仅是吼一声就如此可怕，武君境也太强大了。众人眼中闪过畏惧之色。北冥夜以一声厉吼震慑诸雄，冷冷道：想抢5行石自便，但谁敢拦本教主杀凌云，本教主便先杀谁。所有人都是一愣，还以为听错了，就为了杀凌云，北冥夜竟然连5行石都不要了。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北冥夜已经锁定凌云，驾驭着离火魔龙扑向凌云。小子，快退！吴德抬手一掌将凌云先退，然后和赵无极同时去迎战北冥夜。滚！北冥夜双掌齐出，2道蕴含滔天魔气的掌印打向吴德和赵无极。这盛怒之下的2掌，直接将赵无极和吴德拍飞出去。吴德有石塔相助倒是没什么，赵无极却是被震得5脏6腑如火烧一般，扑哧，还没落地便喷出一大口鲜血。嘶！见到北冥夜竟然还能如此生猛，吓得众人倒抽冷气，被5行石冲热的头脑骤然冷静下来，连忙迅速撤退100丈。杀！北冥夜携带滔天魔威，势不可挡，向凌云急速杀来。这一刻，北冥夜的气势达到巅峰，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完了！吴德脸色苍白，北冥夜的速度太快，即便是他也赶不及去救凌云。轰！在众目睽睽之下，北冥夜挥掌而出，滔天魔气汇聚，朝凌云横扫而去。随着一声巨响，凌云四周轰然炸裂，石块和泥块掀起数丈之高。这家伙终究还是……诸葛景瑜叹了口气，他不认为凌云能挡住北冥夜的这一掌。念及此，诸葛景瑜就要悄然离开，但就在转身的刹那，诸葛景瑜眼角狂跳，他刚才似乎看到凌云还站着，不由得诸葛景瑜慢慢转头看去，尘埃逐渐落定，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凌云负手而立，神情淡漠。怎么可能？几乎所有人都惊呼，无法相信凌云竟然还活着，而且毫发无损。那是一只猫。而当大家的目光微微一动，便看到北冥夜的掌下一只猫凌空而立。这只猫的姿势也非常装逼，2只后腿人立而起，一只前爪背在后背，另一只前爪高举，挡住了北冥夜的手掌。竟然能挡住北冥夜一掌，这只猫什么来头？之前它好像在凌云那小子的怀里，凌云竟然有这样强悍的宠物，可怕！凌云这家伙扮猪吃老虎，原来他才是隐藏的大佬。灰图图的出现让所有人震惊，这竟然是一只堪比武君境的强大妖兽。这一刻，所有人看凌云的眼神都带着嫉妒。凌云这家伙一个武王境的渣渣，竟然能拥有堪比武君境的宠物，死胖子，你们都不行，最后还得看本皇。灰图图抬着脑袋，猫脸上挂着人性化的骄傲表情，故意在吴德面前显摆，因为他从没忘记吴德这死胖子曾经说他是一只小宠物。今天灰图图必须让吴德清楚，他灰图图即便是宠物也不小。呸！他不是宠物，他是横扫9天10地、独尊9界的无敌妖皇灰图图。吴德张大的嘴巴动了动，吞了口唾沫后道：辉哥，以前本掌柜错了，一直以来
吴德以为灰图图只是一只小宠物，今天他才发现他错了。其实不只是吴德，强如楚家得知天玄武院有一只猫跟着赵无极出来后，都没有将这只猫当一回事。吴德的话让灰图图咧嘴一笑，骄傲的表情中多了一抹得意。死胖子总算说了句人。轰！灰图图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脚踹飞出去。出手之人自然是北冥叶。北冥叶一脚横扫，踹飞灰图图，咒骂道：“一只畜生也敢拦本教主，不知死活！”刚阻拦他杀凌云，还在他面前装逼，这只猫实在太欺负人，所以北冥叶在愣神之后，一脚踹飞了灰图图。轰！灰图图的身体宛如流星一般飞出去，将大地都离出一条长达100丈的沟渠。啊！这吴德目瞪口呆，实在不敢去看灰图图的凄惨模样。北冥叶一脚踹飞灰图图，便没有多看一眼。虽然刚才灰图图挡下他的一掌，可那一掌仅仅是他70%的力量罢了。而刚才那一脚，北冥叶不仅全力以赴，甚至还动用了一门战技，这样都踹不死一只猫，那他北冥叶可以去买块豆腐。我呸！但北冥叶念头还没落下，灰图图的声音再次传来。北冥叶如遭雷击，缓缓转头向猫倒飞出去的方向看去。众人也是目光汇聚，便见灰图图一个熊猫翻身，从土坑里面跳了出来，竟然毫发无损。所有人都震惊了。虽然灰图图看上去灰头土脸很狼狈，可一点受伤的迹象都没有。这特吗？好不科学！灰图图将嘴里的泥土渣子吐掉，瞪着一对阴阳眼看向北冥叶，瞳孔中涌出怒火。奶奶的，本皇纵横9天10地，独尊9界时都没吃过这种亏，你竟敢偷袭本皇！本皇告诉你，你特么摊上事了！下一刻，灰图图向北冥叶冲去，喝道：“拉打！”北冥叶不敢大意，连忙调动全身真气，使用12分力量去格挡灰图图的攻击。平！灰图图一爪子击中北冥叶，不仅没有将北冥叶击飞，反而自己被震得倒飞出去10几丈。这什么情况？北冥叶有点猛，能挡住他全力一脚不受伤的妖兽，攻击力竟然如此的羸弱！哎呀，气死本皇了！灰图图郁闷的跳脚，要不是力量被封印在滔天剑中，别说区区5军境，这个世界他都能一巴掌毁掉。杀！此刻北冥叶忽然杀向凌云，2次都没能伤到灰图图，加上刚才的情况，北冥叶也明白了一件事，这个怪猫防御力非常恐怖，纵然他全力以赴也杀不死这只怪猫，所以北冥叶并不较劲，他只需要杀死凌云就行了。嘿，你当本皇不存在吗？北冥叶动手的瞬间，灰图图也扑了过去。滚！北冥叶抬手挥出一掌，滔天魔气所化的掌印横扫而出，在那恐怖的掌力下，灰图图再次如皮球般被扫飞出去。接着北冥叶冲到凌云前方，一拳朝凌云的脑袋轰去。凌云，死吧！凌云这次死定了。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松了口气。大家都没想到凌云才区区5王境，竟然拥有这么多底牌，如此难杀。但外物终究是外物，不靠谱。烈焰狂剑斩！面对北冥叶的攻击，凌云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暴喝一声，高举地级战兵雷劫剑，随着真气灌输，雷劫剑上涌出熊熊烈焰，一柄巨大火焰剑气凝聚，火焰的温度极高，周围空间看上去出现道道涟漪。而这一剑的威力也让在场的众多强者眼同一所。此刻所有人心中均是感叹，他们远不如凌云这小子。咔嚓！凌云一剑狠狠向前方劈去，将北冥叶封锁的气场破开。但如此强横的一剑，在撞上北冥叶的拳头时，竟瞬间崩溃消散。不过这一剑也为凌云换得喘息之机，立即施展流光雷影向后暴退。轰！北冥叶一拳落空，地面被他的拳劲炸出10丈巨坑。在本教主面前拼速度，北冥叶轻蔑一笑，却见他身形一动，宛如闪电般朝凌云而去。杀！这时吴德终于赶过来，真气灌入石塔中，将石塔当成板砖砸向北冥叶的脑袋。这石塔看上去普通，可并不是凡物。从吴德的这一击中，北冥叶嗅到了危险气味，他不敢怠慢，只能挥掌施展战技挡住吴德这一击，并将吴德一掌拍飞。吴德倒飞出去后，嘴角溢出一股血液，他5脏6腑如火烧，受创不轻。小子，你赶紧想办法，不然要玩完了！吴德朝凌云大喊一声。北冥叶继续杀向凌云，灰图图再次迎上去，但根本拦不住北冥叶。至于赵无极，在缓过一口气后，也是跑上前阻拦北冥叶，但灰图图和赵无极刚冲上去，就被北冥叶拍飞。凌云，今日谁也救不了你！北冥叶气势如虹，直奔凌云而来，他的眼中只有凌云，滔天魔气几乎凝为实质，狠狠压在凌云身上。刹那间，凌云感觉周遭的空间宛如泥沼一般，甚至就连凌云的真气在经脉内运行的速度也减慢了。人剑合一，随着人剑合一状态开启，凌云仿佛化身成了一柄利剑，与雷劫剑融为一体，压在他身上的气势也是被坚不可摧的剑气切开。轰隆隆！凌云周围缠绕着一道道拇指粗细的雷弧，有着惊涛骇浪般的剑气凝聚。这是人剑合一。人剑合一的出现，再度在众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所有人都是面露骇然。人剑合一有多么难领悟？反正到目前为止，整个苍风郡国术一午休，
仅有2个人领悟了人剑合一，一个是天玄武院现任院长风离月，另一个就是堕入魔道、投身魔教又被凌云宰了的楚天启。可现在竟然又多了一个凌云。天魔异变，混沌器。凌云开启天魔异变，还动用了小世界诞生的混沌器。此时乃是凌云最强的状态。自从达到武王境8重后，这还是凌云首次拿出全力，他自己都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程度。封神暗指杀，凌云手持雷劫劈向北冥夜，真气和青莲妖火灌入剑中，再次用剑催动攻杀秘术。好可怕的一剑！是刚才那道秘术，没想到刚才凌云击杀江家大长老，竟然还有所藏拙。这家伙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呼。今天凌云的表现实在太惊艳了，层出不穷的手段，永远没有极限的实力。凌云此刻施展出的攻击，就算是那些武尊境强者都嗅到了浓浓的危险气息。轰！凌云和北冥夜硬碰在一起，恐怖的能量席卷而出，犹如爆发10级风暴。下一刻，凌云整个人倒飞出去10余丈，又擦着地面滑行数丈才停下。但北冥夜的攻击也被凌云破解了，这个结果让众人难以置信。凌云虽然不想承认，但你真是个妖孽，本教主都有些舍不得杀你了。北冥夜凝视凌云，竟然暂时停了下来。凌云，本教主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加入我教，并且立下9优血誓永不背叛，今日你可活。另外，这一箱5行石也可以交给你来处理。谁都没想到，北冥夜为了招纳凌云，竟然开出这么诱人的条件。但北冥夜却觉得，只要凌云能答应，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在北冥夜的心中，此时的凌云，其价值甚至还要在那一箱5行石之上。如果凌云加入玄冥神教，北冥夜相信最多3年，玄冥神教就可以翻身，不再受天玄武院的压制，甚至还能反过来压制天玄武院。接着，北冥夜又抛出一个诱惑：凌云，你好像和江家有仇，只要你点头加入玄冥神教，本教主现在就出手，帮你搞死江家几个废物。凌云，魔教人人得而诛之，你千万别听北冥夜蛊惑自毁前程啊！赵无极紧张地盯着凌云，然后又看向沉默不语的吴德，急道：吴掌柜，你倒是说句话啊！吴德平静地道：我相信凌云的选择。北冥夜有点不耐烦了，一对黑眸盯着凌云问道：凌云，是生是死？说句话吧！江家几个强者紧张的浑身冒汗，他们盯着凌云，心中祈祷凌云傻叉一点。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凌云咧嘴一笑：我想活命。凌云这话一出，在场正道强者均是面色大变。尽管他们都猜到了这个结果，可亲耳听到凌云妥协，又是另一番感受。凌云这样一个妖孽午休，竟然加入魔教阵营，所有人都害怕了。